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监狱，里面随便一个罪犯放出来都是威震一方的霸主。但此刻他们都对一位少年俯首称臣，只因3年前少年主动来到监狱，重达万斤的电磁门不仅被他一脚踹飞，监狱40亿囚犯更是被他暴打了一夜。从那以后，你变成了监狱的霸主。这时典狱长快跑到你身边，老大老大，有人来看您了。闻言你嗖的一下站了起来，难道是他回来了？然而来到接待室，你却愣住了。来人并不是你要等的人，而是一名身穿职业装的标准大美女。你找我？你有些诧异，自己好像没见过她。美女上下打量，眼里尽是嫌弃。我叫苏婉月，是你的未婚妻，但你更要知道，我这一身衣服16万8，项链170万，我住的别墅价值超过3000万，这些你给不了。闻言你有些懵，转而回道：你想多了，我没想给你。苏婉月脸色一沉，你的意思是打算出狱后吃软饭？用不着。说着你叫管教拿来一个盒子，而里面赫然是9张婚书。看到这一幕，苏婉月顿时瞠目结舌，而且隐约间她看到一张婚书，女方叫林若曦，天海首富之女就叫林若曦，这张是你的。你随手扔出一张婚书。苏婉月忍住心中的震撼，接过婚书忍不住问道：你是诈骗进来的？若非诈骗，你凭什么有这么多婚书？一定是花言巧语讨女人欢心，骗取钱财。你没有理会，直接起身离开。回到监区，你看着婚书一头黑线，9个婚约，再有人来退婚，烦都烦死，不如主动出击，先把婚退完再回来。想到这儿，你拿起盒子快速离开监区。咣当，高8米，长20米，重达万斤的电磁门再次被你一脚踹飞。四周高台的守卫见状，纷纷转身低头，他们仍然记得3年前这家伙就是这样踹开门走认来的。几个小时后，你登上去天海市的飞机，然而冤家路窄，你刚进机舱，抬眼就看到了苏婉月，他也注意到了你，愕然道：你刑满释放了。我不是说得很清楚了吗？我们身份天差地别，你不要再来纠缠了，立刻下去。苏婉月心想，刚出狱就跟自己坐一班飞机，不是蓄意跟踪是什么？你嘴角抽了抽，你脑子有病得治你。苏婉月气得牙痒痒，之前见你干脆的拿出婚书，自己还高看你几分，没想到竟是个无赖。很快飞机降落，苏婉月率先起身，走到你面前低声警告道：人贵有自知之明，不要再跟着我，否则我不介意让你知道我在天海市的能量。说完不等你回答，转身下飞机，可他刚走到门口就被空姐拦住。这位女士不好意思，天海机场被封锁，正在等一位大人物下飞机，所以您暂时不能下去。苏婉月眼中闪烁着错愕，这时空姐寻找座位号，来到你面前十分恭敬道：尊贵的陆先生，请您下飞机。头等舱里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齐刷刷盯着你。苏婉月瞪大眼睛，像见了鬼似的，这家伙刚出狱，怎么摇身一变成了大人物？你也是一脸懵，记忆里在天海也没啥朋友。对，就是您。你琢磨了一下，起身在众人敬畏的目光中下了飞机。刚进机场就见一个魁梧中年快步迎上来，在下神龙殿13堂主雷虎，欢迎陆先生莅临天海。要是天海人见到这场面，估计下巴都得掉下来。这位雷虎可是人称地下皇帝的存在，甚至还是神龙殿13堂主。你这才想起来，老李那个天天给你刷马桶的小蚯蚓，曾吹嘘自己创了个神龙殿，能量通天。你无奈笑了笑，这帮人拍马屁还真是花样百出，让人都撤了，送我去找林若曦。你前脚一走，苏婉月走在最后，心神不宁，脑海里不断回放刚才的画面。他拽住空姐，塞了个礼品盒，压低声音问：可不可以透露一下，那个陆先生什么身份？封机场的是谁？空姐瞥了眼礼品，无奈摇头：陆先生的身份我不清楚，不过听人说封机场的人好像穿着统一中山装。苏婉月一听，顿时眼前一亮，中山装？没哪个部门用这种制服，这家伙不会是逃狱的吧？穿中山装的是为了隐藏身份抓他，对，一定是这样。这下终于不用担心他上门纠缠了。西郊庄园，这里就是天海首富林振南的家，门口怎么这么多人？你坐在车里，看着大门外聚集的几十号人，一脸疑惑。雷虎赶紧解释，林振南的女儿林若曦1年前得了怪病，每日嗜睡，最近请了个高人说是相思病，得等有缘人唤醒，所以全城未婚男子都来了。你听得直翻白眼，这老头子给定的都是什么婚？苏婉月主动退婚，林若曦还等自己等的得了相思病，等他回来非得找他算账，及时道开门。随着大门缓缓打开，几十号人争先恐后涌了进去。你回去吧，我去看看。你推门下车，穿过庄园来到别墅客厅。客厅中央沙发上坐着满脸疲惫的林振南，左侧站着个仙风道骨的老者。古大师，开始测有缘人吧。林振南有气无力地说道。老者点点头，神神叨叨念了几句咒语，随后吩咐每人划破手指，滴一滴血在碗里。所有人迫不及待划破手指，毕竟谁要是成了林若曦的有缘人，这辈子就飞黄腾达了。呵呵。看到这套程序，你不由得笑出声。测有缘人是合八字，用血测是以为在滴血认亲，你笑什么？林振南立刻暴躁起来，他本就心烦意乱，你这一笑直接点燃了他的怒火。唰，所有人的目光瞬间聚焦到你身上。你淡淡道：我笑这法子非但找不出有缘人，反而会加重病情，让他陷入昏迷。当然，如果把血放干，
说不定能熏醒他，哗众取宠。青年冷眼一瞪，竟敢对病情无端议论，你以为你是神医？还真是。你一脸云淡风轻，惊蛰的蛇皮，2年的春蚕，当年的公鸡头，用5月血熬制，药到病除。虽然你知道林若曦的病80%是被人动了手脚，但这药方确实能治。青年顿时暴跳如雷，惊蛰哪来的蛇皮？春蚕怎么越冬？5月又哪来的血？再敢胡说八道，小心我割了你的舌头！他转向林振南，语气愤懑：林叔叔，这家伙一进门就刻意表现，一看就是心术不正，赶紧轰出去！林振南脸色阴沉，转头看向古大师征求意见。古大师冷哼一声，宵小之辈的胡言乱语罢了。林先生难道这点辨别能力都没有？我看他一眼就知道，他今生与小姐无半分缘分，让他滚！老瞎子，你怎么知道我与林若曦没缘分？此言一出，其他人都笑了。这小子哗众取宠不成，还要强词夺理。林振南也怒了，庶子无礼，这可是请来给女儿治病的高人，岂容你侮辱？然而古大师却抬手示意他们别动，一步步走到你面前，冷眼盯着你。老朽虽不才，却学艺50载，3岁启蒙，8岁拜师，16岁一眼断命运。阴阳风水、奇门吉凶，皆可一眼看穿。我观你面相，便知你与小姐无缘，你敢骂我瞎子？这时你随手掏出婚书递到他眼前，不瞎就睁大眼睛看看，这叫没缘分。婚书？古大师瞪眼一看，直接愣在原地。男方陆清州，女方林若曦，林振南也走上前，看到婚书惊诧道：这老爷子说的是真的？他记得父亲临走前说过，给女儿定了一门娃娃亲。虽然记得，但没当回事儿。你收起婚书，一脸淡定。老瞎子接着吹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古大师脸涨得通红，牙齿咬得咯咯响。假的，这婚书肯定是假的。青年瞪着你，眼里喷火，他就是个骗子，赶紧轰出去。林振南神色复杂，婚书是真的。随后缓缓道：既然是我们林家认了，如今时代不同，婚事还得看倩倩的意思。你得写吧，等倩倩醒了再说。不用测，我来就为退婚。婚书你收好，我走了。说着你转身离开，临出门扔下一句：药方是退婚补偿，记得收好。整个大厅顿时炸开了锅。天海市首富的女婿都不当，太狂了。林振南自是没把你的话放在心里，转身和古大师一起滴血测试。然而连续测了近10个，林若曦却依旧昏迷不醒。最后林若曦甚至睡得更沉。看到女儿这样，赵雅兰也是急了。林振南猛然想起你说的话，立刻吩咐道：快命人去找惊蛰的蛇皮，2年的春蚕，当年的公鸡头，用5月血熬制汤药。很快汤端了上来，林振南亲自为林若曦喝下，只喝2口，林若曦便缓缓睁眼。众人瞬间石化，林振南激动的差点蹦起来，快请陆清州回来。另一边你迈出西郊庄园，就物色好下一个退婚对象，顾倾城、地京人。但你决定先找家店填饱肚子。路过一间半掩的包厢时，余光一瞥，其中一人正是苏婉月，怎么到哪儿都能碰上他。不过你也没在意，直接在大厅坐下。包厢内，苏婉月端起酒杯，王总，这杯敬您，希望这次原材料供应能优先考虑其事，我们一定保证品质。王总心不在焉的摆摆手，再说吧。苏婉月笑容一僵，心里焦急。他刚接手齐家，急需业绩证明自己，眼前这位可是关键人物。他试探着问：王总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儿？我能帮忙的话绝不含糊。王总瞥了他一眼，行啊，下午地京叶家小姐来天海，你要能让我见上一面，别说这次，以后的原材料都给骑士。苏婉月一愣，叶家那可是高不可攀的存在，他哪有这个门路？周围人纷纷议论，叶家小姐一下飞机就封锁机场，这排场咱们这辈子都别想了。是啊，那种级别根本够不着。听说叶家小姐美若天仙，倾国倾城。苏婉月听到他们议论，仔细想了想，王总，你们搞错了，下午封锁机场不是因为叶家小姐来了，是抓逃犯，抓捕逃犯。众人一阵诧异，苏婉月点点头，把机场的事完整讲述了一遍。原来是这样，竟然是一个不入流的小瘪三，我还以为是叶小姐抵达，害得我惆怅一下午。其他人立马跟上节奏，这种小角色也配让王总操心？我去打听打听他关哪儿，找人整死他。我监狱也有熟人。苏婉月闻言心里又是一紧，想着你在里面日子怕是不好过，但转念一想，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？这时他电话响起，苏婉月起身出门，刚出门他忽然叫出声，包厢里几个人听到连忙冲出来。齐总咋了？哪儿不舒服？苏婉月像是没听见他们问话，双眼直勾勾盯着大厅角落。陆清州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我就想吃个饭。你嘀咕了一句，心里也烦得很。他在也就罢了，怎么还出来了？虽然没吃饱，但你懒得搭理，撂下筷子起身就走。站住！苏婉月缓过神来，气得咬牙切齿。他冲到你面前，我早说过了，咱俩不是一个世界的，不要再跟踪我。你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这话一出，周围人立马懂了，感情是个舔狗还跟踪人家，难怪人家反应这么大。你也无语得很，不知谁给他的自信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我跟踪你了？让开！这时王总也从包厢走了出来。齐总，这小子谁呀？
他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在机场被抓的逃犯，不知道怎么又跑出来了。这话一出口，整个饭店瞬间安静。逃犯？这人是逃犯？刚才还叫嚣着要揍你的人全都怂了，王总更是全身僵硬，跟逃犯打架，那不是找死吗？你听他这么介绍，心里也有点恼火，但看周围人不敢再嚣张，也懒得解释，直接绕过苏婉月往外走。站住！他又一次挡在你面前，强装镇定。你必须保证以后不会再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今天别想出这个门。你打算怎么让我出不去？苏婉月被你盯得浑身发寒，突然想起你是个罪犯，急眼了，啥事儿都干得出来，但他绝不能认输，今天认怂了，以后还怎么立足？于是硬着头皮喊：刘总，给你的巡捕朋友打电话。刘总一听差点吓趴下，赶紧摆手：我不认识什么巡捕，不认识。若是打电话还没等朋友来，恐怕自己就先遭了毒手，傻子才打。苏婉月一脸错愕，立马转向另一位：张总，你不是在监狱认识很多朋友吗？说不定有他老大。张总差点吐血，万一自己提到的人是这尊大神的仇家呢？连连摆手：不认识，没朋友。苏婉月脸上一阵发烫，目光扫过众人，满眼都是求助。可所有人纷纷躲闪，帮他对付一个逃犯，疯了吧？他不甘心，最后把希望寄托在王总身上，毕竟在场就属他最有实力。王总心里直骂娘，但脸上还得挂着硬挤出来的笑，比哭还难看。小兄弟，刚出来找工作吧，我这有份活，月薪5000起，要不考虑考虑？你冷笑一声，5000？监狱里那些人为了少挨一拳，起码得掏个100万。随即你淡淡道：滚！王总几人脸瞬间长得通红。苏婉月见状，咬牙切齿冲你吼道：你装什么装？别以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这是现实，不是小说。今天放你走，但下次再让我碰见，我让你后悔一辈子。可他话刚说出口，门口突然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：你要让谁后悔一辈子？众人扭头一看，只见一个老头带着6名保镖大步走了进来。王总几人一见到这老头，瞬间浑身发抖。来人正是首富林振南的管家福伯。王总立马堆着笑迎上去：福伯，您怎么大驾光临？其他几人也都陪着笑脸招呼。福伯眼皮都没抬，径直走到你面前，深深鞠躬：陆先生，让您受惊了，这里的事儿交给我处理吧。说着，他突然阴森森地盯着苏婉月：敢威胁林先生的贵客，找死！苏婉月浑身僵直，如遭雷击。王总他们眼珠子都要瞪出来，这小子竟是首富的座上宾。福伯抻了抻西装袖口，立刻给陆先生跪下道歉，不然我让你齐家在天海出名。苏婉月咬着牙，双腿一弯就要跪下。算了，你及时开口，看在当初你主动退婚的份上，我给你一次机会。你转头问福伯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林先生想请您回去。你想了想，反正今天也走不了，就去看看。看着你和福伯扬长而去，包厢瞬间炸锅。几个老总指着苏婉月鼻子怒骂：你说他是逃犯，他怎么变成首富贵客了？如果我们因此遭到报复，我绝对饶不了你，把我们当猴耍。苏婉月百口莫辩，大脑一片空白，他怎么也想不通，你为什么会变成首富贵客？这时王总突然变脸：齐总啊，咱们合作的事儿没问题，不过你得让陆先生当中间人。西郊庄园里，林振南满面红光：倩倩，这就是你未婚夫陆清舟，是他把你救活的，而且他也是你名副其实的未婚夫，他不是。林若曦沉声开口：爸，我说过这辈子不会嫁人，别逼我。说完还厌恶地看了你一眼，你嗤笑一声：巧了，我也没想娶。林振南脸色顿时像吞了只苍蝇。赵亚兰打圆场：小陆啊，你父母是做哪行的呀？我无父无母，从小被师傅养大，师傅远游3年还没回来，所以这次是自己来的。你随口答道。空气突然安静。赵亚兰微微皱眉：无父无母，还以为他来自什么大家族，那这3年你怎么过的？为什么3年前没来找我们？提到这点你也很生气，如实回道：师傅让我在监狱里等他。监狱？赵亚兰脸色迅速冷下来：监狱里哪有好人？他还想娶我女儿，也配？赵亚兰态度迅速转变：倩倩啊，你生病这1年，徐宝石经常来陪伴你，你以后对人家好点。赵亚兰又看向林振南：老公，最近帝京叶家小姐要来天海投资，你要多准备准备，争取与叶家合作。走，去书房准备吧。林振南当然知道妻子什么意思，他要亲自当恶人，把陆清舟赶走。本以为陆清舟出身不凡，哪成想他无父无母，还坐过牢。你看出赵亚兰的转变，但心中更震撼的是，这么巧。试探问道：赵阿姨，帝京叶家小姐是不是叫顾倾城？赵亚兰像躲瘟神般退后2步：关你什么事儿？以后别叫我阿姨，咱们不熟。闻言你皱了皱眉，果然无论多大年纪的女人都很善变。哈！一张银行卡砸在茶几上，赵亚兰冷眼俯视你：这里有100万，立刻拿着滚，以后别再让我听见半句你和林家的传言。你瞥了眼银行卡，忽地笑了，想起师傅的话：常与同好争高下，莫与傻狗论短长。是我与你们林家没关系。还有，穷不是你们的错，穷却不自知就是你们的错。这100万你收着吧，赏你了。说完你起身就走，然而走出几步，一道闷雷响起，
外面顿时暴雨倾盆，赵亚兰气得脸色煞白，指甲掐进掌心。身为天海市首富夫人，居然有人说自己穷，要不是担心他坐过牢，性格暴戾，定要亲手给他2巴掌。给你10分钟，自己叫车滚出我家，否则我叫保安把你扔出去。你懒得回应，摸出手机拨通了雷虎的号码，让他来接自己。这时楼梯传来动静，林振南满脸尴尬地走下来，他担心妻子把人惹急了，身为首富，没必要与这种小瘪三硬碰硬，沾上你也恶心。于是缓缓道：小路要走啊，外头下这么大雨，要不我让福伯安排车送你？不行。赵亚兰立即道：就他这种蹲过耗子的混混，能交什么上档次的朋友？别脏了我们家的车。然而话音未落，管家福伯走进来道：老爷雷虎先生到门口了。雷虎林振南和赵亚兰听到这个名字一愣，天海人谁不知道这位地下皇帝？赵亚兰突然幸灾乐祸地瞥了你一眼，来得正好，你朋友说不定还认识他呢。赵亚兰嘴角泛起一丝嘲笑，陆清州这个刚出狱的小瘪三还叫狱友来接，整个天海市蹲过监狱的有几人不是雷虎的小弟？等他的朋友来看到雷虎，恐怕会吓得腿软。哈哈，你冷笑一声，听到笑声，赵亚兰气得牙痒痒。林振南也很不快，这家伙太狂妄了，等会儿就让雷虎教训教训他。正想着，福伯把雷虎请了进来，林振南立即惨笑着迎上去，赵亚兰也赶紧挤出笑脸，欢迎雷虎先生光临。雷虎也面带笑容，抬起双手要抱拳回应，别搭理他们，我嫌恶心。你忽然开口，又催促道：赶紧开车，我一刻都不想多待。此言一出，林振南和赵亚兰愣住了，这种场合轮得到他说话，而且他说的是什么话？正要发飙，雷虎吓得一哆嗦，膝盖一软，立刻撑开，散引路是小的知错，陆先生这边请。顿时林振南和赵亚兰呆若木鸡，脑中响起滚滚闷泪，雷虎是来接陆清州的。这位地下皇帝在陈默面前自称小的老公陆清州干什么呢？赵亚兰惊恐问道。想起刚才对你的态度，他就后背发凉。我也不知道。林振南崩溃道，刚才的一幕简直颠覆认知，大名鼎鼎的雷虎何时对人这么恭敬？两人相互对视一眼，同时快速跑向林若曦房间，坐进车里。雷虎小心翼翼地瞧着你，要不要给林家和苏家？随便。你满不在乎地望向窗外，给典狱长发了条要房子的信息，很快就收到回复。监狱里有位号称打工皇帝的经济犯，在天海有套别墅叫云顶天宫，据说还是天海最牛叉的别墅。经济犯，你这才想起，在名都监狱你随口说了句让他吃1个月饱饭，没想到他还记得。推开别墅大门的瞬间，你敏锐地捕捉到楼上流水声和若有若无的幽香。如果没猜错，应该是那位打工皇帝安排的。不过在这里借住几天，他还真是会拍马屁，坐到沙发上，你打算等他洗完让他离开。虽然他能散发体香证明还是厨子，但师傅说过，不经过他允许不能随便施了最初原样。这时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你下意识看去，当看到楼梯上的一幕，宛若被当头一棒。楼梯上站着一名女人，皮肤嫩白，五官立体，头发湿漉漉的，脸上还有美人出浴的红晕。两人四目相对，唰，你本能的别过脸，心想这经济犯拍马屁拍过头了吧？吞口水的声音在寂静客厅里格外刺耳，你猛地扭过头，喉结滚动，穿好衣服滚蛋。女人脸色变得通红，盯着你，眼中浮现出阵阵杀机。几秒之后，浴袍带子擦过楼梯扶手的声音，一星宿远去，你这才长出一口气。等了一会儿，楼梯上再次传来脚步声，你抬眼看去，发现她穿上了酒红色睡袍，非常诱惑。你怎么穿睡衣了？我不需要服务，赶紧离开。女人眼中又闪过一抹杀机，不过很快消散，变成满脸妩媚，一边走下楼梯一边笑吟吟道，嘴上说不要，身体很诚实呢。弟弟，你露怯了。你下意识低头，随后恨不得找个地方藏起来。嘴上再强势，终归还未经人事，又是第一次看到女人身体不受控制，硬着头皮道，别废话，赶紧走，可这里是我家啊。女人走到你身边，媚眼如丝，你不需要服务，可是我需要。弟弟，看你的样子不会还没碰过女人吧？不如这样，今晚服务好姐姐，姐姐让你做云顶天宫的男主人怎么样？你顿时感觉莫名其妙，你家这不就是那个打工皇帝的家吗？怎么成了他的家？难道他是那位打工皇帝偷偷养的金丝雀？有可能看他寂寞的程度，像那些未得宠的宫妃，也可以是我们的家。女人的声音如兰花幽香，手放在你肩上魅惑道，弟弟先上楼洗澡，我随后就到，咱们好好快活。你被女人的触碰弄得心跳加速，又听到她的亲吻声，感觉身上要爆炸一样，心中狠狠骂着打工皇帝不是人，把他憋成这样。你快速向楼上狂奔，不是因为动心，而是想用冷水镇定自己。女人笑得花枝招展，要洗香香，在床上等我哦。说完，她转身脸色一变，拿起电话召唤保镖。4名保镖迅速到来。5分钟前有个男人进了别墅，他现在在楼上。一听此言，保镖们大惊，砰！4人同时跪下，异口同声道：是属下大意了，仅此一次。女人摆了摆手，把他带走，别伤了人，也别让他乱说。是，顾小姐。4人快步上楼。浴室里你听到外面的脚步声，心中一紧，迅速拿取浴巾包裹住身体，
你们是什么人？保镖互视一眼，眼中浮现出阵阵杀机。小子，跟我们出来一趟，没时间，有话在这说。你不耐烦道，找死！为首的保镖瞬间握拳直轰你面门。女人听到动静，从沙发上起身，然而看着从楼梯滚下的4人，眼中止不住震惊。这可都是父亲精挑细选的好手。这时，你裹着浴巾站在楼梯上，女人谨慎地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有什么目的？”你见他已换衣服，心中略感失望，但仍平静答道：“别怕，我叫陆清舟，是打工皇帝的狱友，刚出来借住几天。不过有你在，明天我就走。”蔡重阳，原来是重阳的朋友啊！女人恍然大悟，早说嘛，还以为进贼了。弟弟，你下手不轻啊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一直都这么有劲儿？呵呵，闻言你一头黑线，这女人简直是妖精，说话字里行间都透露着诱惑。随后你从她身边走过，正气凛然道：“朋友妻不可欺，别对我有想法，我明天就走。”女人被噎得无语，看着你的背影调侃道：“小混蛋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心中是惦记姐姐的，对吗？”你差点摔了一跤，赶紧回到卧室。女人笑得花枝招展，沉吟片刻后拿出手机，昭告天海市，明晚8点，我顾倾城要宣布合作伙伴。随着他电话播出，整个天海一片沸腾。卧室里你沉沉睡去，若不是被电话吵醒，恐怕能一直睡到10点。林若曦，你怎么知道我电话？不重要。林若曦语气清冷，近乎命令道：“半小时内来天海马场。”不去，你毫不犹豫拒绝，一则不爽他的命令，二则觉得毫无意义。你说什么？林若曦的声音陡然提高，作为首富之女和天海第一美女，她还从未被拒绝过。不去，你又重复一遍，把电话挂断。几秒后电话又响起，她忍着怒火道：“就算缘分尽了，也要有句号，就当未婚约画上句号，我等你。”你嘴里嘟囔了一句：“有病！”准备继续睡觉。这时，弟弟、姐姐听到你说话，我进来了。哦，顾倾城的声音从门外传来。接着房门被推开，他依旧穿着那身酒红色真丝睡衣，腰间有一条束带，把曲线勾勒得淋漓尽致。他笑眯眯地看着你，把被子掀开，是主动欢迎姐姐吗？你被他的眼神盯得头皮发麻，下意识紧裹被子崩溃道：“你别这样，我还没睡醒呢。”顾倾城惊喜道：“正好，我也没睡醒，姐姐搂你睡。”你听到这话，身体又一次不受控制。眼看他越来越近，你立刻起身，用被子把自己紧紧包住，别过来。顾倾城被你逗得前仰后合，看把你吓的，姐姐又不吃人。算了，不逗你了，今晚有个宴会，你陪我一起去，不许说不。你打伤了我保镖，必须赔我。你想反正在天海也没事儿，于是同意了。好，你可以出去了。顾倾城眨了眨眼，我才不出去，姐姐还要陪你睡觉呢，过来让姐姐抱抱你。你吓得落荒而逃。半小时后，天海马场，周围的人在窃窃私语，听说顾家小姐今晚要举行见面会。早就听说了，要是能跟顾家小姐合作，那真是抱上根大粗腿。若曦，若我没猜错，顾家在天海的合作对象一定是你家。徐宝石穿着一身专业制服，装出一副公子哥的模样。林若曦冷冷的回应。徐宝石眼中闪过一抹邪恶的光，等把你弄到床上，看你还高不高冷。随后他又露出笑容问道：“对了，若曦，我不知道那个陆清舟是什么来路，但他配不上你，像个走街串巷的下三滥骗子，给点钱打发走就行。”话音刚落，你的话从背后传来：“你妈没教过你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吗？”听到这声，众人迅速回头。徐宝石看到你时，脸色一阵难看，还以为林若曦约他是要感谢，没成想你也来了。你是谁呀？怎么敢这样对徐公子说话？是不是想找事儿？你懒得理这些小喽啰，直盯徐宝石问，不回答，是默认你妈没教过，还是你没有妈？此言一出，众人瞬间脸色发白，因为徐宝石确实没有母亲，这是他的逆鳞。果然，徐宝石勃然大怒，手中马鞭迅速向你抽来。我打死你！不要！林若曦吓得惊叫。他今天本是为了探明你的身份，若你被打生气离开，还怎么探明？抽他，抽死他！其他人跟着起哄。下一秒，只见一道身影倒飞出3米，重重砸在地上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徐宝石。随即你转头问道：“说吧，怎么了结？”林若曦从震惊中恢复神来，也没想到你身手这么好。你太粗鲁了，打架是下等人才做的事儿。呵呵，你凭什么给人划分3、6、9等？而且是他动手在先。徐宝石捂着胸口，面色惨白的从地上爬起。他知道打不过你，便要从其他方面找回面子。姓陆的，你敢不敢跟我比一比？这里是马场，就比骑马。如果我赢了，你就趴在地上让我当马骑10分钟。傻狗别乱叫，惹到我了还踢你。徐宝石气得快要吐血，暴躁道：“把我价值1200万的汗血宝马牵出来！姓陆的，你敢不敢比？”跟班和喜欢他的女孩愤愤道：“看他穿的破烂样，估计从来没骑过马吧？这可是贵族运动，他估计连骑都不会，不敢比怂了。是个男人就比一比。”林若曦也添了一句：“我倒觉得你应该比一比，证明你不是只会打架。”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觉得没必要比。你神情冷静，还以为他会说什么，闹了半天是搞这些小儿科，简直侮辱智商。
于是不再理会，转身离去。站住！徐宝石怒火中烧，心想要是就这么让你走，他真是颜面尽失。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张银行卡，咬牙道：“这卡里有200万，只要你敢比，钱就是你的。”你接过银行卡，心想白给的，为什么不要？于是笑着答：“好，那就比吧。如果你输了呢？”我，徐宝石轻蔑地笑了笑。此刻他的汗血宝马正被牵到一旁，他一手牵着缰绳，轻松翻上马背，兴致勃勃地说：“万一我输，也趴地上让你当马骑10分钟，怎么样？”嘴上这样说，他心中却笃定不可能输。自己与这匹马磨合3年，早已达到了完美契合。这时林若曦主动说道：“若谁不履行赌注，就要滚出天海。”好，这个提议好，有若曦当裁判，谁敢不从？其他人纷纷附和，说话间戏谑地看向你，似乎笃定你会输。徐宝石脸上泛出得意笑容，能让林若曦唾弃你，已经成功一半。他傲然道：“随便选匹马吧，我都能借给你，不需要，我更喜欢直接履行赌注。”话音刚落，你抬起手打了个响指。众人听到这话一愣，直接兑现赌注，是在说投降吗？林若曦也这么想，她认定你不善骑马才想退出，留下来显然是因为钱。昨天听说你放弃100万还很有骨气，原来是嫌少。就在这时，汗血宝马的嘶鸣声响起，惊慌中马身高高跃起，吓得众人一跳。徐宝石差点被甩下去，他也很懵，这马他饲养3年早就驯服了。他气急败坏地抓紧缰绳，猛抽马鞭，停下老子还要比赛。然而他越是打，马跳得越高。见状你嘴角上扬，那些年和师傅在山里骑的是老虎黑熊，骑马简直是小 case。这时你又打了个响指，听到这响声，汗血宝马跳得更欢了，没几下徐宝石就摔脱了马背，重重摔到地上。徐公子，宝石哥哥，众人关切上前，可还没等走到身边，让他们更震惊的一幕发生了。汗血宝马竟走向徐宝石，双膝一弯，骑上了他的身。向来只有人骑马，眼前是马骑人，是你搞的鬼。林若曦反应最快，满脸惊愕地看着你。你猜？你平静一笑，我懒得骑他，让马代替。裁判记住，是10分钟，看好。说完你转身离去。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，谁都没想到你有这本事。滚开！徐宝石怒吼着想推开马，奈何这匹马2000多斤，他根本推不开。他从地上看你离去，心中怒火中烧。你回来还没比赛？林若曦咬咬牙，五味杂陈道：“他能控制你的马，你已经败了。”话音未落，他脸上悄然挂上一抹绯红，急忙离开。其他人也看着汗血宝马骑在徐宝石身上，目瞪口呆。他居然对徐宝石感兴趣。另一边，你走出天海马场，迎面就看一人走过来。这丫头怎么阴魂不散？你准备当成没看见，从另一侧离开。等一下，苏婉月红着脸开口。昨天听到王总的话，他觉得这是机会，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。你停下脚步，不快到。我在门里，你在门外。难道又是我跟踪你来马场？这次是我来找你，有事求你帮忙。说出这话，苏婉月脸色更红了。她从未想过有朝一日会需要你的帮助。见他不是来找麻烦的，你长舒一口气，拒绝道：“没空。”苏婉月心里很不舒服，骗到林若曦就不舔自己了。随即他拿出一张银行卡，这里有20万，跟我走一趟。虽然你骗到林若曦，总有一天他会醒悟踹掉你，该为将来考虑考虑。听了这话，你哑然失笑。这里的人怎么都喜欢用钱砸人，好像他们多有钱似的。于是你把刚才徐宝石给的卡扔过去，这里有200万，拿上钱离我远点。苏婉月被砸得一愣，200万。紧接着被气到快要爆炸，不就是骗了首富之女吗？装什么装？但为了刚接手的公司，苏婉月挤出勉强的微笑。陆清舟，我们有过婚约，这次算我求你，只要帮我这一次，除退婚时答应帮你3次之外，再多帮3次，我算我求你。你皱了皱眉，下意识观察他气色，也没有绝症了，只是有点月经不调，怎么会没办法？他见你犹豫，称是道：“就看在婚约的份上，帮我一次，见王总就行。”说完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原来是贱人。好吧，就一次，下不为例。好，我的车在这边。苏婉月顿时喜出望外，迅速走到玛莎拉蒂前，像个司机似的打开车门。身后林若曦从马场追出，想弄清你的身份，可出来只看到一个模糊背影。这时他电话响起，怎么样，弄清楚了吗？电话里林振南的声音迫切。林若曦想了想，分析道：应该没有什么特殊身份，他为了200万回来比赛。他又把经过讲了一遍。西郊庄园，赵雅兰冷笑：我还以为他背景多深厚，为了200万就能回头比赛，原来昨天是嫌弃我给的少了。赵雅兰冷笑连连，如果不出意外，应该是在监狱里与雷虎认识或是救过他，没多大能耐。本想靠他搞定金燕与顾家的合作，现在看来只能靠自己了。然而林振南却不这么觉得，让雷虎俯首称臣，应该不只是人情，与其猜测，不如直接问雷虎。他说动就动，迅速拨通雷虎的电话。雷龙王，我是林振南，很抱歉打扰你，什么事儿？雷虎态度冷漠。林振南尴尬笑道：是这样的，其实爱女与陆清舟有婚约在身，可我是第一次见到陆清舟，不了解情况，不知雷龙王可不可以简单讲讲？如果不提婚约，雷虎大概率不可能讲。
果然，当雷虎听到婚约，态度大变，瞬间站起身。他们居然是一家人，怪不得昨天陆清舟说随便，若贸然出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赶紧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镇南兄，说实话，我也不确定陆先生的真正身份，是一位朋友托我帮他的忙。”雷虎当然不会说是店主，神龙殿的身份不能暴露。朋友？林振南推测这位朋友一定位高权重，否则雷虎怎会有如此态度？但陆清舟怎么认识的？于是试探道：“这位朋友是不是坐过牢？”“对，目前还在牢里。”林振南听到这个回答，豁然开朗，原来是这样。一旁的赵雅兰忍不住讥笑道：“看吧，我猜对了，陆清舟就是个小瘪三，是别人厉害，他待了3年监狱，可能天天给人刷厕所讨好呢。”林振南也点头同意，归根结底，陆清舟还是没有实力，狐假虎威的小瘪三罢了。等一下。这时雷虎听到赵雅兰说话，惊愕地问：“你们说什么？陆清舟坐过牢，还只坐了3年。另一边，你在茶馆里见到王总。”王总非常恭敬，弯腰鞠躬，一边笑着，一边递上合同给苏婉月签约，还是独家供应协议。签完合同后，王总小心翼翼地问：“陆先生，今晚帝京来的顾家小姐办见面会，您去吗？”在他心中，你能成为林振南的座上宾，定是大人物，或许还和顾倾城熟识。若你能帮他说上几句好话，那他便能飞黄腾达。你一愣，来得还真快，随即笑道：“当然去，而且必须去。”闻言，王总心中激情澎湃，果然认识，但很多话不能过激表达。等晚上见你与顾倾城在一起时拉个关系，自然水到渠成。陆先生，那我就不打扰了，晚上见。顿了顿，王总又道：“您放心，我会尽力关照苏氏生意，也会让朋友多多照顾。小人先告辞。王总，我送你。”苏婉月心中也乐开花。送走王总后，她发现你也没那么令人讨厌，甚至觉得你还挺帅，没看出来你装的还挺像啊。你喝口茶。诧异道：“我装什么了？”苏婉月撇了撇嘴：“去参加顾小姐宴会呗。”还说当然去，必须去，那种级别的宴会我都没资格，更别提你。你还不是林振南的女婿，即使是也只是上门女婿，他们不可能让你去的。在他眼中，你一切都是装，包括现在的气场。闻言，你一阵无语。这女人总是充满莫名的自信，好像天老大地老二，她老三。放下茶杯，你起身道：“忙包完了，可以走了。”苏婉月翻了个白眼，有些不爽：“当然可以，忘了你还要回去当林若曦的舔狗。不过我提醒你，整个天海都知道林若曦高冷，无人能征服。她可能只是用你作为挡箭牌，多存些钱，别哪天被她踢出去，连饭都吃不上。”听到这话，你极其无语，快步离开。苏婉月紧随其后，我说的都是好话，要记住。两人刚走出茶馆，嘎吱，两辆霸道停在面前，车门齐开，下来8个手持棍棒的壮汉。苏婉月吓得后退2步。这些人中领头的是一名光头，他没有下车，而是坐在副驾驶上，打开车窗，满脸鄙夷：“你就是陆清舟？”“对，你是。”还未等光头回答，一名壮汉便怒骂：“瞎了你的狗眼，连光头刘都不认识，还敢问？”光头刘听到这个名字，周围人纷纷躲避，苏婉月也被吓得脸色煞白。光头刘，你看这周围的状况极为不解，怎么所有人都害怕他？他很厉害吗？苏婉月偷偷看了眼光头刘，颤声道：“何止厉害，他可是地下皇帝雷虎手下的堂主，在地下世界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”呼，你被苏婉月的介绍逗笑了。什么时候地痞无赖也配得上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这样的词？看到你笑，一旁的壮汉怒目圆睁：“你笑什么？”苏婉月又被吓得面色僵硬，急忙提醒：“别笑，注意态度。这些人都是混迹地下世界的，手上不定有多少鲜血，惹了他们可没有好果子吃。没什么，你收住笑声。看在雷虎这2天表现不错，也就多说几句。找我有事儿吗？找死！”壮汉见你态度轻佻，举起武器就要动手。慢着！这时光头刘忽然开口，冷冷道：“见到我居然不害怕，倒是条好汉。我这个人爱财，给你个机会，当我小弟可免一劫。”此言一出，其他人立刻道：“还愣着干嘛？大哥给你机会，赶紧跪下磕头。能跟大哥混，以后保准吃香的喝辣的。”苏婉月闻言，嘴角抽了抽，心里其实想让你少与他们接触，可转念一想，如果你成了地下世界的人，以后有什么麻烦也能找你。于是他也劝道：“王总，我送你。”苏婉月心中也乐开花。送走王总后，她发现你也没那么令人讨厌，甚至觉得你还挺帅，没看出来你装的还挺像啊。你喝口茶。诧异道：“我装什么了？”苏婉月撇了撇嘴：“去参加顾小姐宴会呗。”还说当然去，必须去，那种级别的宴会我都没资格，更别提你。你还不是林振南的女婿，即使是也只是上门女婿，他们不可能让你去的。在他眼中，你一切都是装，包括现在的气场。闻言，你一阵无语。这女人总是充满莫名的自信，好像天老大地老二，她老三。放下茶杯，你起身道：“忙包完了，可以走了。”苏婉月翻了个白眼，有些不爽：“当然可以，忘了你还要回去当林若曦的舔狗。不过我提醒你，整个天海都知道林若曦高冷，无人能征服。她可能只是用你作为挡箭牌，多存些钱，别哪天被她踢出去，连饭都吃不上。”听到这话，你极其无语，快步离开。苏婉月紧随其后，我说的都是好话，要记住。两人刚走出茶馆，嘎吱，
两辆霸道停在面前，车门齐开，下来8个手持棍棒的壮汉。苏婉月吓得后退2步。这些人中领头的是一名光头，他没有下车，而是坐在副驾驶上，打开车窗，满脸鄙夷。你就是陆清舟？对，你是。还未等光头回答，一名壮汉便怒骂：瞎了你的狗眼，连光头刘都不认识，还敢问？光头刘？听到这个名字，周围人纷纷躲避。苏婉月也被吓得脸色煞白。光头刘？你看这周围的状况极为不解，怎么所有人都害怕他？他很厉害吗？苏婉月偷偷看了眼光头刘，颤声道：何止厉害，他可是地下皇帝雷虎手下的堂主，在地下世界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噗！你被苏婉月的介绍逗笑了。什么时候地痞无赖也配得上1人之下，万人之上这样的词？看到你笑，一旁的壮汉怒目圆睁。你笑什么？苏婉月又被吓得面色僵硬，急忙提醒：别笑，注意态度。这些人都是混迹地下世界的，手上不定有多少鲜血，惹了他们可没有好果子吃。没什么，你收住笑声，看在雷虎这2天表现不错，也就多说几句。找我有事儿吗？找死！壮汉见你态度轻佻，举起武器就要动手。慢着！这时光头刘忽然开口，冷冷道：见到我居然不害怕，倒是条好汉。我这个人爱财，给你个机会，当我小弟可免一劫。此言一出，其他人立刻道：还愣着干嘛？大哥给你机会，赶紧跪下磕头。能跟大哥混，以后保准吃香的喝辣的。苏婉月闻言嘴角抽了抽，心里其实想让你少与他们接触，可转念一想，如果你成了地下世界的人，以后有什么麻烦也能找你。于是他也劝道：陆清舟，这是不用再吃软饭的机会，要抓住，快点拜大哥。你瞥了他一眼，然后看向光头刘，淡淡道：要我做小弟可以，不过我建议你先联系雷虎，问问他敢不敢收我做小弟。话音落下，周围一片寂静。雷虎，雷龙王，你找死！壮汉再一次扬起手中武器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呵斥突然传来：慢着！光头刘叫住壮汉，仔细打量了你一番。常人听到自己名字早吓得发抖，这人却不惧，还直言雷虎。光头刘谨慎地问：你认识龙王？你问问他认不认识我。你平静回道。四周的人惊讶的倒抽气，这人果真有来头。动手的壮汉也开始心虚。苏婉月紧张地想，他真的认识雷虎。此时电话接通，光头刘态度不再冷漠，小心翼翼的：龙王您忙吗？快说。雷虎有些烦躁，刚听林振南提起陆清舟的身份，心情糟糕。店主称他为贵客，自己还以为是大家族出身，结果竟是监狱刷厕所的。虽店主说要照顾，但绝不会亲自当司机，还封锁机场，简直是侮辱。是。光头刘急忙回应：这有个陆清舟，他让我问您，您认不认识他？苏婉月心跳加速，如果陆清舟真认识雷虎，生意会顺利很多。陆清舟雷虎听到这个名字愤然起身，心中正憋着火，他居然还往枪口上撞。他算是什么东西，配让我认识？他怎么在你那里？光头刘压低声音：徐家公子徐宝石让我废他2条腿。雷虎思索片刻，决定不掺和，以后店主若提起就道歉。他冷冷道：废了他。挂断电话，光头刘眯起耳盯着你一步步走来。龙王说什么？苏婉月迫不及待说废了你。光头刘声音陡然变得冷漠：小子竟敢耍我，原想给你机会，现在老子不仅废你双腿，还要断你4肢。什么？苏婉月惊叫，原本满怀期望，竟然是这个结果。你也是一愣。雷虎让你废我，上！光头刘面目冷酷，8名壮汉一齐出手，寒光直奔要害。砰砰砰！然而短短几秒，8名壮汉全部倒飞倒地嚎叫。这种级别的选手，还不如昨日4名保镖。路人看愣，迎宾看傻。苏婉月都懵了，根本没看清你是怎么出手的。此时你有些不相信，雷虎真让你废我？光头刘忽略你的问话，握紧双拳，肌肉紧绷。原来是个练家子，难怪有恃无恐，可惜遇到我。话音未落，他出拳直指面门。作为地下皇帝的堂主，位置是靠一拳一拳打出来的。想当年，他铁拳为雷虎打下3条街，威猛无匹。啪，巴掌声毫无征兆响起。问你话呢？谁让你还手了？光头刘愣在原地，拳还举在半空中，脸却挨了一记耳光。又一巴掌，说话。我光头刘目光呆滞。啪！你最后一巴掌再次打出。光头刘直接被打飞，懒得听废话。光头刘倒地不起，嘴中不断咳血。你转身对上苏婉月，带我去找雷虎。另一边，龙庭 KTV 天海市最顶级消费场所，也是雷虎的产业之一。D 字号包厢内，青年男女聚集，坐在正中间的徐宝石双目猩红，不停灌酒。他在等着光头刘的消息。在整个天海乃至马术界，人骑马是天经地义，可他竟被马骑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宝石哥哥别再喝了，伤身体。旁边一女孩小心劝道。徐宝石甩手就是一巴掌，滚，老子用得着你管？信不信我弄死你？女孩立刻噤若寒蝉。这时电话响了。爸，他接通电话，电话里传来一个深沉的声音：事情我知道了，先回来，晚上准备去参加顾小姐的见面会。是。徐宝石椅子一推，急忙走出门。
门外一台玛莎拉蒂停下，看到从车上下来的人，徐宝石顿时怒目圆睁。陆清舟，他没被废，光头刘到底在干什么？你懒得理他，径直走进大厅。你徐宝石拳头紧捏，想冲上去拼命，但知道自己不是对手。这时他眼光扫到车上下来的苏婉月，突然眼前一亮，立刻换上一副笑脸。美女你好，你是陆清舟的朋友吗？我叫徐宝石，天龙集团董事长徐天龙，是我父亲，不知可否认识一下？这身份亮出，苏婉月愣了一秒，随即激动回应：徐公子您好，久仰大名，我是苏氏集团总裁苏婉月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此时你已来到楼上，看到天字号包厢门口站着2名保镖，若无意外，雷虎英在里面。你刚要靠近，站住！保镖突然冷冷开口：你是什么人？我叫陆清舟。保镖听到这个名字略感熟悉，扫视一番后说道：等着。随后转身去往包厢汇报。包厢内，雷虎在中央高歌，见保镖进来不悦道：什么事儿？龙王，门外有个叫陆清舟的人找您。陆清舟又是他？雷虎面色阴沉，光头刘是怎么搞的？明明叫他废掉陆清舟，居然让他逃了，还找到这里，让他滚蛋，就说我不在，明白？可就在保镖转身时，房门被推开，你直接走了进来。保镖当即呵斥道：让你在门外等，谁让你进来的？你懒得理会，直视雷虎，你不见我，还让人废掉我。雷虎脸色更加难看了，一个只关了3年的小角色，竟敢这样对他。随后他摆手示意保镖别动手，冷冷道：找我什么事儿？说吧，我很忙。态度果然变了。你平静地说道：问题已问过，我不想重复，赶紧回答，我也赶时间。雷虎顿时怒火中烧，包厢气氛骤然冰冷，狞笑道：小瘪三，我照顾你是看你给店主刷厕所，才让你见我。对你好不知感激，反而得寸进尺，你当我雷虎没脾气？你这种小人物只配当小弟的，小弟的小弟，谁给你的胆子上门？你恍然大悟，但也懒得解释。今晚找顾星城退婚后离开天海，也不会再有交集。随口道：你昨天表现不错，饶你一命，两不相欠。说完准备离开，站住！雷虎快要气炸了，他地下皇帝何时被如此蔑视？他不过靠好运遇见店主，成为蝼蚁也配？于是杀气腾腾道：小瘪三，我对你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，看在店主面上，最后给你机会，跪下磕头后永远消失。若敢告状，我定将你挫骨扬灰。如果我不跪呢？天涯海角杀了你！话落，砰！你身影一闪，没有任何花哨动作。雷虎重重砸向足有5米远的墙体，尚未滑落，你再度上前，单手捏住其脖颈，重重钉在墙上，还想杀我？一切太快，电光火石间无人反应。轰！雷虎懵了，脑中如晴天霹雳，惊恐地望着你。这种压迫感他只在店主身上体会过，不，店主都未给他如此压力，他究竟是谁？保镖见状也被吓得双腿发软，迅速转身出门，摁下墙边隐秘按钮。叮铃铃，按钮被按下瞬间，整个天海市雷虎旗下8家 KTV、20家夜总会、14家会所警报齐鸣。26位堂主同时收到消息，数百小弟第一时间操起武器奔向龙庭。1楼大厅，苏婉月春风得意，刚与徐宝石交换号码，对方说有时间一起吃饭，若能交好，苏氏生意必将更上一层楼。正想着，忽然听到警报声，苏婉月被吓了一跳，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居然鬼使神差带陆清舟找雷虎。铃声怎么回事？又听门外刹车声，他下意识望去，只见一排车停下，几十名凶神恶煞、手持武器的人冲进去，奔向楼上。想到你，苏婉月被吓了一跳，急忙离开 KTV。刚一出门，他就被眼前的场景镇住。马路两侧一队打着双闪的车辆呼啸而来，粗略一数，至少上百辆。随后这些车门齐刷刷的打开，几百名壮汉握着武器，汹涌冲进龙庭。而这还没结束，更多的车辆在马路上看不到尽头，双闪灯闪烁着疾驰而来。苏婉月混入围观的人群中，听说雷虎的警报响，上次还是10年前呢。有人交头接耳，难道是那个人回来了？苏婉月紧张地问身边的人：大哥，警报响是什么意思？那人故作神秘地说：我当年也混过，这警报一响，就是有入侵者威胁雷虎的安全。一听警报，所有堂主小弟都会立即支援。你看这得有2000人吧，估计就是那个人。听到威胁生命这个词，苏婉月吓得脸色煞白。难道是陆清舟威胁雷虎的命？他疯了吗？苏婉月满脸惊恐，他不确定你是否能活着。想了想，他决定找徐宝石求助。而在包厢内，你松开了雷虎虽有杀他的念头，但想到师傅说过杀人会损阴德伤福报，于是冷冷说道：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说罢，你猛然一脚将雷虎踢出门外。正巧此时20几位堂主已冲到走廊，见状惊呼道：龙王！此时雷虎蜷缩着身体不断干呕，周围的堂主们焦急地围上来，其中几人忙着喊扶龙王到后面去，其他人则集体举起武器。兄弟们，抄家伙！你从房间里走出，环顾走廊内黑压压的人群，悠然一笑，对这种阵仗早已习以为常。你不紧不慢地问：单挑还是群殴？所有人同时一愣，为首的堂主讥讽地握紧武器，自告奋勇：好，我跟你单挑。然而你却平静地说：你不配，我说的单挑是我打你们所有人，群殴则是你们一起被我打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被气得目眦欲裂。
为首的堂主瞬间独自冲上来，黄口小儿找死，说着就是一刀劈下。你看着他直摇头，突然迅猛一脚把半空中的堂主向后直接踢飞，撞进身后的人群，轰隆！人群中一片狼藉，数十米长的走廊瞬间被横七竖八的人体填满，没有一个人能站稳。雷虎正准备乘电梯逃跑，却被这一幕吓得腿都软了，他浑身冷汗如雨下。这特么还是人吗？你踩着遍地狼藉的人堆，边走边笑，想跑，正像你说的，天涯海角我都能找到你。雷虎惊慌失措，裤腿湿了一大片，强装镇定道：你不能杀我，店主不会放过你的。闻言，你突然眼神一灵，轻声说道：你口中的店主只不过是个给我刷厕所的。听的这话，雷虎如坠冰窟，瞬间全身僵住。刷厕所，怪不得他看起来普普通通，原来是返璞归真。没有半点犹豫，雷虎双膝一软，直接跪下：陆先生，我错了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愿意做您的狗。汪汪汪！看到这一幕，走廊内顿时鸦雀无声。你也想起监狱中也有个求饶的孙连魁，当了2年，狗就保外就医，也不知道死没死。你不由甩了甩头，目光回到眼前的雷虎，原谅你也不是不可以。老鳖过江会吗？他叫龙王，让他老鳖过江最合适。几天没让人玩了，还挺想念。雷虎立即躺在地上，双臂从大腿穿过，四爪朝天，用后背在地上挪蹭，像是王八翻盖一样。此时此刻，雷虎再没有地下皇帝的样子，谄媚笑道：陆先生，这样可以吗？你看着他狼狈的样子笑了笑，学得还不错，不过你是要杀我，原谅你可没那么容易。老鳖到1楼继续唱。犹豫片刻，雷虎嘴角抽了抽，心中非常清楚，楼下可有数千小弟，这副样子下去，以后还怎么做人？但又想到店主为他刷厕所的情景，认命般的边蠕动边唱。看铁蹄铮铮，雷虎一路缓缓滚到1楼，所到之处，小弟们无不瞠目结舌。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地下皇帝，居然在这个年轻人面前这样，他是谁啊？雷虎狼狈地挪到门口，谄媚地问：陆先生，您还满意吗？你微微一笑，走了，随后准备离开。然而雷虎不甘心地跟上来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陆先生，以后用车可得叫小的，我还想给您当司机。你这才想起来的时候坐苏婉月的车，现在他不见踪影，便随口道：去开车吧。雷虎赶紧转身去开车，整个场面陷入了一片寂静。人群中，苏婉月握着手机，艰难地拨通电话：徐公子陆清舟被困在龙庭，您能来帮忙吗？他现在心急如焚，无路可走，只好找到唯一认识的能帮忙的徐宝石。然而接到电话的徐宝石心里暗喜，觉得是光头刘动手了，便故作不满道：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别急，我这就找雷虎处理。挂了电话，他得意地把手机放回口袋，心底暗自想着陆清舟的死活与我何干？不过苏婉月嘛，我会好好安慰你的。正想着，他的父亲徐天龙，天海新晋豪门天龙集团的总裁走了过来。走吧，准备参加顾小姐的见面会，打起精神来。据我所知，顾倾城小姐还未婚。徐宝石眼前一亮，意味深长地问：您的意思是？徐天龙微眯着眼睛，散发着一股成功者的气息。在天海市，能竞争合作伙伴的只有我和欧阳海，而顾小姐是个女孩子，有90%几率会选择我们。你要努力和她搞好关系，懂吗？想到要勾搭顾倾城，徐宝石心中激情澎湃。那林若曦呢？在林若曦身边花了1年功夫，本以为利用古大师可以顺利达成目标，谁知中途出了岔子，他不甘心就这样放弃。徐天龙微微一笑，不碍事，古大师会请他师兄再给林若曦下咒，这次绝不会失败。在他计划中，林若曦旧疾复发，徐宝石则是趁机拿下他，同时隐蔽与他的关系，即便欧阳海知道也没辙。对了，光头刘那边怎么样？徐天龙关切地问。徐宝石颇为自得，陆清舟被光头刘堵在龙庭 KTV， 活不长了。想想有可能和顾倾城、林若曦保持关系，还能安慰苏婉月，这3位可都是大美女，他不禁心情愉悦。徐天龙点了点头，走吧。车子刚开出别墅，一辆劳斯莱斯迎面驶来。徐天龙看到车牌号，马上说：是雷虎的车，快让道。司机立刻靠边，劳斯莱斯擦身而过。徐宝石吓了一跳，刚才看见后排像陆清舟，不过不可能啊，他应该死了。这时徐宝石的电话响起，见是苏婉月，便换了另一种语气：苏小姐真不好意思。苏婉月打断他，雀跃地说：谢谢你，陆清舟没事儿。闻言，徐宝石一愣，陆清舟没死？难道刚才没看花眼？不可能。此时你回到云顶天宫，可刚推开门你就愣住了。客厅里，顾倾城正在换衣服，下身穿着一条包臀裙，也仅仅是一条短裙，长腿毫无遮掩，而上身完全暴露在外。他看到你先是意外，但很快就适应了，抬起一只手遮挡，含笑道：弟弟来得正好，帮姐姐我挑件好看的。他拿起几件衣物不停比划。你哪里见过这种场面？清晰地感觉到鼻子一阵滚热，你赶紧捂住鼻子转身。顾倾城幽怨道：还害羞了？你又不是没看过，快点帮我选一选，真是难为姐姐了。你又在心里骂打工皇帝蔡重阳，家里养着金丝雀还进监狱，别闹，你是我嫂子，在监狱里你年纪最小，叫声嫂子不过分，也算划清界限。他愣了愣，幽怨地说：那你不想吃饺子吗？顿时你感觉身体又不受控制了，迅速跑出别墅，哈哈哈。顾倾城在身后笑得花枝招展。几分钟后，顾倾城穿好衣服走出来，满脸不满。
车开的怎么样？来，开车带嫂子，只要车开得好，嫂子还给你做饭。你抢过车钥匙，去哪儿？天海酒店。你心中暗叹，真是赶巧了，天海酒店是天海市最大的酒店，见面会在大厅。你停下车，和顾倾城上楼。顾倾城一路上都在观察你，见你面不改色，心中暗暗点头，不愧是能让蔡重阳借别墅的人，见到这种大场面丝毫不慌。他抬手挽住你的手臂，又试探道：弟弟，里面都是大人物，你不慌吗？为什么我有点怕？你宽慰道：别怕，有我在呢，没人敢动你。今晚你来这里，除了陪伴，也是为了退婚。退婚之前也算是男主人。顾倾城眨了眨眼，瞬间化身小迷妹。弟弟，你太男人了。听到你的话，我忽然想一直靠着你，走不动了呢。你又是一头黑线。忽然宴会厅里传来怒吼，陆清舟，你瞬间面色沉下来，一道人影气势汹汹走过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与苏婉月合作的王总。王总咬牙切齿道：你个骗子，犯人居然敢来这里撒野，老子还以为你是大人物，你就是个刚出狱的境贼。他刚刚去给欧阳海敬酒，顺便提了你，哪成想欧阳海面色冰冷，还说提这个人恶心，顺便暗示了你刚从监狱出来。弟弟，你好像遇到仇人了。顾倾城小声提醒。你皱了皱眉，看着王总走来，心里不快，皱眉道：说话小点声，震耳朵。哼，跟你这种败类还用小声，我就要大声，让所有人听见。各位，就是这个骗子骗了我几千万合同，还把自己说成大人物。如果我没猜错，他今晚来就是来行骗。众人纷纷议论，骗子怎么进来的？看他穿着一般，就是社会底层。王总，说话要讲证据，我怎么骗你了？王总嘴角一抽，要证据他还真没有，但转念一想，要拿出证据也很简单，以你的身份根本没资格进这里。邀请函呢？拿出来。至于身边的顾倾城，自然被他忽略了。骗子最擅长骗女人，带个美女来这里撑门面，更利于行骗。没有，你不卑不亢道。不过我不是来参加见面会，而是来找顾倾城。此言一出，现场一片愕然，随后便是轰然大笑。一个无名之辈竟妄言要找顾倾城，岂有此理？他这是得知顾小姐来天海后，想趁机骗一把。远处赵雅兰冷笑道。欧阳海则摇头，从监狱出来的人神志不清倒也正常，昨日你语出惊人，他便绝不对，如今看来确实脑子出了问题。林若曦穿着晚礼服冷眼旁观，天海第一美女此时有种超然的冷艳。欧阳兄，这是你未来女婿，看起来不怎么样吗？徐天龙揶揄道。欧阳海忙否认，徐兄慎言，我家与他没关系。徐天龙会心一笑，看了看旁边的徐宝石，儿子机会很大啊。门口此时王总捧腹大笑，哈哈哈，凭你也配接触顾小姐？知不知道顾小姐是帝京的名门贵女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？这番话又引起一阵笑声，顾倾城也很诧异，他竟是为他而来。思索片刻，或许是蔡重阳介绍的，毕竟出狱的人找工作不易。你神情一沉，语气冷冽，可以让顾倾城出来当场核对。还有，你再笑，我不介意让你这辈子无法合嘴。王总看到他眼神，不知为何感觉像是被魔鬼盯上，阴风阵阵，一时间没敢说话。这时哗众取宠，宴会厅内徐宝石暴喝道：他虽不知你为何还在此，但父命在身，勾搭顾倾城是当务之急。当即嘲讽道：姓陆的，昨晚你在欧阳叔叔家假称与林若曦订婚，今天又来这里丢人现眼，你还真是个不知死活的家伙。此言落地，场内一片哗然。订婚，林若曦怎会看上此等人？不会吧，欧阳总，是真的吗？众人目光齐聚欧阳海，他气得咬牙切齿，回应道：当然是假的，这小子冒充高人为我女儿治病，还拿出婚书，我当即将他赶出。赵雅兰忙补充，他是个骗子，还从监狱出来，这种人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，骗婚再正常，不过他还敢出现，真是恶心。保安快把他赶出去。见此，你冷冷一笑，这一家人还真是忘恩负义，不用轰出去，这里交由我来解决。徐宝石微微一笑，他又怎能轻易放过你这块垫脚石？随即他高傲道：姓陆的，现在都知道你是个骗子，我明白你这类人贪得无厌，说吧，怎样你才肯滚出顾小姐的视线？我可以代替顾小姐答应你。众人心领神会，徐宝石是在借机博取顾小姐的好感，徐家有望啊。这时顾倾城终于忍不住开口了：你有什么资格代表顾小姐？徐宝石下意识看向顾倾城，顿时被美呆了。为什么陆清舟身边的女人都如此倾国倾城？不行，我要把她也搞到床上。随即徐宝石傲然道：当然，我作为天龙集团继承人，更是顾小姐邀请来的贵宾，我不配，难道你个贱娘们配？闻言顾倾城面色一沉，然而不等他说话，你就抢先开口道：向他道歉。你的声音忽然响起，一时间空气中的火药味弥漫开来。徐宝石不屑地转向你，你说什么？谁给你的勇气让我给他道歉？他配吗？你配吗？话音未落，你快步上前，手迅速上前捏住他脖子，跪下磕头道歉。徐宝石顿时被捏得窒息，满脸惊愕。他万万没想到，你居然敢在这种场合动手，死亡的阴影盘旋在他心头。但要是跪下，势必前功尽弃。徐天龙最先反应过来，放开我儿子，否则老子灭你全家。欧阳海也大声警告：松手，敢动徐公子一根毫毛，你就死定了。然而你似乎充耳不闻，手上力道愈加沉重，徐宝石再也支撑不住，奄奄一息。此时林若曦上前一步：陆清舟，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
天海的权贵都在这儿，轮不到你撒野。再不放手，就是与整个天海对抗，与顾小姐作对，你想死吗？他不道歉，不要说与整个天海与顾小姐为敌，就是与全天下为敌又何妨？轰！全场人感觉晴天霹雳，疯子真是个疯子，怪不得进监狱。顾倾城的心被你莫名击中，他咬着嘴唇看向你，他竟然为了自己这样说，混蛋！赵亚兰怒火中烧，尖叫道：“为了一个女人，你竟敢顶撞我女儿！”顾倾城忽然看过去，难道不行吗？闭嘴！赵亚兰勃然大怒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与我对话？这时你默然道：“我这就告诉你，我有没有资格与任何人对话。”然而就在这时，顾倾城突然面向所有人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我叫顾倾城。”呵呵，原来你叫顾倾城，我记住你。赵亚兰突然缓过神，顾倾城，帝京顾家小姐。轰隆，寥寥5个字如雷霆震撼全场，众人无不愕然。徐天龙、欧阳海额头顿时挂满汗珠，林若曦更是花容失色。你错愕地转过头，心中满是疑问，他就是顾倾城，他不是蔡重阳圈养的金丝雀吗？顾倾城不再隐瞒，迈步上前，冰冷地盯着赵亚兰。我配吗？赵亚兰被吓哭了，退回丈夫身边，连头都不敢再抬，颤抖道：“我配，绝配，是我不配。”顾倾城又面向所有人道：“谁敢让他死？”轰隆，再次震慑众人。王总甚至吓得瘫倒在地，众人纷纷离徐天龙和欧阳海远些。欧阳海不知如何是好，虽然是天海市首富，但面对顾家也凸显渺小。他怎么也没想到，你身边的女人竟是顾倾城。徐天龙几乎哭了出来：“顾小姐，养不教父之过，一切都是我的错。”他说着，请求你放开他的儿子，好让他下跪道歉。顾倾城微微一笑，虽有家族支持，却也不愿再生事端。他望向你，柔声劝道：“陆清舟，松开他吧，他不值得脏了你的手。”这番话让众人心脏砰砰乱跳，这两人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此情此景，你仍处于震惊中。他是顾倾城，糟老头子给定下的都是什么婚约？第一位未婚妻退婚，第二位病弱，第三位甚至是他人圈养的金丝雀。也不知道剩下的6位未婚妻是不是也是奇葩？徐宝石终于能呼吸，再没有高高在上的公子哥形象，趴在地上不断干呕。徐天龙怒踹他2脚，训斥道：“你还有脸吐？给顾小姐磕头！若是不能让顾小姐原谅，老子亲自打断你的狗腿！”徐宝石含泪迅速跪地道歉：“我错了，我错了。”徐天龙又谄媚道：“顾小姐，犬子有眼无珠，他也是太崇拜你，还希望你不要见怪。”他又向你赔罪：“陆先生刚才多有得罪，还望海涵。”你冷漠地笑了笑。顾倾城像是没听见，又对你道：“陆清舟，你先在这里，我去换件衣服。”他本来打算在云顶天宫换衣服，奈何你突然回来。好，你心知这里人多不方便，还是等宴会后再提退婚。顾倾城离开后，厅内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在猜测你和顾倾城的关系。这时徐天龙气势汹汹找上了欧阳海：“欧阳兄，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孩子之间更是亲密朋友，你却暗算我。”徐天龙显然不满，他误以为欧阳海知晓你身份，却故意设局让他中计。欧阳海心里也后悔呢，早知你与顾倾城相识，他哪敢威胁。这时林若曦忽然开口，目光扫过远处被众人围绕的你，然后语气坚定：“爸妈，徐叔叔，陆清舟并不认识顾倾城，顾倾城也不认识陆清舟。”几人疑惑地看向他，林若曦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你们难道忘了最初陆清舟喊顾倾城出来时，他自己也懵了吗？”听到这话，四人回想了一下，确实如此，原来还是个小瘪三，有可能是在门口撞见的顾小姐，运气太好了。徐宝石不甘心地咬牙切齿，若非陆清舟遇见顾倾城，今天定让他跪着爬出去！哈哈哈，误会一场。徐天龙尴尬地笑了。此刻一群身份显赫的人走入宴会厅，个个仪表非凡，这些都是省城的掌权者，包括省城长官与战部指挥，连天海市的师尊都只能随在后方，都是来给顾倾城站台的。果然，随着他们现身，见面会正式开始。随着灯光暗下，一束光束投向舞台侧方，顾倾城穿着晚礼服登上台，冰肌玉骨，倾国倾城，看呆了所有人。林若曦偷偷瞥向你，见你也看得发愣，心中不悦更增。顾倾城走到话筒前：“大家晚上好，谢谢各位在百忙中参加我的见面会。就在1天之前，我终于确定了人选。”他停顿了一下，吊起全场胃口，他就是。说到这儿，顾倾城故意停顿了下，瞬间让全场的心跳仿佛按下了暂停键。欧阳海不自觉地挺起胸膛，徐天龙屏住呼吸。事实上，他们还担心他会选择你，但听到优秀、睿智、出类拔萃等词语，就知道一定不是你。毕竟你刚刚从监狱出来，这些词和你毫不相关。他们松了口气。顾倾城目光一扫，笑容满面地看向欧阳海和徐天龙的位置，这目光让两人心潮澎湃。一定是我们，一定是我们。赵亚兰忍不住小声嘀咕。顾倾城继续道：“他就是……”说着，顾倾城突然看向你，陆清舟。话音未落，现场如同石化，徐宝石傻眼了，徐天龙和欧阳海目瞪口呆，林若曦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丢了一样。这怎么可能？一个刚出狱的小瘪三竟然摇身一变成为顾小姐合作伙伴？你也感到不可思议，诧异看着顾倾城：“我是来退婚的，不是来当合作伙伴的。”掌声雷动，王总努力攀关系，暗自后悔。顾倾城笑道：“陆清舟，快点上台啊，
虽然曾被嘲讽，但我相信你是一块金子。我决定，顾家在天海的投资全权交给你负责，就连我也不会干涉你的决策。话音落下，宴会厅内变得死一般沉寂。顾倾城不干涉，这可是顾家的投资，并非1-2个亿，据说最低50个亿。欧阳海面如死灰，通过顾倾城的话就知道他记恨悔婚。陆清舟一定更记恨，而一旦陆清舟利用顾家展开报复，根本没办法抵挡。爸爸，我们怎么办？徐宝石也慌了，生怕被报复。在一片寂静中，你犹豫片刻，还是走上了台，主要不想当着这些人面折了顾倾城的面子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徐宝石突然大喊：“我不同意！顾小姐，你说选合作伙伴要选睿智、优秀、出类拔萃，我徐宝石不才，毕业于国际著名长青藤高校。天龙集团作为天海市发展最为迅速的企业，我的功劳功不可没，请问我凭什么比不上陆清舟？”顾倾城盯着他，一字一句道：“就凭你背马骑！”此话一出，笑声如海浪般压过来。徐宝石被噎得哑口无言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徐天龙也低下头，笑声格外刺耳。没有再有人捣乱，以轻声几句话化解了尴尬。宴会开始了敬酒环节。敬酒一圈后，你随顾倾城来到会客室，里头聚集了先前那些大人物。顾倾城看起来像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。冯叔叔、顾叔叔，谢谢你们的支持。他脸上的轻松不同于方才在宴会上的端庄。而你在一旁感叹，他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。顾清明冷着脸，倾城这么大的投资怎么能交给一个犯人？你以为这是儿戏？他曾是顾倾城爷爷身边的警卫员，算是看着顾倾城长大。顾倾城脸色微红，顾叔叔，时代不同了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陆清舟在监狱里学到了东西。顾清明毫不客气地打断，不必多说。他转向你，浑身透着厌恶，小子，立刻滚蛋，别再出现在倾城面前，否则我就地解决你。冯百年紧接着开口，我刚跟你爸通过电话，但没告诉他你会选一个犯人，赶快让他离开，免得你爸操心。顾倾城急了，知道父亲如果知道了，可能立刻把他叫回去。就在这时，你淡淡一笑，一个将死之人，一个生不如死之人，你们俩也配威胁我？众人瞬间对你生出敌意。顾清明怒火中烧，你说什么？敢咒我死？冯百年虽没说话，但脸色却十分难看。顾倾城赶紧提醒陆清舟，你别胡言乱语。这两人一个是军队指挥，一个是省城长官，你招惹不起。如果他们找父亲、爷爷告状，自己充其量也只能保你命。我没胡乱说话，至于是不是很快会得到验证。你转向顾清明，轻轻笑道：“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吗？”顾清明气得面色铁青，多少年没人敢挑衅自己了，一个犯人竟然敢如此，黄口小儿。这时你伸出一只手，手指慢慢倒下，4、3、2、1。当你最后一根手指落下时，噗！顾清明毫无预兆地喷出一口鲜血。原本端坐在沙发上的他瞬间摔倒在地，昏迷不醒。看着这一幕，现场所有人都惊呆了，随后陷入了一片慌乱。冯百年和顾倾城也面露惶恐。顾叔叔，赶快叫救护车！会客厅内乱作一团，大家都清楚，顾清明是省战部的重要人物，如果出事后果不堪设想。然而你却淡定地说，没用，等救护车来了，人已经凉了。瞬间，所有人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在你身上。他们忽然想起顾清明的问题是由你指出的，你是医生，你猜呢？你语气平淡，你能救顾指挥使吗？你再猜。一旁的天海师尊急了，怒声命令，我命令你赶紧救顾指挥使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直接骂道，对方的地位在你看来根本不值一提。顾倾城这时走上前，神情恳切，陆清舟，求求你救救顾叔叔，他是我爷爷的老战友，上过战场，立下许多功勋。他的话让你心里有些触动，随即走上前开始施救，在顾清明身上点了几十下，忽然噗，顾清明又喷出一口鲜血。众人见状更加焦急，纷纷怒吼出声，敢对顾指挥使出手，我劈了你！来人，把他抓起来！气氛一度剑拔弩张，住手！此时顾清明醒来，虚弱地说道，陆先生是在救我，刚才是他帮我排出淤血，是我被那口血卡住，难以呼吸。听到这话，人们才明白过来，一时之间众人对你纷纷投以歉意的目光。顾倾城眼中流露出欣赏的光芒，心想这下可真是捡到宝了，不但会看病，还相当厉害。他激动地问顾清明，顾叔叔，你现在能支持陆清舟了吗？顾清明顿时老脸一红，不好再反对，但要说同意岂不是太势利，硬着头皮问道，陆先生，请问我还能活多久？不知道。然后你看着顾倾城说道，我们能走了吗？我有话还要跟你说。顾清明被你的话噎得面色一变，而顾倾城也有些尴尬，不过他更加欣赏你这种不畏强权的态度，这才是他想要寻找的人。他试探道，你们先忙，我俩先走一步。这时冯百年开口了，等等。他缓缓起身，我和你们一起离开。三人一起出门，顾倾城忍不住问道，陆清舟，你怎么知道顾叔叔的身体会？冯百年耳朵也竖了起来，这是他第一次见如此神乎其技的人物。你淡然一笑，不是我知道，而是我气的。他本来脾气火爆，身体又有救急，被我气得急火攻心了，不遇见我什么问题没有。说他不能去医院，也就是吓而已。顾倾城顿时目瞪口呆，
冯百年喉咙一阵抽搐，堂堂省城指挥使被你气吐血，这还敢说出来？三人简单在旁边的会客室谈了几句，顾倾城被叫出去，因为冯百年的问题涉及男人隐私，他不便在场。回到会客厅时，天海神医王守文在给古清明检查。王守文皱眉说，古指挥使或许是老朽记拙，并没发现问题，但据之前描述，老朽判断您是被气急攻心，并无生命危险。听到这话，顾倾城顿时定在原地，被看穿了。什么？我只是被气到了？古清明脸色非常难看，以为命不久矣，结果只是虚惊一场。王守文再次确认，对，只是被气到了。若不受气，您的身体非常健康，生命危险更是无稽之谈。看来您得罪了某人，他故意吓唬你。古清明听完几乎又吐了一口血，双眼喷火，恨不得把你烧成灰烬。倾城，那姓陆的在哪儿？顾倾城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，因为刚才的确从你那里确认过，以古叔叔的脾气，恐怕正当他犹豫时，房门忽然被推开，你和冯百年走了进来。无耻之徒！古清明瞥见你，顿时火冒三丈，快步冲过来。顾倾城立即挡住他，急声喊：陆清舟，快逃！你脑子一时懵了，心里纳闷为什么要跑。冯百年也和声道：老古，是不是误会了？毕竟刚刚让你治病，总得帮人说几句好话。此时一旁有人走来，将刚才的事经过一一讲述，最后不忘加一句：冯长官，他就是个骗子。古清明怒火更盛，松开我，我今天要亲手解决这个社会败类。你不由摇摇头，真不知道你的智商怎么当上指挥使。没听到王守文说你身体很健康，你要谢谢我。此言一出，古清明更是火冒三丈，其他人也纷纷愤怒不已，分明把人气到吐血，竟然还说要谢谢他，怎么有脸说的？顾倾城也着急，他很快就要拦不住了。陆清舟，别说了，快点跑！然而你非但没跑，反而掷地有声道：你腹部受过重伤，发火时会胸闷气短，心跳过快，偶尔还会偷停。我说的可对？古清明忽然不挣扎了，满面的惊愕，因为身份问题，他的身体情况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。陆清舟怎么知道的？你又看向王守文，既然你是神医，也号过脉，请问他身体还有这些问题吗？王守文下意识道：没了，古指挥使的身体非常健康。呵呵，你冷笑一声，转身离开，头也不回道：回去等你。会客室内气氛变得诡异，几秒钟之后，陆清舟的意思是，刚刚他顺手把所有病给治好。古清明不可思议叫道。众人不敢相信，却又不得不接受这个可能性。冯百年摇头：老古啊，陆先生替你治病，你却冤枉他，得改改脾气啊。古清明尴尬万分，咬牙道：倾城，你告诉陆先生，我欠他一个人情。这时王守文快步上前，是手，他至少帮你延了10年寿命，这可不是人情问题。古清明彻底懵逼了。回到云顶天宫，你在客厅等着。顾倾城穿着晚礼服回来，他俏皮又有些挑逗的靠近你：弟弟，没想到你还会医术，给我也治治病好不好？姐姐发烧了，头好晕。话音落下，他恰好摔到沙发上，身体都颤了颤。你赶紧向一旁挪动，头皮发麻。他不应该叫顾倾城，应该叫顾妖精。嫂子，其实我和你之间，谁是你嫂子？顾倾城打断，继续躺在沙发上，楚楚可怜的咬着嘴唇。我是你姐姐，小姐姐，我和蔡重阳只是朋友，为了给你惊喜才没识破。你认为他一个小小的打工仔能配得上我？弟弟，快来给姐姐治病，我好热。你一愣，诧异道：你不是蔡重阳的金丝雀？说出这句话你就后悔了。既然她是顾家大小姐，怎么能被蔡重阳包养？顾倾城早就知道你误会，也不意外，昂起头撒娇道：姐姐只想当你的金丝雀，快给我治病快！你终于正视他，虽然看过很多遍，但还没如此近距离观察过。精致的五官下是白皙脖颈，脖颈在下方是凝脂般肌肤，再向下看，你忍不住咽了口唾液，又清清嗓子，一本正经道：先把手给我，号脉才能更准。咯咯咯！这时顾倾城忽然发出一阵悦耳笑声，从沙发上坐起，满脸认真道：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忽然觉得病好了呢，我想去洗澡了，要不然我们一起一边洗一边治病。嗡！你清晰感受到全身血流加快，好像有些东西又要不受控制。还不等你回答，顾倾城起身道：你不回答就是拒绝了，姐姐好伤心，那我就自己洗吧，不许偷看哦。说完，他穿着晚礼服快速上楼。等他彻底离开，你这才想起忘记退婚了。与此同时，关于顾倾城选择你当合作伙伴的消息在天海转得沸沸扬扬，所有人都在打探你是什么来路，到最后发现你刚出狱，所有人大失所望，其中不乏有人暗骂顾倾城眼瞎。只是没有人能改变这个结果。欧阳海、徐天龙连夜召开董事会，商讨如何防止被报复，其他企业也在连夜商讨如何讨好你。苏婉月呆呆坐在沙发上，脸色惨白，嘴里不断重复你的名字，并且伴随着不可能。他是林若曦的男朋友，怎么可能与金枝玉叶的顾小姐扯上关系？应该是重名，这个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？苏婉月的父亲齐多海走过来，眉头紧皱，当走到苏婉月面前，豁然开朗：婉月，你的未婚夫是不是就叫陆清舟？苏婉月被问得全身一哆嗦，赶紧稳定情绪。没错，婚书上写的名字是陆清舟，只是不是这个陆清舟，重名了。呵呵，齐多海没多想，毕竟女婿来天海应该先到齐家才对。不过这也证明叫陆清舟的都是人中龙凤。根据你爷爷的遗言，陆清舟能带给齐家百年昌盛，
我很期待那天啊。这时苏婉月干笑道：“爸，别期望太高，期望太高失望越大，有可能陆清舟什么都不是呢。”咚咚咚，这时敲门声响起，房门打开，砰，一道人影跪在门口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王总。王总哀求道：“齐总，求求你在陆清舟面前帮我求情，就说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让他别针对我，好不好？求求你。”苏婉月顿时晴天霹雳，猛然起身，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什么意思？王总立即道：“难道你不知道，追你的陆清舟已经成为顾小姐的代言人，全权负责顾小姐在天海的投资，真是他。”苏婉月脑中嗡嗡作响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等等，齐多海忽然想到什么，转头看向女儿：“追你的陆清舟，难道是你的未婚夫？”苏婉月被父亲看得心虚，汗如雨下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他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家伙，怎么能成为顾倾城的代言人？他怎么可能成为顾倾城的代言人？第二天，你醒来洗漱完毕下了楼，顾倾城正系着围裙忙活，桌上盛满了早餐。听到声响，他坐下：“快来吃早餐，吃饱了好有力气给姐姐治病，我可是觉得又发烧了呢。”你心中一阵吐槽，心中暗骂老东西不当人，为什么要说没有他的允许，不能失去最初原样？你坐在顾倾城对面，把吃的先放一边，我有件事要讲。顾倾城嘤咛一声，风情万种的大眼睛一眨一眨的看着你，迎上目光，你突然不知道怎么开口了，只好试探道：“顾姐，我听说你们大家族都得订婚的，你应该也有未婚夫吧？”顾倾城没想到他会问这个问题，脸色变得有些不自然，不过他很快又恢复如初，微微一笑：“有是有，但我不想嫁，弟弟不要怕，我的心已经交给你了，就算我真嫁了，咱们也偷偷摸摸在一起好不好？咱俩给他戴绿帽子。”你被噎得语塞，让我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。你又试探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你会不会与未婚夫结婚，是结婚之后不给老公戴绿帽子那种。假如他能不给戴绿帽子，还是个很不错的女人，有长相有身材会做饭，就要她也可以。”顾倾城坚定地答：“不能，弟弟，你要相信，姐姐心里只有你一个人，再也容不下别人了，哪怕是我老公也代替不了你的位置。”你极其无语，这都说的什么与什么？要不然就直接摊牌。想了想，你决定不再废话，拿出婚书，嫁就嫁，不嫁就找下一个。可这时房门忽然被打开，一名身穿工作装、踩着高跟鞋的女人走进来，看到你，她眼里露出无法掩饰的鄙夷。小姐，注册文件和地址都弄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工。她大约1.73米，算得上美女，但跟顾倾城比还是差了点。顾倾城正色道：“把文件给陆先生，他知道如何处理。陆清舟，他叫张双，从现在起是你秘书，有事儿可以交给他处理，我不会做生意。”你回过神，想到昨天的合作伙伴头衔，露出尴尬。我之所以同意，是因为不想当众拒绝你，不如你另请高明。武术风水什么你都学过，但这生意，呵呵，你还算有自知之明。张双冷笑：“陆清舟，你还是趁早离开吧，别等摔得粉身碎骨。他调查过你，除了服刑记录一无所有，这种人怎么配在顾倾城小姐身边？”张双，顾倾城呵斥一声。张双并不害怕，委屈道：“您知道现在天海市都怎么说您吗？说您识人不明，选了个只会做奸的，他能撑得起您的投资吗？”闭嘴！顾倾城勃然大怒，我看人准，该怎么用人我比你清楚。我相信陆清舟是潜力股，总有一天他会让大家刮目相看，你不准再对他说三道四。张双不敢反驳，乖乖把文件递给你。陆先生，请看看有没有问题。文件在手，你一片茫然。陆清舟相信自己，顾倾城的目光像是能穿透心灵，我相信你终有一天会光芒万丈。看到他的目光，你点点头，当然。饭后，顾倾城留在云顶天宫忙事，而你和张双则去了通天大厦。到了公司，张双去停车，看着你走远，他嘴角下沉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小瘪三，我倒要看看你的能力。”进门就是第一关，站住！此时保安手中拿着橡胶棍，满脸轻佻道：“这里是通天大厦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，立即向后退10米，否则棍棒教育。”保安知道你，更知道昨晚的事儿，心中大呼命运不公。一个犯人都能成为合作伙伴，自己也可以。你微笑回道：“我要进大厦上班，33楼顾氏。”保安拿着橡胶棍，一边拍打另一只手的手掌，一边讥笑道：“顾氏。”顾氏我知道，帝京顾家在天海刚成立的公司，董事长是顾倾城小姐。但你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，配进顾氏上班？赶紧滚蛋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！砰！保安话音刚落，你一脚将他踹飞。就一个保安，还以为是南天门守卫，让你守门不是让你挡门傻狗，你大步流星走进去。远处的张双看得瞠目结舌，万万没想到你会用如此简单粗暴的方式进入。他立刻停好车，来到楼上，冲到总经理办公室发飙道：“陆清舟，我听说你刚刚把保安打了，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？你是老板，不是黑社会，怎么能动手打人？”你靠在办公椅上，淡淡道：“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份？谁是老板？第一次不尊敬我，警告一次，再有下一次扣1半工资，第3次直接开除。生意你不会做，但扣工资、开除人我还是会的。”你张双顿时目眦欲裂，心中暗骂小人得志，但又忍住火气：“陆先生，我上来时听说大厦安保部正要找你要说法，若你不能妥善解决，我会让顾小姐开除你。”哒哒哒，这时门外传来密集的脚步声，一群穿着安保制服的人冲进来。为首的保安队长吼道：“陆清舟呢？滚出来！
声音像雷鸣般划破天际。张双眼中闪过一丝阴险，似笑非笑的提醒：“陆先生，大厦安保部的人来了，你可要好好处理。”他眼里满是期待，他能打得过1名保安，还能打得过10人、20人。你轻描淡写的站起身，淡定自若，问题总有办法解决。然后走出办公室门，门外几十名保安气势汹汹，队长怒目相视：“你就是陆清舟，在楼下打了我的人，说吧，怎么赔？”其他保安跃跃欲试，你冷静地看向队长：“第一，动手的是他，我没有错，谈何赔偿？反倒是你们，不过是提供服务的员工，工资都是来自我的租金，你凭什么在我面前放肆？给你3秒钟时间，给我的员工道歉，然后滚蛋。”员工们屏住呼吸，眼神中带着期待，想见识一下你这个靠运气上位的人如何应对。哟呵，队长被气笑了，上前一步鄙夷道：“你喜欢威胁别人？那好，我也给你3秒，给我的保安跪下道歉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道歉，跪下道歉，快点！”几十名保安摆出随时要出手的架势。张双心里暗笑，又故意提醒道：“陆先生，你不能跪，你代表的是顾氏和顾小姐的形象，丢不起这个脸。”你神色淡然，继续道：“你还有最后1秒钟时间。”保安队长轻蔑地上前：“你也剩下最后1秒钟，跪还是不跪？”然而话音刚落，你就如闪电般逼近他，抬手重重在他肩膀上一拍：“跪下！”砰的一声，保安队长如同被泰山压顶，双膝不受控制的跪地。见到这一幕，保安们集体暴走，嘶吼道：“打他，打死他，为队长报仇！”说话的同时，他们争先恐后冲上来，俨然把你当成了上位的垫脚石。员工见到这一幕，吓得惊叫连连。张双嘴角泛起一抹微笑，对方可是几十名保安，哼，一会儿他就会哭爹喊娘。然而你在人群中如疾风扫叶所过之处，保安纷纷将请击摧般倒下。10几秒后，地上满是呻吟的保安，张双傻眼了，这是什么怪物？跪在地上的队长面无血色，色发抖，筹码涨了，所有人跪下道歉，否则每人废一条腿。你命令道。队长此时恐惧不已，求助似的望向张双。张双硬着头皮说：“陆先生，动武不是理智之举，一旦传开，有损顾氏声誉，以德服人才是正道。”你说的对，要以德服人。你点头，那就不用他们道歉了。他们骂我，我打了他们，扯平了。从现在起，顾氏退出大厦，另觅办公地点，免生事端。此言一出，保安们吓得不敢叫了。顾氏可是大主顾，若搬走，上面一定会调查。要是发现有自己的问题，所有人都要被开除。陆先生，合同签了，租金也付了，这时候搬走要损失一大笔钱。张双咬牙劝道：“我的意思是，这件事不宜闹大，私下解决更为妥当。”张秘书讲得对，传扬出去却有影响。你话锋一转，我认识一位叫雷虎的人，他专治不守秘密的人，不如交给他处理。说完，你掏出电话，似乎要联系谁？雷虎。队长差点吓哭，那可是海莲的地下皇帝。雷虎让人保守秘密的办法是把人套个麻袋扔河里。他不敢再等，赶紧认错道：“陆先生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别打电话，这一切都不是我本意，都是他让我来找麻烦。他想让你丢脸，灰溜溜离开顾氏。”此话一出，张双脸色巨变，呵斥道：“闭嘴，敢血口喷人，你还要不要工作？”队长绝望的摇头：“不要工作也比丢命好。陆先生，他给了我2万块，还有转账记录，你可以查实。”你张双无言以对，脸色苍白。你慢慢看向他，挑眉问：“他说的可对？”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张双也不再掩饰，摊牌道：“没错，是我策划的。因为你根本不配坐这个位置，陆清舟，你有自知之明就自己离开，别耽误顾氏发展，更不要让顾小姐成为众矢之的。你配不上顾氏。”他话音刚落，员工和保安们纷纷默默点头。实际上，这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，整个天海市都在传，一个土鸡竟然飞上枝头成了凤凰，简直是笑话。你没与保安生气，却被张双的话惹得有些恼火，于是低沉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不配？”张双讥笑一声，语气满是蔑视：“我就是知道，整个天海都知道。”他步步紧逼：“既然你说自己配，那我想请问，公司未来怎么发展，怎么规划？预计未来1年的投入是多少？营收是多少？还有公司在天海市的定位又是什么？最简单的毛利是什么意思？净利润又是什么意思？你能说得出来吗？”说完，他昂着脖子看向你，眼神越来越轻蔑：“你被问得语塞了，这些东西你确实不懂。”张双看出你的窘态，讥笑道：“说不出来了？既然说不出来，就赶紧滚蛋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”其他员工也轻声嘲笑，打心里认为顾小姐眼瞎。你思索片刻，反问：“谁是老板？”张双一愣：“现在当然你是，既然我是老板，你凭什么考我？”你沉声道：“从现在起，你工资减半3个月，若再犯，直接开除。还有你们，立刻道歉滚蛋，否则不仅顾氏撤出通天大厦，还会让雷虎找你们聊聊。”张双懵了，员工懵了，保安也懵了，还能这样做？说不过就开始耍流氓。但现在他确实是老板，只要顾倾城没让他走，他就还是这里的统治者。你走回办公室，脸上微微发热，若非在监狱里磨练过厚脸皮，还真扛不住这些目光。随后你拨通典狱长的电话，30秒内让蔡重阳接电话，否则我立刻回监狱。典狱长慌了，吓得毛骨悚然，恨不得把自己的腿借给蔡重阳，绝不能让他回来。蔡重阳接起电话后，你把刚才张双的问题问了一遍。蔡重阳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的详细解答。
懂了，这个月你不用刷厕所。挂断电话后，你淡淡道。张双失望的跺脚，终于明白这家伙为什么进监狱，真是个流氓。如今看来，只有让顾小姐对他失望，才能让他滚蛋。想了想，他忽然想到今天有一宗土地拍卖，于是敲响房门。陆先生，有个土地拍卖在市会议厅。与此同时，市会议厅异常热闹，天海市知名房地产商齐聚一堂。徐天龙与首富林振南坐在一起。徐天龙笑问：“林兄，若曦今天没去找陆清舟，看来你有计划。”林振南笑答：“徐兄明知故问。陆清舟虽然掌握顾小姐全部资源，但能力低劣，不管他怎么取得顾小姐青睐，这段关系必然短暂。小贫乍富，通常很狂妄。对了，我刚刚接到消息，他连毛利润和净利润都不懂。”呵呵。林振南笑得更开心了，这种3岁小孩都知道的名词，他居然不会。徐兄，我们不妨赌一赌，赌他能坐这个位置多长时间？我赌1月之内他必被开除。徐天龙也来了兴趣，我赌半月之内。话音刚落，身后传来一道声音：“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闲谈莫论他人非。”闻言，他们同时看去，顿时一愣。你坐到他们身后，直接开口：“徐天龙是吧？你应该知道，不能在背后说别人坏话。如果不知道，建议去看看你儿子。”徐天龙怒火中烧，儿子脸上的手指印还未消退。他强压怒火，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陆先生真是用心，顾氏刚开业就来参加拍卖，看来是要在顾小姐面前做出一番成绩。”你向后一靠，当然，男人以事业为重。话音刚落，周围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都嘲讽地看着你，一个运气尚未的小瘪三也敢谈事业。徐天龙嘲笑：“陆先生还真是真男人，不过我建议你在说出以事业为重时，先搞清楚什么叫毛利润和净利润吧。”此话一出，周围人哄堂大笑。关于你在公司被手下问住，只能靠耍流氓方式收场的事儿，已经传开了，真是丢人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懂？你反问，如果我能解释毛利润、净利润，还有顾氏的发展定位，那你跪下磕3个响头，叫我爸爸怎么样？话音未落，众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盯着你。林振南不禁摇摇头，他还以为别人不知道他在公司的糗事儿，还在装，真是小人得势，忘乎所以。好啊，徐天龙正愁找不到机会破坏你的形象，答对了，我就磕头叫你爸爸。要是答不上来，你给我磕头叫爸爸，敢不敢？只要这小子跪下叫爸爸，顾倾城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踢掉他，成交。你坚定地回答。张双想劝阻，可想到这是把你推下去的好机会，也就沉默了。这时徐天龙似笑非笑道：“陆先生，直接开始吧，我洗耳恭听呢。”你扫了他一眼，开始解释：毛利润是营业收入减去营业成本后的利润，不扣除期间费用、税费等；净利润则是毛利润扣除所有成本、费用和税费后的最终利润。至于顾氏的定位是立足天海、辐射周边，主打高端商业综合体和精品住宅开发，发展方向是整合产业链资源，注重品质与创新，打造区域标杆项目。未来规划方面，第1年投入5个亿，重点拿下核心地块，营收目标3个亿；第2年扩大规模，投入8个亿，营收目标8个亿；第3年实现上市筹备，营收突破15亿。你侃侃而谈，轻描淡写，每一条都说得非常详尽。随着你说的越来越多，在场所有人的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。这家伙吃了3年牢饭刚出来，为什么对商业的理解如此透彻？甚至听他说出口，有种茅塞顿开、醍醐灌顶的感觉。你说完，含笑看向徐天龙：“徐总是时候跪下叫爸爸了，要大点声，我最近耳朵不好。”话音落下，全场死寂。徐天龙满脸惊讶，完全没了思考能力。这家伙怎么知道这么多？甚至林振南也呆住了。他想起父亲的话，陆清舟能保林氏百年昌盛，或许他是个大智若愚的商业奇才。张双也大为震动，刚以为陆清舟一无是处，没想到他对商业的理解如此深刻。见徐天龙不动，你提醒一声：“徐总，别愣着了，快跪下叫爸爸。”众人终于反应过来，眼神复杂地看向徐天龙。他咧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。陆先生真会开玩笑，咱们都是多大的人了，竟然还像小孩子一样打赌，呵呵。刚才不过是你我的玩笑而已，不作数不作数。整个天海地产行业的富豪都在，若跪下叫爸爸，以后怎么做人？绝对不能跪。谁他妈跟你开玩笑了？你眼神一冷，你不跪我就亲自动手。徐天龙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，眼神求助似的看向林振南。林振南赶紧转移目光，这种时刻当什么都不知道最好。这时有人硬着头皮出声相助：“陆先生，刚刚不过是玩笑话，别当真。大家都在天海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别太为难人。”然而就在他们说话间，咔嚓，你忽然向前伸手，砰！徐天龙坐的椅子瞬间被震碎，他整个人穿过椅子，重重跪在地上。所有人的说话声顿时停止，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，椅子碎了。他特么还是个人吗？你心满意足地收回手，还差一句：“当然，你可以不履行，但我不介意拍碎你的脑袋。”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不敢再说话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徐天龙，愤怒到了极点，狰狞喊道：“好，我敢叫，你敢答应吗？叫爸爸！”徐天龙怒吼：“你平淡回应，乖儿子，起来吧。对了，我是你爸爸的事情是秘密，以后在公开场合不要叫，没人的时候偷偷叫。杀人诛心啊！”徐天龙气得眼睛都要瞪出来。恰好这时拍卖会开始，徐天龙还想说什么，但也只能忍着，坐到一旁的位置上。拍卖官简要讲述了140地块的优势后，主持人宣布起拍价：6000万、7000万、8000万，竞价迅速上升2个亿。林振南出价坚决：“
5个亿！一道声音传来。听到这个数字，现场再次鸦雀无声。他们哪有这么出价的？简直是来搅局！陆先生，太高了！张双急忙提醒，5亿地价再加建筑费用，根本赚不到钱。不高，我看好这地。你淡淡道。林志南闻言脸色骤变，他果然是来报复的。5个亿拿到地还有利润，但太少了。他犹豫一下，又举牌5亿3000万。你立刻跟进7个亿！你林志南气得下意识转过头，嘴里快要喷火。哪有这样拍卖的？完全是在搅局。7个亿地价几乎没有利润，你冷笑。天海首富没钱吗？没钱就别争。10个亿。旁边的徐天龙忽然举牌，语气冰冷。这块地我要了，谁挡我就碾杀谁。他心中冷笑连连，这个价格拿到地要计划的非常完美，才能不赔钱。想新官上任3把火可以，但是这火一定要烧到他本人。11个亿，你毫不迟疑13个亿。徐天龙紧跟，我说了，任何人都争不过我，这块地我要定了。众人纷纷望向你，期待你再出价。张双满头大汗，劝道：陆先生，不能再加了。闻言，你略一沉吟，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了，走吧。说完，你便径直离去。全体傻眼，他说不要就不要，刚才逼人下跪的牛劲儿呢？就在你走出拍卖会大厅，一道高跟鞋声伴随熟悉的身影出现，没想到真是你。苏婉月冲了过来，苏婉月，这女人真是阴魂不散。苏婉月见你这表情，翻了翻白眼，这家伙还真是撞了好运，不仅成了林若曦的男友，还成为顾小姐的合作伙伴。她酸溜溜地说：怎么不想见到我？你干脆点头。没错，很烦。苏婉月被你气得火冒三丈，一个从监狱出来的家伙竟敢这样对她，你还真是自视甚高。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乖乖求我。她咬牙道：到时候你别忘记今天的态度。林若曦不可能嫁给你，顾倾城也会离开你，到时候你什么都不是，你懒得理会，径直转身。你苏婉月气又不打一处来，什么态度？昨天可是我找的徐宝石救你，忘恩负义，早知道这样就不救你了。苏婉月急不赶上，不满地说：我可是来找你谈合作的，我们公司的建筑原料正好适合你。听到这话，你有些头疼，你根本没打算做生意，之所以答应顾倾城，是受不了他的眼神，来这里是受不了张双的嘲讽，可不是真的想经商。为了防止他继续纠缠，你随意应道：找张秘书谈吧。苏婉月咬牙切齿，居然敢敷衍自己，果然男人没一个好东西，得了势就忘记曾经。当初他可是追着自己上飞机，又追着去餐厅，但为了订单，他还是装出娇弱的样子。陆清舟，我们毕竟有过婚约，你帮个忙，把订单给我吧。你浑身顿时起了鸡皮疙瘩，这娘们儿好像有精神分裂。这时徐宝石走过来，满脸轻蔑的揭露，他根本没拿下地。今天的拍卖会，他输给了我们天龙集团。徐公子，苏婉月一阵激动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你比之前更精神了呢，简直是所有女孩的梦想。您说他没拿到地是什么意思？徐宝石又轻蔑地看了眼你，随后笑道：苏总，你恐怕还不知道吧，140地块已经由天龙集团拍下了，你说他怎么给你订单？苏婉月闻言顿时一愣，狠狠白了你一眼。没拿到地你不告诉我，这次是你欠我的，下次你签我的合同必须给我，没有下一次。徐宝石立即开口：姓陆的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徐宝石向你宣战，1个月之内我会让顾小姐对你失望，把你踩在脚下。闻言，你冷冷地吐出2个字：傻帽。徐宝石瞬间暴怒。苏婉月见势不妙，急忙劝你：陆清舟，你干什么？快道歉！你知不知道昨天在 KTV 救了你的人就是徐公子，他救我，你被逗笑了。转头看向徐宝石，徐宝石原本气势汹汹，听到这话有些心虚。然而苏婉月并没注意，继续道：要不然呢？你以为雷虎为什么放了你？都是徐公子亲自找的雷虎，快点道歉，这是为你好，明不明白？啪！忽然一巴掌毫无征兆地扇在徐宝石脸上。我这人最讨厌说谎，你最好组织一下语言。你救我了吗？徐宝石捂着流血的鼻子，满脸震惊。苏婉月被震懵了。陆清舟，你干什么？啪！又是一巴掌，还不说实话。徐宝石快要被气疯了，可他又打不过你，只能无奈地喊道：我什么都没做。你不屑地瞥了他一眼，这家伙看着人模狗样，其实一肚子坏水，离他远点，小心被他卖了还替他数钱。说完，你转身离开。苏婉月看着你走出很远，才缓过神，急忙安慰徐宝石：徐公子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我陪你。苏婉月知道自己还想从他手上拿订单，得表现出些关心。徐宝石擦去鼻血，摆手道：不用，小伤而已。说着，他又看向苏婉月，眼中闪过一丝邪光。小人得志便猖狂，成为顾小姐的合作伙伴，竟然连我的救命之恩都不认了。昨天就不应该救他啊！苏婉月有点晕，一时不知该相信谁。苏小姐别担心，我不会因为你跟陆清舟的关系记恨你。徐宝石话锋一转，生意是生意，个人是个人，你想要订单是吧？没问题，今晚在天海酒店等我，咱们具体谈谈。他心中冷笑，打不过陆清舟就动他的女人，他们是未婚夫妻正好，今晚就替老子尝尝味道，真的吗？苏婉月满脸喜悦，谢谢徐公子，苏氏一定提供最好的品质，要不现在就去天海酒店用餐。他迫不及待想敲定合同。徐宝石摇头，现在不行。说到这儿，他脸色骤变，快步往里跑。我爸被陆清舟气昏了。
当徐宝石走进房间时，徐天龙已经恢复清醒，但内心的愤怒尚未消散，给陆清舟跪下叫爸爸。丢了人13亿买块地，丢了钱，简直是人财两空。这时徐宝石匆忙赶来，爸你怎么样？徐天龙摆摆手，当下没心思关心儿子，缓缓起身抱拳道：各位同仁，刚才的情况大家都看到了，徐某人也就不藏着掖着了。我想问问诸位，有没有人愿意与我一起开发这块地？会议厅内一片沉寂，众人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。这块地最多值6-7个亿，谁会跟你一起赔钱？徐总，在下还有事儿，先走一步。我也告辞了。人们一个接着一个离开。徐天龙双手握拳，暗骂这些唯利是图的小人。几家入股，每家也就赔个几千万而已。这时他转向林振南，林兄，你愿意帮我分担压力吗？啊，入股是吧？没问题。林振南随口找个理由敷衍，不过我需要与董事们商量一下，我这就回去开会。徐宝石焦急不已，爸，我们怎么办？给完出让金，公司就会破产。慌什么？徐天龙眼神阴狠，他们不帮我们就逼他们帮。虽然古大师的师兄还没来，但古大师还能再让林若曦倒下一次，他倒下了，他的人和家产都是你的。徐宝石听后热血上涌。另一边，你并没有回公司，而是径直回到云顶天宫。想来想去，还是要与顾倾城摊牌，总不能真留在这里做生意。然而刚到门前，就听到古清明的声音传来：倾城，虽然你说陆清舟是蔡重阳的徒弟，但徒弟终归只是徒弟，而且蔡重阳自己都进了监狱，他的徒弟也不值得信任。冯百年也附和道：是啊，尤其这次你和家里闹翻，是你爸爸顶住压力让你到天海，若没做出成绩，你一辈子就毁了，还是不要轻信他。你站在外面听着这些，没有急着进去，想看顾倾城怎么回应。顾倾城坚定道：古叔叔、冯叔叔，我已经试探过他，为人非常正直，至于试探的方法不方便透露，但他是个可以无条件相信的人。古清明和冯百年对视一眼，总觉得有股不寻常的味道。顾倾城也不多解释，主动道：二位叔叔，你们在省里还有很多工作，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两人相互对视一眼，都摇头叹息。古清明起身严肃道：记住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话音刚落，你推开门走了进去。呀，你们在这儿啊，我还想着找你们呢。昨天忘记说了，给你们治疗的药会有副作用，可能病情会更严重。两人有点懵，他怎么进来了？赶紧问道：那副作用有没有解决办法？你随口道：有啊，从今天开始把黄连当茶叶泡水喝，连续喝1个月就行。噗！顾倾城不受控制的笑喷了，幽怨的看向你，显然知晓你在外面听到了一切。把黄连当茶叶，要苦死人啊！古清明和冯百年脸上火辣辣的，心里明白你是故意的，但还是尴尬的咳了咳。陆清舟，别开玩笑了，黄连怎么能当茶叶？你一脸漫不经心，爱信不信，不过后果自负，副作用发作别来找我就行。两人面部扭曲，心中那叫一个崩溃。虽然知道你在故意拿他们开涮，但你毕竟医术高明，也不能冒这个风险呀。来电话了。冯百年接了个电话，顺势演戏。哦，那就批吧，把天海市的140地块列为重点开发区域，明天发文件。话落，他若有若无地瞥了你一眼，简单一句话，何止值几个亿，至少几十亿。一来感谢药方，二来不想再被你折磨。快说到底有没有副作用？140地块，你微微愣住，这不就是今天拍卖的地吗？重点开发意味着徐家不仅不会赔钱，还可能大赚一笔。古清明不知道你在走神，以为筹码不够，也拿起电话，什么前线止血药告急，那就采购吧，等我回去开会。挂掉电话，他也偷偷观望你的反应。陆清舟、顾倾城嗔怪地叫了一声：两位叔叔的筹码到位了，快说到底有没有副作用？你懒懒地说，其实喝29天就能抵消副作用。闻言，古清明和冯百年一头黑线，感觉你就是在玩人，但也不敢用身体做赌注，只能乖乖回去喝黄连水。两人告辞后，顾倾城来到你身边，挽住你的手臂，轻声道：怎么这么快就回来？是不是想我了？没问题，你想干什么都行，姐姐早就迫不及待了呢。说着，他含情脉脉地眨了眨眼，好似在期待什么。迫不及待什么？你心里一动，身体瞬间有些不受控制。哥哥，顾倾城看到你的样子，笑得花枝招展，越来越觉得你有意思。面对古清明和冯百年可以无畏无惧，偏偏对女人的小把戏局促不安。他咬着嘴唇问道：弟弟，你不会还是小男孩吧？你一阵窘迫，又在心中恶狠狠地骂那个糟老头子，若不是他，自己何至于此？你感觉再听他说话会受不了，把手甩开，快步坐到沙发上，一本正经道：顾倾城，你坐，我有事情要说。你想着直接摊牌，他如果同意就结婚，不同意就退婚。顾倾城被你的态度弄得莫名其妙，问道：你是想知道我为什么来天海？为什么？你确实很好奇，但不喜欢打探别人秘密，可他都主动说起了，你便点头。顾倾城叹了口气，坐在你身边，靠在你的肩膀上，悲伤道：弟弟，你还记得我说过有未婚夫吗？记得。他继续道：他来自一个神秘家族，我成了顾家的牺牲品，要与这个家族的傻子公子联姻。来天海是我与家族的赌注，如果不能做出成绩，就要嫁给那个傻子，我不想嫁。你有点懵，他的未婚夫应该是你，怎么会变成傻子？你没骗我。顾倾城抬起头，楚楚可怜地看着你说：你听到了，如果我的未婚夫是正常人，我怎么会说一辈子都毁了？
你点点头，思考一番。他不知道你这个未婚夫，说明顾家没说。顾家不仅没说，还要给他找个傻子老公，这说明顾家要悔婚。这样也好，不用主动退婚了。顾倾城眼睛一眨一眨道：“陆清舟，姐姐无论如何不会嫁给那个傻子，我必须在天海做出成绩，你帮姐姐好不好？”你被他看得心里发痒，艰难道：“如果做出成绩，家族还让你联姻呢，那我们就私奔。”顾倾城脱口而出：“陆清舟，如果家族不讲信用，你就带姐姐走好不好？姐姐对你一心一意，我们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，生很多孩子，你赚钱养家，我生火做饭。”你听到这话，心突然不痒了。看着他唯美的面庞，竟有种现在就带他走的冲动，情不自禁道：“只要你不离不弃，我必定让你荣华富贵。”听到这话，顾倾城身体一颤，看着你，忽然之间感觉有种奇妙的感觉在滋生，好像春风拂面。他不受控制地闭上眼，嘟起嘴唇。你看到他温润的唇瓣，呼吸急促，忘掉了一切，学着监狱里那些人描绘的姿势，一点点凑上去，越来越近。就在这时，叮铃铃，电话突然响起，两人都被吓了一跳。顾倾城睁开眼，脸色宛如天边晚霞，转过身不敢再看你，心里默默念道：“不会真的动心了吧？”你尴尬的咳嗽一声，拿出电话，居然是林若曦。什么事儿？你接起电话，来天海酒店，我有事情要说。林若曦依然是冷冰冰的语气。没时间，你直接挂断。最反感别人用命令的语气跟自己说话。不出意外，刚挂断林若曦的电话，他又打了过来。你师父在定下婚约时留下了一样东西，过来拿。说完，他迅速挂断电话。听到话筒里的挂断声，你皱了皱眉，从心里讲，不希望与林若曦再见面，但涉及到师父，无论如何要去一趟。我有点事儿，出去一趟，去吧。顾倾城依旧没看你，你刚走，他的电话也响起，是张双。张双把在拍卖会的事情完整讲述了一遍。140地块被天龙集团拿走了。顾倾城有些诧异，这块地的消息是冯叔叔故意透露的，只要提前拿到，利润非常可观。可现在被拿走，一大块利润就没了，就差一步，小姐。张双语气急切，重点是这块地我们本可以用6个亿拿到，都怪陆清舟太冲动，激怒了徐天龙，让他不得不竞争。他还是不看好你，想让顾倾城辞退你，不料被顾倾城打断，闭嘴。从今往后，我不希望再听到你对他的任何抱怨，否则你立刻回地京。天海酒店餐厅，林若曦身着白色连衣裙，宛如不可触及的仙子。你坐到对面，东西呢？林若曦一直望着窗外，听到你的语气，冷声道：“在你之前，从未有人敢挂我电话，你是第一个。”他还在为你3番2次挂断电话的事情生气。作为天海第一美女，总有人围着她转，被人挂电话可是前所未有。多余的话少说，我来不是为了听这些。我师父的东西呢？你再度提问，这电话要不是因为师父，根本不想接。林若曦虽然恼火，可想到父亲的叮嘱，只能隐忍。我知道你对我父母的行为有意见，但这个世界现实无情。成为顾小姐的合作伙伴前，你不过是个刚出狱的人，家里人没必要搭理你。即便现在，我们家也没有理由支持你。所以不要敌视我们，合作只会对你有利。你看他一本正经的模样，更觉得搞笑，真看不懂。你们家那么普通，哪来的自信？全家自命不凡，是遗传吗？与那些可怕的监狱罪犯相比，天海首富算不了什么，甚至连进入名都监狱的资格都没有。你说什么？林若曦的怒火瞬间燃烧。陆清舟，我已经很克制自己，请你不要把我的容忍当成你可以撒野的资本。整个天海还从未有人敢如此说我。他的声音引来众人的关注，这家伙是谁呀？竟敢惹林若曦，不想活了。你思忖片刻，觉得没有与他争执的必要，淡淡的说：“咱俩属于话不投机半句多，也就没有谈的必要。把东西给我，从此以后各走各路。”林若曦对你的轻慢态度感到无比恼火，她厉声道：“你必须把话说清楚，我到底哪点对不起你？不然不给。”没有对不起我，只是单纯不喜欢你的态度。话没等说完，你却被打断，这叫范儿，高冷范儿。旁边传来一声调笑，一个西装革履的青年走过来，神情轻佻。若曦不至于与这种得了志的小人生气，他的存在就是给人添堵的。林若曦根本没搭理他，把头转到另一边，依然很生气。青年不以为意地瞥了你一眼，陆清舟，顾小姐的合作伙伴，还真是牛叉，在天海酒店敢惹我的女神生气，这位是谁啊？有人惊呼。嘘，小声点，这是张猛，天海酒店的太子爷，也是林若曦的忠实追求者。你冷笑一声，然后呢？张猛抬起手，轻轻摇了摇手腕，蔑视道：“2年前有个老板对若曦出言不逊，我就把他的牙齿一颗颗拔掉，然后让他跪着爬出去。所以你想给我来个下马威？”你挑眉，也没到那个地步，只是提醒你，如果惹毛我，后果怕是连你自己都想象不到。张猛语气嚣张，不过顾小姐的面子还是要照顾，我可以在酒店的门前写上陆清舟与狗禁止入内，你觉得顾小姐会怎么看你？这时林若曦打断他：“不用了，张猛，这件事我自己处理。”他明白，一旦事情闹大，陆清舟的麻烦会接踵而来，张猛自然不能错过表现机会。凑近你威胁道：“最后机会，立刻给若曦道歉，不要以为我是说着玩的。”他的话语带着威慑，食客们变得亢奋，等待好戏开场。但你完全没把他的威胁看在眼里，讥讽道：“你认为你是至高无上的王，你爸是什么？王爸？你还真是你爸的好大儿，不对，应该是你妈的好大儿。”此言一出，餐厅内停滞了片刻，随即爆发出一阵哄笑。
王八，王八，还说是他妈的好大儿，这家伙嘴太损了，一句话把全家都骂了。你说什么？张猛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一个靠顾小姐赏口饭吃的小瘪三，居然敢骂我！好，既然你想死，我就砸了你的饭碗。来人，把牌子贴出去，让他这辈子不能进入天海酒店。林若曦闻言急促起身，张猛，你别冲动，还有商量的余地。陆清舟，你快道歉，这是天海最大的酒店，如果这里不让你进，顾小姐绝对不会放过你。你思考片刻，既然这里比较高端，以后有工作需要，确实不能被拒绝。随即拿出手机拨给雷虎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10分钟之内把天海酒店买下来。至于钱，我给你个电话找他要。话音刚落，整个餐厅的视线都集中在你身上，仿佛看到了一个疯子。天海酒店虽不及首富产业，但也价值20亿以上，且盈利稳定，根本没有出售的可能。用10分钟买下，简直是天方夜谭，哈哈哈。张猛被气笑了，我见过穷横的，没见过你这么狂的。好，我等你10分钟，看你怎么买下这里。林若曦失望的摇头，不再开口。她原以为你的尖酸刻薄是性格使然，现在看来似乎是思维不清。她以为随便就能买一家酒店，周围人窃窃私语，太狂了。她以为自己是谁？如果她真能收购天海酒店，我就跪着爬出去。张猛望了下手表，讥笑道：“还有1分钟，你可得快点，用不用多给你30秒？”话音刚落，电梯门开了，一群西装革履的中年人急匆匆走出，正是酒店法务部成员。几人恭敬道：“陆先生，这是收购合同，请您过目。”霎时间，全场死寂，真买下来了。看到合同，周围人都傻眼了。张猛完全不信，冲王经理咆哮道：“王经理，你不想干了是不是？快把合同收回去，否则我立马开了你。”作为天海酒店的太子爷，他不可能相信你有这样的实力。林若曦倒吸一口气，认定这是骗局。可就在这时，张猛的电话响了。爸，怎么了？电话那头，张猛的父亲愤怒地吼：“你个小王八羔子，到底得罪了什么人？雷虎用枪逼着我卖了酒店，天海酒店易主了。”张猛愣住了，半截话卡在喉咙，冷汗直流。他终于明白，你打的电话就是给雷虎的。随后，酒店总经理李伟民匆忙赶来，恭敬地说：“陆先生，我是李伟民，从今往后全心全意为您服务。”这怎么可能？林若曦像是见了鬼一样，即使发生在眼前，也无法相信。啪嗒，张猛的电话脱落，他忽然意识到小瞧了你。你淡淡问道：“你还要写刚才的牌子？”张猛汗水刷刷向下掉，不敢，你不敢，我敢。李伟民在门口立个牌子，禁止张猛和王八入内。此言一出，周围的人纷纷同情地看着张猛。张猛气不过道：“你不要欺人太甚，再废话，我准会让你满口牙掉个精光，再让你学狗爬出去，最后你吐出一个字：滚。”张猛憋屈地瞪了你一眼，灰溜溜地走了。林若曦也不甘示弱：“陆清舟，你没想过这样一仗顾倾城的后果吗？万一有一天他踢开你，你会死得很惨。不只是他，其他人也纷纷露出这样的担忧。”你轻蔑地笑了一声：“钱是我的，我什么都缺，就是不缺钱。”你不再理会这个话题，直截了当地问道：“东西呢？给我，不给。”林若曦气得一跺脚：“陆清舟，我告诉你，无论你喜不喜欢我的态度，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改不了，让你狂。我看你还能狂多久，早晚你会求到我。”说完，他气呼呼地离开。你看他走远，心想不急，将来还有机会。林若曦回到家就躺在客厅沙发上，他爸爸林振南关切地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他妈赵亚兰怒火中烧，还用问？看若曦的样子就知道那个小瘪三欺负他，小人得志，等着瞧，早晚会变成丧家之犬。他一边骂一边给你打电话，结果电话被挂断了。赵亚兰气得七窍生烟，又打了一次电话，见电话不接，又发信息骂。林振南这时心疼地拍了拍林若曦：“若曦，爸这次不对，陆清舟不值得你亲自去。”话刚说到一半，他便发现女儿已经睡着了。他推了2下没有反应，林振南顿时慌了：“若曦，你醒醒！若曦！”赵亚兰吓得脸色煞白，凌乱道：“病不是好了吗？怎么又睡着了？姓陆的废物，连这点小病都治不好，我得找他。”他再次打电话，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。林振南焦急地说：“我去熬药。”很快，他把上次的药端过来，林若曦喝下后仍然没有反应。赵亚兰气得咬牙切齿，肯定是陆清舟气得若曦病复发，老娘要杀了他。赵亚兰张牙舞爪，又激动道：“先找徐宝石，天龙集团办公室。”看到林振南的来电，徐天龙冷笑一声：“着急去吧。”随后，他起身恭敬地递上一张银行卡：“古大师辛苦了，这是一点心意。”古大师接过卡，这次情况和上次相似，但手法有变，用之前的药救不了。徐天龙紧抿嘴角，心领神会地再递出一张银行卡：“这是您的酬劳。”古大师这才满意。我今天累了，回去休息。父子俩把古大师送走，回到办公室。爸，我什么时候去救林若曦？徐宝石急不可耐地问。想起即将拥有林若曦，他就心潮澎湃。徐天龙坐回椅子，阴冷笑道：“别急，现在心急的是林家，不是我们。记住，成大事要有沉稳气度。等林振南来求我，乖乖把钱送来，再去不迟。”徐宝石点头认可，但心中一刻都不想等，越快越好。忽然，他想起还有个女人等待他的召唤。爸，我能不能先出去见个朋友？放心，您的电话一到，我立刻回来。徐天龙同意了。徐宝石转身出门，给苏婉月发信息：“去酒店。”
苏婉月收到后，毫不犹豫地放下工作，匆匆整理一下妆容，直奔天海酒店。天海酒店这座位于48层的餐厅，俯瞰着整个天海市，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感受。徐公子您来了。苏婉月穿着一身黑色工装，把身体曲线包裹得非常完美，优雅地站起身迎接徐宝石。徐宝石看到苏婉月，眼中不自觉闪过一抹邪恶，路上有些堵，让苏总久等了，请坐吧。苏婉月微微一笑，我也刚到，徐公子请坐。徐宝石坐下，直接切入正题，你想要140地块的供货合同，可这份合同价值1到2亿，苏氏仅有5亿资产，你能搞定吗？苏婉月挺了挺背，虽然这是苏氏从未有过的大单，但苏氏在天海算老字号，信誉有保证。我今天刚联系了上游供应商，他们也保证可以供应。徐宝石眼睛眯起几分，见苏婉月坐直身体，某些部位更显诱惑，咽了口唾液道：保证没有用，天海的供应商多的是，你并不算优秀，所以你得给出一个让其他供应商闭嘴的理由。这苏婉月一时语塞，确实，相比较其他供应商，苏氏并没有优势。徐宝石见火候差不多，突然问道：你和陆清舟是什么关系？苏婉月一愣，这是他最不想提及的历史，就是娃娃亲，开的玩笑都过去了，现在不过是熟悉的陌生人。睡过吗？徐宝石会心一笑啊，苏婉月又被问懵了，哪有问女孩子这种话的？可想到订单，也只能回答我们俩前几天才见面，连手都没碰过，没碰过手。徐宝石心花怒放，搞了半天陆清舟那个废物还没玩过。徐公子，我们还是谈谈合作吧，我们现在就是在谈生意啊。苏总，刚刚我问过你，相比较其他公司有什么优势？现在优势已经很明显了，天海酒店总统套房的床很弹，我想邀请苏总上去坐坐，边坐边谈合同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合作的。呵呵，等他同意，就让人把过程偷偷拍下来寄给陆清舟。他看到连手都没碰过的前未婚妻被自己肆意玩弄，会是什么感想？苏婉月顿时满脸惊愕，徐公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只想在生意上合作。徐宝石不耐烦地打断，我不想听废话，去还是不去？只要你陪我一宿，140地块的材料供应合同都是你的。苏婉月决绝道，徐公子，我有今天都是靠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，我不是这种人。说完，他起身要走，站住。徐宝石面色一沉，冷冷地说道，别以为陆清舟能罩得住你，在我眼里，他不过是个废物。从今天开始，天龙集团会处处与他作对，140地块只是第一步而已，用不上半个月，顾小姐就会看到他的一事无成，到时候就会把他赶走。没有顾小姐撑腰，他还算个什么东西？这时，远处传来一声叹息，有些人啊，脸都被打肿了，还不知道疼，真是贱。听到这声音，两人同时看去，陆清舟、苏婉月目瞪口呆，徐宝石吓得一哆嗦，他怎么在这儿？你冷冷地走向徐宝石，忘了我怎么提醒过你什么？徐宝石吓得额头上渗出黄豆粒大汗珠，当然记得被警告后还被揍过一顿。陆，他紧张开口，闭嘴！你打断他，先掌嘴，啪啪！你毫不客气地挥出2巴掌，周围的一切瞬间静止。谁呀这是？居然还有人敢打徐公子！众人议论纷纷。陆清舟，你疯了吗？苏婉月慌乱上前拦住你，砰的一声。徐宝石愤然站起，满脸狰狞，你打我还没完了是吗？除了拳头，你算什么东西？居然敢来西餐厅，你撒泡尿照照自己，配吃西餐吗？确实，打你没完。不过你也可以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算是什么东西？配来天海酒店？你不慌不忙反击，徐宝石目眦尽裂，恨不得扑上去，但清楚自己不是对手，咬牙道：莽夫一个，粗鄙之徒。说着，他从口袋拿出一张黑卡，拍在桌上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这是帝王待遇之卡。卡片是黑色的，带着金色云海图案，奢华中透着神秘。这是天海酒店的至尊贵宾卡。有人惊呼：我听说全省只有7张，一般只给重要的贵宾。苏婉月目不转睛，有些震惊。传言有了这张卡，便能在酒店享受主人的待遇。徐宝石微微得意，听到周围的议论，心中非常得意。这张卡是他与张猛打赌赢的，今天终于能用上。他讽刺地看着你，知道这卡的意义了。不仅是优惠，更是地位象征。你有吗？没必要，吃个饭还要求打折，太丢人了。你平静回应，是因为你家买地花了太多钱，连饭都吃不起，所以拿卡免单。如果这样，我可以理解，毕竟你穷。苏婉月偷偷看了你一眼，这家伙嘴真损。你说什么？徐宝石顿时怒火中烧，明明是身份象征，竟然被他说成穷。忽然他心生一计，你在用激将法。好，你成功让我生气了。姓陆的，你说我穷，我倒要看看你多富有。服务生给我上一瓶一生一世。听到这个名字，顾客们都变得热血沸腾。一生一世是法国的太和酒庄的一生一世。世人都知道82年拉菲很贵，殊不知拉菲只要几万块，而一生一世市场价95万，在天海酒店的售价更是118万每瓶。说话间，服务生已经把酒拿上来。徐公子，由于这瓶酒价格过高，酒店为了防止顾客逃单，所以需要提前刷卡，请您谅解。没问题。徐宝石挥银行卡刷，然后他挑衅地看着你，我喝100万元的酒，你能吗？你这用顾小姐钱的穷狗，赚微薄工资的社畜，有种你也开一瓶让我看看，你敢开吗？闻言，你淡然坐下，不好意思，我还真不穷。服务生，他这个酒我要2瓶，直接刷卡。随即你扔出卡片。陆清舟，你疯了？
吃顿饭花几百万，顾小姐会杀了你的。苏婉月忍不住提醒，然而你却轻描淡写道：没事，小钱霸气威武。徐宝石竖起大拇指，笑容越来越浓。这个小人得志的家伙果然上当了，就是要让他上头多花钱，一旦顾小姐知道，一定会开除他，到时候他就是蝼蚁。又笑道：不过我这个人就是不服输，别人说我穷，必须与他杠到底。服务生再拿2瓶，我要比他多1瓶。你立即接道：再拿4瓶，再拿5瓶。徐宝石迅速道：再拿5瓶。你再次接话，两人你来我往，周围人看得目瞪口呆。这不只是酒，是金钱的较量。最终，当服务生提醒徐宝石余额不足时，徐宝石丝毫没觉得丢人，拍起手腕味道：5瓶就5瓶吧。陆先生还真是有钱，吃顿饭花了2000万。如果顾小姐知道你吃顿饭花2000万，呵呵。说完，他笑着瞪着你，周围的人也一样，等着看你出丑。苏婉月也无奈地看着你，你这个人啊，小腹肌狂，太冲动了。我早说他是故意激你，现在怎么跟顾小姐解释？看来当初退婚是对的，太冲动的男人不值得依靠。也对，你点了点头，确实难解释，那就退掉吧。服务生，麻烦把酒都退掉，我记得没喝的酒可以退掉。嘎，徐宝石笑容瞬间僵住，苏婉月愣住了，服务生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能这样玩。把酒都退掉，这样钱就又回来了。闹呢！徐宝石顿时暴跳如雷，你他妈是不是玩不起？买的酒还能退？我只是想证明你是穷狗，又不是要喝酒，为什么不能退？你淡定回应。徐宝石双手死死握成拳头，你才是穷狗！穷狗，你回道！你他妈有种别花顾小姐的钱！徐宝石怒道。穷狗，你回道！你他妈有种别退！徐宝石吼道。穷狗，你回道！徐宝石要疯了，无论说什么，你只说这2个字，而偏偏他刚才确实没买成，简直是被绝杀。忽然他想起手中至尊贵宾卡的特权，抽出卡重重砸在餐桌，抓狂道：好好好，姓陆的，你敢骂我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下什么叫特权。服务生，我是酒店至尊贵宾，不许给他退。陆清舟随手把收购合同拿出来，我是老板，谁敢不给我退？看到这份合同，场面瞬间凝固。有人怀着疑惑来验证真伪，徐宝石更是震惊不已，眼睛几乎要嵌入合同中找出破绽。然而结果却令他绝望，这份合同竟然是真的。苏婉月难以置信地吸了口气，同时对顾小姐收购一事毫不知情。你微微一笑，感谢徐公子为酒店创造了业绩，一顿饭2000多万，足可以载入史册了。霎时间，所有人都玩味地看向徐宝石，在酒店与酒店老板拼谁的购买力强，真是个傻子。徐宝石被看得快要吐血，尤其是看到你的表情，真想把你挫骨扬灰。他气急败坏道：陆清舟，你装什么装？不过是顾小姐的产业罢了，你不过是个打工仔。他无奈起身，气呼呼地冲你放狠话：陆清舟，你等着，终有一天我会摁死你。然后朝服务生喊道：退酒，2000万买酒。他心疼不已，必须退回。这时你淡淡道：今天我也让你见识下什么叫特权。服务生不退，服务生赶紧退后。徐宝石几乎要疯了：陆清舟，你当真不给退？信不信我以后不来这里消费？你开门做生意，居然敢不满足上帝的要求？上帝的要求一定满足，但你是狗。其实不需要你不来，以后你想来也进不来。告诉前台，在门口立牌子，从今以后徐宝石与王霸禁止进入。话音刚落，周围笑声四起，徐宝石脸被憋成酱紫色，气得一转身离开。可到了门外才意识到酒忘了拿，可再想进入，却被天海酒店的工作人员拦在门外。酒店里，苏婉月疑惑地问：顾小姐什么时候买的酒店？谁说是她买的？我买下的。苏婉月嗤笑：当我3岁小孩，就凭你也买得起？你无语，不再解释。苏婉月见你不说话，抿嘴一笑道：好了，不打击你了。不过陆清舟，我建议你以后活得真实一点，不用那么装。你说实话，是不是知道我在西餐厅故意来的啊？你有点懵。苏婉月看向你，一本正经道：陆清舟，以后你不用在我面前刻意表现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。虽然我们之间不可能了，但还可以做朋友。你也不需要偷偷跟踪我，想约我也可以约我出来吃饭，只要有时间我会答应你的。苏婉月心想，肯定是你与林若曦相处有压力，心情不舒服，想到自己对她还是不错的，所以才跟来的。砰！闻言，你懒得多说，直接放下筷子，起身离开。苏婉月愣了愣，诧异问道：你干什么去？不吃了，反胃。你恶狠狠丢下2个字：快步离开。你很想不通他哪来的自信。苏婉月看着你离开的背影，苦笑一声，或许是被我看破，不好意思了吧。而这时，徐宝石回到家中，愤怒不已，对父亲大喊：爸，我要杀了陆清舟，我要杀了他。徐天龙皱起眉头，少喊打喊杀，成何体统。正好林振南也在场，怒气冲冲的附和。这次若曦都是被陆清舟气得发病，两人相视一笑，父子俩明白陆清舟成了他们的替罪羊。忽略了陆清舟，林振南转向徐天龙：我同意投资，与天龙集团共同开发。徐宝石可以去看看若曦吗？另一边，你刚跨入云顶天宫，一声轻柔的问候在耳畔响起：你回来了。你向前一看，沙发上坐着的顾倾城完全换了个样子，不再是那华丽的丝绸睡衣，也不再是清凉装扮，而是活力十足的运动装和俏皮的马尾辫，让他看起来就像是青春洋溢的大学生，简直判若两人。快来吃饭吧。
菜都快凉了。顾倾城站起身，笑靥如花。眼前的他让你恍若梦境，这还是那个爱开玩笑的顾妖精吗？依他的风格，按理说他应该邀请自己吃饺子才对。快过来啊，愣什么神？嫌弃我做的饭？他见你迟迟未动，脸色微微泛红，透露着几许不确定，仿佛担心你拒绝。来了。你坐到餐桌旁，端详那四菜一汤，并没发现药物味道，心中更加诧异，他怎么像变了一个人？心里还有点空落落的。顾倾城挑几块红烧肉，你尝尝，这是我的拿手菜，好不好吃？他期待满满的眼神瞄着你，尝过后你再去点头，好吃。肥瘦相间，入口即化，这得炖上2个小时吧？你再次看向他，你整整一下午都在忙这个。一个顾家大小姐来天海，整个天海都为之震动，现在居然在厨房烹饪，这可真没想到。听到表扬，他露出小小的得意。我从小就爱做菜，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摸索下厨，那时候他说着，表情变得有些难挨，迅速转移话题问道：你也会做菜吗？你轻笑，当然会。18岁前老头子逼得很，不仅要掌勺，还得洗衣酿酒，家务全揽。回忆起过去，你不由咬牙切齿，这老头就是彻头彻尾的压榨，那老头就是你师傅。顾倾城好奇心起，眼珠子直溜溜的看着你。那18岁之后呢？18岁之后他就打不过我了，我就让他给我洗衣服做饭，敢不听话就折磨他。哈哈哈！顾倾城被逗笑了，笑声如银铃。你们关系一定很好，能不能跟我讲讲他传给你的都是什么？放下筷子，他如小学生般等待着，啥都学，医学、武学、风水、八卦、奇门阵法，还有面相八字。面相，你会看相？顾倾城眼睛亮如星辰。那你可不可以看看我的未来怎么样？他把双臂搭在桌上，全然期待。你仔细地打量他的面庞，瞬间愣住，好似第一次认真地看他，之前都在关注别的部位。他的肌肤似那剥壳的鸡蛋，悠悠白皙，双眸恍如清泉，挺翘的鼻梁精致如雕，鹅蛋脸巧妙勾勒，仿佛芙蓉出绽。顾倾城注意到你的凝视，脸颊如天边，晚霞绯红，眼神也变得躲闪，却依然倔强地保持正面相对。他也不知为何被你看的心脏砰砰跳个不停，声若游丝问道：看出什么了吗？你这才意识到失态，继续认真端详顾倾城，可刚看过去，你眉头就不由微皱。常人眼中顾倾城是标准大美女，然而在七窍七宫的法则中，顾倾城七窍位置恰好落入杀宫，意味着短命。这种面相意味着早年坎坷，泪眉象征天生父母不喜，手足不亲，印堂明亮，下颚争光，却落入杀宫。也就是说，他会在自认为最幸福的时候轰然横死。你被镇住了。人们说天煞孤星命运不佳，但却不知更糟糕的是天煞孤人。顾倾城竟是如此命数，怎么样了？你可别吓我。他见你久久不言，微笑着说：不许说不好，不好的结果就是你看错，我现在可幸福着呢。你勉强挤出一丝笑意，以前听师傅讲的时候还以为是假的，天底下哪有命如此不好之人，怎料今日竟亲身目睹。笑什么？你以为我骗你？真的，我觉得我现在特幸福。你就不好奇为什么这么幸福吗？为什么觉得幸福？你好奇问道。顾倾城不假思索，因为遇到了你。说罢，他的脸又悄然爬上一层红晕，只是眼神倔强地盯着你。你的心莫名一颤，感觉他的话似乎和以往不同，却又无法点明缘由。就在准备回应的瞬间，叮咚，门铃声突如其来。我去开门。你话音刚落，他脸上的神情微微黯然，起身抢在前头。还是我去吧。顾倾城率先打开了门，张双走了进来。见你在餐桌前，张双眼神骤然阴沉，紧接着道：小姐，我刚得知消息，省里决定开发140地块，投入规模相当大，预计这片地价值会倍增。好机会被陆青州搞砸了，我建议把他开除。顾倾城面色一沉，来天海是向家族证明能力，140地块是个很好的机会。冯叔叔也给了消息，不过晚了一点。他平静道：我知道了，你先回去。张双不满地追问：这是陆青州的责任，你竟然不追究？闭嘴！突然顾倾城冷声制止。我说我知道了，140地块的损失我会找回来的。就在这时，你忽然开口道：你想要140地块？顾倾城惊讶地回过头。张双不满道：当然想要，都怪你，否则这片地就是小姐的，你得负责。没问题。你从容地起身，既然想要，拿回来就是了，这事儿没那么难。你说话间流露出极度自信，仿佛这事儿轻而易举。陆青州。顾倾城忍不住提高声调，其他人可能不太清楚，但他知道徐天龙和林振南这般的人物140地块要开发的消息，几个小时后他们铁定会知道，他们怎么可能把到手的肥肉白白让出来？好，这可是你说的。张双抓住了机会，迅速敲定：陆青州，如果你能拿到140地块，以后我心甘情愿做你的秘书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。要是拿不回来，就请你乖乖辞职走人好了。小姐，你听到了，是他自己提出的，我可没逼他。顾倾城陷入左右为难。我说能拿回就是能拿回，记住你说的话，别想反悔。一简单回应，心里压根不在乎那块地。相比之下，你更关心顾倾城。尽管他还不知情，但你们确实有婚约在身，他更是做妻子的不错人选，绝不能让他轻率地结束自己的一生。哼，我记住了，你也得记住。张双冷哼，脸上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顾倾城叹口气，示意张双先走开，然后走到餐桌边，试探问道：你打算怎么拿回140地块？
如果你的办法行不通，就找冯叔叔动用特权，把地抢回来。还不等你回答，叮铃铃，电话响起。顾倾城看到备注，瞬间愣住。林振南，他找自己干什么？与此同时，西郊庄园内，爸，他们怎么还没出来？徐宝石紧盯着书房，满怀焦虑地发问。自从古大师提到需要重洗后，林振南和赵雅兰便进书房商讨，已经进去半小时了，却迟迟没有动静。我怎么教育你的？冯大师需冷静。徐天龙皱眉，显然对儿子的急躁不满，接着话锋一转，阴冷道：不用担心，他们能商量，说明心动了。就算不同意，我还有后手。今晚一定让你与林若曦在一起。他说的斩钉截铁，是，我等着。徐宝石抿着嘴点头，狠狠咽了口唾液。虽说今晚没能和苏婉月共度良宵，但能有林若曦陪伴，更让他高兴。她可是天海第一美女，等会儿还可以拍视频送给陆清舟，看他看到自己的未婚妻被我这样是什么表情。另一位未婚妻。徐宝石愣了愣，这家伙是骗女人的惯犯吗？正想着，书房的门打开，林振南和赵雅兰走了出来。徐天龙立即递去眼神，商量的如何？林小姐的病情拖不得，拖得越久后果越严重。古大师站在一旁说道：这我们再想想。林振南艰难道。古大师立马怒了：你们不相信我古某人也罢，我不奉陪了。说着，古大师转身欲走。大师别走，我们不是不相信，只是……林振南急忙上前阻拦。古大师停下脚步，怒道：只是你们舍不得女儿清白。哼，错得离谱。我不妨告知，徐公子乃天生大贵之人，为病重的女儿冲喜，乃是大造化，是你们占了大便宜。闻言，两人一愣。徐宝石是大富大贵之人？什么？吾儿大富大贵？徐天龙故作惊讶。古大师冷冷道：事已至此，我也就不隐瞒了。其实徐公子根本不是什么有缘人，而是天生诸子富贵命。我之所以用有缘人代替，不过是想减轻你们的罪恶感罢了。冲喜实质上是以己气运来医别人之病，你们得了便宜还不肯干，你们走吧。生意人多少会有些迷信，尤其加之古大师之前的表现，更让他们信服。林振南和赵雅兰同时错愕地望向徐宝石，徐天龙又装作惊愕。原来吾儿是诸子富贵命，那就不冲喜了。我不同意。说着，拉起徐宝石就要离开。我不走。徐宝石甩开徐天龙，双拳紧握，前所未有的认真。爸，我不能走，我怎能眼看若曦病倒无药可救？我一直把她当作亲妹妹，气运给若曦又如何？这条命给她又如何？我绝不走。说着，他转过头去，坚决不移。你徐天龙怒得跺脚。林振南和赵雅兰被徐宝石的话打动，流露出几分感慨。古大师觉得火候已到，转身要离开，气急败坏道：好，你愿意为了救他毁掉自己的一生，还真是有情有义。可我给你提个醒，等你为他冲洗，将气运渡给他，早晚有一天会后悔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后悔的那天。他说完疾步向外走去，可刚到门口，忽然砰的一声响起，房门猛地打开，两只脚从门外伸进来，稳准狠地踹在古大师胸口。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经过我同意了吗？一道人影从门外走进来，陆清舟、徐天龙和徐宝石瞬间变色，他怎么到这儿来了？紧接着，你身后出现另外一道人影，是顾倾城。他换上了一袭黑色裙子，显得非常高贵。顾小姐，您来了。林振南和赵雅兰像见到救星般，急忙快步迎上。顾倾城微微点头，刚刚林振南的电话就是希望他能出面让你来治病，毕竟在天海混，得罪徐天龙还是林振南，他只能选择其一，而且他想要那块地。接到电话就赶来，希望没错过。不晚，感谢顾小姐，真的感谢。林振南在他面前不敢多言，虽然对你满心怒火，但仍希望你能治好林若曦。赵雅兰焦急上前，顾小姐，那就让他开始吧，若曦还在昏睡呢。他们之前没立即答应冲洗，就是因为联系了顾倾城，希望他能带你来。冲洗虽好，却不能让女儿失去清白。就在这时，徐宝石震惊地叫出了声：你们把他叫来，让他给若曦治病，有陆清舟治疗，我还怎么冲洗？徐天龙的眉头紧锁，心底升起不祥的预感。叫什么？是怕你们的诡计伎俩泡汤吗？你此言一出，徐宝石和徐天龙顿觉全身一震，难道被他看穿？其他人也愣住，邪恶计划什么意思？你耸了耸肩，心中无奈，我真不懂你的智商怎么成了首富。前些日子林若曦昏迷，徐宝石说是命定要冲洗，这回林若曦又昏迷，他还要冲洗，多简单的问题。他们与这个骗子是一伙的，目的就是想睡你女儿。此话一出，林振南和赵雅兰顿时把目光投向徐宝石，顾倾城也眉头紧锁，神色不善。徐宝石慌了，你血口喷人。而徐天龙咬牙切齿，尽管满脸愤怒，还是保持冷静。陆先生，我知道我们之间有矛盾，但不能胡说。之前我从未见过古大师，怎么可能合谋？他继续辩解，我儿能救治林若曦，是因为他天生诸子富贵命，可以为他渡气运疗伤。你冷笑，诸子富贵命，哪诸子脸吗？看来上次下手还是太轻。你徐天龙差点气吐血。顾小姐，我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和这么个狂妄自大的家伙合伙。这人嚣张跋扈，言行无忌，根本不值得上市。我儿宝石比这人强1000倍。徐宝石上前一步，傲然道，我比他强1000、10000倍。顾倾城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，淡淡道，哪儿强？是你被马骑过。徐宝石瞬间哽住，这是他一生的耻辱。你不屑道，别跟他们废话，不值得。随即你看向林振南和赵雅兰，他们是一伙的，想查找证据就自己找吧。
还有，若不是顾小姐劝说，你们即便跪下来求我，我也不会来治病。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不必找我。但还有个前提，天龙集团的股份得给顾小姐。林振南和赵亚兰心里怒火滔天，他这是什么口气，在命令谁呢？但为了女儿的病，终究得低头。明白，我会把地给顾小姐。你见目的已达，不再多言，径直走向2楼卧室。路过顾大师时，对方刚从地上爬起，面目狰狞。站住，小子，你个黄口小儿，怎敢踢我？砰！你又是一脚将他踹飞。你这种懂点皮毛的妖人最恶心，敢再吵吵，我踢死你！大厅里寂静无声，众人目送你走上楼梯。当你进入卧室，大家才回过神，想跟着去看。可刚走到门口，房门突然关上。房间里，你看到平躺在床上的林若曦，虽然长得漂亮，但这冷脸却让人无趣。你伸手轻触她的手腕，怪不得找我，原来换了方法。说着，你掀开被子，把林若曦的衣服一点点脱下来。不一会儿，你将她调整至治疗状态，肚脐入指，以指为针。2分钟后，治疗结束。怎么还没醒？治疗办法没错，应该是还在睡眠状态。旁边站个大活人，居然不醒，真是睡死了。你摇摇头，没再多想，全当他还在睡觉，随即也不帮他穿回衣服，盖好被子，转身就走。也就在你出门的一瞬间，林若曦徐徐睁眼，从牙缝中挤出3个字：陆清舟。他活了这么大，还从未被别人看过。不要说男人，就连女人都没有。可他不仅看了，还用手指在身上乱碰。客厅内所有人都坐在那里。林兄，你不能听这疯话，我愿对天发誓，我之前绝不认识顾大师，陆清舟绝对是污蔑我。顾星城静静坐在一旁，眼神冷静，心中虽信任你，但缺乏相应证据。林振南和赵亚兰沉默地呆坐着，并不表态，他们心中有数。这时若对徐天龙发起攻击，万一你没治好林若曦，该如何是好？还得依靠徐宝石和古大师，因此选择不表态，就是目前最佳策略。终于，你轻松推开房门走出，怎么样？若曦好了吗？林振南和赵亚兰赶紧起身问道。顾星城眼中也满是期待，而徐天龙3人则紧张万分。你望向他们，居然还能和平共处，有些疑惑。林振南得知女儿被陷害，居然还能忍，真是个受气包。治好了，上去晃一晃就能醒。此言一出，赵亚兰迫不及待冲上楼，片刻后欣喜若狂地回来。醒了，醒了，醒了！若曦醒了。听闻此言，林振南松了口气，而徐天龙3人却愣在了原地。计划了这么长时间，到头来又被他搅黄，这家伙这么厉害。还有林振南是否会相信你的话？如果信了，他们可怎么办？他们开始慌了。顾倾城眼中溢满崇拜，看着你微微一笑，转而看向林振南。林先生，既然陆先生已治好了令爱，是时候履行协议，把合同签好交地了吧？林振南点头，准备兑现承诺。然而突如其来的铃声响起，他接起电话后愣住了。什么？140地块周边要重点开发。与此同时，徐天龙也接起电话，140地块要重点开发。见状，顾倾城眉头微蹙，这个时间点太过巧合，不过很快便舒展开，还是相信首富并不是言而无信的人。我们活了。徐天龙放下电话，心潮澎湃，地块升值几倍，简直不可思议。但他忽然有些后悔，如果再等等，这块地就是自己的，不必和林振南分享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算计，接着便道：顾小姐，我猜对了吧？你提前知道消息，所以才让陆清舟救若曦的，是不是？言下之意，赤裸裸地指出这是利益算计，故意谋害林振南。顾倾城坦然道：的确如此，不过我相信这块地无论翻多少倍，也比不上林小姐重要。林先生爱女心切，就算提前知道，也会让他治疗。他大方承认，徐天龙也无话可说，只好看向林振南。林振南思索片刻，终于开口，脸上浮现微笑。为了女儿，这块地无论价值多少，都可以当枕巾。顾小姐，我自然履行承诺，只是合同需由顾小姐签，不能让陆清舟来签。顾倾城微蹙眉，什么意思？林振南郑重其事地道：顾小姐可能不知情，我家若曦赎税，并非徐兄与古大师设计，而是被你身边的陆清舟气的。地可以给你，但我绝对不能让仇人签字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都懵了。你微怒道：你没脑子吗？哼，不用解释，就是你造成的。林振南态度坚决，顾小姐，地给你，合同随时签。徐天龙忍不住大笑起来，幸亏林兄明察秋毫，否则我就被冤枉了。你说的没错，这个字绝不能让陆清舟签。林叔叔真明智。徐宝石得意地瞪了你一眼，我顾某人从不做龌龊之事，倒是有些人背地里不是人。古大师又恢复了得意，顾倾城气愤不已，没有你签字，按照与张双的赌注，你就得离开。这样一来，即便他再解释，也难服众。如果这个字我偏要让陆清舟签呢？他气势如虹，整个房间气压骤升。徐天龙和徐宝石的笑容变得紧张，林振南也凝重起来，但还是硬着头皮。我无意与顾小姐敌对，但我看不上陆清舟这个无耻之人。如果顾小姐逼迫，我只能毁约。顾倾城眼睛微微眯起，这时你冷笑起来，很好，地给你，我们不要了，但明天天黑之前，我让你们跪下来求我收地。顾小姐，我们走。顾倾城还想施压，但在你冷漠的态度下，他点头离开。当你们走出别墅时，徐宝石忍不住骂：呸，什么东西敢抹黑我，垃圾玩意儿！林兄英明。为了庆祝明天在140地块办破土仪式，怎么样？
徐天龙心情愉悦，地块增值还转移矛盾到你身上，除了儿子没睡到林若曦，这夜简直完美。林振南没应和任何人，摆手让他们离开。楼上的赵雅兰终于忍不住，你为何？林振南叹息，无论真相如何，顾小姐终归要回地京，陆清州早晚会变成废人，而天龙集团长存，要牺牲一个人，只能是陆清州。话音刚落，林若曦走出来，眉头紧皱，爸，我们有没有可能小瞧了陆清州？你和顾倾城离开别墅，他依然愤怒难平，认为林振南忘恩负义。他见你脸色阴沉，主动道歉，对不起，要不是我，你不会受这种委屈。我也不知他会如此，今后不让你再做任何不愿做的事情了。顾倾城越想越觉得愧疚，你轻声安慰道，别责怪自己，是他们毫无底线。话锋一转，你语气变得坚决，既然如此，就不怪我做点什么了。停车，我得下去办件事儿。顾倾城一愣，你想干嘛？别冲动，他们可是天海市商界的大人物，意外那样太便宜他们了，我要让他们乖乖跪下，把地送回来。你说完便猛然打开车门跃下车。顾倾城惊呼，青州，但睁眼再看，你已跑远。20分钟后，你的身影出现在140地块，你目光闪烁，步伐沉稳地绕着地块走八卦步，一边抬头观察星象，脸上现出前所未有的庄严和决绝。之前你从未动用过特殊手段，但这次林振南激怒了你，尽管你对商业并不擅长，但却能施法。1个小时后，你绕着地块走完最后一圈，脚重重一跺，厉声喝道，阵起，轰隆，地面好似颤了颤，夜空一道流星闪过。第二天，省里决定重点开发140地块周边，消息传遍全城，大家原以为徐天龙面临巨大打击，却没料到最终小丑竟然是你。有人粗略估算，如若开发顺利，徐天龙此番可赚超20亿，只可惜得和林振南分一半。徐天龙还在后悔。宝石，你去盯紧现场，1个小时后破土动工仪式就开始了，确保现场布置得体面些。徐宝石得意满满，等着看吧，陆清州那个小辫三还妄想让我们跪下，等会儿就让他颜面扫地，哈哈哈。云顶天宫，张双风风火火地冲进别墅，手握一张邀请函，天龙集团送来的破土动工邀请函，上面特别强调陆先生必须到场。你随意地接过邀请函，陆先生，你对这封邀请函有何感想？顾倾城脸色难看，不知该如何帮忙，有什么好感想的？既然邀请了，就去呗。你这个人脸皮还真厚。张双气不打一处来，瞅向顾倾城，小姐，按照约定，他没拿回土地，应主动辞职，你也听到了。顾倾城面露难色，他也知道地拿不回来，但舍不得让你离开，只得硬着头皮。今天只是破土动工，也许还有机会等地块回来呢。小姐，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？张双气得直跺脚。你懒洋洋地站起身，走吧，去看看这个动工仪式，说不定有惊喜。话音刚落，你率先出门，顾倾城和张双无奈地跟在后面。仪式现场人潮涌动，天海的名流齐聚，人群中的冷言冷语不断。陆清州也赶来，顾小姐一定后悔不已，土地泡汤还得看她丢脸。顾倾城听得脸红如血，张双更是不停瞪你，可你只是微微一笑，不予理睬。这时，徐宝石撇重走来，故作恭敬，顾小姐欢迎赏光，不过您真不该带这种人来。顾倾城面色冷如霜，我带谁来，用不着向你解释。徐宝石被噎得脸色难看，心里恶狠狠发誓，早晚有一天要把他弄上床。告辞，你看他狼狈离去，随口说道，谢谢你喽。顾倾城听罢，轻轻一笑。而就在人群中，苏婉月也看到这一幕，气得一跺脚，死渣男，一边惦记我，一边还勾引顾倾城，死渣男臭渣男。时间飞快地过去，仪式拉开帷幕，徐天龙和林振南穿着正装上台。徐天龙走进话筒，春风得意的道，在破土动工之前，我还要着重感谢一个人，那就是陆清州，若没有他，我不会拥有这块土地。谢谢你，陆先生。徐宝石隆重鞠躬，感谢你把省里重点地块让给我们，我感谢你8辈祖宗，哈哈哈。现场响起哄堂大笑，谁都能听出这是在嘲讽。你不客气，你们哭的时候别骂我就好。你淡淡回应，四周露出鄙夷。林振南忽然开口，其实我也得感谢陆清州，要不是他我还入不了这个项目。他停顿了一下，昨天他把我女儿气到旧疾复发，正急得团团转时，他却主动上门说能治，要求让我想办法拿到这块地，并且给他。我找徐总商量，徐总因为担心若曦，立刻答应给我一半土地。可若曦清醒后说是被他气昏，于是我没给地。至于他想要土地的真实原因，我今早才知道，是因这块地即将被重磅开发。这话骤然间让全场陷入沉寂。林若曦猛地瞪向父亲，他怎么能这样说？刹那之后，谴责如潮水般涌来。小人，他早就知道这地要开发，所以设计林小姐活了这么久，见所未见，败类。顾小姐赶紧让这种人滚蛋，否则他会败坏你的声誉。这种家伙简直该千刀万剐。顾倾城拳头紧握，无法理解林振南为何能如此颠倒黑白，而苏婉月则满脸震惊，这真是陆清州干的。而整个现场唯有你不为所动，这些家伙已经无耻到没有底线，何必生气？你冷冷回应，没错，你们说的都对，我就是想要这块地，到现在也是如此。如果愿意，我随时出100万收购。话音落下，全场更加愤怒，真无耻！你的脸呢？这地起码值20亿，你以为你是谁？拿100万买？徐宝石怒吼，顾小姐，立刻解雇他！顾倾城惊愣，心中不解，他这番话是什么意思？这地儿怎能只值100万？闭嘴！张双斥道，
别让小姐和你一起丢脸。你漫不经心，我是为你们考虑。现在给100万，过会儿可能就不值了。行了，别废话，仪式开始吧。你抬头迎着徐天龙凶狠的目光，他脸色铁青。不用你说，自然会破土动工。不过我得提醒，这块地绝不出手，你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。林振南轻蔑一笑，徐董，别理这种小毛孩子，我们给顾小姐面子，没把她赶出去，还是开始仪式吧。徐宝石狠狠瞪着你，不满的低声自语，这家伙就是精神病，等着顾小姐肯定会开除他，最后选我当合作伙伴。徐天龙高声宣告，大家不必在意，小人而已。接下来开始仪式，首先有请古大师上场。商人都很讲究仪式，在各种项目前都会找一位大师，这里的大师正是古大师。出场时，几名员工抬着供桌走来，猪头、水果、糕点齐备。古大师一身布袍，手执长剑，他走到桌前，点燃香烛，口中念诵咒语：吉日良辰，天地开张，四季平安。去，剑被扔向10几米高空，开始向下坠，最后稳稳插在地上。见到这幕，众人惊呼：果然是高人！古大师指着地面，此为福地，挖开可使福气溢流，保障施工顺利，财源广进，从此处开挖。徐天龙和林振南恭敬地鞠了一躬，谢谢古大师。见状，你被逗笑了。傻狗半桶水的骗子骗了2个傻子，声音不大，却在此刻显得尤为刺耳。顿时众人目光齐转向你，你他妈说什么？徐宝石怒目圆睁，你才是傻狗，得不到地故意捣乱。顾小姐怎么能容这种小人？就是什么人呢？顾小姐，让他滚蛋。事情发展到这步，顾倾城也不好再帮着你，小声道，别说了，我只是实事求是，那根本不是福位，是灾位。古大师愤怒冲上前，你这个小子也配质疑我？我3岁启蒙，8岁拜师，16岁。停！如果不想挨揍，离我远点你！古大师吓得一哆嗦，赶紧后退。徐天龙和林振南正欲发作，迟迟未说话的林若曦终于开口道：爸，徐叔叔，开始吧，一会儿过了吉时可就不好了。徐天龙咬牙切齿，我就让你看看是不是福位。林兄，我们开挖。4人目光如刀，挖敲声紧随而至。然而才几敲下去，咚！地面突然塌陷，徐宝石整个人直接掉了进去。深约1.5米的坑洞里，满是密密麻麻的蛇，哗啦啦。周围围观的人瞬间向后退，有些胆小的差点吓昏过去。这怎么回事？挖到蛇窝了，凶兆啊！林振南和徐天龙面面相觑，古大师也傻眼了，这为何成这样？张双吓得脸色煞白，他最害怕蛇，差点尿了。顾星城抓住你的手臂，神情紧张，你淡淡而笑，这才刚刚开始而已。众人愣神时，徐宝石在坑中尖叫：救我，爸救我！徐天龙如梦初醒，快救我儿子！徐宝石被救上来，身上还挂着几条蛇，被抬上担架送往医院。我说是灾位，不信这下好了，挖到蛇窝，不知你儿子还能不能活。这仪式还继续。你嘴角勾起一丝笑，现在我出价90万。唰，众人再次转向你，但这次没谁敢出言不逊，都带着忌惮的目光。你似乎有未卜先知的本事。闭嘴！徐天龙怒火中烧，恨不得将你撕碎。他很想去看看儿子，然而他身为老板，走掉算怎么回事？开了头，仪式就不能停。他咬牙道：我不会让你这个小人看笑话。仪式重新开始，这是古大师的失误，换个地方就行。古大师重新选。古大师额头冒汗，不敢反驳。不错，刚才是因为现场有小人乱我心智，这次绝对不会有问题。说罢，他重新舞剑，去。剑落在不远处，这块地是财权，开挖封土，财源滚滚。挖！徐天龙果断拿起铁锹，林志南紧随其后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铲下土块。土块翻开后，如同打开泉眼般，下方坑洞竟涌出白色物体，四散而出。见到这东西，所有人再次傻眼。白蚁，挖到白蚁窝了，白蚁会啃食房屋，盖楼塌啊！林振南傻住了，徐天龙面色铁青，古大师傻了。林若曦猛然转向你，苏婉月也惊愕看着你，顾倾城缓缓转头，满脸疑惑，你依然淡然。这块地，我出价80万。话音刚落，所有目光聚集在你身上，每个人眼神变得更加疑惑。你给我闭嘴！徐天龙几乎失去理智。白蚁对木质结构伤害巨大，这里本要建住宅区，若白蚁泛滥，谁敢在此置业？他又狰狞道：我徐某人宁可放弃这块地，也不会卖给你，你死了这条心。你微微一笑，懒得回应。林振南面色阴沉，最初是想赔钱，而省里重点投资改变了局势，如今落差巨大。他咬牙道：再来选一块。我不信就这样倒霉。对，再选一块。徐天龙怒目盯着古大师，到底成不成？给我个痛快话。古大师汗如雨下，第一次遇到这种怪事儿。行，当然行，下一块肯定没问题。他快步走到另一块地，这是受工地，住在这里的人福寿延年。徐天龙和林振南奋力挖掘，一敲下去，数百蜈蚣铺天盖地而出，啊！尖叫四起，人群仓皇四散。古大师面如土色，这怎么可能？70万！你淡然开口。徐天龙狰狞道：我今天就不信邪了，再选。古大师又选一块，结果是独产涌出60万！徐天龙不受控制的叫出来，盯着古大师：你个废物东西，要你何用？老子自己选。他随手再挖一锹，尘泥揭开，无尽蝎子蜂拥而出。
这次不仅徐天龙，连围观的人都崩溃了。这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如果再来壁虎，五毒之物都凑齐了，怎么开发？怎么助人？你以为白蚁没毒吗？白蚁毒性不逊色于壁虎，这就是五毒之地，快撤，不然被咬了。人群又走了大半，徐天龙顿时呆立当场，心中的绝望难以言表。这消息传出，这地就算便宜也没人会买。林振南崩溃大骂：陆清舟，是你搞的鬼对不对？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，你故意坑我们。你摊开银行卡，别废话，50万卖不卖？周围寂静无声，没人再发表任何意见。这块地不要说50万，就是5万，他们都觉得贵。你林振南险些气吐血，50万？这块地自己可是花了6.5亿入股，在没开挖之前至少值20个亿，50万卖给他，贬值太快了。徐天龙恼羞成怒，拿起铁锹走上前，发疯道：我要杀了你，我要弄死你个小瘪三！你轻蔑一笑，还没出手，顾倾城骤然挡在前，你敢碰他一根汗毛，我会动用家族力量灭你全家，不信试试！嘎！徐天龙停下脚步，顾倾城可是帝京顾家大小姐，顾小姐，我不懂你到底为什么护着他，我儿宝石哪点不比他强1000万倍？顾倾城淡淡道：你儿子被马骑过。徐天龙顿时无语。顾倾城收回目光，微笑道：仪式结束了，青州，我们走吧。这时你想了想，又问道：40万卖不卖？不然30万。徐天龙被气得眼睛一翻，直接昏死过去。回去的路上，顾倾城笑盈盈地问：这一切都是你搞的？他眼睛一眨一眨的，像天上星星。你总觉得他变了一个人，不是之前认识的顾倾城，现在更像邻家大姐姐。相比较之下，你还是更喜欢顾妖精，可以时不时看两眼。你猜？开车的张双故意咳嗽几声，透过后视镜翻了个白眼，还敢让小姐猜？真忘了自己只是打工的身份。小姐，承诺还得履行。陆清舟没拿到地，该主动离开。顾倾城瞬间脸色阴沉，情况你不是看到了？这地没价值，你还想让我赔钱？张双被怼得无话可说，赌注还继续。他们很快会把地求着给我，你随口回应青州。顾倾城满脸疑惑，自己都已经帮他解围了，他为何还要主动找麻烦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张双赶紧敲定，你对顾倾城微微一笑，我不是为了赌，是想帮你做出成绩，摆脱那个傻子，让你有自主权。当然，如果到时候你选择我，就带他去找剩下6位未婚妻退婚，若不选，就当与他退婚完成，继续去退婚。顾倾城脸色嫣红，轻声道：有你在，真幸福。幸福。听到这2个字，你想起有件事还没做。顾倾城命中带煞，得帮他，但眼下条件有限，先制作护身符吧。停车，我得出去一趟。你突然说。顾倾城一愣，以为你会说些别的，没料到是停车。难道是因为自己表达的太直接了？张双迅速停车，待你走后，他试探：小姐，你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顾倾城把头转到一边，冷冷道：好好开车。你走下车，联系雷虎。不一会儿，一台玛莎拉蒂停在面前，苏婉月严肃地看着你。上车。显然他关注了你很久，直到顾倾城的车走远才出现，你不禁感到无奈，怎么哪都有他？不用，有人来接。苏婉月翻了个白眼，他已经摸清陆清舟的性格，非常喜欢装高冷，然后背地里偷偷跟踪，而且非常会装，一旦被戳穿就恼羞成怒，否则他为什么会下车？一定是发现自己在后面跟踪，主动下来给机会的，还不好意思承认，懒得戳穿他。我有个问题要问你，你怎么知道这地方不适合开发？地下满是毒虫，他步步紧逼，你本想走，却知他不达目的不休，只好淡淡回应：我做的法把毒虫聚过来的。噗！苏婉月笑喷了，不说就算了，你以为我傻还做法？他根本不信你能在监狱学这些。你淡淡的说：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。有问题？你跟林若曦结束了吗？我们本没开始，何谈结束？因为我……闻言你吓了一跳，这是什么虎狼之词？苏婉月见你这副表情，以为自己猜对了，傲然道：我早看穿了，你也不用藏着掖着，刚开始觉得你不靠谱，通过这几天相处发现你还行，我们可以先做朋友，以后……你干什么去？他话没说完，发现你已经快步离开，他紧跟而上。追女孩要大胆，你总是遮遮掩掩，而且你心里有我，为什么不敢承认？你停下看着他，你为什么如此普通又如此自信？普信？苏婉月脸色一变，这话太难听了，你才普信，不过是运气好点被顾小姐选中，没了顾小姐你什么都不是。话音刚落，一台劳斯莱斯停在玛莎拉蒂前，雷虎走下车，直奔苏婉月。你是谁？跟着陆先生干嘛？苏婉月见状心跳加速，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看到天海市地下皇帝，压迫感太强，有种被死亡凝视的感觉。你迅速上车，不愿多留。好的，陆先生，我这就开车。雷虎迅速坐上车，像条听话的狗。苏婉月目送劳斯莱斯远去，足足1分钟过后才缓过神，随后咬牙道：还不是靠顾倾城，现在装得越高，将来摔得越疼，等你一无所有那天一定会来找我，我等着那天看你还装不装。车内，雷虎开车时轻声问：陆先生，如果你觉得麻烦，我解决他。他误以为苏婉月是个捞女，算了，躲着他就好。你说知不知道哪里能买到毛玉石？这雷虎有些为难，你要没见过光的毛玉石，可里面还得是玻璃种。玻璃种已经多少年没有新的面世了，这太难了。你想想也对，他们没有透视眼，也感受不到气，没办法分辨。不过雷虎话锋一转道：
天海有条玉石街，可以去碰碰运气。听说那里以前曾开出过玻璃种，去看看吧。你说，不久之后你们来到玉石街，你向前走，停在一个油腻的摊主面前。摊主见你过来，心中一乐，看他的样子就知道根本没什么经验。老板，来看看我的，我这里的石头都能出玉，而且成色极佳。3年前我们这儿就出了块帝王绿，我当时卖了一位2万，人家转手就卖了几千万呢。这一批就是同一批，可能还有帝王绿呢。旁边的商贩们嗤之以鼻。摊主的故事除了保证出玉是真的，其他都是胡扯。你没搭理摊主的吹嘘，巡视了一圈后，盯上一块拳头大小的黑石，这块我要了，多少钱？周围人都愣住，哪有直接说想要的？真是个愣头青，被宰活该。摊主差点笑出来，心想黑的就是你这样自以为是的蠢货。老板果然好眼力，实不相瞒，我也看好这块，本来都想自己留着开，因为看你有缘才卖。如果你想买，一口价10万，给钱。什么？这就给钱，不还价？果然是愣头青，这块石头最多值1000块。活该被骗，就应该遭受社会毒打。周围人见你直接给钱，纷纷露出讥笑。摊主也没想到你能如此痛快，差点笑出声。老板大气，不过我们这里有规矩，一经售出，概不退换，赚了是你的本事，赔了是你自己打眼，与我无关。话音刚落，咔，你用手指把石头表皮抠掉，发出清脆声响。下一秒，一抹耀眼绿光透出。我靠，什么帝王绿？围观者顿时目瞪口呆，发财了。只是这一个切口，至少价值100万。如果打开里面是满绿，至少在1000万以上。这么多年没有帝王绿，没想到这人是真大师。见状，你微微一笑，果然没错，用如此质地的玉石助其护身，不仅仅能带来好运，更可能抵一次生死灾祸。若是给顾倾城，他至少短期内不用担心生命危险。收起玉石，你准备离开？等等。摊主忽然开口，手里拿着一块相仿的毛石。小兄弟，你搞错了，你买的是这块，你手中那块是我的，你的。你一愣，当然2块石头长得像，你拿错了，快把石头给我。闻言，一直站在你身边的雷虎眼睛一瞪，你他妈想耍无赖？信不信老子把你丢到河里喂王八？摊主全无惧意，你手里的帝王绿至少值300万，只要拿到手，以后啥也不用愁。你把嘴放干净点。一句话，留下石头，你们可以走；如果不留下，你们人也别走，我让你们爬出这条街。说完，周围人倒吸凉气，纷纷劝道：把石头留下吧，你们斗不过他的。这帝王绿值好几百万，你压不住这份财，当破财消灾，这是摊主的地盘。想清楚后果，摊主得意非凡，双臂环抱。我不想说第二遍，留下石头，滚蛋！还有你敢骂我，自己打2巴掌。他看向雷虎冷哼，你讶异的看着雷虎，这家伙不是地下皇帝雷虎，被人当街威胁。雷虎被看得脸色通红，你大爷的，老子直接弄死你！说着，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砸向摊主，瞬间血流如注。摊主骂骂咧咧威胁道：你给我等着，三哥快来，我被人打了！喊声震天，谁敢打你？人群中传来咆哮，都他妈给我滚蛋让路！谁敢在玉石间闹事儿？几名壮汉提刀而来，周围人迅速远离。是他们三哥，他们抢我石头还打人，今天我要让他们爬出去！妈的，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动我！为首的三哥气势汹汹冲过来，可当他见到雷虎霎时魂飞魄散，想说的话直接咽了回去。这可是地下皇帝！摊主没察觉三哥的忌惮，还在挑衅，再狂，今天不让跪下叫爷爷我就不混了！啪！三哥一巴掌抽在他脸上，叫你大爷叫闭嘴！他说着双膝一弯，跪地满脸谄媚道：爷爷您来了！周围人全都傻眼，三哥可是这条街的一霸，他居然下跪三哥！摊主瞠目结舌，三你大爷！这是雷虎，快跪下叫人！什么？霎时间，周围人惊得目瞪口呆。人人都知道雷虎，但真正认识他的少之又少。摊主差点吓得咽气，立马跪地求饶：爷爷我错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不知道您带着孩子来，对不起。大家也都误以为你是雷虎的孩子。雷虎立刻出声：瞎了眼的东西，这是陆先生，是我主人，老子今天要把你丢到河里喂王八！他杀气腾腾的迈步，什么主人？摊主惊慌失措，算了，这时你冷冷开口，不必浪费时间，这种小事不值得要人命，会伤福气，打断他四肢扔到马路上要一辈子饭就行。说完你转身欲走。是。雷虎连忙回应，迅速拨电话安排。随后在摊主的哀求声中紧跟你的脚步。陆先生，阎王好哄，小鬼难缠，很多人没见过我，所以我碍事。哪能买到刻刀？您要雕刻？这个我知道，天海市玉石界大师古大师的藏宝阁，他的雕工名气在国内响当当，很多外地大佬都请他出手。你原想亲手雕刻，但既然有人带老爷，未尝不可。几分钟后，你们来到藏宝阁，眼前各种雕刻作品琳琅满目，其中一块3米高的泰山石雕成的仙界图，人物栩栩如生，令人叹为观止。骗子，这里都是骗子，赔我玉石！忽然店内突然传出哀嚎，不仅骗玉石，还骗色，我一切都给你了，你放开我，不得好死！话音未落，两个男人从后堂拖出一名妇女，最后一名男子走出，冷声道：把他轰出去，敢胡说就缝上他的嘴。两名男人听到命令，拖拽的动作更加粗暴，快放开我，快放开我，你们会遭到报应的。妇女泪如雨下，但她的力量在两个男人面前根本不够看，她又无奈地看向你和雷虎，你们别来这地方，藏宝阁就是个骗子，骗财又骗色。
你听了微微皱眉，雷虎也是满脸诧异。还没等你们开口，年轻男人就注意到雷虎，双手抱拳笑道：“这不是雷虎吗？您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见谅，您来的正好。”随后他瞪向妇女，冰冷地说：“这位就是天海市的地下皇帝雷虎，也是藏宝阁的贵客。你要是再敢胡言乱语，我可是不会在意请雷虎出手，让你永远闭嘴。”在天海市，雷虎的大名谁不知道？妇女吓得立刻闭嘴，连挣扎都不敢，只能咬着牙哭泣着。雷虎随便问了句：“李康，这怎么回事？”李康就是眼前这男子，古大师的亲传弟子，就是个来碰瓷儿的女人，想讹我，他再敢乱叫，只能劳烦虎爷您出手了。说完，他狠狠地瞪了妇女一眼，威胁的意味十足。不是这样的，妇女脱口而出：“我们家有块祖传玉石，可最近我丈夫病情加重，急用钱，我就想着拿到这里雕刻，卖个好价钱。我来的时候，这边却把玉石给调包了，我想要回玉石，就要答应他要求，然而他却不肯还我玉石。”此言一出，雷虎脸色也变得难看，道义有道，欺负一个女人算什么呢？李康恼羞成怒，直挺挺向妇女走过去：“敢污蔑我，我废了你！”挥起的拳头眼看就要落下，这一下打中，至少会让妇女昏迷。可就在这时，你忽然出手，牢牢抓住李康手腕。你不是圣母，不是什么都帮，但闻到妇女身上充满了药水的气息，这明显是长时间照顾病人留下的。你缓缓说道：“话好好说清楚，不要急着动手打人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”李康一愣，随后想把手抽回，却发现无论如何就是抽不动，暴躁道：“你个小瘪三想主持公道，雷虎他什么意思？难道要动我吗？”雷虎神色紧张，在天海市谁不知他是地下皇帝，但这个皇帝也不好当，很多人不敢惹，比如藏宝阁，毕竟古大师人脉广大，真的闹起来未必能赢。李康说话要注意态度，这位是顾小姐的合作伙伴陆清舟陆先生。李康一愣，随后冷笑着说：“原来是陆先生啊，呵呵。”脸上带着笑容，眼神却满是鄙视，一个打工仔而已，不值得重视。他淡淡说道：“陆先生既然能被顾小姐看中，想必眼睛不会瞎吧？他说的都是假话，你看不出来吗？”“没有啊，我没有。”妇女趁机脱开控制，跪在地上哀求：“陆先生，如果我办点谎话，天打雷劈，求您给我做主。如果我拿不回钱，我丈夫就要没命了。”说完又在地上不断磕头，声音砰砰作响，真是可怜。李康眼中闪过阴冷的光，顺势就要出脚踢飞他。砰！他那脚刚伸出，就被你后发先至，准确踹到李康小腿。仅用一点力，李康就被踢得侧倒退去。吃软饭的打工仔，敢连续2次对我出手，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信不信我一句话弄死你？雷虎立马紧张起来，连忙和解：“误会误会，陆先生，藏宝阁人脉很强呢，他们的人脉在我眼里不值一提。”你对李康道：“把他的玉石还给他，并且拿出500万作为赔偿，否则就摘了你藏宝阁的牌子。”话音刚落，谁敢摘我藏宝阁的牌子？门口传来一道声音，一名穿着唐装满头银发的老头走了进来，一边走一边咳嗽了2声，正是古大师。店内人纷纷打招呼：“师傅！”李康一瘸一拐走过去，恶人先告状：“师傅，这恶妇血口喷人，这姓陆的不分黑白动手打人，还大放厥词，请您给我做主啊！”古大师点头看向雷虎和你，淡淡道：“雷虎，你好大的威风啊！不要忘记那个人快回来了，我劝你想想怎么保命吧。”雷虎听到那个名字，脸色瞬间变得苍白无比。那个人简直是个噩梦啊！古大师又转向你，警告着说：“你就是顾小姐的合作伙伴。年轻人呢，一步登天可以狂妄，可也得分得清对象，狂错了地方会毁掉一辈子的。就凭刚才你说的那些话，我按理概不轻饶你。不过呢，看在顾小姐的面子上，就站在藏宝阁门外鞠个躬道个歉，然后滚吧。”李康嗤笑着：“你以为自己很厉害是不？我师傅眼里你就是只蝼蚁，捏死你都不费吹灰之力。”这时候门外又进来一批人，都是冲着古大师来的，进来就开始议论纷纷。他就是陆清舟，小人物一步登天，给他狂坏了，敢来古大师这里撒野，也不看看自己算个什么东西，快点给我滚出去道歉，要不然古大师一句话，顾小姐都得把你开除。雷虎心跳如鼓，满头大汗，看来他也不敢得罪古大师。你瞧他这样子，气笑了，冷冷道：“老东西，你连个缘由都不问吗？你说什么？敢对古大师不敬，找死！”古大师神情阴沉下来，低沉说道：“无耻之徒，还敢在我面前放肆！出言不逊，告诉你，我可不是顾小姐，没有什么必须容忍你的义务。赶快在门口跪下道歉，否则就别怪我不给情面。”他对自己徒弟的性格非常清楚，绝不可能干出那样的事。你也被激怒了，心平气和地说道：“难怪雕刻出一堆狗屁玩意儿呢！原来老家伙不仅老眼昏花，心术也不正。正好，我也懒得多说，牌匾就不要了吧。”说话间，你一个纵身跃起，抓住那足有4米高的藏宝阁牌匾，狠狠一拽，咣当一声，牌匾跌落地面，从中间裂开，扬起阵阵灰尘，全场哗然。这和刨人家祖坟有什么区别？还是当着面刨？你个宵小之辈，居然敢摘我的牌子，你找死！古大师气得快要吐血，这可不仅仅是牌匾，这是他几十年来的心血，也是世代传承的象征，现在居然被毁掉了。陆先生雷虎吓懵了，他以为你只是说说而已，哪知道真敢动手，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恐怕古大师多年结交的人都会捉你麻烦。然而你心里毫无负担，
这种欺世盗名的老东西开了家黑店，就应该让他关门。于是随意说道：“不过是给你个简单教训，如果再骗人，就送你们去见阎王。”说完，你准备离开。站住！古大师满脸怒气，敢摘我的牌子，打我的脸，还想走掉？今天我与你势不两立。说着就拿起手机找人帮忙。古大师雷虎想要劝阻，滚开！古大师根本不理会，继续打电话。周围的人纷纷冷笑道：“让他嚣张！我早就知道小人得志必倒霉，现在果然出事了。”古大师名扬四海，据说跟天海最神秘的威虎山庄都有联系，要对付他就是分分钟的事儿。看吧，他不久后就会跪地求饶。你对这些议论声无动于衷，反正要玩就陪他们玩玩。于是低头对一直面露担忧的妇女说道：“你丈夫是不是脑梗阻？你从他身上药味可以分析出来，但还要确认一下。”妇女点头：“是的，陆先生，我是不是给你添了麻烦？小问题，你去抓3仙龙舌草和3蛇尾草，每日2次，3日后你丈夫的病自然会康复。去吧。”此话一出，周围又是一阵嘲笑。他还装起了医生。脑梗阻可是世界难题，除非身价亿万，不然普通人根本无力支付费用。那些几十块钱的中药还想治好，实在荒唐。闻言，妇女一愣，随后坚定地说：“陆先生，药方我记住了，但我不能走。您因我陷入麻烦，如果我就这样离开，那我还是人吗？我愿意以命来承担责任。”你心里微微一震，点点头，没有多说。这时李康冷笑着：“想走可没那么容易。”这时门口传来了声音：“陆清舟，你知不知道惹了多大的麻烦？”所有人都转过头来，说话的竟然是张双，而且他身前竟然站着顾倾城，他怎么来了？张双气呼呼地来到你跟前：“如果我是你，我就去撞墙自杀，别让小姐麻烦，闭嘴。”顾倾城脸色难看，刚刚他接到很多电话，都是要动你，而他则阻止了这些行动。他看到地上被摔碎的牌匾，也有些为难，上前笑着说：“您是古大师吧？久仰大名。今天的事儿，顾小姐不必多说，这牌子是我的命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他必须死。顾小姐若以势压人，我也能搏命一战。”话音一落，顾倾城哑口无言。摘人牌匾确实是大事，更何况古大师还有不少好友都想杀了你。不过他既然认定你，自然要出面保你。可还没开口，你就道：“顾小姐，这事儿我自己处理。”然后你直视古大师，淡笑道：“老家伙，你想怎么拼命就尽管来吧，我就在这儿，不要浪费时间。”青州。顾倾城立即说：“你别多说，摘了牌匾不仅是毁掉古大师的名，更是坏了他的作品，让我来处理。”闻言你笑了：“我没有躲在女人身后的习惯，而且他的作品都是破烂东西，毁了也不可惜。”此言一出，周围骂声更大。古大师可是天海最有名的雕刻大师，在国内也是有名气，还没人敢说他的雕刻是破烂。顾倾城忽然不知道怎么接话了：“顾小姐，我建议你立刻开除他，这种无耻之徒就是仗着你的名气胡作非为，无法无天。”李康赶紧指责：“好，老朽今天算是开了眼，竟敢说我的作品是破烂，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好东西？”古大师气得呼吸急促，暴躁地说：“只要你能让我信服的好东西，证明我的作品是破烂，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。在国内也就那么几个人雕刻比他强而已，拿出来，快点拿出来。”本来你不想出手，但看到顾倾城很为难，不愿让他难堪，便答道：“没问题，今天就让你们长长见识。”说完，从口袋里拿出块玉石，拿刻刀来。周围刹那间安静，而后却爆发出哄堂大笑：“你这是要干什么？现场雕刻吗？这小子是不是精神病？居然想当场跟古大师比试雕工啊！真不知道顾小姐怎么看上他的。”顾倾城脸颊通红，张双气得咬牙切齿，心想这家伙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？是不是在监狱里被揍的？李康满脸讥笑：“你个下三滥，还敢在关公面前耍大刀，笑死我了！雕刻5年基础，8年出师，12年登堂入室，你会吗？还敢出来丢人现眼？你淡淡的说，拿不拿刀？”青州。顾倾城又喊了一声，咬着嘴唇，实在不行只能硬扛了，给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能雕刻出什么，竟然敢说我的作品是破烂。随着古大师的发话，一把刻刀被送上来，小心点，别划到手。哈哈哈，周围笑声不断，也懒得理会。在所有嘲讽的目光中，一手转动玉石，一手手指翻飞，碎石屑不断滑落。众人看到料子的时候，无不惊愕。既然是帝王绿，只可惜被你这么毁了。于是骂声更甚。转眼半个小时过去，你进行最后的修饰，手中玉石变成一个圆球，老家伙睁大眼好好看看，这才叫雕刻。众人听到声音都转过头来看，只见你手上的帝王绿翡翠变成了一个圆滚滚的球体，表面雕刻着数十朵含苞待放的富贵牡丹花，雕工精湛的让人不禁啧舌。所有人都诧异了，尤其是顾倾城和张双，实在没想到你竟然隐藏了这样的技艺。雷虎满脸震惊，而李康则是冷笑了一声，满脸鄙夷地说：“雕工太差，简直不堪入目，只能蒙骗外行。”在行家眼中这不过是破烂，他还随便说了一大堆，称雕花是雕刻界最基础的技艺，并且还毫不留情地贬低了一番。闭嘴！就在这时，古大师忽然开口：“你才是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不懂别乱说话，坏了老夫名声。”李康一愣，惊愕道：“师傅，雕花是最基础的，我没说错啊。”古大师没再搭理他，3步并作2步走到你身前：“陆先生，能否让老朽看看？”周围一片诧异，古大师怎么了？
你淡淡一笑，随手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了古大师。古大师如获至宝，小心翼翼地捧着鬼宫球。这是鬼宫球，老朽从未想过有生之年能亲眼见到翡翠鬼宫球，这辈子死也值了。当他说完这句话，众人更懵了。古大师，鬼宫球是什么意思？对啊，不就是雕刻了几朵花吗？有什么稀奇的？比你的仙界图差远了。周围人纷纷道。古大师脸色顿时变冷，诸位不要胡言乱语，鬼宫球是代表最高工艺的作品，我的仙界图在这个球面前确实是垃圾东西，不值得一提。他说着把球转了个圈，这球还有一层，可以自由旋转，并且里面这层也雕刻花瓣。老朽生平得意之作仙界图只是表面雕刻，而陆先生这个则是内部雕刻，高出老朽整整一个层次。轰！众人脑中闷雷炸裂，里面还有一层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，怎么可能做到？师傅，看到众人都对你透出崇拜目光，李康非常不爽，不屑道：不就是鬼宫球吗？这也不是什么稀奇玩意儿，最多能雕刻到66层，而这不过2层。在他话音落下后，古大师怒的一巴掌扇过去，混账东西！66层的材质是什么？是象牙。象牙质地如何？玉石质地如何？象牙100层也不必稀奇，但玉石1层已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当称陆大师。李康被骂得无言以对，只能羞愤地推到一旁。你朝古大师点点头，你既然承认雕刻的都是垃圾，摘你牌子可有意义？古大师依依不舍看着鬼宫球，摇头道：没有，老朽与陆大师云泥之别，能被陆大师砸牌是老朽荣幸，不敢有半点怨言。技不如人被人踢馆，周围人也不再说话，反而都觉得理所应当。可你还有话说，你没有怨言，我有怨言了。这位女士只是出了气，还没得到公正，如果不道歉赔偿，我一把火烧了藏宝阁，你敢？李康有些慌了，闭嘴。古大师缓缓看向李康，李康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这女人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李康瞬间冷汗直流，险些把真话脱口而出，随后又硬着头道：假的，我怎么可能看上她的？话音刚落，你上前一步，把手伸到李康口袋，拿出一块玉石，这是我的，这就是我的。妇女激动地喊道：是我祖传的。李康见玉被拿出来，脸色一变，当即慌了，双膝一弯跪地：师傅，我错了，我就是一时糊涂，鬼迷心窍，再也不敢了，请原谅我。古大师身体一晃，连咳了2声。李康是他亲手带出来的，原以为对他了如指掌，没想到居然会做出这样的事情，真是让人心寒。他甩了甩头，怒道：败坏门风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被逐出师门。陆大师，他交由你处置。随后他向那妇女深深鞠了一躬：教不严，师之过，老朽惭愧，愿意承担一切责任。妇女得到了安慰，忍不住哭了起来。李康懵了，他知道被逐出藏宝阁意味着什么，雕刻界再也没人会接受他，人生彻底绝望了。你淡淡的说道：你刚才不是让雷虎收拾他吗？正好现在也由雷虎来收拾你吧。雷虎领命，把李康像拖死狗一样拖了出去，事情算是得到了圆满解决。你也准备离开。这时古大师叫住你，走到你面前。陆大师，老朽有个不情之请，老朽愿意以一切交换您的鬼宫球，用来瞻仰钻研，希望成全。顿时周围一片哗然，古大师在雕刻界赫赫有名，身价何止1万，居然要把身价全给换鬼宫球。张双也是震惊的合不拢嘴，竟然用全部身价换这个东西。顾倾城想了想说道：青州，既然古大师这么喜欢，你就成人之美吧，好不好？说完他眨了眨眼，觉得这样做不仅表现出你的大度，还能拉近关系。毕竟古大师背后的人脉也不容小觑，你眉毛一挑，钱再多也不可能给他，这是给你的。话音刚落，你手一用力，鬼宫球被捏碎，碎屑中露出一块小小的符牌。你微笑道：这个送你，戴在身上保平安。傻了，所有人都傻了。你随手捏碎了那个价值10个亿的鬼宫球，旁边的人看得心在滴血，周围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而顾倾城看着居然是要送给他的东西，感觉身体都软了。还有一层。古大师面带惊恐，双膝一弯，跪倒在地。陆大师乃当世高人，当为吾师，求陆大师收我为徒。经过这一搅和，顾倾城瞬间清醒，迅速抢过符牌，像个得到糖果的小女孩。谢谢你，我会一直带在身上。说完快速跑出去。你微微一笑，也没追。看着跪地的古大师，收徒不可能，不过看在你能及时改错的份上，告诉你个药方，保证你药到病除。忽然门口传来一声质疑的微怒声音：何人敢信口胡诌，随意用药，能压制，无法根除你。陆大师来不是别人，天海神医王守文进来后，一看见你吓得一哆嗦，赶忙跑过来兴奋道：老古啊，你真是3生有幸遇见陆大师，他说能药到病除，你有救了。门外顾倾城双手抱着符牌笑个不停，张双越想越生气，照这样下去恐怕没赶走陆青州，小姐都会搭上。小姐，你千万不要被陆青州骗到，他送东西是故意的，为了让你放心入赘顾家，一旦入赘顾家，得到的要比古大师给的多得多。顾倾城像是没听见，张双咬咬牙还想说话，一道声音从他身边传来：只有阴暗之人才会阴暗的想别人，陆先生是正义之士，不是你这种阴暗小人能揣测的。你再敢侮辱陆先生，我与你玩命。说话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那名妇女。张双被吓了一跳，没有再说话。瓷器与瓦罐不能硬拼，恰好你走出来，妇女快速跑到你面前磕头道谢。这点小事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，但救了她一辈子。她最后道：陆先生，
你要小心这个女人，她是个小人。你张双差点气爆炸，说谁呢？你被逗得一笑，收住笑声，说了2个字：活着。说完，你回到车上，顾倾城依然在笑，看起来竟然有些傻。张双开着车愤愤不平地数落你，说如果不是顾倾城出现，你就要被打死。说事情还没结束，可他刚说完，顾倾城的电话接二连三响起，连续接了10几个电话。他开口道：藏宝阁改名字了，叫拜见陆大师，而且刚才的事儿传开了。那些藏家手里的玉石不仅没贬值，反而升值，因为外界都以为古大师得到你指点，将来也能做出鬼弓球。顿时张双脸上火辣辣的，你一头黑线，这叫的什么名字？不过愿意改就改吧，青州，你真厉害，你喜欢就好。见两人打情骂俏，张双气得快吐血。小姐不会真动心了吧？这时他忽然想起还有140D的约定，说省里的科学调查组要来，如果解决不了问题，你就要滚出公司。接着140D块的情况也不乐观。徐天龙、林振南、林若曦、葛真人还有其他公司人员都回到了这里。他们知道，如果省里的调查组搞不定，规划会重新考虑，而这块地也将失去价值。看，就在此时，一台迈巴赫轿车快速驶来，葛真人赶忙跑过去打开车门，恭敬叫道：师兄您来了。林振南和徐天龙也恭恭敬敬地迎接胡真人的到来。事出反常必有妖，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葛真人的师兄胡真人身上。据葛真人所说，他的师兄比他强100倍，国内许多名人都求于他。胡真人穿着一身布袍，面无表情地走下车，仿佛没听见几人的谈话，只是扫视了下土地，缓缓开口：原来如此，有人布阵改了这儿的气场，把风水宝地变成了五毒之地，而且那人的道行不低。一听这话，林振南和徐天龙眼前一亮，果然是高人，竟然一来就看出了门道，而葛真人到现在还摸不着头脑。徐天龙立刻附和：真人所言极是，这地方之前确实没有这么多毒虫，我也一直觉得是有人搞了鬼。林振南也跟着点头，试探着问：胡真人，你有没有办法让这里恢复原样？胡真人背过手去，没有回答，缓步走向里面。就在他踏入140地块的那一瞬，地上那些毒虫像见了鬼似的四处逃窜，方圆10米竟无一只毒虫存留。真人您真是神通广大。徐天龙和林振南一边恭维，一边眼里焕发出希望的光彩。葛真人悻悻地说：你们问我师兄能不能改变，那就错了。这世上还没有我师兄解决不了的问题呢，只是看他愿不愿意。林振南和徐天龙连连点头称是。这时胡真人停住脚步，神秘莫测地说：要解决其实挺简单，有2种办法。第一种办法，找到布阵之人，把他带到这儿来就行。听到这儿，林振南和徐天龙对视一眼，心里同时冒出一个猜测：陆清州，要不然他怎么会对买地那么自信？不过也仅是猜测，陆清州不就是坐过牢的吗？难道监狱里还教风水布阵？于是林振南又问：那第2种呢？第2种更简单，由我来破阵，同时让布阵之人反噬。徐天龙立即道：就选第2种，这个办法好。林振南和徐天龙同时同意，无论布阵的人是不是陆清州，这么胆大包天，确实罪大恶极。不过要是陆清州，那就更好了，反噬掉他，了却后患，有劳胡真人。两人赶紧弯腰表示感谢。胡真人点了点头，去准备东西。1小时后开坛做法。他说完后就闭上眼睛，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看上去像是木头人，把林振南和徐天龙给吓了一跳，活像是瞬间变成僵尸。葛真人笑着解释：二位不用担心，我师兄这是神游去了，虽说身体还在这儿，魂魄可是在外面游历祖国大好河山呢。两人又对视一眼，都看出彼此眼中的兴奋之情，这下可总算是找到了高人。没过多久，消息就在天海市传得沸沸扬扬，这也是徐天龙和林振南刻意宣传的结果。毕竟这140地块遍地毒虫的事儿已经传开了，必须让大家知道问题解决了，才好以后销售。短短半小时，140地块人满为患。乔氏办公室，林若曦坐在你对面，冷冷的开口质问：陆清州，140地块是你弄的？虽然他的父亲还有点怀疑，但他非常确定就是你干的。当初在马场他就觉得不对劲，这次更是确定无疑。所以看到胡真人之后，他立刻过来找你。对，就是我干的，你干脆的承认了。林若曦看你一副无所谓的样子，气不打一处来，整个天海还没有哪个男人敢在他面前这么吊儿郎当。追他的男人能绕天海市一圈，他凭什么用这种态度？他冷声说：没想到你还敢承认。不过好，我来这儿就是给你机会。我爸和徐叔叔请来了一位高人，不仅要破了你的针法，还要对你造成反噬，会伤及性命的。现在你给我鞠躬道歉，我能保你一命。说完，他微微扬起下巴，期待着你在他面前弯腰，但你却笑了。不需要，你要是没其他事儿，就不奉陪了。陆清州，林若曦有些抓狂，从未有人对我爱答不理，你这可是第一个。我不知道是你的性格如此，还是你故意装。总之这是你的最后机会，否则你真的会死。你走不走？不走我可就走了啊！你林若曦气得双手握成空拳，眼睛死死盯着你，你真是不识好歹。我林若曦从未主动找过谁，既然你想死，我也不拦着，但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等到胡真人开始做法，你收到反噬，一定会求我，就在这等着，看你怎么求我，看你还能不能爱答不理，看你还装不装。然而你依然不为所动，笑道：你爸会哭的。140地块这边，胡真人猛然睁眼，仿佛死人突然睁开了眼，
胡真人向前翻身，连续10几个空翻来到祭台前，双手背后稳稳站住不动。葛真人像是小跟班从旁边冒出来，严肃地说：“诸位，真人做法需要足够安静，所以接下来无论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绝对不能动。”徐天龙也严肃地说道：“大家都听到真人的话了，如若谁敢违反，那别怪我徐某翻脸不认人。”没人敢反对，纷纷点头保持沉默。你们也出去。胡真人终于开口，仙风道骨道：“我做法不仅要破阵，更要伤人，只能远观，不能靠近。”两人一愣，葛真人瞪眼道：“我师兄说什么就是什么，只管照做，再不走，崩你们一身血。如果我师兄高兴，还能把布阵之人魂魄抓到这里，到时候再赐你们一根打魂鞭，让你们好好出气，不打人而打魂。”林震南和徐天龙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神仙手段，激动的心脏快要从嗓子跳出来，快速向外退到人群之中。师兄，可以了。葛真人谄媚道：“你也滚。”胡真人冷冷开口。这葛真人顿时语塞。就在他退出之时，胡真人高高跃起，落地之时，手掌重重拍向祭台，放在祭台上的其他物品没动片，唯有3根香被震起。他一手抓香，一手取火，火苗在他手指上跳跃燃香。这一幕看的人不由瞪大眼睛，都看过风水先生之类的，但他们从没有实际见过。而眼前的胡真人用手指点香，问天借火，这些不过是我师兄的小手段罢了，不必震惊，好戏还在后面。葛真人站在人群中解释，胡真人上香过后继续做法，双手合十，凝声道：“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，八王在八方，弟子在中央，今弟子开坛做法，借天地之威，一为除害，二为复魂，天地之威起。”说着向后翻一圈，扎马步，双手合十，全身颤抖念道：“起起起起起！”霎时间平地起风，草木摇曳。这一幕让周围人全体骇然，真的有异象，这位胡真人不是骗子，天威压顶，地威上行。葛真人在人群中淡然开口，用一种自信满满的语气说：“我师兄已经借到天地的威力啊，等一会儿那毒虫肯定会忽然全体崩死，布阵的人也会魂魄离体，不能再活了。”听到这话，旁边的人眼睛瞪得更大了，尤其是徐天龙和林震南，整个人激动的都自然而然地颤起来。胡真人收回手势，重重地踏了下地。他一说完，就看见地毒虫爬出，布满整个140地块。办公室里呢，陆清舟，快道歉吧。林若曦手里拿着手机，正播着现场的情况。他沉声讲：“那胡真人你看到了吧？他真能要了你的命的。然而你靠在办公椅上，请他快点来吧，我等不及了。”林若曦见状，脸色更冷，这家伙真是嘴硬。他看向屏幕，眼神里头泛起一丝丝担忧。可突然他意识到不对劲，自己怎么担心陆清舟呢？不过他很快就摇了摇头：“不，我才不是担心他，我是害怕等他突然死了，却没能撕下他虚伪面具而已。陆清舟，我是在给你机会呢。你被他这么一说，烦得不行，你到底走不走啊？等我亲眼看到你倒下就走。”呵呵，你冷冷笑了一声，抬起手指在水杯中沾了点水，在办公桌上写下一道符文，只是写完又擦干了。你在干嘛呢？林若曦看不明白，皱着眉头问。但你已经不搭理他，他只好又看回屏幕，惊得嘴巴顿时张开。现场无数毒虫像是收到某种指令似的，突然从四面八方冲胡真人去。各位睁大了眼睛好好看，这下我师兄要有动作了。葛真人自信满满的说，也看向了前方。毒虫与胡真人的距离越来越近，很快毒虫到达胡真人身边，然而那些毒虫并没停下，开始一个个向他身上爬去。只是短短几秒，胡真人就被淹没在毒虫之中，再也看不到一丝一毫。众人有些懵，纷纷看向葛真人。他不是说毒虫会全死掉吗？怎么看起来像毒虫要把胡真人给吃掉了？葛真人高深莫测道：“我师兄是在以身引渡天地之位，大家稍等一会儿，要不了多久，那些毒虫就会全死的。”可话音刚落，一道凄惨的叫声传出来，再接着便听胡真人痛苦的喊：“啊，疼死你大爷了！快救我！救命！再不救我就要被咬死了！救我！快来帮我！”他之前坚持住没叫出声，可发现全身同时被咬，根本挺不住。嘎！此刻现场全体懵逼。葛真人皱了皱眉，不屑道：“看来布阵之人有些道行，能模仿我师兄声音。大家都别动，一旦踏入地块，我师兄的法力罚你奶奶腿！”胡真人不等他说完，打断：“我就是你师兄，快救我！快！”说着，他觉得不能这样被动等待，用尽全力向人群跑来，心中碎碎想着也要咬别人，不能只咬自己。众人眼睁睁看着毒虫袭来，全都吓傻了。别怕！葛真人赶忙高声喊：“别怕，这是布阵之人最后的反抗，穷途末路了，别怕别！”我靠！可下一秒，只见毒虫直奔他而去，葛真人率先坚持不住了，转头就跑。快跑啊！什么大师嘛，全是骗子，快逃命！上千号人开始疯狂的逃命，徐天龙和林震南也顾不上形象，逃命要紧，这怎么会这样？林若曦指着屏幕，被震得目瞪口呆。胡真人进入的时候，他看到了毒虫四处逃命，可现在怎么回事？竟然反过来攻击了。他猛地看向你，又是你搞鬼！你淡淡说道：“喂，你可以走了。”你林若曦感觉生平第一次如此生气，你只会说这句话，就不会说点别的吗？说着，他愤然起身：“陆清舟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有一天会亲手撕下你的面具。
你再不走，我撕烂你衣服了。林若曦愣住了，脑子里不由得想起昨晚的情形，她居然把自己脱精光，还用手指乱碰。林若曦咬着牙狠道：“我会让你后悔的。”说罢转身走了出去。你见他走到门外，提醒了一句：“告诉你爸，我最多出20万买地，不能再多了。”现场，胡真人跑出地块，身上的毒虫离开，他被咬得像是血葫芦一般，伤口大大小小数以千计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布阵之人的道行比我还高？胡真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，这事儿你到底行不行？林震南和徐天龙急得不行，这么一闹，把这地方名声搞得更臭了。师兄葛真人也是崩溃，师兄在他眼里简直神一样的存在，错了。胡真人背着手，意态高深，他嘴唇肿得跟香肠似的，神神叨叨道：“从一开始就错了，这地方根本不是被人布阵，而是绝命毒地啊！”众人一听这话，纷纷疑惑：绝命毒地，这不会是斗不过人家，找什么借口吧？砰！胡真人压根没搭理他们，直接双膝一弯跪了下去，对着140地块磕头道：“苍天有好生之德，要不是你大度能容，小弟已经魂飞魄散了。敢跟您斗法，是小弟眼拙，小弟知错了。”说罢，重重磕了个头，又站起身道：“二位，我刚才跟苍天斗了一场，结果你们也看到了。恕我直言，这地方是苍天选中的绝命毒地，别说开发，想要立足都难。你们还是离得越远越好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不过天意难违啊。”说完，他转身离开了。真人别走啊！徐天龙赶忙追问，还一头雾水呢。可胡真人不搭理他，步子越走越快，估计是往医院去的吧。林志南也想追赶，可走出2步，看到女儿回来了，就低声问：“你去见陆清舟了？”林若曦愣了下，随后点头。林志南急促问：“他说啥了？”他说要20万买这块地。林志南听到这话，心脏狠狠一抽，不过又问道：“他有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，比如走神、眩晕、忽然跌倒？”然而林若曦却是摇了摇头，没有，他很淡定。林振南皱眉想了想，随之长舒一口气，如此看来，这件事与陆清舟无关。若你真会布阵做法，可能得重新考虑你和我女儿的婚约了。但可惜你没那本事。20万，小瘪三，想得美。徐天龙也走过来，之前以为是你搞的鬼，没想到这块地竟是绝命毒地，开发是不可能了。现在就寄希望于明天省里考察团的到访，如果他们也没办法，省里就会改变投资计划，地算废了。他跟古大师确认过，绝命毒地是天定之事，不是人力所为，即使有人做到，至少也要50年道行。陆清舟那个小瘪三不可能做到。林振南叹气，虽是首付几个亿扔掉也心疼，只能看明天了。同时140地块是绝命毒地的消息迅速传开，满城风雨，大家避之唯恐不及。谁愿意住在邪门的地方？第二天140地块周围人山人海，至少有数万人聚集，因为省里考察团来了，由动植物研究署署长李华文教授带队。人群议论纷纷，听说李教授是省内顶尖的动植物专家，国内也有名气。这次他带队又有省内10几位专家助阵，肯定能解决，一定要解决，否则这个地方太吓人，昨晚都做噩梦了。人们眼睛盯着场地中央，10几名穿白大褂的专家正在取样研究，你也站在外围观看，骗子。张双冷嘲热讽，有些人说这地是他搞的鬼，现在事情传开，明明是绝命毒地，有些人还往自己脸上贴金呢。你耸耸肩，懒得解释，解释也没人信。张双，顾倾城制止道，再出言不逊，立刻回地京，收了玉符。顾倾城知道你的心意，自然要维护。小姐，张双生气的跺脚，觉得他对你越发倾心，转念说道：好，我不说他了。可您说过地昨晚到手，怎么还没有？关于这点你也很无语，那个胡真人竟敢编造出绝命毒地的谎言说谎，如果他说技不如人，徐天龙一定会来道歉。你淡淡的说，晚了一会儿是我有瑕疵，不过地会到手，140地块的问题他们解决不了。忽然你们后方传来一声怒吼，哪来的无耻之徒，竟配诋毁专家？一个年轻的白大褂男子快步走来，满脸愤怒，才刚开始你就做出妄断，科学研究岂有你妄议？现场保安呢？给他轰出去！这声音吸引在场所有人目光，连专家也被惊动。顾倾城稍微不好意思，毕竟刚开始调查，便笑着解释：专家不好意思，一时失言，希望别介意。你淡然地说：不用道歉，我说的是真话，忠言逆耳，这里就是解决不了，不如去做别的研究，省得浪费时间。这里是布阵，与科学没有半点关系，况且科学的尽头也是玄学。你说什么？年轻男子勃然大怒，身为专家，说话代表一锤定音，哪容反驳？他冷冷地说：我们都解决不了，难道你能解决？你给我解决一下试试。不是，地没到手自然不解决。你年轻男子目眦欲裂，吴刚怎么回事？李华文教授缓缓走来，吴刚转身：李教授，这位满嘴胡言，还煽动人心，说我们解决不了，让我们滚回去。来人正是领队专家李华文。他听后皱皱眉，不悦地看向你，然后面对在场众人说道：各位天海市民，我听到了关于此地的传言，但请不要轻信，一切都要以科学为准，我们一定会找出问题所在。吴刚也附和，尤其不要被某些人的煽动影响，因为有些人就是反社会人格。话音刚落，你又开口：我不是反社会，只是实话实说而已，你们解决不了。李华文忍无可忍，沉声道：再敢捣乱，立刻驱逐。张双瞪了你一眼，仿佛知道你还在哗众取宠。顾倾城思索道：李教授，有没有可能他是对的，你们真的解决不了？此言一出，周围人又开始议论纷纷，
难道陆清舟给顾小姐下了迷魂汤，竟然为了她与专家唱反调？你倒有些意外，这种场合他居然帮自己说话。顾小姐，你怎么能相信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家伙呢？这时徐天龙几人走上前主动介绍，李教授，这位是帝京顾家顾小姐，而这位是给顾小姐打工的，而且还蹲过监狱。帝京顾家可是大夏名门。李教授和吴刚闻言也不禁向顾倾城投去不可思议的目光。李华文不悦道，顾小姐既然出身名门，更应该谨慎结论。林志南也步入了谈话，李教授，顾小姐并非胡乱下结论，她不过是听信了小人的话而已。陆清舟，我知道你急需业绩证明自己，想要拿下这块地，但刻意煽动人心带来负面影响，这太小人了。我说的只是事实，若说我煽动，那请问这地的问题解决了吗？或者说，李教授您敢保证一定能解决吗？李华文被问得脸色通红，其实刚刚已经做完初步探查，但越探查越震惊，在他的一生动植物研究中，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事儿。这片土地上居然有蛇蝎和其他毒物共存，简直难以置信。你闭嘴！吴刚恼羞成怒，你个蹲过监狱的混蛋，李教授的水平也是你配质问的。20年前南部稻苗枯死，是李教授带队改良作物，保障数百万人吃饭。15年前北方玉米减产，他研制淀粉保生产。10年前西部虫害，李教授研究药物阻止灾害扩散。教授从业50年，任职省动植物研究署署长。你个蹲过牢的犯罪分子，凭什么不尊重他？围观者听后肃然起敬，纷纷目光不善地看向你。徐天龙等人盯着你，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出丑，迫使顾小姐抛弃你。但你依然波澜不惊，毫不动摇。别说无关紧要的过去，我只问一句，现在的情况能解决吗？能或者不能？好生狂妄之徒，李教授不能解决，难道你能解决？场中几个身穿白大褂的专家立刻围上来，怒声指责。李教授尚且无能为力，你又凭什么解答？你对科学一无所知，只不过是个哗众取宠的小丑。张双也满脸愤怒，狠狠地瞪着你。你平静地转向李华文。李教授，李华文竖起3根手指，坚定地说道：3年内我会查明原因。听到这话，专家们同时挺起胸膛，确信李教授的话，他从未失信过。听到时间跨度，徐天龙和林振南脸色骤变。别说3年，就是1年也不行，必须现在解决，否则影响没办法消除，省里也会重新规划投资。吴刚误以为林振南是激动，李教授从不食言，说3年就3年，要快也行，让他解决吧，他厉害。说着他指向你，其他专家也阴阳怪气道：犯人，李教授已经给出承诺，你满意了吗？如果不满意的话，你自己解决啊。说着无意听者有心，林振南和徐天龙对视一眼。徐天龙道：陆清舟这块地2个亿卖给你，现场签合同，虽然也赔钱，但总比闲置要好，卖给陆清舟是唯一办法。你淡淡的回应，要自然是要，不过我只出10万，什么3道声音在场中响起，前2声是徐天龙和林振南，10万玩呢，最后一道是张双。陆清舟你疯了，这地值1分钱吗？3年后解决问题还需巨资开发，一旦卖不出去赔得更多，你懂不懂市场？你挑眉笑道：10万贵了那5万吧。徐天龙几乎气炸，他拍这块地耗资13亿，5万的报价简直侮辱。张双咬牙切齿，顾小姐难道就凭你任他胡来？花1块钱都是公司成本啊，我相信他。顾倾城掷地有声，看向你目光轻柔，笑道：别人说的我一概不听。青州，你是不是想要这块地？顾倾城的话令周围人惊愕，顾小姐竟对陆青州如此信任，他俩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林若曦脸色微沉，人群中苏婉月握紧了拳头，似乎对你心怀不满。你微笑着对顾倾城说：我想给你。话音刚落，周围传来不满的声音，似乎觉得你只是在哄骗顾倾城。不过顾倾城却笑得更开心，转身道：这块地一口价4000万。小姐。张双气得要死，恨不得化身杀手弄死你。喂！徐天龙迅速道：能回一点是一点，总比等到最后还赔钱好。很快合同拿出来，双方签字。一直没开口的林若曦终于冷冷说道：陆青州，顾小姐对你还真好，看来你哄女人很有一套嘛。你微微一笑，没接话。徐宝石在一旁揶揄道：恭喜陆先生得到这块地，记得别让顾小姐失望，否则后果自负。这时吴刚故意挑事儿：李教授，我觉得解决这块地的问题需要更长的时间，不如延长到7年来个稳妥的解决方案。其他专家纷纷附和，没错，7年还太短，说不定10年才行呢。李华文没有反驳，似乎接受了这个提议。周围人群中泛起嘲笑声，众人自然能听明白是什么意思。让陆青州狂妄，仗着有顾倾城撑腰，连李华文教授都敢敌对，活该，这就是现世报。然而这时你却轻描淡写的回应：不需要你们解决，这块地是为顾小姐准备的，别人哪有问题，而与她天作之合，顾小姐就能解决。他在说什么虎狼之词？不等众人有所反应，你握住了顾倾城的手，在众人的目光中走入了140号地块，停下脚步，微笑着对他说：姚晴，你相信我，我又怎么能让你输？姚晴点点头，顾倾城看着你的眼睛没有半点犹豫，点头。下一秒，刷刷刷，肉眼可见，以2人为中心，草地摇曳，无数毒虫四处逃散，周围的温度升高，如同阳光洒在身上。怎么可能？在场所有人睁大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这一幕，毒虫真的跑了。然而这还没结束，一阵清风吹过后，鲜花开始盛开，五颜六色，争奇斗艳。啾！
鸟鸣声响起，四面八方的鸟群飞来，莺飞燕舞，奇珍异种，形形色色，春风拂面，万物复苏。轰！眼前美景让所有人震惊无比，李华文、林振南等人都呆住了。顾倾城如痴如醉，环顾四周，眼泪不禁流下，最终目光定在你脸上。他踮起脚尖，亲吻你的嘴唇，柔声道：“我觉得今天是我最幸福的一天。”哗啦啦，现场议论声如潮水般起伏。堂堂名门顾家大小姐竟然亲了监狱出来的打工仔，他们在谈恋爱。故事照进现实。林若曦看到这一幕，感觉心脏被扎了一下，迅速转身离开。苏婉月双手牢牢握拳，指甲快按到肉里。徐天龙和林振南交换眼神，感觉问题严重了。陆清舟可是两家的敌人，若他真与顾小姐在一起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两人同时转头离开，要想办法应对。徐宝石内心愤怒不已，按照计划，自己才是顾倾城的另一半，姓顾的，老子早晚让你付出代价。有人离开，有人入场。李华文眼神如见神明般狂奔而来，顾不得打扰两人，疯癫问道：“你怎么做到的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老夫研究了一辈子的动植物学，从未见过这样的奇观。顾倾城也一头雾水，你烦躁舔了舔嘴唇，好甜，随口道：“我说过，这地方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。”李华文极力反驳：“量身定做不可能。”他一心想知道真相，几乎恨不得拆了你的脑袋研究。不知道。你简洁说了3个字，转身离开，一点眼色没有，耽误好事儿。顾倾城想了想，跟在后面，装什么装？等两人走远，吴刚走过来，面带不屑道：“李教授，他不过是装神弄鬼罢了。我认为可能是钦诺克风，他一定提前联系气象部门知道。如果我们多等一会儿，什么事儿都解决。这种风能一夜让气温提高30度，由冬入夏，鲜花盛开。”啪！李教授一巴掌扇过去，闭嘴！钦诺克在冬天，这是什么季节？他又拿起一朵花，这是夏草，那是冬梅，你竟然说是钦诺克？吴刚无言以对。李华文仰望，神迹啊！原来科学的尽头是玄学。与此同时，整个天海市传开了纷纷议论。有人说你是风水大师，有人说顾倾城是天命之女，还有人说你们是天作之合。天海市的140地块被视为福地，地价飙升，价值被认为至少有30亿，5000万买30亿，价值翻了60倍。你怎么做到的？坐在车里，顾倾城眨眼问道：“觉得你全身散发着光芒。”你坦率地说：“我布了阵，专门针对他们，只要拿到地，解除阵法就好了。”开车的张双忧道：“你怎么不说你是玉皇大帝呢？地精能人无数，谁也没听说过布阵，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？”他不相信，尤其看到顾倾城亲你后更不舒服。他算什么？连自己都配不上，凭什么让金枝玉叶的小姐亲张双？顾倾城很开心，也就没沉下脸。小姐她就是骗你的，我愿意被她骗，你管得着吗？顾倾城开心地笑道。说完他脸红了，想到在众人面前亲你，心里有些羞涩。你越来越觉得顾倾城很好，他无条件信任和支持，这是很多女孩难以做到的。或许该认定他，找个机会把其他婚约退掉。你有些怀念之前那个大胆的顾妖精，他如今变得害羞，好像有些陌生。叮铃铃，顾倾城的手机响了，他看到来电，脸色微变，迅速接起。爸，对，好的 M， 谢谢您，我会注意的。挂断后，他激动地说：“青州，我爸刚刚夸奖我了，还说只要我再有些成绩，就不需要嫁给那个傻子。”他十分开心，从小到大婚约是他的梦魇，如今终于看到解除的希望。你思考片刻问：“那嫁给我好不好？”好啊。顾倾城脱口而出，可说出口他就后悔了。才不要，你要先求婚我才能答应。话音刚落，咣当，车身剧烈颤抖，就看后方一台车撞到车位上。怎么开车的？张双听着你俩撒狗粮已烦躁不已，被撞到更是火冒三丈，立刻推开车门下车。可刚下车却瞬间愣住，后方不是一辆车，而是一个浩大的车队，9台车前后各4台黑色路虎，中间一台豪华劳斯莱斯。第一个路虎撞到了车位，车门同时打开，30名黑衣墨镜保镖站在两旁，气势令人不寒而栗。劳斯莱斯车门打开，昂贵定制西装的年轻人走出，满脸桀骜不驯。周乾坤。张双认出了他。周乾坤。顾倾城透过后视镜也认出他。他是谁？你诧异地问。不等回答，周乾坤走到车旁，敲了敲车窗。当车窗放下，他轻蔑地看着你，你就是那个登不上台面的癞蛤蟆，周乾坤。顾倾城脸色难看，你说话注意点，陆清舟是我的人，你来天海到底干什么？快说。说完快走。周乾坤无视顾倾城的态度，笑着说：“顾姐，咱们好歹认识这么多年，你竟为了一个外人说我很伤心啊。”嘴上叫姐，表情却轻浮。转向你时，他轻蔑地说：“癞蛤蟆，我这次来天海只有一个目的，那就是灭了你。”他停顿片刻，继续挑衅道：“今天顾姐在，我不动你，但以后出门小心点，遇到车祸遇到歹徒可就不好了。”呵呵。闻言，你眉毛一挑，笑道：“我最不喜欢被威胁，如果你想灭我，那我只能先灭了你。”说话间，你手握住车门准备下车，若非顾倾城还在车上，不想让他见到暴力场面，否则就把周乾坤拽进来问问。顾倾城拉住你的手臂：“青州，别冲动。”你看了一眼他的严肃表情，重新坐回座位。好，呵呵。周乾坤冷笑：“还要动我？你在我眼里就如地上的蝼蚁般可笑。还有，你这条胳膊我要了，在你临死前我一定会卸下来。”他指了指被顾倾城触碰的手臂，说完站直身体：“顾姐，我们很快会再见面，我可以直接杀了他。”
坐上车，后排的黑袍老者毫无感情的开口，他一直在车上没下车。周乾坤坐稳调侃道：“杀鸡焉用宰牛刀？况且顾倾城还在旁边，若他存心阻拦，会有很多麻烦。再等等，以后会有机会。”黑袍老者沉默。周乾坤吩咐司机先去威虎山庄，到天海要去拜访地头蛇，不对，应该是地头龙。前方车里，顾倾城已经把周乾坤的身份介绍一遍。省会龙城人，是省城5大家族中排名第3周家的唯一继承人。5大家族在省内只手遮天，是最具权势的家族，就连省城长官冯百年、战部指挥使古清明也不敢得罪。而周家现任家主周泰山曾救过顾家老爷子一命，家族关系甚密。这些天你小心点，周乾坤嚣张跋扈，什么都能做出来。我会想办法让他赶紧回龙城，不再踏入天海。顾倾城满面凝重，他还有一点没告诉你，那就是周家虽然依附顾家，但依附的是敌对一脉。若周乾坤不择手段，顾家不会阻止。可周乾坤若在你手上受伤，顾家定会震怒，自己也保不住你。这社会就是这么现实。陆清州弱小，所以无论对错都是他的错。见他凝重，你没有反驳，笑道：“我会小心的，放心。”与此同时，西郊庄园，徐天龙和徐宝石也在。那块地真的万物复苏，百鸟朝凤。赵亚兰惊愕叫道：“他没去现场，只是听说。”林振南和徐天龙点头，两人心如死灰。5000万卖地后变值30亿，这还不包括后续开发的价值。自己最后什么都没捞到，还赔了10几个亿。难道陆清州真的像外界传闻那样有大神通？赵亚兰颤抖问道，心中开始后悔，早知道他这么厉害，就应该让他多与女儿接触。林若曦咬着嘴唇，眼前又出现你和顾倾城在地中一幕，现在想起心还很痛。狗屁神通，都是些歪门邪道罢了。徐宝石愤愤不平道，我认为他一定是在监狱里学的歪门邪道，监狱里有什么好？我听说有人为了诈骗，研制特殊药物撒在地里，让地颗粒无收，他们趁机卖药。陆清州也一定这样干的，否则他为什么要激怒李华文教授？一定是担心研究时间太长被发现。听到这话，林振南和徐天龙眼前一亮，有道理。监狱里都是阴险狡诈之辈，陆清州也不例外，未必是能力，有可能是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宝石说的有道理。林振南点头，哼。徐天龙冷哼，小小之辈竟敢算计我，终有一日我让他付出代价。越想徐天龙越愤怒。林若曦摇了摇头，他们就是固执不认同你的优秀。好吧，不承认就算了。他冷冷地说，我累了，要回去休息。突然徐天龙开口，林振南，你也看到了陆清州和顾小姐的关系，之后的日子恐怕会越来越困难。如果不打垮陆清州，我们可能会有倾覆的风险。林振南神色凝重，谁说不是呢？有什么建议吗？徐天龙清了清嗓子，我有个提议，结盟我们2合为一，这样我们足够强大，就不怕顾小姐带来的资本，打垮陆清州易如反掌。林振南沉吟片刻，点头同意，这是目前最好的办法，不能让陆清州继续成长。徐天龙继续说，为了稳固联盟，不如让宝石与倩倩成婚，两人成为夫妻，我们就是一家人。他早就想着联姻来图谋林振南的家产，这次机会正好。此言一出，众人愣住。徐宝石没想到，迅速看向林若曦，眼神热烈。林若曦冷声拒绝，我不同意，还没做好嫁人准备，更不喜欢徐宝石，我们只是朋友，我绝不会嫁给他。他早就知道徐宝石骗过许多女孩，没有100也有80，嫌他脏。徐宝石嘴角颤抖，不发一言。徐天龙知道他不会同意，煽动道，林兄，嫂子天海，只有我家宝石配得上倩倩，他俩不结合联盟，如何稳固？联盟不稳固，等待我们的就是灰飞烟灭。林振南和赵亚兰交换了眼色，知道拒绝的话就要和徐天龙分道扬镳，后果如他说的严重，于是两人同时点头，好，我们结成亲家。很快，徐天龙和林振南宣布明晚8点在西郊庄园为徐宝石和林若曦举行婚礼。天海市震惊不已。林振南作为天海首富，而徐天龙是新贵，两者联姻对顾氏是个沉重打击。在办公室里，你正回味那个吻时，张双气势汹汹闯了进来，你没好气地说，下次进来记得敲门，不然直接开除。他气得涨红了脸，你什么你打断他。还记得有人说过，只要我能拿到140地块，我说什么他听什么，不会忘了吧？张双被你的眼神吓退一步，紧张地说，别乱来，否则我去告状。别紧张，我看不上你，目前只有一件事需要你做。张双气得翻了个白眼，本姑娘也是抢手货，竟然说看不上我，我还看不上你呢。随即他沉声问道，什么事儿？你可别太过分。随后你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，滚。张双气得脸色铁青，却不得不忍耐，黑着脸说，陆总，林家和徐家联手，你有何对策？话锋一转，他补充道，陆总，拿到地块后，小姐会奖励你，员工们期待你请客呢。他本想问有什么对策，可又想到你什么都不想才好，只要他让小姐失望，就会乖乖滚蛋。半小时后，你带着员工们来到威虎山庄，汉白玉雕刻的门柱气势恢宏，这就是传说中的威虎山庄，太气派了。进入这里的非富即贵，我这辈子能来一次这种地方值了。员工们纷纷感慨，兴奋不已。你看着也确实不错。张双见你的样子，心中暗暗一笑，就知道这个土包子没见过世面，解释道，这里后方区域私人会所，前方酒吧还可以自由进入消费的。说着看向你，弱弱道，陆总，我只顾着排场，忘记消费这里不低了。如果你觉得贵，我们可以换地方。
但他故意选择这里，要的就是好好黑你一笔。要是你走，在员工中心中形象就没了，怎么都不亏。听到这话，所有员工的目光都集中在你身上。你微笑道：“没事儿，出来玩最重要就是开心，一切消费我买单，开心最重要。”说着，你随手递出一张卡，这里有1个亿够不？什么？张双和员工们都被吓到了。1个亿？你不是来消费的，是要买下威虎山庄吗？张双憋得脸色通红，本想算计陆清舟，没想到被他装到了。不快道，陆总，装叉可不好，等会儿刷卡的时候，对方可不会认账，走就是了。你懒得解释。进入威虎山庄内部，诸如这种卡还有很多，都是监狱里那些家伙送的。进入庄园，员工们酒水瓜果点了一大堆，尽管花销不便宜，可看到你无所谓的样子，也就释然了。坐在2楼卡座，你一边喝酒一边观察舞池。聂公子，我真的不能喝了，再喝就醉了，对不起。远处，一名穿着办公装的女孩醉醺醺推脱，她满面红晕，长发也散开，说话都有些吐字不清。卡座中央，聂公子聂远左拥右抱，嘴角挂着讥笑。苏总，我看你还有余力，只要这3杯喝得下，我们的事儿就能敲定。啊哈哈！周围其他男人露出贪婪的目光。只要苏婉月喝醉，聂公子享乐之后，就轮到他们。这样的安排他们熟悉得很。苏婉月，聂公子是在给你机会，你可要珍惜啊！聂公子和省城周公子要合作，他家厂房扩建订单得5000万，难道你不想拿下？听说你家族有人反对你当总裁，这笔订单拿下，他们还能说什么？赶紧喝吧！哈哈哈！他们越说越兴奋，舌头轻舔嘴唇，目光在苏婉月身上恣意游走，仿佛她已经是他们囊中之物。苏婉月咬着嘴唇，强迫自己保持清醒，严肃问道：“聂公子，这3杯喝完你就把订单给我，是吗？”聂远眼神流露出深意：“当然，你喝完什么都有。”好，我喝。苏婉月想到家族里的一幕，愤怒地举起杯子，把酒倒入嘴里，酒还没下肚一半，胃部翻滚，险些让他呕吐。聂远眯起眼：“苏总看来喝不下，我来帮帮你。”他站起，含一口酒，逼向苏婉月。周围人的眼睛骤然闪亮，纷纷拍手叫好。你要干什么？苏婉月惊恐的颤抖，察觉到他的恶意，想站起，却因酒力不支，没能站起。聂远已经走到面前，粗鲁地抓住他的头发，让他仰起头，随后弯俯下身，嘴唇逼近。滚开！苏婉月拼命挣扎，猛地挥舞酒杯，正中聂公子聂远遭受重击，身体顿时弯下去。桌上众人迅速站起。聂公子，苏婉月紧张地看着这位千红药业的太子爷，内心惶恐，若惹怒了他那苏家将不堪一击。毕竟对方和省城来的周公子关系匪浅，他慌忙起身。聂公子，我是真的没故意，对不起。聂远逐渐恢复，怒火中烧，你竟然敢碰我，找死！他抓住苏婉月的头发，啪啪2巴掌打过去。啊！苏婉月被打得惨叫，聂远还想继续打，却被同伴拦住。聂公子，这可是红姐的地方，别乱来，带出去处理。红姐，威虎山庄的管理人，传言她是该庄真正掌权者的情人，也有人说她是某位大佬的私生女，众说纷纭。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，任何在威虎山庄闹事的人都没好下场。聂远听到红姐2字，迅速住手，但仍不甘心。臭娘们儿，老子让你喝酒是瞧得起你，现在不需要你喝，用嘴喂老子喝，今天老子喝不痛快，明天灭了苏家。说完，他重新坐下。苏婉月泪如雨下。聂远所言不虚，千红药业本就有这个实力，更何况还与周公子搭上关系。他狠命求道：“聂公子，对不起，我真的错了。”旁人纷纷附和，能为聂公子喝酒是你的福气，要抓住机会，快喂！天骄眼泪越流越多。就在今天，在家族大会上明确宣布不会竞争140地块的材料供应，引起了众怒。他立下军令状，会拿到新合同，不然就辞职。而眼前已经不是辞职那么简单。聂公子，我……聂远打断：“喂，苏家火，不喂，苏家灭。”苏婉月在心中挣扎几秒，眼中不由浮现出你的面孔。他明明喜欢自己，却又和顾倾城来往，这个渣男。他缓缓拿起酒杯，含着酒走向聂远。聂远得意地闭上眼。苏婉月可是1等1的大美女，被他喂本身就是种享受，尤其他还是良家，这可是双倍快乐。张嘴闭眼等待苏婉月慢慢凑近。不过就在这时，一双手突然拍在他肚子上。哇！苏婉月猝不及防，只感觉胃部一阵翻滚，胃里的东西不受控制上扬，就看他嘴巴像是水龙头一样，各种各样的液体倾斜而出，直直灌入聂远嘴里，整张脸也被铺满。嘎！同伴懵逼了，苏婉月也懵逼了。聂远缓缓睁眼，抬手摸了一把，特么的，这都是什么啊？好喝吗？这时旁边传出一道声音，众人这才发现，不知何时苏婉月身边已经站了一个人，顾陆清舟。苏婉月像是见了鬼一样，怎么也没想到你会出现在这里。他眼中泛起阵阵流光，你也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他。看到他被逼得走投无路，还是走了过来。这个女人虽然是普信，但有过婚约，还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她被欺负。聂公子同伴们都慌了，太恶心了啊！聂远撕心裂肺狂叫：“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”砰！陆清舟随意一脚把他踹回沙发，讥笑道：“你也配？居然逼女人喝酒，还是不是男人？想喝酒回家找你妈喝去。”说完，你拉起苏婉月，轻声说道：“走吧，以后离这种人远点。”苏婉月有些眩晕，咬着嘴唇，几乎是下意识地跟在你身后，感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安全感。站住！聂远全身颤抖，给我打！
往死里打，快！同伴们犹豫不决，聂远再次激他们，怕什么？有我担着一切，我负责。而且周公子就在后院呢。这话一出，同伴们不再犹豫，拎起酒瓶直扑你而来。但在你灵巧的身影下，动作显得那么徒劳。砰砰砰！仅仅几秒钟，所有人都被撂倒，躺在地上嚎叫不止。这时动静终于吸引了四周人的目光。我的天，居然有人在威虎山庄打架，真是活腻了。别急，今天有好戏看喽！无论什么身份，在这儿闹事儿都别想站着离开。我敬佩那些知难而上之人，可惜常常是勇士入虎口，一去不复返。苏婉月从惊愕中回过神来，面色惨白，颤抖道：“陆青州，快走！这是威虎山庄，再不跑就晚了。快，已经来不及了。”红姐出来了。周围低语升起，只见舞台后方入口一位身材丰得得体、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人走出，她身旁是今日见过的周乾坤。二人携手而来，脸上带着轻松的笑意。在他们身后跟着一名黑袍老者。红姐注意到这边的状况，脸色瞬间变得阴沉，四周的空气仿佛都冷了下来。所有参与者打断四肢，扔出威虎山庄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纷纷倒吸一口凉气，不愧是红姐，果然做事很绝。这时聂远忽然大喊：“周公子救我！我是聂远，快救我！”听到这个名字，大家才知道是千红药业的太子爷。然而即使他父亲来，也不敢在威虎山庄起事。周乾坤也朝声音的方向望去。红姐皱了皱眉：“周公子认识聂远？”周乾坤点头：“我这次来是为了药品生意，千红药业是合作伙伴。他这次到来不仅是针对你，还有一个秘密目的，垄断药品封杀顾倾城的发展机会。”红姐思索片刻，威虎山庄有威虎山庄的规矩，任何人都不能破坏。不过既然他是周公子的朋友，那就赔一些损失。周乾坤笑道：“多谢红姐给面子。”随后道：“小聂在红姐场子闹事坏了规矩，拿3000万赔偿。”听到这个数字，众人倒吸一口凉气。为了一场打架竟开出3000万的价码，但相比之下能安然离开已经不错了。聂远虽感到心疼，但仍表示值当：“谢谢红姐，谢谢周公子。”他阴冷地瞥了你一眼：“陆青州，我在门外等你，今晚不让你后悔老子誓不为人。”聂远放下狠话后狂笑，转身离开。苏婉月面如死灰：“你淡定地说，我最不喜欢被人威胁，提前出手是我的风格。”话音落下，你一脚踹出，砰的一声，聂远如同断线的风筝飞了出去。顾客们都惊呆了，竟然还敢动手，而且当着红姐的面，这可是找死啊！红姐的脸色瞬间冰冷，沉声道：“吴叔，直接杀了！”下一秒，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，气势逼人的逼近你。会些功夫的人都看出这是高手。周乾坤和随行的黑袍老者都微微皱眉。但就在这时，卡座上传来一声呼喊：“住手！”张双慌忙跑过来，看清是你，心中气愤不已：“你能不能安静一会儿，净给小姐添麻烦？”接着对红姐解释：“红姐初来宝地，不懂规矩，我们是顾小姐的人，她叫陆青州，我是张双。”听到你的名字，红姐愣了一下，而周乾坤眼神一变，还真是冤家路窄，这个小瘪三居然来这里闹事儿。红姐，这事儿是我们双方的矛盾，我追加1000万赔偿，让我们出去解决可好？红姐思考片刻，点点头：“这样也好，你们双方的矛盾就由你们解决，但赔偿追加3000万，没问题。”周乾坤满口答应追加赔偿，但张双赶紧阻止：“不行。”张双很了解周乾坤，一旦他解决陆青州，十死无生。虽然很讨厌他，恨不得他死，但今天毕竟是自己提议出来的，让小姐知道没带他回去，后果不堪。设想他继续道：“红姐，你身为店家，在你的地界发生矛盾，无论从任何角度上说，你都有责任。这件事只能由你解决。”就在这时，你冷冷插话：“你们在讨论什么？我才是当事人，怎么不问问我的意见？说话不带我，搞得我好像局外人。那你什么意见？”红姐冷冷开口：“一起上吧。”你毫不在意地说。此言一出，顾客们被震得瞠目结舌，这家伙疯了吗？仗着顾小姐无法无天了。陆青州、张双和苏婉月齐声惊呼，而红姐和周乾坤则满脸愤怒狂妄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红姐和周乾坤也同时开口：“这家伙就是个跳梁小丑，怎么敢大放厥词？”你抠了抠耳朵：“我说，在座的都是垃圾。”话音刚落，田伯、周乾坤怒目圆睁，竟然敢在自己面前叫嚣，当即处死。黑袍老者闻声立刻准备动手，可刚站起来，唰的一声，一道身影挡在他面前，正是五叔。在威虎山庄，红姐不发话，任何人不能轻举妄动，这是规矩。田伯如临大敌，目光转向周乾坤，而周乾坤则望向红姐。红姐冷静地说：“周公子，你先带聂远去看病，这里我来处理。”张双的几句话刺到他的痛点，如果在威虎山庄让外人出手，威虎山庄的牌子就砸了，这点绝对不能容忍。周乾坤一番思考，尽管气愤，但杀了你可能会引来顾倾城的追究，于是他默默离去。张双这时暗暗松了一口气，礼貌地对红姐说：“多谢红姐，初次见面多有得罪，今天我们会赔偿，以后也会多来捧场，希望结个善缘。”谁说我要结个善缘？红姐冷冷回应：“没有人可以在威虎山庄闹事，没有人。”他接着说道：“若顾小姐亲自到这儿，我可能无法决断，但陆青州不过是他养的一条狗而已，没有资格在这里闹事。”五叔直接杀了。听到这话，张双如遭雷击，居然不给面子。不要！苏婉月吓得毛孔炸裂开，后悔莫及，早知如此就该听聂远的，陆青州也就不用死。
武叔毫不迟疑，飞身跃起，朝2楼的你扑去，手撑鹰爪直取你的喉咙。眨眼间，他逼近你的面前，拿命来！砰！但你只是轻描淡写的一挥腿，一脚踹到武叔的胸膛，把他踹得飞了出去，比来时更快，重重摔在红姐脚下。我说了，都是垃圾。话音未落，你从卡座跃下，直奔红姐，还想杀我？现场所有人傻眼了。威虎山庄向来以威猛著称，不容任何人侵犯，而武叔一看就是高手，竟然被陆清舟一脚踹飞。苏婉月、张双乃至红姐都难以置信。红姐脸色阴沉，陆清舟，凭你刚才的所谓顾小姐都保不住你，别以为能打就能横行霸道，社会上靠的不只是蛮力。他心中从未瞧得起你，认为你不过是依附女人的小瘪三。他再次厉声，听他一席话，众人都从震惊中缓过神。没错，能打的人不过是下等货色。威虎山庄在天海市屹立不倒，背景岂是你能想象的？此时你走上前，轻轻摇头，我不喜欢杀人伤福报，也不喜欢打女人，太肤浅，但你的做法着实让我难受。这样吧，跪下磕3个头，我就原谅你。什么让红姐磕头？全场哗然。红姐在天海市人心中可是手眼通天的女人，背景深不可测，让她磕头你能受得起吗？你个小瘪三说什么？红姐勃然大怒，哼，你懒得废话，迅速出脚踹在红姐小腿上。红姐重心不稳，直挺挺跪在她面前，这一跪让所有人呆若木鸡。然而事情还没结束，你不跪我就帮你，记住，这是为你好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你伸手去抓红姐的头发。张双和苏婉月惊慌失措而来。陆清舟，你疯了吗？不给小姐添麻烦是不是能死？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不知进退的小人？苏婉月也跑过来，吓得完全懵了，颤抖道：“你闯祸了大祸，快点给红姐道歉，快！红姐，你起来！”陆清舟不是故意的。红姐气得浑身发抖，滚！她双眼恶毒看向你，狰狞道：“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让我跪下的人，也会是最后一个。你敢不敢让我打个电话？”随便，你回答的轻描淡写，转身回到2楼。刚刚应该废了那个叫周乾坤的装叉犯，怎么能让他跑掉呢？失误啊！你回到了原位，继续喝酒，仿佛身后聚集的麻烦与你无关。而红姐拿出手机拨打号码：“老公，我在天海被人欺负了。”所有人屏住呼吸，酒吧内充满紧张的气氛。电话对话透过酒吧设备放大。小武呢？让他废了那人。红姐牙缝中挤出：“武叔不是对手，现在他就在我面前，而我跪在地上。老公，他让我跪地磕头，否则就杀了我。”狂妄！苍老声音暴怒，在小小的天海，竟然还有人敢动我孙连魁的女人？他是谁？叫什么？孙连魁的名字像一颗炸弹，让现场所有人瞠目结舌。省城的孙家在全省是排名第2的豪门，比周家还高一名。红姐居然是孙连魁的女人。什么张双更是惊慌，来天海自然把整个省的情况摸清楚，也知道孙家是什么样的存在。与林振南、徐天龙作对就够糟糕了，如今还得罪了孙家。苏婉月听到名字直接吓得晕过去。你微微皱眉，总觉得这个名字有些熟悉。雷虎的前辈不就是孙连魁吗？也就是在监狱里养的那条狗。红姐眼神得意，盯着你说：“他叫陆清舟，是顾小姐在天海的合作伙伴，仗着顾小姐的名头竟敢羞辱我。”电话那头冷冷一哼：“帝京顾家我还会忌惮，顾家的小姐我可以完全无视，更不要说她只是合作伙伴。她什么？你说她叫什么？”孙连魁的语气猛然一变：“他叫陆清舟。”红姐下意识道。孙连魁声音忽然停住。这时你走下楼，夺过手机，淡然一笑：“孙狗，没想到你以前在监狱里装乖，出来玩的挺花。这娘们比你儿子年纪都小吧？住嘴！你不要命了！”张双绝望的大喊：“敢侮辱我老公，你知道他有多厉害吗？”红姐双眼猩红，众人也一片哗然。孙连魁在整个省都能排得上名号，他居然敢叫狗。然而下一秒，电话那头忽然响起：“主人，没想到真是您啊，您出来了。”孙连魁像是变了一个人，声音变得非常乖巧：“实不相瞒，我非常怀念给您当狗的日子啊！”汪汪汪！霎时间全场死寂。这特么怎么可能？所有人都亲耳听到，但所有人都不敢相信。电话另一头可是孙连魁孙家的家主啊！陆清舟一个靠运气的小瘪三，居然让孙连魁学狗叫，太匪夷所思了。听着孙连魁的狗叫，你心情大好，挂断电话，随手把电话扔给红姐：“你是孙狗的女人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以后注意点。”说话间，你扛起昏迷的苏婉月就要离开。红姐脑中雷声大作，见你要走，这才缓过神儿。等等，你皱了皱眉，他还想留下自己。陆先生，我还没给您磕头呢，我这就磕。说完，他磕了3个响头。你离开后，红姐立刻警告所有人，今晚的事不能传出去，威胁道：“若有谁敢传灭他的全家，孙家的名声不能毁。”她满心费解：“老公，这陆清舟不过是顾小姐的合作伙伴而已，你怎么那么怕他？就算他在监狱里能打，出了监狱你还怕他？”孙连魁默默叹息，他是不知道那个监狱里都是什么存在。不要说自己，那些国外军火贩子、世界知名杀手、国际金融巨鳄，个个威震八方，但在他面前都得刷厕所。当初不给他当狗，连饭都吃不上。他的身份不是你可以揣测的。从今以后见到他要比见到我还尊敬，他让你做什么绝不能违背。对了，明天天海首富之女要成婚，准备好礼物，就借着参加婚礼的名义见见主人。员工们对你敬若神明，张双却依然不满。陆清舟，你不要再给小姐惹事儿了，若不是你认识孙连魁，会给小姐惹天大的麻烦。傻狗！
你随口骂一句，发现这个女人智商堪忧，你张双几乎要气吐血。看到你还扛着苏婉月，眼前一亮，好，今晚的事儿我不说，把她给我。干什么？你诧异，当然是我送，难不成是你送？张双不快道，现在人人认为你是小姐男友，若外人看到你和她在一起会说闲话，小姐也会伤心。你想想也是，送她确实不方便，于是把苏婉月交给张双。20分钟后，张双把苏婉月放在天海酒店床上，脸上泛出狡黠笑，抬起手把苏婉月的衣服一点点解开，全部脱掉，衣服扔满地，又拾起衬衫，用刀划出2道口子。做完这一切，张双还是觉得不满意，又拿出140地块的合同，模仿你的签字放到床头柜上。做完这一切，他心满意足地笑了。记住，是陆清舟睡了，你合同是补偿，照这样下去，两人一定会擦出火花，小姐一定会踹掉陆清舟。张双离开酒店，碰巧遇到吃夜宵回来的周乾坤，身后跟着田伯、冤家路窄呀。周乾坤阴阳怪气，你回来了，陆清舟死了。张双默不作声，快步离去。田伯沉声，公子要抓他吗？没必要，他在顾倾城身边多年分量重，只要陆清舟死了就好，可惜没能亲手处理掉那小瘪三。对了，对于威虎山庄你怎么看？此行是来摸威虎山庄底细，要知道谁能惹谁不能。田伯变得严肃，不简单，武术很厉害，是高手，还好我们不是敌人。明天参加林家与张家的婚礼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要全面封杀顾倾城。次日你醒来下楼，发现餐桌上准备好了热乎乎的早餐，顾倾城拖着香腮等着你，他穿着宽松的家居服，马尾自然扎起。你醒了。顾倾城站起身，昨晚喝了不少酒吧，张双真是不像话，居然让你请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给你报销。他笑着催促，快吃饭吧，等下凉了。你又想起那个甜蜜的吻，怪不得监狱里的家伙总说，世间最甜最软最嫩最润的都在外面，不用报销，我有钱。从明天开始我做早饭。你笑道。顾倾城也笑了，知道你有自尊心，心想等发工资时多给你奖金就好。对了，林家送来请柬，请我们参加林若曦和徐宝石的婚礼，你去吗？他问完，几分紧张的等待答案。毕竟林若曦曾是你的未婚妻，你本不想去，可看到顾倾城表情不对，还是道，你去我就去。顾倾城心中一喜，他能去，说明他彻底放下了，略显娇弱的说，我想去，毕竟送了请柬，那就去。你们吃完饭，顾倾城上楼换衣服，黑色紧身短裙搭配白衬衫，脚踩高跟鞋，头发高高挽起，妆容精致，标准的女总裁风范。你看到她的样子，顿时被美呆了。事实上，你还有些怀念顾妖精时代，这几天她变得正经，还有些不适应。但此刻她的样子让你忘记了之前一切。顾倾城脸微红，走吧。你依依不舍地收回目光。两人一起出门，20分钟后，你们来到郊区一扇大门前。这里不是西郊庄园，巨大的大门上写着千红药业4个字。林若曦和徐宝石的婚礼要晚上8点才开始，所以你们提早来了这里。你诧异地问道，来这儿谈合作？顾倾城满脸幸福，对，我亲自来谈。古叔叔说队伍里缺药品，千红药业是全省最大的制药厂，我们与他合作再合适不过。我谈完字还是由你来签。你看了看他，心中有些心疼。如果拿下这次合作，他就能摆脱联姻，可他的命运是天煞孤星，那一刻势必会惨遭横祸香消玉殒。即便有玉符也是天意难测，看来还得尽快准备好逆天改命的材料，为他改命才行。你点点头表示同意。两人进了办公楼，不久千红药业董事长聂大海进来。顾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去了车间，陆清舟，你居然没死。他话说到一半，惊愕叫道，昨晚在威虎山庄发生的事儿他知道，被气坏了，不仅让独生子受辱，还损失3000万，若非红姐出手，定要亲自叫人废了他。他个打工仔居然敢动自己儿子，活腻了吗？顾倾城本要笑脸相迎，听到这话愣住了。你们认识？你也一脸诧异，你认识我？聂大海冷哼，怎会不认识？我儿聂远昨晚被你打得很惨，陆清舟昨晚你动了我儿子，今天就赶来千红药业，胆子不小。说完，聂大海不再对顾倾城表现出尊重，直接坐在办公椅上翘起腿。顾倾城没料到昨晚发生了什么，你简单解释一遍后，聂大海忽然开口，过程不重要，我只认后果。事实是你个小瘪三打了我儿子。顾小姐，你要千红药业的代理权也行，前提是让陆清舟跪下磕3个头再说，否则免谈。显然是想搅局。顾倾城心中一震，能不能合作可关系到未来幸福，但让清舟跪下万万不可以。他笑道，聂董，有道是不打不相识，不如这样，大家吃个饭，冰释前嫌如何？正常而言，聂大海绝对不敢得罪顾倾城，可现在不同，聂大海背后有周乾坤撑腰，还特意交代就是来对付他的。他摇头，顾小姐，我很想给你面子，但这件事没商量余地。他贵合作不贵。周公子也看好千红的药品。陆清舟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让顾小姐为难，赶快跪下吧。说完，他的脸上浮现出满满的戏谑。顾倾城心里一紧，当即要告诉你别跪。你忽然道，你已经和周乾坤合作了，说这些都是故意的。聂大海脸色一变，胡说八道。顾小姐，你养的狗对你并非忠心耿耿啊，咱们合作会给你带来巨大效益，条件不过是让他跪下道歉。他为了自己那点可怜的自尊，竟然不愿意跪，我只能说你看错人了。
顾倾城没有答话，紧张地问你，他真的和周乾坤合作？你心中不确定，昨晚周乾坤在那里接聂远，应该是有关系的。顾倾城眉头紧蹙，有道理。哼，你以为自己是福尔摩斯还会推理？聂大海随手点起一支烟，顾小姐，目前我还没和周公子合作，但如果他不跪，也说不准。他吸了一口烟，脸上戏谑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顾倾城观察大海的神情，虽然不想让你下跪，但仍想争取到合作机会。这时你淡然一笑，姚晴想知道他们是否合作，其实很简单。说完，你径直走向聂大海，边走边说，昨晚发生的事你很清楚，明明是你儿子的错，我没废掉他，手脚已经算仁慈，现在给你一次机会，到底与没与周乾坤合作？聂大海见你走过来更加不屑，你算哪根葱，也敢给我机会？他话音未落，你一个箭步上前，啪的一声甩了他一巴掌，轻描淡写的问，合作了吗？聂大海捂着发麻的半边脸，愤怒的难以置信，你敢打我？顾倾城也被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你会突然动手，你转头笑道，养不教父之过，我打他合情合理，这已经算轻的了。聂大海勃然大怒，一拍桌子站起来，我啪，你又一个耳光甩过去，你不说我就打，看是你的嘴硬还是脸硬。鼻血从聂大海的鼻孔流出，他转向顾倾城，狰狞的质问，顾小姐，难道你不想合作了？你的狗乱咬人，你到底管不管？顾倾城想了想，板着脸道，聂董，请你放尊重，陆清舟是我的合作伙伴，他的态度可以完全代表我，这种时刻他必须站在你这边，即使没办法合作。聂大海气急败坏，好，既然顾小姐无条件支持，那就别怪我无情无义了。随即吼道，秘书，让工厂所有员工出来。秘书在门外听到，立即联系车间的工人，不到1分钟，上千名工人蜂拥而出，密密麻麻地围住了办公楼。聂大海、顾倾城看到这一幕，脸色不由变得煞白，外面可是有上千人，陆清舟再怎么能打也不可能对抗这些人，你想干什么？还敢动我？聂大海看到员工都在，底气更足，打你不敢，但打你的狗敢。他盯着你阴冷道，小瘪三，刚才让你跪下磕3个响头就可以，现在得扣100个，否则老子摁死你。啪，你又一巴掌把他打倒，聒噪。姚晴他和周乾坤合作了，否则不敢这么嚣张。顾倾城也看出来了，但更担心的是怎么摆平当下问题。聂大海沾满鲜血的从地上爬起，面目狰狞，我要杀了你，进来。说完，10几名保安拎着橡胶棍冲进来，站住。顾倾城见状挡在你身前，聂大海，今天你敢让人碰陆清舟一根汗毛，我动用家族力量灭了你，立刻让人离开，放我们走。聂大海冷笑一声，那就试试。说话间，他拨通周乾坤电话，把事情快速说了一遍。周乾坤惊讶道，陆清舟竟然活着，不过无所谓，顾家的力量我搞定，记住不要让他死得太痛快，哈哈哈。电话开着扩音，全场听得清清楚楚。周乾坤，你找死！顾倾城顿时变得暴躁，有周乾坤参与，家族力量确实没办法使用。顾小姐，我劝你还是自己走吧，这条狗我杀定了，再不走我就当着你面杀。顾倾城心急如焚，这么多人他根本保不住你。然而就在危急关头，你拨通电话，让人来签红药液，越多越好。顾倾城诧异地看着你，不明白你还有什么后手。聂大海满脸讥讽，还敢找人？我倒要看看谁能救你。我聂大海别的不多，就是员工多，1000名员工谁来灭谁。砰！你不再多说，踹飞聂大海，让你逼了吗？聂董。保安们见状举起橡胶棍，然而他们刚刚举起，你就已经走到聂大海身边，脚踩在聂大海身上，再敢上前一步，我就踩死他。你聂大海被踩得没法动，脸上满是愤怒和不甘。片刻后，秘书慌忙冲进来，结结巴巴说，老板，雷龙王带了至少2000人来了。什么？聂大海愣住了，顾倾城也很意外。雷虎走进来对你恭敬地说，陆先生我来了。见到这一幕，聂大海倒吸一口凉气，雷龙王竟然对他如此尊敬。你把脚松开，交给你处理。是。雷虎微微点头。聂大海见状差点腿软，陆清舟和顾倾城他不怕，可雷龙王就不同了，这人做事很辣。慌忙中他再次拨通了周乾坤的电话，紧张的声音颤抖，周公子救我，雷龙王和他们一伙的，雷龙王就是天海那个所谓的地下皇帝，告诉他若敢动你一根汗毛，我周家能灭了他。雷虎闻言眉头微皱，关于周乾坤到来的消息他也听到了，但他更相信你。不等雷虎开口，顾倾城夺过电话，冷冷地说，你是个屁。说完他直接挂断电话，转身怒视聂大海，聂董耍我好玩吗？刚才他心中满是恐惧，此刻总算是出了一口气。聂大海一听心中发慌，身体忍不住颤抖，他这才意识到顾倾城的背景也能抵住周乾坤，完了。他结结巴巴不知所措，你懒得多说，直接吩咐动手教他怎么说话。是。雷虎大步上前，砰！聂大海见状立刻软倒在地，陆先生我错了，这是周公子的安排，与我无关，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找周公子。顾小姐我不对，对不起，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。你并不打算原谅他，这种人就要一次性解决。但顾倾城却忽然说，算了，打也打过了，就这样吧，清舟我们走吧。他心里明白，即便把聂大海收拾了也解决不了实质问题，合作另一方是周乾坤，再多威胁也无济于事，不如多花时间思考怎么破解眼前的困局。你笑了笑，好。走出千红药业，你才注意到雷虎带来的人马，车辆几乎把整个公司围住。刚刚若是一声令下，场面怕是会失控。顾倾城想与你一同回去。
但你说有事上了雷虎的车，需要我去找聂大海谈合同吗？雷虎试探地问。你摇了摇头，其实是有意放松对聂大海的压力。若聂大海扛不住压力，把合同给顾倾城，对顾倾城而言未必是好事儿。先找到材料再谈，给他惊喜也不迟。于是直接吩咐帮我找3样东西：100年以上未灭的长明灯，3次以上雷击的雷击木，鸡蛋大小的夜明珠。雷虎挠了挠头，这些东西他听过，但加上条件就不敢确定了。不过还是应下来，放心，我立刻让人找，一有消息就通知你。你点头，现在送我回公司吧。回到市区，所有显示屏都在预告林若曦和徐宝石的婚礼，人们议论纷纷，无不羡慕。雷虎扫了你一眼，小心翼翼地问：我也收到请柬，您去吗？要是不去，我也不去了。去吧，既然请了，总得去。车行至公司楼下，雷虎突然想起一个地方可能有你要的东西，见时间还够，你让他直接驱车前往。据说这个天海市下属县的山神庙历史悠久，庙中有长明灯存在。1小时后，你们来到山神庙山脚，香客络绎不绝。有人说这里很灵，天海市人喜欢来求财求姻缘。你抬头向上望了望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，但具体分辨不清。先上山吧，晚上还有婚礼，抓紧时间。走完999级台阶，你如履平地，而雷虎差点累得背过气去。山顶古刹被香火缭绕，古老而庄严。你瞟了眼供奉，露出不屑神情，露出一丝不屑笑容。入青州。正在这时，耳边传来了惊呼，你回头，竟是徐宝石，他旁边便是今晚的新娘林若曦。徐宝石激道：姓顾的，难道你还忘不了倩倩？来这里追她？我告诉你，已经晚了。我们刚刚已拜托大师把八字交给山神，如今关系受山神庇护，谁敢插足，必不得好死。林若曦闻言皱了皱眉，下意识拉开与徐宝石距离。他对此婚事充满抗拒，他有几分期待地看着你。若他能阻止，是好事儿。不等你说话，雷虎怒道：你他妈说话注意点，再敢放屁，老子把你嘴撕掉！徐宝石毫不退缩，雷龙王，你说话也注意点。我和倩倩的婚礼全市瞩目，今晚四方贵客齐聚，我就不信你敢动我。你雷虎气得额头青筋直冒，身在地下，最担心事情摆在明面上，打徐宝石你都打烦了。只是冷笑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来追他的，但你带他来这里，你俩的婚姻不会得到山神庇护，反倒走不长，山神不允许。你说什么？徐宝石怒火中烧，你个小瘪三竟敢诅咒我！啪！你一巴掌把他打倒，懒得废话，转身便往前走，寻找长明灯才是要紧事儿。站住！徐宝石狼狈不堪地爬起，身上满是灰尘，心中憋屈的要死。每次见到他都要出事儿，姓顾的，你他妈除了打人还会什么？告诉你，倩倩是我的，她很快就会成为我的新娘，再惦记也没用。他恼羞成怒，今晚我们就入洞房，我要让她彻底变为我的女人，气死你！林若曦听得又羞又怒，心中也恨，但却无力改变现实。其他人也看过来，满脸疑惑。徐宝石趁机煽动，大家看看他的嘴脸。他一直缠着我老婆，我和我老婆就要结婚，他却追到这里来捣乱。第三者插足，总是人人喊打，场面迅速引起众怒，还敢追到这里，不怕山神责罚。这人没有一点廉耻心，竟然做第三者，这种人就该出门被车撞死。你淡然自若，淡淡道：傻狗，我要想抢，你拦不住。问题是想抢他的不是我。呵呵，徐宝石讥笑道，想抢还不敢承认。你是抢不过我吧？那好，你说是谁敢抢倩倩？你说啊！你缓缓抬手指向大殿的山神雕像，是他。众人朝你指的方向看去，一时愣住。山神，你个小人敢侮辱山神！徐宝石看到这一幕笑了，戏谑道：姓顾的，我是应该说你狂呢，还是应该说你傻呢？居然说山神要第三者插足，笑死我了！哈哈哈，笑声很大，笑得前仰后合。你依然很平静，甚至不屑地笑了。我就问你，如果山神真要抢林若曦，你敢阻拦吗？你说的情况不可能存在，即使有千万分之一的可能，林若曦也是我的，没人能抢走她。他根本不信你的话，觉得你不过是在瞎说而已。可就在此时，一名穿布袍的老头，也就是山神庙的主人大师传来消息：林小姐刚刚把你的八字奉给山神，山神要亲自指引，请林小姐随我来后堂。见到大师出现，所有人都有点懵。你刚说完山神要抢，大师就说山神要亲自指引，太巧了。你淡淡道：来了，你拦吧。林若曦眉头紧皱，不知为何有些紧张。徐宝石咬牙切齿，胡言乱语，敢在大师面前胡说八道，快让大师收拾他。香客也缓过神来，虽然很巧合，但根本不可能。大师，我建议让他长跪不起道歉，快收拾他，以后不准进庙，应该让山神亲自出手，让他横死街头。大师也冷冷道：香主，山神有好生之德，不喜欢轻易惩罚凡人，但你也要好自为之，若再有下一次，无需山神出手，老朽亲自灭之。说完又看向林若曦，林小姐请随我来后堂。林若曦犹疑地看向你，想听听她的意见。这一幕让徐宝石更生气，怒道：倩倩，你还真信他胡扯？能得到山神亲自指引是你的福分，快去，我陪你一起。说着要率先走向后堂，大师立即道：徐公子稍等，只许林小姐进入。徐宝石无奈停下，主动道：既然山神不见我，就是我的修为不到。倩倩你自己去，我等你，今天就要打某些人的脸。林若曦犹豫后还是点头，心中也想把你的面具撕下，他凭什么总是高高在上，不把自己看在眼里的样子？
也想看看自己走出来时看他什么表情。他随着大师走进后堂，你看他们消失，提醒徐宝石道：“记住你说的话，人挡杀人，佛挡灭佛，没有人能抢走林若曦。”徐宝石傲然回应：“对，就是我说的，当然会记住。如果没发生插足，你得跪下磕头。”香客们附和，还要向山神磕头，磕100、1000次。无知小儿竟然在这里撒野，他是幸运的，懂不懂？能得到山神指引是上辈子积的德。你笑着说：“好，若无事发生，我承担后果；但若有事儿，你们必须如约。”好，一言为定。香客们一致同意打赌，心中充满荣誉感。徐宝石阴险地笑着：“姓顾的，你这头磕定了，不用急，我要你今晚在婚礼上当众给我磕头。”可他话音未落，后堂里突然传来林若曦惊恐的呼救：“救命啊！救命！”所有人愣住了，疑惑地望向后堂，真的发生了什么？徐宝石打了个冷颤，心里开始慌乱。你提醒道：“徐公子再不去救你的老婆，她可要变成别人的了。给你时间先去救人，回来再谈磕头的事儿。”徐宝石如梦初醒，不安中还硬着嘴，只是遇到了些意外而已，与第三者插足无关。我去瞧瞧，回来你要给我磕头。他立刻冲向后堂，香客们惊讶不已，也纷纷跟着跑去。陆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雷虎满脸疑惑，完全不解状况。你随手指向山神像，你认为这是山神？神像盘腿坐着，双手合十，像个老者，只是脸有些长。雷虎看了好一会儿，也没看出异样，觉得跟想象中的山神差不多。你淡然说：“等会儿揭晓答案。”随后你也走向后堂。后堂是个四合院，院子里林若曦瘫坐在地，满脸惊恐，衣服被撕开几道，头发凌乱无比。突然房门砰然打开，大师带着怪笑走出来，紧盯着林若曦慢慢逼近。大师，徐宝石冲进来，看见这一幕，惊讶的脸色苍白。你在干什么？香客们惊呆了，印象中的大师慈眉善目，而现在却像变了一个人。而且眼下的情况，只要不是瞎子，都能判断出一二。他要强迫林若曦。陆清舟竟然说对了，他要强迫林若曦。大师见众人闯入，却未见慌乱，一群凡夫俗子立刻滚蛋。本神今天要与他双修，滋滋滋，好美的新娘啊！此言一出，吓得香客们毛骨悚然。林若曦恐惧的颤抖，心中后悔莫及，刚刚就应该听陆清舟的，不进来的。不过还好，相信了一点，保持着警惕，否则连呼救机会都没有。他转向徐宝石：“救我！”惊愕的徐宝石一时语塞，你不屑的笑：“人挡杀人，佛挡灭佛。”听到这声，徐宝石才缓过神，愤然回应：“她是我老婆，我当然救，用不着你提醒。”他转身站到林若曦身旁，面向大师警告：“我尊重你是庙的主人，每次的香火钱都不少给，没想到你敢对我未婚妻下手，今天连山神也无法保你。”说罢，他猛冲向大师，虽说比不上你，但他从小习练跆拳道，也有些底子，更何况大师只是个老头。徐宝石距离大师仅2米时跃起侧踢，一记鞭腿袭向大师的头部，这招伤害巨大的腿法能让人瞬间昏迷。徐宝石心中冷笑，只要制服了大师，林若曦必会对他死心塌地。然而就在鞭腿即将到达的瞬间，大师突然出手，动作灵巧如年轻人，双手迅速抓住徐宝石的腿和脖子，将其固定在半空中。徐宝石双目圆睁，惊恐不已。大师眯着眼：“你就是新郎，正好当着你的面与新娘在一起更有成就感。”说着，他将徐宝石重重摔在地上。徐宝石奄奄一息躺在地，灰尘扬起大师一步跨过他，继续逼向林若曦：“求求你不要！”他在地上拼命后退，声音开始颤抖，周围人也被吓傻了。没料到大师竟有如此实力，做出如此恶行。徐公子，你还不继续吗？不能怂，你的新娘不能被抢走。你微笑提醒。徐宝石听你嘲讽愈加气急，但大师实力非凡，根本打不过。大师停下脚步，轻佻地看向徐宝石：“你还要灭我？既如此，我就先杀了你。”他再次向徐宝石逼近。徐宝石顿时被吓尿了，清晰感受到他是真要杀自己，惊恐道：“不要，我错了，我把倩倩给你，对，就是把她让给你，你们怎样都与我无关，只求别杀我。”香客们目瞪口呆，未婚妻竟能如此轻易让出去。林若曦瞬间忘记害怕，以前只是看不上徐宝石，没想到他会如此无耻，真是人才。你被气笑了，虽知他无耻，但如此无耻实属惊人。你笑什么？徐宝石恼羞成怒：“大师，帮我杀了他，我把倩倩给你，还会每月捐香火钱50万。”大师闻言阴冷笑道：“我喜欢钱，非常喜欢，这笔交易达成。”说完他转向你，周围香客吓得纷纷躲开。雷虎额头冒汗，因为大师给他的感觉很怪，最好别惹我，我不喜欢杀生，但动我别怪我打死你，你随意道。你说什么？大师闻言暴怒：“宵小之辈敢在本神面前放肆，找死！死猴子，你讥笑啊！你真以为自己是齐天大圣？不惹我还能闻点香火，敢惹我让你魂飞魄散！”猴子所有人都愣住，他在说什么？可大师听到这2个字，身上杀气止不住溢出，充满整个庙。几百年来，没人敢叫本神猴子，你在找死！说着，他猛然弯下腰，看他袭来，你飞身一跃，凌空一拳落在他身上，砰！大师瞬间倒地，尖叫声撕裂般响起，像极了野兽狂吠。突然，一团黑烟从大师体内气腾而出，幻化成猴子形状，怒气翻滚。徐宝石吓得瘫软，林若曦面如死灰，香客们吓晕了一半，雷虎也禁不住发抖。顾陆先生，这是什么啊？山魈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山鬼，一种猴子。
不过这只兽香火太多，有些特别。这家伙贪财好色，性格阴险，看到林若曦会动心，得知她是新娘更忍不住，你脑海浮现与师傅学习时的画面，常去山里抓山魈，每次都能发财。遗憾的是，后来附近的山魈搬走了。听你如此讲，山魈心中愤怒，目眦剧烈。凡人竟敢妄凭本神，今日让你魂飞魄散！他口吐人言，怒冲向你，气势比依附在大师身上强了10倍。见状，你立刻咬破左手指，于右掌写下符文，迎上山魈。就在这瞬间，气势汹汹的山魈在半空急停，陡然失去控制，双膝一弯，跪地滑到你面前，惊惶叫道：“九玄门，爷爷饶命！九玄门！要不是这里的异兽提醒，你差点忘了。那个糟老头子常说你是九玄门的29代传人。提起这3个字，你又有些想念老头子，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你认识。山魈连连点头，我是从昆仑出来的，当然知道九玄门。爷爷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。他不断磕头，显然清楚你这一掌的威力。你无奈苦笑，居然是熟人。老头子说过，九玄门当年是天下第一门，于是你轻拍山魈的头。心术不正废，50年敢骂我，再加60年。他身体的黑气顿时散去一些。山魈没有怨恨，反而感激地说：“谢谢爷爷。”说完，迅速逃之夭夭进入山里。神仙，在世神仙，请神仙保佑我。香客们如梦初醒，纷纷跪下。早知道他这么厉害，还拜什么山神？直接拜他。你懒得搭理他们，冷冷答道：“我不是神仙，拜我无用。”有人立即补充道：“神仙，之前是我失言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”其他人附和着：“我们把大殿里的雕像换成你。”你摇摇头劝道：“父母在世便是佛，如果真的有心孝敬父母，比拜谁都强。”说完，你转向装死的徐宝石起来磕头。徐宝石装作昏迷，但你知道他心里算计，于是你微笑着对雷虎说：“骑在他头上拉屎。”雷虎愣住了，可看你的样子好像是认真的。犹豫片刻，他非常为难地解开腰带。既然陆先生发话没有也得急点，你敢？徐宝石迅速睁眼，紧张道：“陆青州，别以为你会点什么就很无敌，这社会靠的是钱。”话没说完，你冷冷打断：“贵不贵？”徐宝石看了看蓄势待发的雷虎，咬牙道：“贵就贵。”看着他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后，你收回目光，取下长明灯。雷虎跟上来：“陆先生就这么放过他？”“我放过他。”“林若曦呢？林震南呢？”“让他们狗咬狗。”后堂内众人都指责徐宝石垃圾东西，竟然舍掉自己妻子狗东西。姑娘，这种男人还是扔了吧，别结婚。今天都这样，以后不一定做出什么事儿。就是他根本配不上你。徐宝石面红耳赤，挤出笑容对林若曦道：“倩倩，你也看到了，不服软，我们都得留下。不用说了。”林若曦又恢复冰冷面庞：“我绝不嫁给一个懦弱小人，我这就回家告诉父母，婚礼取消。”说完，他快步走出大殿，刚走到台阶向下看，发现台阶已经没有你的声音。林若曦咬着嘴唇，委屈的眼泪在眼眶打转。因为就在刚刚，你连正眼都没看过他。陆青州不是徐宝石让山魈杀我，你会帮我吗？你凭什么在我面前高冷？你给我等着，终有一天我会把你的面子撕下。2个小时后，混蛋王八羔子，今晚倩倩可是要嫁给他，他居然能做出这种事儿。赵亚兰气得想要找徐宝石拼命。林若曦坐在沙发上冷冷地说：“我绝对不会嫁给徐宝石，婚礼取消吧。”站在一旁的林震南握紧拳头，脸涨得通红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推开，徐天龙带着徐宝石走进来。你还敢来？林震南怒不可遏，正要冲过去，啪的一声，徐天龙抢先一步给了徐宝石一巴掌，逆子跪下道歉。徐宝石立刻跪地。徐天龙抱拳道：“林兄，我刚得知此事，所以带这个不争气的来让你随意处置。”话锋一转，他抱歉地说：“不过，即使天大的事儿也要过了今晚啊。”此言一出，林震南也崩溃了，邀请函一发，若临时取消，脸面无存。徐天龙絮道：“我路上问了许多高人，国内顶级大师无人听过九玄门，我怀疑这是陆青州耍的花招。”林震南眉头紧锁，林若曦则冷冷地瞥了一眼：“你什么意思？”赵亚兰愤怒地质问。徐天龙耐心解释：“嫂子别生气，此刻我们下不了台，而陆青州又抢了140地块，在顾小姐面前风头正盛，他不会轻易放过我，你们也不例外。如果此刻取消联姻，不光不能对付陆青州，今晚过后我们的名声将受极大影响，不到半年，恐怕我们都将从云端跌落到凡尘。”房间静默无声，这是个事实。徐天龙趁机说：“在山神庙的事儿都是陆青州精心策划，为的是挑拨我们2家关系。婚礼中，我们必须先发制人解决陆青州。婚礼之后，你们怎么处置逆子，我绝无怨言。只有这样才能保全2家名声。”10分钟后，林震南和赵亚兰无奈地叹了口气，同时点头同意。只能如此了。时间飞快，转眼已是晚上7点半。西郊庄园内热闹非凡，门口不断传来礼物播报声。这场盛会汇聚了整个天海市及周边市县的名流富豪，没有人愿意错过张家和林家的联姻。林震南和赵亚兰端着酒杯在人群中穿梭，满面笑容相迎。而徐天龙和徐宝石也同样兴奋。尽管林震南曾说过婚礼后不惜处理徐宝石，但国人比较注重仪式，婚礼一过，徐宝石就是林震南的女婿，林震南还怎么好意思动他呢？一切似乎尘埃落定，除了林若曦尚未露面，她作为新娘要等婚礼仪式开始才现身。龙城周家周公子道：“礼金666万。”播报声再次响起，
所有人瞬间转头目视大门，眼中带着丝丝震惊。很多人都知道周乾坤来天海，但从未想过他能来参加婚礼。他可是省城龙城5大家族之一周家的唯一继承人，实力不容小觑。在这种场合，天海首富、天海新贵都显得微不足道。林震南愕然，随即带赵雅兰上前迎接，而徐天龙也不甘落后，急忙带徐宝石过去。周乾坤身着正装，左右跟随着黑袍田伯和千红药业董事长聂大海和儿子聂远。聂大海的身份本应值得单独播报，但在周乾坤的光芒下被忽略了。林震南客气的招呼，周公子能参加爱女婚礼，实在让我倍感荣幸。他感觉到周围人投来的目光，心中不禁得意，这可是周公子。徐天龙也陪着笑脸，谢谢周公子能来参加婚礼。周乾坤淡淡一笑，你们都是天海顶流，我恰好在这儿来是礼数周全。他打量四周，随即问，那个叫陆青州的小瘪三来了吗？聂大海父子也在找你，当初你打了他们这口气难以下咽，他们希望周公子替你出头。林震南和徐天龙对视一眼，没听说周公子和你有仇。还没到，不过应该快了。周公子找他有事儿。徐宝石谄媚地问，一点小事你们忙吧。周乾坤挥挥手，等他到了再说也不迟。话音刚落，天海市地下皇帝雷龙王到，送礼金399万。人群又是一阵震动。雷龙王是个独一无二的大人物，竟也来出席婚礼。徐天龙和林震南知道山神庙的事儿，但来者是客，必须迎接来的正好。周乾坤冷笑，小瘪三没来，但他的狗却到了，先打狗也不错。这番话让众人摸不着头脑。林震南和徐天龙闻言迅速定住脚步，还没搞清楚情况，不敢贸然行动。雷虎被众人注视的莫名其妙，难道他们想在这种场合发难？不可能，太破坏气氛了。他抱拳恭喜，祝二位喜事连连，笑口常开。林若曦与陆青州的事儿让他无法说出百年好合那样的话。然而林震南几人都没说话。周乾坤盯着他讥笑道，你就是天海的地下皇帝雷龙王，名号不错。雷虎看出他是整个场子的 C 位，心中惊疑，您是狗眼瞎了吧？这位是省城周家周公子。聂远立即出声嘲讽，你不是很牛吗？为了姓顾的包围我家工厂，现在再牛一个看看。话音一落，所有宾客恍然大悟，林震南等人这才搞明白怎么回事。雷虎被骂得脸色僵硬，却不敢发作。这周家实在惹不起，他迅速抱拳，周公子在下眼拙，还请宽恕。周乾坤冷笑，你不仅眼拙，还耳聋脑疾。雷龙王选错队就得付代价，你站在陆星洲和顾小姐那边就是我的敌人。他目光转向聂大海父子，给我打死了我负责。然而聂大海和聂远面对地下皇帝都怂了，骂归骂，可面对地下皇帝动手还是底气不足。雷虎眉头皱起，目光投向林震南和徐天龙，他本是应邀而来，他们作为主人竟然要眼睁睁看着客人被打。不待二人回应，徐宝石眼前一亮，这可是搭上周公子的好机会。于是他忽然吼道，周公子发话了，你们怕什么？都不敢是吧？我来。说着他便挥拳向雷虎头部砸去，唰，雷虎漫不经心的抬手抓住，能走到今天这步，怎能是空有虚名之人？他怒声质问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时地下皇帝的气势展露无遗，徐宝石惊愕不已，居然没打中。林震南和徐天龙亦陷入震惊，徐宝石竟敢对雷龙王动手，是不要命了。慌乱中，徐宝石求助地看向周乾坤，周公子，我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，我出手全是听从您的命令的。周乾坤被逗笑了，这马屁倒挺舒服。他说着冷眼看向雷虎，立刻松开他，否则我弄死你。然而他话音刚落，一道声音突然传来，你要弄死谁呀？听到这话，周乾坤迅速回头望去，当看到门口进来的顾倾城和你，他微微一笑，玩味道，打完狗就要杀主人了。而前方顾倾城穿着一身黑色连衣长裙，高贵端庄，把他大家族出身的气息展露无遗。你走在旁边，穿着一身笔挺西装，走上前随意扫了眼。当看到地上躺着满身是血、呼吸微弱的人，你脸色顿时一变。雷虎。虽然雷虎已被打得不成人样，但你还是认出了他。你快步走到他身边，蹲下摸脉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四肢全断，内脏受损，危在旦夕。没有银针，你急忙点穴保住他的气息。顾倾城看到后吓了一跳，雷虎，他知道你们关系很好，1个小时前他还在帮你。黑脸问，谁干的？顾小姐发怒，宾客纷纷后退。聂大海和聂远躲到周乾坤身后，我干的。周乾坤满脸不屑，戏谑地说，顾小姐别激动，我不过是杀了一条狗，好戏还在后面。他狂妄大笑，让所有宾客心惊，今天敢这样对顾小姐无视的，只有周公子，这是要斗个天雷地火了，你无耻！顾倾城气得牙齿打颤，拿出电话要拨给周家家主周泰山。周乾坤玩味地说，你要为了一个地下垃圾找家族，顾家会看轻你，他们不会为了垃圾出面，如果找我父亲，他会支持我还是支持你？顾倾城停住，他心知肚明，周乾坤来天海是有人支持的，找到周泰山也未必管。周乾坤满意地看着他停下，淡淡地说，我说了好戏还在后面，处理他是开胃菜，真正要处理的是他，一指你。顾倾城怒火中烧，周乾坤，你要是敢动他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，终有一日让你付出代价。周乾坤拍拍胸口，夸张道，好吓人，但我要动他，你怎么阻止？田伯阴沉道，顾小姐，你带的保镖都是臭鱼烂虾，不用让他们进去受苦，他们拦不住。顾倾城咬牙切齿，
天海是小地方，他没带强悍保镖。他看向徐天龙和林振南，冷声说：“二位，他是你们邀请来的婚礼宾客，被威胁你们无动于衷。他们身为主家，必须确保宾客安全。”我林振南哑口无言，徐天龙心中暗喜，周公子居然敢硬碰顾倾城，押宝押对了。站前一步，顾小姐，正常宾客我们会保安全，但即使没有周公子，我们也会留下他。转身面对众人，声量提高：“各位，下午宝石和倩倩去山神庙送香香。”结果陆清舟提前知晓行程，暗中收买大师，让大师扮演歹徒攻击宝石，试图霸占欧倩倩，然后他再现身英雄救美。徐宝石也跳出来，掀衣服吼道：“大家看看，这是大师打的，是他俩设计我。若非倩倩爱我，任何女人真会被骗。”呼啦一声，宾客中掀起轩然大波。他居然干这种事儿，如果是真的，确实该杀。一定是看林若曦是天海第一美女，他也想霸占，所以设计这一出。他说不定真想要林若曦，简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可恶！顾倾城否认：“不可能，青州不是这样的人。虽然知道你和林若曦曾订过婚，但你说过早已忘记。他不信你还挂念对方。”徐天龙坚定道：“顾小姐，他就是得势的小人，什么事都能做出来。你面前一个样，背后又是一个样，你被他骗了。”徐宝石嘲笑道：“顾小姐，你太单纯，太信他。如果选我，怎会有这么多事儿？看看吧，整个天海的上层人物都烦他，周公子也不例外。”聂大海补充说：“顾小姐，如果不插手陆清舟的事儿，我们或许还能合作呢。”聂远冷笑：“陆清舟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，我要亲手弄死你！”呵呵呵。你注意到顾倾城闻言，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。他环视四周，天海首富林振南、新贵徐天龙、千红药业的聂大海，还有龙城周家的周乾坤，四方势力竟同时要对付你，这让他手足无措。周乾坤讥讽道：“顾倾城，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今天你是保不住陆清舟的。现在你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开，否则他会在你面前被活活打死。”他意图让他的地精顾家小姐的光环消失，让他在天海寸步难行，最后不得不回地精联姻。你顾倾城双手紧握，他们加起来的势力太强大，他自己根本无能为力。就在此时，场中传出轻微的咳嗽声，所有人齐刷刷望去，见地上的雷虎缓缓睁开了眼睛，大家都愣住了，因为按状态他应该无法苏醒。难道你居然会医术？雷虎看到你，勉强一笑：“陆先生。”你淡淡回应：“放心，你死不了。”然后你站起身，目光扫向面前的几个敌人，冷漠地说：“就凭你们几个垃圾也敢要我的命？我不爱杀人，但不代表不会。还好，对，一个一个来吧。”他们差点弄死了雷虎，身为他的主人，你怎能无动于衷？更何况他们还要对付的可是你自己。你冷冷地问：“谁先死？”宾客们瞬间炸锅，议论声四起。他居然还装，分明是他们想弄死你嘛！没人相信，都觉得你在吹牛。周乾坤几个人愣了一下，接着大笑不止。若这话是顾小姐说的，还有震慑力，连他今天都挡不住你。以后有机会报仇，但由你说出，只是不自量力。周乾坤讥讽：“真逗，你真以为光脚不怕穿鞋？”徐天龙拍着周乾坤的马：“周公子，他一直这样，或许心里以为顾小姐能罩着呢。”聂远急忙上前一步，想着刚刚失了雷龙王的绝不甘心，这次非得抢第一个，挺胸开口：“我排第一，小子，来杀我，看你怎么下手！”刚说完，你一掌击中聂远，不留情面，只把他的脑袋拍碎。他站在原地，鲜血如细雨喷洒，你面无表情。下一个，场面静谧，接着是一片惊叫，宾客慌乱的四散逃开。哪里想得到你会如此大胆？聂大海回过神来，只见泪水横流，儿子哭声凄厉。你淡然说：“下一个。”这次所有人不再怀疑，周乾坤连退数步，谨慎注视。林振南、徐天龙惊恐万分，徐宝石也是僵在地方。此时他完全明白自己差一点头也没了。你冷冷道：“既然你们不主动，那我就替你们点名。放心，人有份。”寥寥数语将几人逼入绝境。顾倾城被吓懵，此时才回过神。你望向他，我连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，还算个男人吗？今天他们差点打死雷虎啊！顾倾城咬紧牙问：“你有把握吗？”周围人都懵了，顾小姐居然没叫停你，还问有无把握。他同意你继续，简直惊掉众人的下巴。有，你点头肯定。周乾坤彻底急了，想到有那么多天海名流在看着自己，竟然被你给唬住，怒火中烧，吼起来：“你真以为能动我？这样的人还没出生，原本打算给你个痛快，现在我要慢慢折磨死你！”田伯话音刚落，田伯上前一步，气势凌人，给宾客们无形的压迫感。田伯盯着你，能一掌拍死，看来也是练家子。既然如此，我来告诉你，名字可以知道了，我叫田中文，江海省武道排名48。此言引得四周哗然。江海省武道榜名次不高，但可知人口庞大，总人口近亿，48已经是100万分之一，竟是武道高手。徐天龙四声惊叹，周乾坤也难以相信。田伯自信一笑：“来天海前一晚，我挑战排名48的高手，300回合胜出，顶替其名次，在天海也只有位虎山庄的武叔可与我一战。”听完田伯的话，徐宝石几乎喜极而泣，觉得总算是可以活命了。徐天龙心里暗赞，大家族的底蕴果然深不可测。周乾坤激动地催促田伯：“田伯那等什么？赶紧处理掉他！我要让他跪在我面前忏悔！”田伯再次逼近，盯着你问：“
不杀无名之辈，修出内劲，背后有人，你师父是谁？这番话显然是打算连根拔起，不留后患。顾倾城心生焦虑，对方可是排名48的高手啊！你冷漠回应，废话说完了吗？可以死了。田伯冷笑，不屑地说，当然可以。话音刚落，你迅速出手，如同之前对付聂远一样，凌厉的一掌直拍田伯头顶，砰的一声，田伯连反应的机会都没，头部应声粉碎。整个场内瞬间死寂，众人目瞪口呆。天啊！陆清舟问的是田伯可以死了吗？而不是自己想死。大家心中仿佛有无数羊驼奔腾而过，堂堂江海省武道排名48的高手，竟然毫无还手之力的被一掌击毙。众人纷纷后退，避开至少10米。周乾坤完全懵了，浑身止不住颤抖。徐宝石腿软瘫坐，徐天龙和林震南也惊恐双腿发软。难道你真是个怪物？甚至连顾倾城也被吓到。虽然知道你能打，保镖在你面前毫无抵抗力，但没想到你竟如此强悍。所有人都在震惊，然而你只是觉得这无关紧要。面如止水地盯住周乾坤，刚才你说你是幕后主使，那么接下来就是你了。擒贼擒王，直捣黄龙。周乾坤几乎被吓尿，恐惧道：你敢动我啊？我可是周家继承人，周家在5大家族中排名第3，顾倾城也保不了你。这下已经到了视死如归的地步，你只好搬出家族来壮胆。周围的人都吓疯了，听你还想弄死周乾坤，他疯了吧？周乾坤可是周家的唯一继承人，要是周乾坤出了事，天海都得乱套。大家都反应极度夸张，徐天龙吓得脸色煞白，弱弱的劝你，陆清舟冷静点，为了个雷龙王不值得，你已经动手杀了2人，还想继续犯错吗？林震南也扯着嗓子呼喊，顾小姐不能再任由他闹腾下去，快拦住他。这时顾倾城终于开口，他非常为难的请求清舟能不能不杀他。如果他死了，我恐怕马上会被家族召回帝京，我们或许就再也见不到了。你思考片刻后答应了，好，我不杀他。这下所有人都松了口气，然而周乾坤却在听到这些后恢复了底气，阴沉着脸威胁道，陆清舟，你给我等着。说完想赶紧溜，然而刚转身，你喊住他，我答应不杀你，可没说让你走，你听我说过可以走了吗？杀是免了，罪要受。顾倾城进退两难，思虑片刻而纠结，你坚定地说，姚晴，后果我来承担。然后大步走向周乾坤，他脸色苍白，威胁不成。抖着声音再重复了一遍，我是周家继承人，惹不起。不料你冷冷回应，周家不过是一坨屎罢了。随后踢出一脚，骨头断裂声清晰传来，他的小腿被踢断，惨叫连连。周乾坤痛得满地打滚，面容扭曲，我求你别杀我，要什么都行。而你冷冷扫了一眼林震南等人，刚才你们说我与山神庙合搞鬼。徐天龙忙不迭否认，都是林震南的主意，真的和我无关啊。为了撇清关系，他痛快出卖搭档。紧张而混乱的场面中，你如同一个冷面判官一般，不曾退缩。林震南听得张口结舌，满脸通红，几乎气得要爆炸。你们简直就是无耻！徐天龙却回击道，真无耻的还属你吧。陆清舟和林若曦有婚约，只因你不屑他，觉得他没背景，是个小人物，就逼走他，毁了婚约。他继续指责，这一切全是你的主意。此话一出，林震南愤怒的脑中仿佛炸开了雷声，明明是他们的决定，怎么反倒成了自己的责任？他想辩解，却无从说起。周围宾客也开始恍然大悟，陆清舟与林若曦却曾有婚约，根本没有与山神庙联合抢婚，一切都是林震南的设计罢了。顾倾城微微松了口气，你冷冷的开口，剩下你们3个排队都会死。徐天龙和徐宝石瞬间被惊得愣住，而这时雷虎喘着气道，陆先生请停下吧，没必要为了我这样。雷虎眼泪连连，诚挚请求。顾倾城安静地望向周乾坤的惨状，艰难地劝你，清舟今天就到此为止吧，闹得太大了。他明白继续纠缠下去只会无法收场，你略微犹豫，毕竟顾倾城和雷虎都在劝阻。最终你稍稍收敛气势，冷冷地说，好，今天就这样。然后又看向徐天龙和林震南，冷笑，继续举办婚礼，抱起雷虎，你头也不回地离开。顾倾城也提醒他们，好自为之。随后转身与你一道离去，两人刚走出门，背后的人群又开始骚动不安起来。事情到了这种地步，还办什么婚礼？天啊，死了2个人，周公子也被打断了4肢，天海市要变天，这不是末日吗？周公子你还好吗？众人大声议论，有人围在周乾坤身边嘘寒问暖，我要杀了他。周乾坤咆哮着，面目狰狞，屈辱之情溢于言表。他原本来针对顾倾城，却被他的狗打伤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周公子坚持住，救护车马上就到。徐天龙跪在一旁泪流满面，突然转头怒吼，林震南，你个废物，在你的地盘居然让周公子遭袭，这件事儿你要负责。徐天龙深知自己和林震南无法再联合，于是提前将仇恨引向他。徐宝石也没闲着，我说不娶，你偏要坚持婚礼，现在周公子变这样，责任在你。林震南一时语塞，这还不够，你就是个小人，以前敬你是首富，没想到你如此恶心，一切都该你负责。撕毁婚约是不义，见周公子受袭不作为是不仁，你就是不仁不义的家伙。宾客们纷纷痛斥，倒下的强一推倒，林震南的倒台对他们有利。在此起彼伏的责骂声中，林震南几乎跌倒，他后悔不已。如果最初没有赶走陆清舟呢？没与徐天龙联合会怎样？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播报声，省城孙家家主孙连魁道，
宋玉珊瑚一组祝喜结良缘。一位身穿红色唐装的老头走来，他满头银发却精神绢绉，是孙连魁。宾客们惊愕不已。天哪，真的是孙家家主！孙家在五大家族中仅次苏家，他为何亲自来了？今晚孙连魁在周公子之上，谁能请来他？大家都面露难以置信，他绝无理由出席这种场合。部分宾客忙迎上去，支撑老爷子，都别围着我，今晚的主角不是我。孙连魁和蔼地说。今晚陆清周在场，当初进监狱时被逼得用马桶洗脸2月，至今家中马桶水达到饮用级别，未解阴影。孙连魁扫视四周，未见陆清舟，心想大人物最后出场。他走到林振南面前，双手抱拳：林首富，老朽不请自来，还望见谅。这话震惊众人，林振南竟能请孙连魁，关系居然到五大家族孙家。徐天龙父子呆若木鸡，抱周公子大腿虽好，但周家第三，且他只是继承人。早知林振南认识孙连魁，绝不会说出刚才的话。林振南也懵了，孙连魁一出现在他的场合，心情豁然开朗，有他在，谁敢与自己作对？连周公子也得忌惮。他连忙双手抱拳：孙老您到场，使得今夜星光璀璨，更让我感慨万千，荣幸之至。众人循声望去，这才注意到地上的周乾坤。乾坤，孙连魁也跟着看去，倒吸一口凉气，迅速跑到他身边，被人打了。省城的人自然认识周家的继承人。周乾坤委屈的点头：孙伯伯是陆清舟打的，他是顾小姐在天海的合作伙伴，我好疼啊！您带保镖了吗？我想报仇，尽管两家关系一般，但身为五大家族之一，他力求孙连魁施以援手。陆清舟，孙连魁心头一紧，去找他麻烦，不标于自寻死路，但他依然耐着性子。为什么？周乾坤怒吼：不过一点小事儿，我只是想杀陆清舟的跟班狗而已，他却仗着顾小姐为所欲为，我要报仇。徐天龙立刻附和：孙老陆清舟狂妄的过分，为了自己狗动周公子，天理难容。徐宝石连连点头：孙老，周公子好心要除他的狗，他竟敢阻止，绝不能容。言毕，所有人都期待着孙连魁的反应，要知他发怒时比周乾坤可怕100倍。弄死陆清舟不过举手之劳，然而啪啪，孙连魁突然出手，狠狠甩了徐天龙父子2巴掌，愤怒地吼道：你们胆子真大，竟想杀陆清舟的狗！好啊，我就在这等着，你们试试。众人再次惊呆，徐天龙父子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周乾坤满头雾水：孙伯伯，您怎么了？孙连魁中气十足地说：陆清舟的狗就是我。所有人都懵了，孙家家主这是说啥呢？听不懂啊。这时孙连魁突然出手，狠狠甩了徐天龙父子2巴掌，愤怒地吼道：你们胆子真大，竟想杀陆清舟的狗！好啊，我就在这等着，你们试试。众人再次惊呆，徐天龙父子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周乾坤满头雾水：孙伯伯您怎么了？孙连魁中气十足地说：陆清舟的狗就是我。所有人都懵了，孙家家主这是说啥呢？听不懂啊。孙连魁也被气坏了，一群宵小之辈竟然敢在面前大放厥词。不要说是他们，整个江海省有谁敢说杀陆清舟？孙伯伯，你说什么？你是他的狗？周乾坤被吓得忘记疼痛，惊恐道：他的狗不是天海地下皇帝雷龙王吗？怎么是你？所有宾客也崩溃，像是看怪物一样看着。要知道，他如果是你的狗，那么你的身份得达到什么程度啊？孙连魁一愣，海莲地下皇帝，他说的狗不是自己。随即老脸一红，心中一悸，浮上心头，皱眉问道：你说的他长什么样子？周乾坤颤颤巍巍，把你的样子形容一遍，认错了。孙连魁严肃否认道：我还以为是我认识的大人物，原来是个小鳖，年纪小认错了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悬起来的心同时放下，就知道你刚刚从监狱出来，不可能是大人物。况且如果你真的能让孙连魁心甘情愿当狗，身份一定非比寻常，那么为什么愿意在顾小姐身边？不符合常理。周乾坤也长出一口气，又诉苦道：孙伯伯，我好疼啊，我要报仇，你把保镖借我，我要立刻让他死，多让你活1秒，心中都难删。孙连魁敷衍道：乾坤啊，你现在还是不要多想，先去医院看病要紧，然后尽快联系你爸，让他想办法。说着缓缓站直身体道：忽然想起来还有些事儿，先走一步。说完快速离开，眼中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。找你报仇，恐怕以后江海省只会剩下4大家族。这儿说走就走，让所有人猝不及防。林振南想了想，赶紧追过去，试探问道：孙老，您喝杯喜酒再走，只要喝酒就能让人误以为有关系，处境会好很多。没时间。孙连魁冷冷回应：来这里就是找个理由见你，他都走了，也就没必要留下。林振南被噎得脸色通红，不甘心道：孙老，能不能问问大人物什么时候到？没有孙老，等会儿大人物来也行啊。孙连魁冷笑一声：大人物已经走了。林振南呆若木鸡，所有人傻了眼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没注意啊。这时赵亚兰从别墅中跑出来，惊慌道：林振南，不好了，倩倩自杀了。云顶天宫，你把雷虎带回这里做进一步治疗，至于今晚的事儿完全没放在心上，若是有人来追究，大不了给监狱里的人打个电话。记得有个人好像是全国巡捕总署的老大，因为犯错误被关进来，他说话一定管用，罪不济重新回到监狱，反正也关不住。而楼下顾星城手中拿着电话，满脸沉重，艰难道：爸，
女儿求你这一次，求求你一定要帮陆清舟，否则他会死的。出手很简单，解决后续很麻烦。他现在就是在帮陆清舟处理后续，否则周家绝对不会放过陆清舟。电话另一边，正是大夏7大顶尖家族之一的顾家家主顾擎苍。顾擎苍沉重道：“虽然事情发生在天海，但已经传到家族内，家族内的意见很大，他们一定要处死陆清舟。”砰！顾倾城双膝一弯，跪在地上。张双站在旁边，恶狠狠看向楼上。这个废物就知道惹祸，终于惹出大祸。顾倾城道：“爸，女儿给你跪下了，求求你帮帮我，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，求求你。”事已至此，只能把话说得严重一些，否则父亲绝对不会为了一个小人物摆平后续麻烦。顾擎苍沉默片刻，严肃问道：“你们在谈恋爱？”顾倾城心中一沉，如果敢承认，陆清舟更活不了。顾家绝对不允许一个小人物进入，父亲亦是如此，坚定道：“我会与他保持尺度，绝对不会有半点过分之举。”顾擎苍道：“一个月内不能达到天海首富级别，就回来吧。”说完挂断电话。顾倾城听着电话里的声音，苦涩笑了笑。一个月达到天海首富级别根本不可能。首富林振南的资产近100亿，目前自己手中只有140地块，价值34亿，连一半都不如。如果拿下药品生意还有希望，但药品已经被周家拿到，绝对不可能。或许这就是命吧。他暗暗感慨一声，但能保证陆清舟一条命还可以。小姐，张双快速走过来扶起顾倾城，哽咽道：“为了一个小瘪三值得吗？一个月达到天海首富级别根本不可能，你是为了救他，把一辈子都毁了。”他越想越生气，有种要找你拼命的冲动。顾倾城笑着流出眼泪，只张双气得咬牙切齿，对楼上吼道：“姓顾的，你个废物东西，能惹事儿不能平事儿，你去死！”张双。顾倾城黑脸打断，张双气不过道：“本来就是你一个小人物，装什么装？若非仗着他，你早就被人活活打死了，你还以为自己多厉害？其实你什么都不是。”顾倾城又道：“别说了。”张双坚定道：“我就要说，姓顾的，你离开小姐连饭都吃不上，有什么资格惹麻烦？你如果是个男人，就主动辞职，离小姐远点，也让我看看你还能在哪里要饭。呵呵，恐怕连给你一口饭吃的人都没有。”他正说着，门铃声响起，来人了，闭嘴，去开门。顾倾城冷声道。张双咬咬牙，又吼道：“姓顾的，如果你还要脸，就滚出别墅，离小姐远点，要饭也死远点。”说着把门打开，看到门外的人愕然道：“孙家主。”来天海市之前，把整个江海省的势力都记一遍，自然知道孙连魁。孙连魁微笑道：“半夜冒昧拜访，还请见谅，请问陆清舟陆先生在吗？”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见你，自然要见一面。顾倾城闻言走过来，当看到孙连魁，迅速变得谨慎，凝重问道：“你找清舟干什么？”孙连魁双手抱拳道：“您就是顾小姐吧？果然是羞花闭月之容，沉鱼落雁之貌，与陆先生天作之合。老朽听说陆先生在140地块大显神通，深受震撼，大感惊奇，所以前来拜访。请问陆先生在吗？”当他说完，顾倾城顿时愣住，错愕道：“你是来挖墙脚？”张双瞠目结舌，才刚说你离开小姐会吃不上饭，竟有人来挖墙脚，还是江海省孙家家主亲自来。孙连魁想了想，顾小姐，老朽确实爱才，但还需陆先生同意。楼梯上传来你声音，我不同意。刚治好雷虎，边走边说：“皮子痒了吧？还想让我给你打工？”孙连魁见你走下楼梯，吓得回忆起在监狱用马桶洗脸的日子，还没说话。顾倾城递了个眼神：“青州，这位是省城孙家家主孙老。”你笑了，我知道孙狗吗？你这么晚找我干嘛？治病太累，懒得给故人接伤疤。顾倾城心头一颤，这可是孙家家主，放在整个江海省都是跺三跺脚的大人物。张双忍不住：“陆清舟，你有脑子吗？小姐因为你毁了一辈子，你还敢惹事儿？狼心狗肺的东西！”顾倾城冷声。张双再敢多说一个字儿，立刻回地京。你皱眉，怎么回事？顾倾城眼神躲闪，没什么，然后看向孙连魁：“孙老，您请进，坐下来聊。青州确实有能力，有能力的人都有性格，希望您不要介意。”他一想好，既然早晚要走，就给你安排好后路，抱孙家大腿不失为选择。孙连魁点头：“不介意，不介意。”滚！你呵斥怒道：“再在这里碍眼，让你一辈子在马桶里洗脸，只想弄清顾倾城发生什么。”青州。顾倾城冷声提醒情况，勉强维持住，再得罪孙家就管不了了。孙连魁忙道：“我滚，我这就滚。陆先生晚安，顾小姐晚安。”说完便跑远。他知道你的话靠谱，这场面让顾倾城和张双愣住。堂堂孙家家主竟然不生气反而跑了，你来到他们身边再次问姚晴到底怎么了？顾倾城未缓过来，你解释，我俩曾关在一个监狱，那时他吃不上饭，我帮他。张双恍然大悟，但心里仍不信，急道：“仗着监狱里威风耀武扬威，早飞黄腾达了，脑子真不正常。”他心里你越来越不知进退。你忽视他，转向顾倾城，他心虚，最终说出：“一个月你释然。一个月内资产规模达到100亿，就不用回去嫁那个傻子了，对吧？不只是回去，顾倾城的天煞孤人命格没改，一旦回去必死无疑。”张双冷哼鄙夷：“当然傻子都明白，可是能吗？蔡重阳也不能一个月内打100亿，就凭你，市场被周家拿走，不可能回来，简直痴人说梦。”
姓顾的，小姐与你真倒了8辈子血霉。说完，他白了一眼。顾倾城开始感人，心里知道不可能，但仍安慰：青州不要多想，凡事无绝对，我们有希望，万一有奇迹呢？你笑道：不需要奇迹，要达成首付很简单，看我的就好。银行卡里有几十上百亿，最不济找监狱商业大鳄给几十亿订单，只要保证他们以后能吃饱饭就好。若说加鸡腿，恐怕会争先恐后。顾倾城被你噎住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心里也不懂为何你对任何事都自信，但你的自信很霸气。他在心里哀嚎：啊，气死我了！张双直跺脚，目眦欲裂。姓顾的，我该说你没脑子还是脑子不正常？几十个亿，你以为是几十块？140地块不过是碰巧遇到省里重点开发才增值，你以为是你的能力好啊？你赚几十个亿看看，1个月内赚不到就跳粪坑自杀谢罪，敢不敢？他怒火中烧，毫无可爱的意思。就在此时，2道人影急匆匆跑到门前，砰砰跪倒在地，竟是天海首富林振南和妻子赵亚兰。2人泪流满面。陆清舟，我们错了，求求你救救倩倩，她自杀了，之前都是我们的错，要杀要剐随便，但求你救救林若曦，我们愿付出任何代价。他们曾去找天海神医王守文，但他也只能吊住气息，无法救命。王守文让他们去请陆先生，他们这才知道陆先生就是你。什么？顾倾城瞠目结舌，难以置信。你却不急，只是淡淡道：就可以50个亿。有了这笔钱，顾倾城就能轻松成天海首富，无需回去嫁给那傻子。好。林振南重重点头，声音哽咽：只要能救活倩倩，我愿奉上50个亿。你转向张双，冷笑：我希望明天能看到你跳粪坑里被淹死的新闻。张双呆若木鸡，完全被镇住了。几人来到了西郊庄园，这里与之前灯火通明、宾客满座的场景大相径庭，仿佛被遗弃已久，只有别墅还亮着灯。走到2楼，你发现林若曦躺在床上，双眼紧闭，苍白的如纸，手腕缠着纱布，似乎割腕自杀了。顾神医，您终于来了。王守文着急地说：林小姐失血过多，脏器衰竭，我只能用银针留住她的一丝气息。他言辞沉重，银针拔出，他恐怕会香消玉殒。顾倾城听罢倒吸一口凉气，严重的可怕。林振南和赵亚兰悔恨不已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如果不是他们逼迫女儿，事情不会变成这样。他们甚至愿意为你做牛做马，只求你救救倩倩。林振南满脸是泪：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是被别人煽动的，求求你帮帮他吧。情况确实危急，按照九玄门的说法，血中含气，气贯全身，以身养神。你解释道：此时他没血了，也就是元气消散，灵魂离身。直接说吧，他快去喝孟婆汤了。这话一出，赵亚兰惊得昏死过去。林振南再次跪地请求，你却转而给出希望。好在遇到我，虽有些棘手，问题不大。你的自信令众人吃惊。顾倾城小声提醒要谨慎，你笑着回应：小问题。救下林若曦不仅有50个亿，还能让顾倾城留下，何乐不为？你迅速要求准备药材，30年以上人参，10年以上灵芝，3年以上乌鸡和鸽子，还需要熬药的设备。药材被迅速找齐。你指挥道：你们都出去。王守文留下打下手。顾倾城心有忐忑，但还是走出门去。王守文则激动不已，能见证这场治疗是他的荣幸。你嘱咐他熬药，我需要休息，1小时后叫我。说完便躺下休息。而王守文即使心里焦虑，也只能乖乖熬药。时钟滴答，1小时后，你神清气爽地醒来。林若曦气息越来越微弱，你步到药壶旁，准备大展身手。王守文疑惑地问：顾神医，这些药材作用不大，恐怕无法治病。你旁若无人地解释：药之所以为补，是因为有效成分比例低。但若提取出精华，就不再是补，而是治病了。王守文虽疑惑，但明白这是个复杂的过程。这时药已经熬好，你缓缓打开药罐。王守文瞪大眼睛：这不是药，这是丹。罐中竟是7颗黄澄澄闪着金光的丹。你随意地说：唯他3颗，他情况比较严重。王守文震撼下拜，虔诚地求你收他为徒。你无奈告诉他：不收徒，起来吧。话没说完，你亲自喂药，丹药入口即化。林若曦脸色渐红，呼吸顺畅。王守文在旁边继续执拗，求做见习弟子。你只能无语道：不收。还有，以后别对外说我会医术，烦。今晚若不是他多嘴，林振南根本找不上门。你交代后续治疗交给他，便转身离去。门外的林振南和赵亚兰焦急地问：陆清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你对他们没有回应，而是把目光投向顾倾城。他忐忑地问：难道失败了？你盯了2秒，忽而一笑：姚晴，收钱。一句话如闷雷般炸响，3人都愣住。你真的治好了？林振南和赵亚兰急匆匆冲向卧室。顾倾城惊讶地问：真的治好了？林若曦心中的震惊显而易见。陆清舟点头轻笑：不必嫁给那个傻子了。林若曦竖起大拇指，眼中是满满的崇拜。虽然想拥抱你，但想起父亲的嘱托，他只得按捺住。还没吃晚饭，饿了吧？回云顶天宫，我给你煮面。你笑着答应，准备回卧室跟林振南要账。再等等，还没拿到钱。林若曦撇嘴一笑：你要50亿，首付也筹钱需要时间呢。2人离开后，赵亚兰和林振南涌出卧室，目光失落。赵亚兰心痛地开口：如果没把他赶走该多好。林振南低头默默。
不得不承认陆清舟是家族掌声的关键人物。他咬牙，别急，我们还有机会。赵亚兰质问什么意思？林振南坚定道，帝京顾家不会接纳他，他们不成，我女儿就有机可乘。与此同时，天海第一医院楼下，一辆劳斯莱斯挂着龙城牌照驶来，后随10台悍马，悍马车上的黑衣壮汉迅速驱散人群，立成2排。劳斯莱斯门开，周泰山走下车，气势骇人，直奔病房。周乾坤在病床上痛哭，浑身石膏缠身。周泰山怒火中烧，陆清舟畜生，我要亲手碎了你！他的怒吼震慑了在场的徐天龙、徐宝石、聂大海，他们心生畏惧。周乾坤哀求：“爸，现在就杀了陆清舟！”话音未落，他突然喷出鲜血，仪器报警声刺耳。周泰山慌忙靠前，医生匆匆推周乾坤进抢救室。5分钟后，医生脸色苍白地走出：“贵公子失血过多，恐怕无力回天。”徐天龙瞬间脸白如纸，恐周乾坤死去，仇无处可报。啪！周泰山一巴掌抽翻医生。庸医若我儿有事儿，你们全院陪葬。医生闻言慌忙重新进入抢救室。徐天龙心生一计，聂董，你有医药公司，让博士们过来救人，快！聂大海傻了眼，如果周乾坤命丧，自己医药人员救不了，那就倒霉透顶。徐宝石附和焦急，聂叔叔，赶快周公子为重。聂大海内心咬牙切齿，被迫应承。他们研究药物，不是医生。不过就在此时，周泰山的目光已锁定他，这紧张局面怎能不让人心生寒意？周泰山猛地打断，声音低沉：“5分钟内叫来，否则你试试。”聂大海被吓得不敢耽误，赶紧拨电话联系。放下电话后，他冷笑地开口：“徐董，你不是和天海神医王守文相识吗？让他来也许能有奇效。”徐天龙顿时愣住，虽然认识王守文，但只是过往治病，并非熟识。周泰山不耐烦，怒火中烧：“5分钟不到就宰了你们！”徐天龙心里有火，却不敢迟疑，赶紧派人去请王守文。3分钟后，王守文被2人加持着进来。他刚到医馆，还没锁门，就被拉来徐天龙。你是绑架我吗？王守文怒意满满。徐天龙赶忙跑去，怒斥：“放手，放手！我说请，不是绑。”他微微躬身，态度满是谄媚。王神医，周公子失血过多，急需抢救，请你帮个忙。他心惊肉跳，生怕王守文治不好，自己也要跟着遭殃，态度诚恳不少。王守文昂首坚定，没办法，累了，要走。今晚的事他略有所闻，自然不会去解救陆清舟的对头。周泰山快步上前，阴冷地揪住王守文衣领：“有办法也好，没办法也罢，立刻去救，否则你就见不到明天。”徐天龙和徐宝石脸色惨白，心跳加速，这下会不会连自己也完蛋？王守文毫不畏惧，直视周泰山，声音如钉子般坚定：“杀了我也不救。”周泰山愣住，没想到这老顽固竟敢反抗，他怒吼着：“你敢见死不救！”一旁的徐天龙急得脸色发白：“王神医，这是周家家主天大的好处就在眼前啊！”他哀求道：“医者仁心，救人要紧呀！”王守文却双手一摆：“不救。”徐天龙无奈，见周泰山脸色更差，只能强压怒火，软下身子：“王神医，只要能救周公子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”旁边的徐宝石也忙跪下，颤声哀求。此时聂大海冷嘲道：“徐董，看来你求王神医不够真诚吧？”周泰山怒火中烧，虽然嘴上狠话连篇，却无法放弃一丝希望。然后走廊里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：“你根本没能力吧？”一个身穿西装戴金丝眼镜的男人走了过来，冷笑：“中医骗子，遇到大问题就借口没能力，中医早该进了。”王守文怒不可遏：“中医博大精深，岂容你这鼠辈亵渎？”而那男子不屑地耸肩：“证明给我看，快救人啊！”王守文气得发抖，却坚定立场：“激将法没用，不救。男子不屑，看吧，骗子！中医都是垃圾，西医才是真医术。”这番话让王守文崩溃。周泰山皱眉：“你是谁？”聂大海赶忙介绍：“他是我新聘的药博士。”孙涛本就紧张的他心里打鼓。孙涛自信满满的打断：“我是米国名校回来的药物医学博士，不是这些垃圾。”周泰山立即请求孙博士救我儿子，重重有赏。孙涛稍作思索：“失血过多是难题，但我有信心。”周泰山大喜：“真的吗？”当然，只是孙涛嘴角一扬：“我有个条件，若成功，周家主得废了这骗子。”周泰山毫不犹豫地命令保镖绑了他，等孙博士治好人后再处理。保镖们迅速将王守文按倒，放开。中医博大精深，你竟敢轻视！你奋力挣扎，但在保镖手下敌不过。孙涛俯视：“你还不够格。”他转向周泰山：“请把周公子推出来，我要当场治他。”让这骗子看着他一点点走向死亡。周泰山没有迟疑，立刻安排人把周乾坤推了过来。周乾坤浑身是血，在昏迷中被推出，现场气氛紧张的令人窒息。孙涛自信地从口袋里拿出一支药剂：“聂东，这可是我与导师研究出的特殊药剂，可以让濒死之人恢复呼吸，只需这一针。”他说完，在所有人紧张的目光中针刺下去，瞬间仪器上的数据开始恢复。周乾坤似乎真的好转，真的有效。这是什么药？在场的医生都傻眼了。聂大海心中大喜，治好周公子，周泰山肯定会感激，机会绝佳。徐天龙和徐宝石满心失落，恨恨看着你，心中不甘。孙博士果然厉害，这药是什么？周泰山惊叹，不敢相信眼前的奇迹。孙涛傲然回答：这种药只有在国外能研制出，国内根本做不到。话音刚落，滴滴滴。
警报响起，周乾坤再次喷血，全身抽搐，心跳逐渐减弱，场面瞬时陷入混乱。医生手足无措，纷纷高喊：血压降了，血氧降了，他心跳要没了。周泰山急切问道：孙博士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儿子怎么会这样？先前情况虽危急，但尚可维持，一针下去怎么就快不行了呢？孙涛脸上的笑意消失，满脸震惊：不可能啊，这药是我和国外导师共同研发的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聂大海心中惊响，怒吼：孙博士，救人要紧，快救周公子！他才不管药的事儿，只知道这人要是在他手里出事儿，他也难逃干系。孙涛身体一抖，赶紧又拿出一针药，注入周乾坤体内，药物入体，仪器发出了刺耳的声音，显示屏上划出3条直线，直指生命终结。这不可能！孙涛呆若木鸡，导师怎么会出错？怎么可能死人呢？周泰山恼羞成怒，嚷道：臭疯狗，竟然杀了我儿子，我要千刀万剐了你们这群骗子！徐天龙、徐宝石、聂大海吓得瑟瑟发抖，医生们也脸色惨白。孙涛腿下一软，瘫坐在地，慌张地说：周家主，我的药绝对没问题，这是国外研究的，都是他们这些庸医倒的鬼，对，都是他们的药物都是假的，是他们的药和我的药反应才治不了。孙涛推卸责任。周泰山面目狰狞地瞪向医生：那就你们先死！医生们绝望地求饶：周家主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饶我一命，药物绝不是假的，问题在他呢，求求你，我儿子才满月，不能没妈呀！周泰山充耳不闻，红着眼说：都给我儿子陪葬，把他们全扔到楼上去，门诊楼10层高，摔下必死，保镖应命快步前来，等等。王守文忽然开口，他原本沉默，生死无所谓，可看不下去所牵连的医生，严肃道：你的儿子没死，还有救，把我放开！唰的，众人盯住王守文，他在说什么？怎么可能去阎王爷那儿要人？徐天龙怒道：王守文闭嘴，再胡言乱语，撕烂你的嘴！王守文坚定道：我说的是真的，我能救他。当真？周泰山黑脸问。王守文默不作声，挣脱束缚，站到病床旁，拿出银针刺入周乾坤穴位。其实周乾坤与林若曦症状一致，失血过多，未彻底死，还残余元气。他用银针锁住元气，从口袋里取出3个丹药，正是你炼制出救林若曦的，准备带回收藏。现在不得不用上3颗丹药入周乾坤口，入口即化。10几秒后，嗡，机器发出响声，原本呈直线的图像竟然开始恢复波浪形态。不仅如此，肉眼可见周乾坤的面色正在快速恢复红润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恢复健康。这绝对不可能，简直违背医学常理。医生们都像见了鬼一般，他们见过人死后被抢救回来，但在周乾坤的病情下几乎没有抢救的余地，又怎么能活过来？徐天龙3人看得目瞪口呆，就连周泰山也被吓到了。他只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，居然真的救活了，难以置信。孙涛也傻了眼，惊恐地说：这不可能，你用的是什么东西？中医都是骗子，怎么能治病救人？王守文没有任何治病救人的喜悦，板着脸低头冷声道：早就说过，你个小小之辈怎么能知道中医的玄妙？国内中医之所以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就是因为你们这些崇洋媚外的家伙推崇西医，灭中医，你们是传承中的败类，也可以说是汉奸。话音落下，周泰山立即附和道：王神医说的极是，中医博大精深，源远流长，自然有道理。来人，把这个姓孙的汉奸带到天台推下去。刚刚险些被你个小人蛊惑处理王神医，你罪该万死，带他上天台，再推一遍。保镖闻言迅速走来，拖着孙涛向天台走。不要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不要啊，求求你，王神医救我一命。孙涛声嘶力竭的哀求。王守文假装没听见，若孙涛只信奉西医没有任何问题，但他还要灭中医，这就让他无法忍受。当走廊里没了声音后，王守文说道：既然人已经没事，我就回去休息了。说完，他准备转身离开。等等。周泰山露出笑容：王神医请留步，在下是否可以问问，您刚才给乾坤喂的药是什么药？这药太神奇了，居然能把死人救活，所有人都对此感到好奇。如果这种药存在，是否就意味着多了一条命？王守文板着脸答道：补气补血的药，药中精华，补气补血。徐天龙3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看来还真与他们的猜想差不多，补气补血就是在救命啊！周泰山眼前一亮，这次儿子来天海围堵顾倾城，就是在战部的药上做文章，而战部最需要的就是能在战场上快速补气补血的药。原本与聂大海合作围堵顾倾城的目的更多，但如果这种药哪怕药效降低为 10%， 只要大规模生产，不仅可以围堵住顾倾城，财源也会滚滚而来。他笑问道：王神医，不知您有没有兴趣合作？王守文一愣，什么意思？周泰山一脸严肃地说：你出药方，我找人生产，我负责销路，获得收益给你分成。我可以保证你的收益少则以10亿计算，多则100亿。这种药太神奇，不仅可以供给战部，还可以推向市场。一旦推向市场，就相当于有一台印钞机。合作？王守文愣了愣，原本懒得再多说，可忽然想到你现在非常需要钱，想了想道：实不相瞒，这个药方并不在我手里。如果你想合作，我可以联系药方所有之人。险些把你的名字说出口，话到嘴边才想起你今天提醒过，他不想被人知道。周泰山闻言大喜，没想到因祸得福，只要周家拿下这个药方，未必不能再更进一步。
5大家族中排名还能更靠前，笑道：“那就有劳王神医，你可以放心，事成之后不会忘记你。”王守文点点头，转身离开，想着今天时间太晚，明天再告诉你。周家主千红药业有生产能力，愿意为周家主效劳。聂大海赶紧表忠心，自己叫来的人差点弄死周乾坤，这时候再不说话就完了。徐家也愿意为周家效劳，从今后为周家主马首是瞻。徐天龙也赶紧表忠心，趁着他现在心情好，有可能搭上关系。果然，周泰山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没再搭理二人。转头看了看病床上的儿子，双眼陡然变得冰冷，咬牙道：“陆青州，明天我要亲手把你千刀万剐。第二天你早早起床，准备亲自下厨给顾倾城做早餐。”可走进厨房无奈了，家里没有菜。之前顾倾城做菜都是现买的，只好去菜市场买菜。不得不承认，云顶天宫的空气非常好，果然是天海富贵云集之地。只是与九玄门的山里环境相差甚远，你也就见怪不怪。陆青州，你刚刚走下山，耳边忽然传来一声，你回头看去，居然是徐宝石正在一处别墅院子里锻炼身体。你笑问道：“这是你家？”徐宝石早就知道顾倾城住在云顶天宫，也听说你住在里面，但还是第一次在别墅区相遇。他谨慎道：“当然是我家，难不成还是你家？”呵呵。你笑着直奔院子里走去。徐宝石吓得不断向后倒退，忽然后悔叫住你。这家伙一掌就能把人脑袋拍碎。他慌张道：“我告诉你别乱来，这是在我家。”他见你不停，赶紧道：“其实我叫住你是为你好，告诉你个秘密，周家主已经抵达天海，还说今早就找你算账，你要做好准备。说这些根本不是为了你好，只是让你慢慢等死。周家主垃圾。”你淡淡道：“别紧张，我只是告诉你锻炼身体的办法不对，我教你怎么锻炼。”说话间从徐宝石身边擦肩而过，走进别墅里，里面装修很奢华，天花板上的水晶吊灯足有3米长，总装修花费至少在700万以上。你要干什么？徐宝石跟在身后走进来，越想越后悔，叫你干什么？看着你随口道，说话间高高跃起，抓住水晶吊灯，用力向下一拽，咔嚓，水晶吊灯脱落，掉在地上，摔得粉碎。你要干什么？徐宝石崩溃大吼，这个水晶吊灯是从国外买的，花了足足200万，最关键的是这个吊灯是孤品，没有第二个，是整栋别墅最满意的装饰，竟然被砸了。你又随手拿起实木餐椅，左右开弓，噼里啦啦，短短1分钟，别墅变得狼藉一片。姓顾的，住手！徐宝石恨不得给自己2巴掌，嘴贱，为什么要叫住你？忍不住发飙道：“你装什么装？周家主一定会把你千刀万剐，一定会刷！”他话没等说完，你猛然转头，徐宝石看到这眼神，吓得话硬生生咽回去，心中瞧不起你，但确实很怕。这家伙烂命一条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你笑道：“我是在教你锻炼身体，学会没？”徐宝石气得快要爆炸，却只能点点头，学会了。你道：“孺子可教也，那就按照我的方式锻炼。我现在去买菜，如果回来时看到你在偷懒，饶不了你，懂吗？昨天没杀他，已经仁至义尽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但也不着急，慢慢折磨。”我徐宝石气得全身颤抖不止。你他妈哪是教我锻炼，分明是在让我自己砸自己家啊！但又不敢不从，点点头道：“知道了。”真乖。你笑了笑，转身出门，直接来到菜市场，买了2袋子菜。因为不仅要亲自做早餐，还要做午餐、晚餐。当你走出门时，你忽然注意到路上有个摆摊的老头，老头盘腿而坐，双目微闭，面前铺了一张红布，红布上摆满各种小物件，有桃木剑、墨斗、古书、朱砂、符纸等等，都是玄学一类东西。当然，能吸引你的是红布上赫然放着一根雷击木，这可是给顾倾城逆天改命最重要的东西。只不过这根雷击木只受过1次雷击。你走过去问道：“先生，你手中有没有3次雷击木？”像这种做小生意的应该都有门路。老头闻言睁眼看了看，有，不过价格很贵，1000万起。你眼前一亮，如果他说便宜你还不相信，毕竟能挺过1次雷击还毫发无损的木头已经很少见，2次凤毛麟角，3次万中无一。你笑道：“没问题，只要东西可以，少不了你的。”老头看了看你，随后大手一挥，红布顿时折叠，把所有物件包裹其中。他拎起红布，跟我来。你跟在他身后横穿菜市场，走了大约10分钟，走进一个胡同里，最前方有一扇黑色木门，看起来极其诡异。两人走进去，大门立刻关上。老头再绑，院子里停下脚步，猛然转头，表情顿时变得冰冷，直白道：“小子，整个江海省是我雷霄堂的势力范围，你卜卦风水赚些小钱，雷霄堂不会插手。但你居然敢布阵越界了！雷霄堂不接触玄学的人对这个名字根本没听过，但接触的人听到这个名字就会吓得瑟瑟发抖，掌控全省术法。所有人来到江海省都要先拜他。山头据说省内5大家族也把雷霄堂的人奉为座上宾，而雷霄堂的堂主雷万庭更被誉为国内最接近仙的8人之一。雷霄堂的，你皱了皱眉，没听过。所以呢，你们雷霄堂这么牛逼，到底有没有3次雷击木？你根本不关心雷霄堂如何，只想要雷击木，混账！老头勃然大怒，雷霄堂掌控一省术法，岂是你能用粗鄙言语形容的？老夫此次前来，本打算念你是初犯，又年纪轻轻，修行不易，从轻发落。
可你竟敢出言不逊，就休怪老夫出手无情。”你摇摇头，无奈道：“你说了这么多，还是没说有没有3次以上的雷击木，到底有没有？别浪费时间，如果没有，还要回去给顾倾城做饭呢。”老头更加生气，目眦欲裂道：“罚到临头还不自知，看来老夫只有让你见识一下雷霄堂的厉害。”他说着，抬手咬破手指，在手掌中画个符咒，随后念道：“雷霆万钧，风来九霄在上，云来风雨交加，雷来！”呼！院内平地起风，吹得灰尘滚滚，一块云彩快速飘动，出现在正上方，云中隐隐有电光闪烁。他来之前就知道你能在140地块布阵是有真本事的，所以也不打算隐藏，一上来就展示绝活，让你看看差距。你略显烦躁，轻描淡写的一挥手，滚蛋！下一秒风消云散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老头满面惊愕，这怎么可能？自己能走到今天可是几十年的功力，你才多大，怎么可能破解？更何况自己是以自身精血为引，调动天地之力，可以说自己只能调动，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根本不受自己控制，你怎么可能破解？还只是一挥手。老头更加骇然，谨慎问道：“你师从何人？来江海省不是为了赚钱，你是来开宗立派的。悟道不分先后，达者为师。你如此有能力，根本不需要出手赚钱，就像堂主一样，会有很多大人物主动送上供奉。也可以说你不缺钱。那么来天海市就很好理解，布阵是展示实力，下一步就是要开宗立派，广收门徒。”你一头黑线道：“你想多了，不会抢你们生意。现在我最后问你一遍，到底有没有雷击木？别浪费时间。”老头心中震惊仍未消散，如此年纪竟然比自己道行还深，重重看了你一眼。稍等，处理不了就只能上报。走进房子内，快速把情况说了一遍。堂主，我还是怀疑他背后有人，来江海省恐怕来者不善。电话另一边的正是堂主雷万庭，因为事情太大，只能向堂主汇报。雷万庭沉吟片刻，过一段时间就是玄界大会，如果没猜错，他是因为玄界大会来的散修。这次我们作为主办方，很多人想看笑话。大会开始之前，还是不要节外生枝，告诉他3次雷击木会尽快送到他手上，等大会时看清底牌再说。老头倒吸一口凉气，没想到你的野心居然在玄界大会，还好堂主睿智，一眼看穿，点头道：“是。”出来买个菜还竟然找到3次雷击木，你心中美滋滋。虽然还没拿到手上，但如果老头敢骗你，就亲自去什么雷霄堂取。有了雷击木，帮助顾倾城逆天改命，就差叶明初了。回到别墅区，路过徐宝石别墅的时候，没听到里面有声音，看来这个小人应该偷偷跑了。你没进去，以后再看到再教训。当务之急是做饭，可走到山上回来了。云顶天宫门前站着一人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徐宝石。他看到你迅速跑进云顶天宫，你皱了皱眉，心想他怎么在这儿？拎着菜走进去，走进门，发现不只是徐宝石在，徐天龙、聂大海也在，不过他们在站着，沙发上还坐着一名面容冷漠的中年周泰山。顾倾城坐在一侧的单人沙发，别墅内气息很压抑。见到你进来，徐天龙3人都露出轻蔑的笑容，他们认为你再狂，也不敢在周泰山面前耀武扬威。毕竟周泰山一根小手指都能灭掉你。周泰山双眼一眨不眨的死死盯着你。顾倾城咳嗽2声，随后道：“青州，这位是周乾坤的父亲，周家主。他想着让你有心理准备。我知道。”你平静道：“买菜之前遇到宝石，宝石告诉我他回来了，还让我有个心理准备，最好躲着点。宝石啊，对不起，我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，没想到真来了。”嘎！听到这话，顾倾城懵了，徐天龙懵了，徐宝石也懵了。他自己说让你小心点，目的是想给你施加压力，让你等死，因为你再跑也跑不出周家主的手掌心。可为什么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有种通风报信的感觉？周泰山面色一沉，看向徐宝石，哼。徐宝石吓得跪地，竖起手指道：“周家主，天地良心啊，我怎么可能通风报信儿？都是他信口开河，您不要相信。”徐天龙也迅速道：“周家主，我儿子与他不共戴天，不可能告诉他，您可千万不要听信小人谗言。”他说着看向你，恶狠狠道：“姓顾的，你不要挑拨离间。如果宝石真的告诉你，你怎么可能赶回来？看到周家主还不立刻跪下认错，你是不是找死？”这种时刻最好的办法就是转移话题。你冷冷一笑，心里觉得他们都是些跳梁小丑罢了，手里还拎着菜，要放到厨房。站住！周泰山忽然开口，眼睛眯成一条缝。来之前就听说你很狂妄，没想到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狂妄。他指了指地面，现在跪下说话。你定住脚步，准备给扔出去。可还没等说话，周叔叔，顾倾城忽然开口，满面凝重道：“想必您在来天海之前已经接到我父亲的电话，他说过不能再追究陆青州的责任。为了保你，他做出成绩的时间缩短为1个月。”周泰山冷冷道：“没错，我确实接到顾家主电话，但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顾小姐，乾坤被他打断四肢，难道你让身为父亲的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，什么都不做？”顾倾城也清楚，小子被打，父亲一定愤怒，但绝对不能让他动你。周泰山趁他不说话，咄咄逼人道：“顾小姐，你能保得了他一时，难道能保得了一世？今天我只要他一双手而已。”徐天龙的话充满了轻佻，好像是在施舍你一样。
他煽动道：“顾小姐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可以想想，如果周家主一定要你的命，在江海省境内，谁能保得了你？你能吗？”聂大海冷笑道：“顾小姐，你要想想周公子的病情，可是差点死掉啊！周家主还愿意坐下谈，是在给你机会。”顾倾城听得鼻尖冒汗，并为这形势感到紧张。所谓的阎王好哄，小鬼难缠，如果周泰山真发了疯，你绝对没有生路。然而要一双手的代价，你以后要怎么生活？行啊，你忍不住笑了声，见他们那副模样，好像你是案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于是你抬起双手道：“来吧，手在这儿，谁来剁？如果有人敢伸手过来，你就先把他抓住剁掉。”呵呵。周泰山用看小蚂蚁的目光看着你，轻蔑地说：“你很狂，也很无知，我会让你明白什么叫代价。”他对徐宝石说道：“去把他的手剁下来。”身为周家的家主，这种脏活他是不会亲自动手的。徐宝石闻言吓得一哆嗦，心里明白不能做，万一你一巴掌把他拍死怎么办？即便周泰山在场，可万一你发疯呢？命是自己的，你不动手。周泰山皱了皱眉头，徐宝石吓得脸色煞白，感觉像是被死神盯上了一样，前后都是死路。我来。徐天龙咬了咬牙，他不能让儿子承担风险，于是警告道：“陆清舟，周家主在这儿，我劝你还是别耍花招，否则顾小姐也保不了你。”说完，他从身后拿出一把刀，缓步朝你走来。你则面不改色，风轻云淡的微笑看着这一切。就在徐天龙即将靠近你时，顾倾城突然开口喊道：“住手！无论如何，他不能让你受到伤害，因为若不是因为他，你不会有今天的局面。”他坚定地说道：“周叔叔，如果你想动他，除非在我尸体上走过去，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，没人能碰他一根汗毛。即使今天我没办法报仇，以后也会倾其所有来报复。”说到做到。这番话让你心中生出浓浓的感动。徐天龙愣住了，不敢动手，因为他无法承受顾小姐的报复。周泰山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，他眯起眼睛道：“顾小姐，你是在吓我吗？你要知道1个月之后你就要回地京，到时候我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它做掉，你何时才能知道？”顾倾城顿时皱起眉头。其实他有些事情没告诉你。虽然昨天他为林若曦治病，林振南同意支付50个亿的诊金，再加上140地块的盈利，表面上看起来已经达到天海首富级别，但是账不是这样算的。治病救人，无论赚多少都是你的个人能力。顾家不会承认顾家所谓的首富是通过投资和产业来实现的，所以这笔钱并不作数。他之所以没告诉你，是不想打扰你的心情，只想让你快快乐乐过完这1个月。你察觉到顾倾城的担坑，哟，随意笑道：“姚晴，你不用管，让他们来剁，如果他们真能剁下去，给他们一双手也无妨。”说完，你眨了眨眼，暗示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顾倾城看到你的眼神，无奈的摇摇头，说道：“你不用管，我来解决。”他知道你的意思，你很能打，这些人动不了你，但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。周泰山如果请到高手，肯定能伤害到你。打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他重新看向周泰山，更加严肃地说：“周叔叔，无论我何时能知道，但我知道那天就是你我决裂的那天，我会倾其所有来报复你。”徐天龙3人都愣住了，没想到顾倾城对你感情这么深。周泰山也颇为意外，不过他早已准备好其他方案。他重重说道：“顾小姐还真是有情有义，既然如此，我怎么能不给顾小姐面子呢？”他让聂大海拿出合同，聂大海听后迅速把合同递了上来。周泰山说道：“顾小姐，只要你拿到这份药物供应合同，就不需要回去联姻。这份合同给你，换他一双手如何？这样你以后也能和他在一起。”呵呵。顾倾城看到这份合同愣住了，有了这份合同，他就能达到首富级别，家族内任何人都说不出怨言，无需再联姻。周乾坤来天海的目的就是为了阻止他拿到合同，而此时周泰山竟然白白拿了出来，这简直不可思议。他犹豫不决，周泰山继续劝说：“父爱如山啊，顾小姐，周家主只要一双手，却放弃了几十亿的利润，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？”徐天龙煽动道：“顾小姐，用你的一双手换来一辈子的幸福，还能赚大钱。”说起来是周家主吃了大亏。聂大海也跟着附和。徐宝石瞪着眼说道：“姓顾的，如果我是你，会立刻主动剁掉双手，成全顾小姐。你居然还站着，心里到底有没有顾小姐？”你懒得搭理他们。看到顾倾城咬着嘴唇，不停地看着合同，好像很想要的样子，于是开口道：“姚晴，如果你想要合同就收着，剩下的交给我。”“我不要。”顾倾城脱口而出，坚定地把合同推了回去。他想明白了，宁可自己痛一辈子，也不能让你残疾。他重重说道：“好意心领啊，合同不要，青州必须青州。”徐天龙3人目瞪口呆，竟然还不同意。周泰山嘴角颤了颤，按照他的预想拿出合同，顾倾城应该会同意，可他竟然拒绝了。他双手握拳，威胁道：“顾小姐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，我儿子4肢被他打断，这个仇必须要报。我最后提出一个条件，若你再不同意，我会违背顾家主的意愿，带领整个周家进行报复，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拦得住。”他恶狠狠地说：“我要他3根手指。”轰！此言一出，别墅内的气温急速下降，让人非常不自在。徐天龙3人感觉就像是要剁自己手指一样。顾倾城也忐忑不安，若周泰山真的鱼死网破，家族未必会帮着自己，而到时候你一定活不了。现在他需要判断周泰山是否真的有掀桌子的勇气。
但你把周乾坤打断四肢，周泰山怎么可能没有这个勇气？他汗如雨下。就在这时，你忽然开口：“3根手指是吧？好，我给你。”他们的对话太浪费时间，你还要做中午饭，但不能在这里，不能让姚晴见血，去徐家剁。说完，你率先离开青州。顾倾城猛然起身，眼泪在眼眶打转，因为他真的保不住你。你转头微微一笑，快步离开。周泰山几人眼中闪过一道阴翳的光，也跟着走出门。很快，几个人来到山下的徐家，徐家还没来得及收拾，院子里一片狼藉。你站在废墟里，淡淡的说：“动手吧，谁来剁？快点，别耽误时间。”来狂，死到临头还狂。徐宝石咬牙切齿：“你不要忘记，现在顾小姐并不在场，即使在场也保不了你。”徐天龙气愤地说：“小人得志，若不是仗着顾小姐的威风，你怎么可能活到今天？我早就把你千刀万剐了。”聂大海更是抓狂杀子之仇还没报，怒道：“姓顾的，你现在立刻跪下求周家主，或许还有一线生的希望，否则你将被切成一块一块，丢到海里喂王八。”你听得满头黑线，心里想：为什么这么多话？懒得回答，径直向他们走去。徐天龙3人看到你走过来，满脸紧张，迅速向后退。周泰山左右看看，脸色阴沉地说：“你们怕什么？有我在场，竟然被他吓跑！给我回来！每人剁他1根手指！”在他看来，这明显就是对自己不自信，更是在侮辱。可他刚说完，你一巴掌打在他脸上，淡淡问道：“还要剁我的手吗？”周泰山懵了，双眼瞪得快要从眼眶掉出来。身为周家主，5大家族排名第3的家主，江海省最顶端的人物，他居然敢动手打人！惊愕地问：“你敢打我？你又一巴掌！你脑袋有病？已经打到脸上还问？你轻易不杀人，也不会伤害太严重，因为会伤自身福报。”周泰山勃然大怒，杀气腾腾地吼道：“你又一巴掌！”烦躁地说：“喊什么喊？小点声！我就问你一句，以后还找不找姚晴告状？”周泰山没有回答，脑中嗡嗡作响，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，自己竟然被打了，这辈子第一次被打。你抬手捏住他的脸，晃了晃说：“记住，以后别打扰姚晴，否则我不介意让你和你儿子一样。”说完走向徐宝石，一巴掌打过去。徐宝石想哭，委屈地说：“你打我干什么？让你锻炼身体，锻炼了吗？”你问。徐宝石低下头，不敢说话。你看了看他们，冷笑道：“一群小垃圾，再敢找我麻烦，我让你们生不如死。”你确实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。孙连魁的排名还比周泰山高1名，在监狱里时他都是最底层，像卖军火的、地区军阀、金融巨鳄，在外面权势滔天，在里面也只能算中层而已。顶层都是世界各个神秘组织的头目。即使这样，当你吃饭，他们也只能面壁。相比之下，周泰山连蚂蚁都算不上，只能是尘埃。当你离开后，周泰山嘴中发出一阵狂叫，面目狰狞，居然被打了，他自己都不敢相信，像是做梦一般。徐天龙3人吓得一哆嗦，赶紧上前劝道：“周家主，您千万别往心里去。陆清舟就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对，身体要紧，要保重身体。跟他这个小人生气，您就中计了。”周泰山猛然转过头，啪啪啪啪，连续抽3人，把气都发泄到他们身上。3人不敢言语。周泰山不再动手，但依然气得全身直颤，狰狞地说：“我要杀了他，我一定要杀了他。”他说着转身道：“立即联系王神医，问他药方怎么样，要立刻生产，快点。”3人迅速忙碌。事实上，周泰山根本没有那么好心，把合同给顾倾城。给合同是个局，让顾倾城投资生产药物，等药物生产完，他找古清明送药的时候，自己在半路杀出来，拿出王神医的药。相信古清明看到疗效之后，一定会采用王神医的。这样，顾倾城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原本想着用合同换你的一双手，没成想换来了巴掌。我会让你们死得很惨，很惨，很惨。当你回到别墅时，顾倾城正在偷偷抹眼泪。他看到你，迅速起身看向你的手指，发现竟然什么问题都没有，愕然地问他们：“没动你？”你笑道：“我告诉他们，手还要留着给你做菜呢。”他们听后非常感动，一边夸我是好男人，一边欢送我离开。顾倾城听得一愣，脸色微红，随后又谨慎地说：“你不会动手了吧？你动了周叔叔，动周泰山可不是小事儿。他不只代表一个人，还代表整个周家的势力，背后还有顾家一脉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”你看他紧张的样子，笑道：“放心吧，没造成伤害，剩下的交给我摆平，我很厉害的。”顾倾城惊愕地张大嘴巴：“你还真动手了？”可事情已经发生，这时候再说什么都晚了。他想了想，迅速坐回沙发，看向茶几上的合同，看了几遍，发现都很正常，唯一的问题就是需要先拿出几个亿的资金而已。他心里疑惑，周泰山怎么会白白给这份合同？有了这份合同就不用回去，想不通。看到他愁眉不展，你随口道：“等过几天林振南把钱送来，你就能达到首富的等级，没必要做生意，我养你就好。”顾倾城笑了笑，以前不告诉你诊金的事情是因为没有解决办法，而现在有了这份合同就可以说了。他简单讲解了一遍，然后随口苦恼地说：“我签了这份合同，再把药卖给古叔叔，就能一直留在天海，也能保护你。但我隐隐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。”可是合同没有漏洞，他又露出一丝苦涩，签与不签太难了。就在这时，你的电话响起，正是王守文。你接起电话，还以为他遇到棘手的病症，没想到他把昨晚的事情说了一遍。你又看了看合同，顿时明白怎么回事。
原来是周泰山在下套。你回到告诉他们可以合作，我会再弄出一批样品。然后挂断电话，你看向顾倾城，笑道：签吧，没问题。顾倾城有些懵，你同意签？我总觉得这里不对。你坚定地说，相信我，敢下套，看到最后死的是谁？顾倾城想了想，快速签字。签好字后，他第一时间联系了顾清明，顾叔叔，我已经拿到药品的代理权，您看什么时候有时间？咱们签合同。顾清明诧异地说，拿到了。千红药业不是与周家合作了吗？他对这件事也有所关注。顾倾城笑道，又被我拿到了。顾清明没再多问，这样吧，今晚我去一趟，签合同。很多事情不能做得太明显，虽然顾清明会把合同给顾倾城，但也需要有其他人陪衬，否则传出去会被人说三道四。就在两人挂断电话之后，江海战部发文，今晚在天海市挑选药品供应商，一时之间天海市沸沸扬扬。你本想着亲手给顾倾城做顿饭，可走到厨房时，才发现顾倾城不知何时已经做完了。两人吃过饭后，顾倾城去了千红药业拿样品，你没陪他，因为要去找王守文。临近中午，药壶打开，里面赫然是几十颗橙黄色豆粒大小的丹药。由于药效比给林若曦治病的药效小很多，只有1/10，所以一壶出了很多。不过这也要比市面上补血补气的药品高出10几倍。王守文已经第2次见到，还是连连惊呼，激动的像是70岁的孩子。神迹简直是神迹！他双膝一弯，跪在地上，虔诚道：陆先生医术无双，当为无师。你一头黑线已经不知道这是第几次了，懒得搭理，抓紧时间把药给周泰山送过去，免得他着急。周泰山还想着给顾倾城下套呢，不给他工具怎么能行？王守文眼中闪过失落，其实昨晚也偷偷的练了几壶，每次都失败，缓缓起身道：好的，陆先生放心，我这就给他送过去。话音刚落，一道洪亮声音在医馆内响起：师兄师弟来看你了。你和王守文正在后院，也能听到这道声音，所以声音不可谓不大，你没当回事儿。但王守文却猛然看向医馆，表情惊愕，难以置信。那道声音又说道：咱们师兄弟已经几10年没见面，我登门拜访，师兄难道你不打算见我一面？王守文脸色更加难看，双手握拳，全身颤抖。你有些诧异，问道：仇人？王守文咬牙切齿道：陆先生有所不知，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蛋。原来门外的人叫赵德才，是他的师弟。当年师傅把女儿云燕许配给王守文，洞房当晚，赵德才把王守文灌醉，当着他的面，云燕羞愧自杀，师傅被活活气死。赵德才不知所踪，医馆内又传出赵德才的声音：师兄，你应该找了我几10年，若非这次竞标战部用药，我来天海市，咱们可能一辈子无法相见。我既然来了，你怎么不敢出现？要当缩头乌龟？也对，你一直都是王八，哈哈哈，混账！王守文终于忍不住，杀气腾腾地向医馆跑去。你皱了皱眉，也跟着走过去。走到医馆，就看到医馆内站着一名穿着黑色布袍的老头，年纪大约60岁左右，背手而立，目空一切。病患和伙计在周围议论纷纷，但赵德才完全不在乎。王守文气急败坏地道：你个杀人凶手，欺师灭祖之徒，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！今天我要替师傅清理门户。他说完，顾不得形象，直奔赵德才而去。杀父之仇，夺妻之恨，根本没有可以缓和的余地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。然而王守文根本刚冲到你的身边，陈德才向侧面躲开，同时脚下伸出，砰！王守文顿时被绊倒在地。赵德才摇摇头，讥笑道：这么多年过去，你还是这么软弱可欺。陆清舟，不知你现在有没有结婚？如果有，我觉得我还可以。不，你老婆太老了，还是问有没有女儿。哈哈哈！王守文奋力爬起，目眦欲裂，吼道：住嘴！我要杀了你这个无耻之徒！我砰！他还没等站起，赵德才又是一脚把他踹倒。直到这时，医馆内的病患和医生终于缓过神来，纷纷激动地喊道：王神医，师傅，竟然敢对我师傅动手，我弄死你！就在他们要动手之际，哒哒哒，门外走进8名保镖，快速挡在赵德才面前，并且一脚把冲在最前面的医生踢飞。为首的保镖冷漠地说道：顾神医乃是通达药业的医学顾问，谁敢动他，通达药业必定不死不休。此言一出，医生和患者全都倒吸一口凉气，快速后退，惊恐地看着。通达药业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是黄蜂市的企业，虽然不是一个省，但与天海市相邻，规模比本地的千红药业还要大很多。这种势力不是小市民能抗衡的。赵德才傲然摆摆手道：不要吓他们，把人吓坏了怎么办？要低调，低调。为首的保镖低头道：是。赵德才又走到王守文身旁，一脚踩在王守文身上，低头戏谑道：废物，这么多年过去还是废物。师兄，其实这么多年过来，我一直想对你说声对不起，不需要。王守文剧烈挣扎，但无论如何都挣扎不开。赵德才玩味道：你需要，因为我后悔了，当初不应该让云燕保持清醒，这样她就会以为是你，就不会自杀，然后我就可以一直与她在一起。对了，还可以让她给我生个孩子，让你养。她死得太早了，哈哈哈！你噗！王守文气得一口血喷出来，奇耻大辱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这一刻他恨自己没能力，如果能反抗，他一定要亲手杀了赵德才，哈哈哈！赵德才看他吐血，又狂妄地笑出声，周围病患和医生都敢怒却不敢言。这时你淡淡道：放开王神医，再留下一条腿，我饶你一命。
王守文跪了这么多次，应该帮一次。赵德才缓缓转头看向你，见你很年轻，还以为是王守文的徒弟，像是看蝼蚁一样轻蔑地说：“见到我才你师傅心疼了。这样吧，你跪下来求我，只要头磕得够响，或许能放他一马。”你脸色一沉，准备出手。陆先生，王守文忽然开口：“我的事我自己处理。赵德才，我要与你斗一，输者留命，敢不敢？”你停住脚步。斗一，这老头还有些骨气。赵德才眼中泛起一丝狡黠笑容。其实他早就知道王守文在这里开医馆，一直没来而已。这次来确实是为了竞标战部用药合同，更是故意来找王守文，就是要与他斗一，要踩着他上位，为今晚竞标增加机会。他玩味地道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斗一是医道中常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，两人同时解决，以各病情谁解决得更快更彻底则为胜。梅花九针是师门传承，共需要出9针，每根针的力度深浅顺序都不同，千变万化，效果也不同。很快，从病患中挑出2位患有胃病的患者。赵德才背着一只手玩味道：自古以来有孔融让梨的传统，师兄你年长，就让你先选。呵呵。王守文嘴角还有鲜血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不需要，你年轻，你先选，免得说我赢了你不公道，不履行赌注。”赵德才眯起眼，略有深意地说：“师兄，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，让你先选，然后我再抢你的。毕竟有经验了，你个老王八，哈哈哈！你……”王守文憋得脸色通红，险些喷出一口血。你摇摇头，中医望闻问切，全凭人，最忌讳心境不稳。赵德才从进门开始就挑衅，显然是为了破坏王守文的心境。你缓缓说道：“王神医，注意平和。”唰。赵德才猛然看向你，没错，说这些就是为了刺激王守文，增加胜算，竟然被你识破了。他阴冷地说：“黄口小儿，等我处理完他再处理你。”说着，他拽起一名病患：“你躺下。”病患不情愿地躺在床上。王守文看向你，微微点头，随后深吸一口气，对另一名病患说：“麻烦你躺下吧，我为你治疗。”病患兴奋地说：“能让王神医亲手治疗是我的荣幸。王神医加油，王神医加油，师傅加油，师傅必胜。”周围的病患和医生也纷纷为王守文打气。病患躺好后，两人同时拿起银针。赵德才玩味地说：“师兄，第一针下关元穴可好？”王守文不再回答，全神贯注的施针。不过第一针确实刺入关元穴。赵德才见状微微一笑，也刺入关元穴，又调侃道：“第二针可是刺入百会穴。”王守文刺入百会穴，赵德才也跟着刺入，笑道：“第三针刺入神阙穴。”就这样，赵德才每次在刺入穴位之前都会说一句。很快两人施完9针，穴位顺序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只剩下力度。10分钟后，赵德才双手背过身后，笑道：“喝辣椒水如何？”王守文皱眉道：“他们胃病已久，一次针灸确实会有很大改善，但不能受强刺激，不能喝辣椒水，用温和一些的冷热交替评判即可。正常人喝辣椒水都受不了，更不要提有胃病的人。喝冷水再喝热水，反复几次，再根据脉象即可判断胜负。医者仁心，你既然让有胃病的人喝辣椒水，是何居心？就这样还敢与王神医斗一，境界差太多，你必输无疑。”周围人又忍不住议论：“哈哈。”赵德才完全不在乎，反而笑出来，狂妄地说：“师兄，你忘记了，你越是不让干的事儿，我越要做。今天你输定了，来人，给他灌辣椒水。”听到他的命令，保镖们顿时端着辣椒水走上来，摁住床上的病患往嘴里灌，任凭病患如何挣扎，还是灌进去一半。你怎配为医者？猪狗不如！王守文气得全身颤抖不止，想阻拦却没有实力。赵德才拿起剩下的半碗辣椒水，递给病患道：“为了公平起见，喝吧。”王守文面露艰难，病患却说：“王神医，我相信你，我喝。”说完，主动抢过辣椒水喝下去，可刚喝一半啊！病患被辣得胃部痉挛，疼得面容扭曲，忍不住惨叫出来。王守文当即道：“拿醋来，快！醋可以解辣，可以缓解一些，减少痛苦。站住！”赵德才冷声开口，轻蔑道：“你不用管他，还是管管你自己吧。老王八，你输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的命是我的。”此言一出，众人同时看向赵德才，随后下意识看向他身边的病患，都被震得瞠目结舌，因为病患正坐在床上擦嘴，看起来只有愤怒，没有痛苦。他竟然没被辣到。病患见所有人看过来，也懵了，惊愕道：“我好像确实没感觉到辣，只是觉得胃部暖暖的，难道我胃病好了？不可能！”王守文愕然道：“胃病是顽疾，需要养，不可能好得这么快，绝对不可能。”赵德才讥笑道：“技不如人，就不要找借口。老王八，你输了，你贱命一条，我也懒得要。这样吧，你就去门口马路上给我跪地磕3个响头，再说我是老王八。”哈哈哈！赵德才狂笑着说：“让他死太便宜了，要让他一辈子活在阴影之中，短的是人生，长的是磨难，这绝对不可能。”王守文仍然不相信，快速走过去号脉，可号脉过后，他的眼睛越瞪越大，仿佛一瞬间老了10几岁，失魂落魄的向后退，因为脉象平稳，胃病真的好了。这一刻，周围的病患和医生都震惊，看样子你确实输了，万万没想到，天海神医王守文竟然会输。啪嗒，王守文眼泪流出来，这几十年来，他无时无刻不想着报仇，却没想到有朝一日仇人站在面前，他没有能力报仇，还反被羞辱，几十年的辛酸瞬间涌上心头。赵德才嗤笑道：“我记得当年看到我和云燕的时候，你也哭，你的眼泪还真是不值钱啊，哭死我也不会同情。”
快去给我跪下磕头。当然你不想跪，我也有1万种办法让你跪。说完，他得意地笑着。只要你跪下，他不仅成为了战胜天海神医的神医，名声大噪，那么今晚同达药业的竞标成功率更大，而且能让你一辈子抬不起头。好，愿赌服输。王守文失魂落魄地向外走。王神医，我替你跪，我也替你跪，我也替。周围的病患和医生同时跪地，虽然改变不了输的事实，但却能帮王守文承担。霎时间跪倒一片，没用。赵德才重重道：你们跪死也没用，我要的是他。老王八，快去跪下，快！最后一个字儿近乎喊出来，谢谢大家的好意，都起来吧，我跪。王守文的声音像是油尽灯枯的老人，眼泪越流越多，走向门外。这时你恍然大悟，刚刚就在想为什么同样的针法效果能差这么多，才想明白，你高声道：王神医，你不用跪，也没输，输的是他。此言一出，所有人同时看向你。王守文也定住脚步，诧异地看向你。赵德才正在享受着成功，准备看王守文跪在门外喊王八。他猛然看向你，眼中闪过一抹阴翳，冰冷地说道：黄口小儿，你是瞎子吗？谁胜谁败，有目共睹，还要强词夺理。病患和医生也都感到诧异，2名病患的状况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虽然很不愿意承认，但王神医确实输了。王守文苦笑一声：陆先生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可我确实是老朽不争气输给他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他能理解你是为他好，不想让他跪下，但他亲自好过脉，病患的胃病确实治好了。你摇摇头，有些时候眼睛会骗人，脉象也会骗人，你们看的一切，摸到的一切都是假的。你们有没有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每次下针之前都要说话？看起来是扰乱王神医心境，实际上另有企图。他兼修武道，而且已经练出内气，但也只是练出一点而已。刚刚他说话实质上是在运气，再用针度气给患者造成胃部痊愈的假象，但这股气很快会散，届时患者非但不会得到好转，反而会更加严重。这是你刚刚想明白的。两人刚刚唯一的不同点就是以气度针。赵德才越听越惊愕，眼中满是震惊的光芒。因为你劝说的对，当年离开师门之后，他担心被王守文报复，所以习武保身，最近才练出内气，体内的内气不足以暂时保护患者的胃部，所以才需要说话吸气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一派胡言。赵德才缓过神，这种时候绝对不能承认，怒道：宵小之辈，竟然胡言乱语，胡搅蛮缠，还编造出莫须有的理由颠倒黑白。既然如此，你也去跪着磕头，否则我就要了王守文的命。周围的人也觉得不可能，你说的太玄乎，好像是故事一般。王守文皱了皱眉，也说：我确实听过以气度针，但这种神技已经失传近100年，我师父也未曾教过我们，他不可能会，并非不相信你，而是不相信赵德才。当然不可能会，因为我是单凭医术赢的你。赵德才立即说道，眯眼盯着你，威胁意味十足。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立即去给我跪着磕头。立即。他双手微微握拳，有要灭了你的冲动。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见识，绝对不能让你成长。傻狗！你冷笑一声，是医术还是作弊，很容易验证，只要再等5分钟即可。如果没猜错，你之所以着急让王神医跪下，就是因为担心气息消散，暴露你医术笔漏的事实，你找死！赵德才眼中闪过一抹慌张，你又说对了，因为渡给患者的气很快会结束。他说话，猛然举拳准备打向你，可就在这时，患者忽然惨叫一声，从病床上翻下，嘴里不断喷辣椒水，辣椒水中还有鲜红血液，很显然胃部被烧穿了。他真的犯病了，与你说的一模一样，还有血，比之前更严重。你个庸医，你在害人！所有人都开始破口大骂。王守文也看出端倪，气得怒目圆睁。赵德才，这么多年过去，你还是如此卑鄙，世上怎么会有你这种人？他想要冲过去拼命，但还是第一时间冲向患者治病。你面无表情地说道：看来你比我预想的更废物，才多坚持1分钟，现在谁胜谁败？一目了然，把命留下吧，药架上有砒霜，自己喝。不得不承认，赵德才的计划很好，就连你都想了一会儿才想通，自己喝砒霜，快点去死！你个老不死的东西，竟然害人，快死！所有人变得更加激动，指着他的鼻子怒吼。赵德才目眦欲裂，闭嘴！一群小屁民也敢指责本神医，你们找死！众人都被吓得迅速闭嘴。他可是通达药业的医学顾问，普通人斗不过。赵德才双眼死死盯着你，阴冷地说道：我明明计划得很好，却被你个瘪三给搅和。若非今晚要去占卜竞标药材，不想节外生枝，会立刻让你生不如死。但别急，等我中标之后，会立刻来取你狗命。哼！说完，他转过身准备离开。计划失败，也就没有留下的必要。站住！你波澜不惊地说道。还没履行赌注，我允许你走了。唰！赵德才猛然转头，暴躁道：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，找死！他迅速向你袭来，大掌凌空拍下，带着凌冽风声。这一巴掌如果拍在人头上，能生生把人头拍碎。即使周围的人不懂武道，也看出这招不寻常，果然是败类。你面无表情，迅速出手，后发先至，牢牢握住赵德才的手腕。赵德才心中一惊，他是高手。他迅速想把手抽回，却发现无论如何用力也不能撼动半分，心中大骇，眼中泛出阵阵惊恐。履行赌注，你说出4个字，迅速出脚，一脚踢在赵德才的腹部，把他踢出5米。噗！赵德才一口鲜血喷出，捂住腹部，越来越不安。
他看向几名保镖，惊叫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上！”保镖闻言迅速冲向你，你不退反进，主动迎上保镖。他们的实力还不如赵德才。只见你在保镖中穿梭，短短几秒钟内，保镖全部躺在地上，爆头惨叫。你向旁边看去，发现赵德才早已不见踪影。这个老家伙不知何时跑了。患者还在惨叫，看起来越来越痛苦。挺住，挺住，快去熬药，快！王守文好似忘记旁边的事儿，全心全意救治患者，奈何病情太严重，又涉及内脏，他可以不让患者受进一步伤害，却没办法止住疼痛。见状，你走到旁边，我来吧。说话间，你拿起银针刺入患者穴位，刺入完毕的瞬间，患者的惨叫顿时消失，好像从来没疼过。周围的人全都震惊不已。王守文惊愕道：“陆先生，这是梅花九针？”你点点头，对。王守文费解地说：“可我刚才试过，不管用啊。”你淡淡一笑，因为你只是使用梅花九针，而我是以气度针。虽然与赵德才的原理一样，不同的是他只能护住10几分钟，而我可以护住他3年。起来吧，回家慢慢养，3年足够养好。你说完示意患者起来，砰！王守文二话不说，再次跪地，虔诚道：“陆先生乃天上一仙降世，当为吾师，受徒儿3拜。”在王守文第2次叩拜的时候，你跑了出来，心有余悸。这个老家伙太吓人了，一直想要认你做徒弟，看起来以后得少见他。你本打算回云顶天宫给他做一份下午茶，看看能不能暖饱思，哪怕他能像以前的顾倾城那样也行。说来也怪，顾倾城好像变了一个人，现在也不错，以前也很好，各有不同。就在你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接到了张双的电话：“陆清舟，你是集团负责人，眼里还有没有公司？一天看不到人影，知不知道给公司造成多大的损失？”你立刻打断他的话：“你怎么还没跳坟坑？”你发现这个女人真是欠对，处处作对。张双听后憋得快要爆炸，有种想要立刻把你按到坟坑里的冲动。他完全想不通，小姐看上你哪点了，竟然宁愿为你放弃一辈子。深吸一口气，他缓和了一下情绪，说道：“张总，我还要全心全意为你服务呢，不能死。对了，140地块已经开工建设，需要你立刻去莅临指导。你也不想让小姐失望吧？就这样。”他说完，直接挂断电话，嘴角上扬，嘟囔道：“小姐已经拿到千红药业样品，今晚更会拿到占卜公药合同，也就不需要回去。但你俩绝对不能在意。起，快去吧，有惊喜等着你。”嘿嘿，在140地块正如火如荼地建设着，数百工人紧张忙碌。工地中，苏婉月穿着工装，头上戴着白色安全帽，手中拿着供应单，一样样清点材料。这是苏氏最大的订单，不能有半点闪失，所以他亲自来。而他身边正站着一名穿着高定西装的青年，仪表堂堂，气度不凡，手上的手表价值300万。他手上捧着一大束玫瑰花，苦笑道：“天骄，我们又相遇了，难道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”在他身后还站着8名西装保镖，谨慎戒备周围。苏婉月像是没听见，继续对材料。青年笑了笑说：“我知道你是事业型女强人，不愿意为了我浪费事业上的一点时间，但我段来明没有别的能力，可以让全世界都停下来等你。”说完，看了看身后的保镖，保镖会议立刻起身踩在钢架上，拿起扩音器喊道：“工地所有人听着，从现在开始，工地停工，所有人补偿3天工资，由段公子买单。”哗啦啦，听到声音，所有工人停工，眼中泛起兴奋。可以不干活，白白拿3天工资，谁不愿意呢？苏婉月终于有所触动，不快地说道：“段来明，你要干什么？知不知道这样会耽误工程进度？再告诉你一遍，我们不可能了，我已经有男朋友。”两人是大学同学，大学4年间，段来明一直对他紧追不舍。就在毕业那天，他准备答应段来明，可那天晚上却发现他带着其他女孩从酒店出来。段来明笑道：“为了你，损失再大我也赔得起，小钱而已。”天骄，其实在我来之前已经调查好了，这么多年你一直单身，不过我依然愿意相信你。现在只要你能把男朋友叫出来，我主动退出。苏婉月怒不可遏，想当年她也是相信爱情的小女孩，正是因为段来明打破了她一切的幻想，让她觉得世上男人没有好东西，全世界她最恨的就是他。不，现在是你陆清舟。苏婉月正想找其他理由敷衍，忽然间见到一个人走进工地，眼中泛起熊熊怒火，双手握成拳，非常用力，指甲快进入肉里。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你。段来明注意到他的眼神，也看过来，见你穿的平平无奇，问道：“你俩有仇？没关系，我让他跪在你面前唱征服。”说着，他一抬手，准备让保镖去处理，用不着。苏婉月忽然开口，冷冷道：“他就是我男朋友，我再恨他也是内部矛盾，与你这个外人没关系。虽然他最恨你，但毕竟已经有实质关系，用你来当挡箭牌也不错。”走向你，苏婉月直接挽起手臂说道：“你还知道来看我？就因为咱俩冷战，有人要趁虚而入，你解决。”你正想着工地为什么停工，忽然被他挽住，顿时有点懵，这娘们怎么无处不在，而且今天吃错药了。段来明脸色变得难看，不过很快恢复正常，缓步走过去，根本没看，笑道：“天骄，我知道你是在故意气我，但我也很生气。如果你找个差不多的演员也就罢了，找他这样的货色，你是在作践自己啊。”苏婉月立即说道：“陆清舟他骂你是货色，言语神态都在瞧不起你。
没把你放在眼里。你一时无语，看出来苏婉月在用你当挡箭牌。不过自从威虎山庄的事件之后，你对他的印象还不错，帮一帮也不是不行。你淡淡的说道：“朋友，说话注意言辞，说的难听容易掉牙。”呵呵。段来明轻蔑的笑了笑，上下打量着你，玩味地道：“垃圾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不想知道垃圾，你回道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是，你骂我。”段来明说到一半，终于反应过来，气得怒目圆睁。噗！苏婉月被你逗得笑出声，发现你不只会噎他，谁都能噎，有些时候还不错。段来明看到苏婉月竟然笑了，脸色更加难看，阴沉地说道：“我给你机会，现在立刻马上滚出这里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”你有些头疼，心想这到底是从哪儿跑出来的250，学着他的口气说道：“我也给你机会，现在立刻马上滚出这里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”你段来明眼睛眯成一条缝，小子，你很狂，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里格外安静？那是因为我一句话让这里几百人停工，你明白我的实力吗？他认为动手是下等人做的事儿，能人讲究不战而屈人之兵。你恍然大悟，刚才还好奇为什么工地会停工，看向工头说道：“开工。”工头闻言迅速指挥工人开工，不能为了3天工资而不工作。你又看向段来明道：“你一句话让这里停工，而我只说2个字就开工，你明白我的实力吗？”段来明一愣，随后暴躁道：“我是通达药业的太子爷。”你脱口而出道：“我是你爹。”噗！苏婉月再次被你逗笑，忽然间觉得你或许是真的喜欢自己，或许那天晚上是情不自禁。段来明见苏婉月又被逗笑，勃然大怒。他很了解苏婉月，若是对不喜欢的男人，他从来都是一副爱答不理的臭脸，只有对待喜欢的男人，他才会经常露出笑容。难道你和他真的有故事？想到这儿，段来明目眦欲裂。你敢羞辱我？你知道羞辱我的后果吗？当他说完，身后8名保镖快速围住了你。苏婉月见状，迅速收住笑声，皱眉道：“段来明，你要干什么？这里不是黄蜂市，你别乱来。”他知道你很能打，但这是8个人，他未必认为你能打过。可说完这句话，苏婉月就后悔了，自己竟然会担心你。段来明愤怒道：“是不是黄蜂市又如何？我要动他，无论何时何地。”说话间，他又轻蔑地看向你。这个世界上能让我生气的人并不多，你算一个，而让我生气的后果非常严重。现在立刻给我跪下磕头认错，否则我就在苏婉月面前让你跪着从我腿下爬过去。敢反抗，就让保镖打得你满地找牙；不反抗，你就会颜面尽失。对段来明来说，怎么做都是赢。你极其无语，有钱人家的孩子都这么狂吗？你看了看周围的保镖，以多欺少，吓我。段来明扬起下巴，讥笑道：“对，就是要以多欺少，你能如何？实力是这个世界上最公平的东西，只要有实力，就可以为所欲为。”我错了，你脱口而出。听到这句话，苏婉月愣了愣，她都没听过你向自己道过歉，竟然给段来明道歉。段来明嘴角微微上扬，心想，看来就是个欺软怕硬的怂货。等你下跪在自己面前，苏婉月也就不会再喜欢你了吧？你继续道：“我原本以为你只是狂，没想到脑子还不好使，从一开始就想错了。傻狗，你忘记我能让他们开工了吗？”段来明心中有种不好的预感，什么意思？其实是从见到你的第一眼就没瞧得起你。你随手打了个响指，哗啦啦，几百号工人浩浩荡荡冲过来，手中拿着各种工具，把这里围得水泄不通。看样子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他们就会把段来明铸成工地一部分，还以多欺少吗？我也想以多欺少，咱们试试。段来明额头上挂着黄豆粒大的汗珠，吓得脸色煞白。8名保镖吓得直哆嗦，再能打也打不过几百人啊。段来明硬着头皮道：“你别乱来，我告诉你，我来天海市是与战部签订供养合同，我是战部的合作伙伴，动我一根汗毛，战部饶不了你。”这话是在吹牛，其实是来竞争而已。你摇摇头，通过你的智商，我不难推断你家药品质量，不如乖乖回去吧，别丢人现眼了。我这个人喜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跪下磕3个响头放你走，否则让你从我腿下爬过去。你懒得跟他废话，等会儿天就黑了，还要去看戏。你段来明气得快要吐血，你这家伙还真是不知死活，全身上下衣服加在一起，价值不足1000，仗着能命令民工与自己作对。若在黄蜂市，定让你哭爹喊娘。他狰狞道：“好好好，非常好。你敢不敢让我打个电话？只要你敢让我打电话，别说跪下磕3个响头，就是100个也可以。敢吗？”他绝对不能跪，传出去太丢面子。唯一办法就是叫人，外人都以为这次来天海，身边的保障只有保镖，这么想就大错特错。真正的高手是家里医药顾问陆神医，他能救自己于水火之中。叫人，你被逗笑了，你是不是要叫赵德才？他家是通达药业，赵德才也是，应该就是叫他。段来明一愣，冷笑道：“你知道陆神医？既然听过陆神医的名字，就乖乖认错，哪有这么多屁话？你打断让他来，我等着。刚才就被他跑掉，原本还打算晚上处理，现在能处理更好，狂妄。”段来明怒气冲冲拿起电话拨给赵德才：“陆神医，我在140地块被人围住，你来一趟。”赵德才虚弱地说：“公子，我暂时过不去，刚刚与人友好切磋，受点小伤，力不从心。他根本不是小伤。”
肋骨断了几根，走路都疼。段来明顿时紧张，如果他不来，怎么离开？焦急道：陆神医让你来，不仅仅是为了我，还有一个小人听过你的名字，点名道姓让你来。嚣张至极。谁？赵德才问道。陆清舟。段来明脱口而出。嘎！赵德才懵了。你是故意的，故意找到段来明，让他把自己叫来，千万不能去，去就没命了。赵德才咬牙道：我就是被他打的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你故意挑衅还想打我，公子，咱们不能上当。不想说实话，奈何还有几名保镖也被你打了，段来明早晚会知道。嘎！段来明也懵了，眼前这家伙居然伤了陆神医。可现在的问题根本不是上当的问题，他不上当，自己怎么离开？段来明转了转眼睛，看向苏婉月，挤出一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天骄，咱们毕竟是4年同学，让你男朋友高抬贵手好不好？我祝你俩幸福。你一头黑线，他还真是识时务。苏婉月想了想，随即道：走吧，以后别再缠着我，否则陆清舟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好好好。段来明灰溜溜的离开。实际上你本来就是帮忙，也没打算怎么样。既然苏婉月让他离开，你就让他离开。你把手抽出来，戏演完，也就没有让他抱着的理由。随后问道：你怎么在这里还戴着安全帽？你来工作了？具体事务是由张双负责，你确实不知道。苏婉月见你动作，脸色迅速沉了下来，心想真能装。我为什么在这里？你心里还没点数吗？他黑着脸道：姓陆的，你别跟我装傻充愣。虽然我拿了合同，但我保留诉讼你的权利，尤其是你现在明知故问的样子，让我恶心。说完，他转身离开。你被骂得一头雾水，他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刚帮他解决完麻烦就开始骂人，忘恩负义吗？你气愤地说：给我站住，懂不懂得什么叫感恩？唰！苏婉月猛然回头，眼眶竟然布满泪水，忍不住委屈的道：感恩你什么？感恩你把合同给我，还是感恩你趁我喝醉把我？苏婉月猛然回头，眼眶竟然布满泪水，忍不住委屈道：感恩你什么？感恩你把合同给我，还是感恩你趁我喝醉把我？当他提到把我2个字时，他及时停住，因为后面的话实在难以启齿。你感到一丝犹疑，不快地说道：我给你的合同，我趁你喝醉，把话说清楚，谁给你合同，谁趁你喝醉，我干什么了？他只说了一半的话，让人非常难受。苏婉月听到你居然还在问，怒不可遏地吼道：陆清舟，你卑鄙下流无耻！我这辈子从未见过你这样的厚颜无耻之徒，总有一天我会报复你，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呸，王八蛋！说完，他快步转身离开，一边走一边掉眼泪，眼前又浮现出那天早上的一幕，衣服被扔得满地都是，还有些被撕碎，只剩下一份签好字的冷冰冰合同。陆清舟如果大大方方承认还好，竟然还在装，真是无耻到极点！操！你愤怒地骂了一句，隐隐觉得他的话里有话，但被一通骂弄懵了，没多想。随即你深吸一口气，师傅说的对，唯有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也不对，姚晴就挺好，还有6份婚书得赶紧退了，也不知道剩下的都是什么奇葩。你甩甩头不再多想，当务之急是今晚把合同拿到手。你回到云顶天宫时，顾倾城已经准备好一桌丰盛的饭菜，你有些后悔不应该去工地，惹了一肚子气不说，还耽误了给姚晴做饭。吃完饭，你们一起前往天海大酒店，今晚占卜的药品招标在这里举行。此时此刻，宴会厅里已经热闹非凡，参加招标的药商不仅在场，还有很多天海的名流也受到邀请，让他们来做个见证，以保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顾小姐，你的气色更好了，陆先生以后还请多多提携啊！陆先生精神焕发，容光满面，我有预感，今晚陆先生一定能拿下订单。众人见到顾倾城和你进来，纷纷走过来拍马屁。这些人很现实，见你在婚礼上杀人还能安然无恙，都是顾倾城的能量，加速靠近。顾倾城和善的与他们微笑，点头闲聊。你没那么好脾气，懒得应付，在人群中扫了一圈，没发现周泰山和徐宝石父子，也没发现下午遇到的傻缺段来明，居然还没来。就在这时，两人走过来，林振南穿着西装，双手抱拳道：顾小姐，陆先生，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们盼来。那天的事儿还没好好感谢，林心里有愧啊。他身边站着的是穿一身晚礼服的林若曦，冰山美人，格外吸引眼球，气色已恢复，不过手腕上留下一道疤。林若曦笑道：林先生不必感谢我，那一切都是陆清舟出力，要感谢他就好。他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在给你积攒人脉。虽然林振南之前做的不对，但他毕竟是天海首富，能让天海首富对你心怀愧疚，有莫大的好处。见到林若曦还对你笑，周围人纷纷诧异，难道他们不是对头吗？和解了。林振南笑道：话不能这样说，顾小姐功不可没，不过确实要好好感谢陆先生。他看向林若曦，倩倩向陆先生表达感谢，他笃定顾家绝对不可能接纳你，所以要提前为女儿铺路，只要能让你成为女婿，林家可保百年不倒。林若曦仍然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，看向你道：谢，算了，你打断他的话，对女人已经有阴影，不用谢，咱们之间纯粹是利益交换，早点把钱准备好是真的。提醒你们一遍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，以前你们出尔反尔，不讲道义也就算了，这次若再敢不讲信用，我不介意把婚礼的事儿在林家重新上演一遍。此言一出，周围一片冷清。婚礼的事儿是要杀人啊！
林振南的笑容顿时凝固，只觉阴风阵阵，心跳止不住加快。林若曦咬了咬嘴唇，很不快：“你凭什么总装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？难道不会好好说话？”他冷声道：“陆先生，小心祸从口出。”你眉毛一挑，讥笑道：“忘恩负义！”你林若曦气得差点吐血。你说的是谁？青州。顾倾城见情况不好，赶紧拉了拉你的衣角，提醒道：“少说两句，现场这么多人，你总表现得咄咄逼人不好。”你看了看顾倾城，不再说话，缓步走道。一边顾倾城挤出一抹笑容道：“林先生，倩倩青州是在开玩笑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失陪一下。”说完，顾倾城走向你，林振南极其尴尬地站在原地，只能看着你们的背影。林若曦也在看着，脸色越来越冷，心中却是五味杂陈。你明明救过他几次，却总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，早晚有一天他会把你的面具撕下。死渣男！拍马屁拍到驴蹄子上楼，这一脚踹得真疼，脸都肿了。周围响起嘲讽的声音：“陆先生真性情，我佩服。看不上你就是看不上你，一点面子也不给，完全不在乎你有没有钱。有些人就是自作自受，当初明明有婚约存在，却看不上人家，把婚退了。还是顾小姐眼光独到，一眼看出金镶玉。有些人啊，肠子都要悔青了。我只说2个字，活该。”呵呵呵。周围响起哄堂大笑，林振南脸上火辣辣的烫着，很清楚他们在嘲讽自己。林若曦忍不住说道：“你们闭嘴，我家怎么样？轮不到你们说。”确实轮不到，但能轮到陆先生。陆先生可是还要重现婚礼现场，希望你们晚上能睡得踏实。呵呵，后悔就直说，别憋着。林若曦还想说话，却被林振南一把拉住，沉声道：“倩倩，我们去那边。”爸。林若曦气不过，他们凭什么说我们？当初是做错了，但陆清州也犯过错误，监狱给了他改造机会，为什么我们犯错就要被人骂？林振南严肃地说：“倩倩，你要学会辩证看问题，他们能骂是好事，说明大家都认可陆清州的能力。倩倩，你与陆清州有过婚约，婚书还在我们手中，并没撕掉。”林若曦一愣，父亲什么意思？还没等林振南继续说，宴会厅大门打开，两人走了进来。段来明走在前方，双手抱拳，高声道：“在下黄蜂市通达药业继承人段来明，代表通达药业竞标药品供应，出来保地，还请各位多多关照。”你的声音不可谓不大，整个宴会厅都能听见。哗啦啦，一瞬间所有人都看过来。段公子，你也来参与竞标？段公子，好久不见，上次见到你时，你还在上学。段先生最近身体怎么样？还好吗？由于黄蜂市紧挨着天海市，商界很多人都认识，大家纷纷抱拳寒暄。段来明对他们的态度非常满意。其实进来时是有意提高嗓门，一方面是因为黄蜂市的经济比天海市发达一些，来到天海市便有些傲气；另一方面也算是自报家门，让那些小企业知难而退。段来明微笑回应：“我父亲身体很好，不过我已经进入集团，正在逐步接手集团业务，所以这次就让我来参与竞标。”几人奉承道：“段公子真是年少有为，如此年纪就接手家族企业，不像我家那个败家子，整天只知道吃喝玩乐。段公子要高举通达药业大旗，带领集团勇往直前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段先生有你这样的儿子，不愁后继无人。”段来明更加舒坦，这才是来天海的正确待遇。下午遇到搞工地的你，纯属意外。要知道，家里的通达药业可是比天海最大的千红药业还要强大几分，你有什么资格在自己面前乱叫？忽然他眼前一亮，略有深意地说：“各位老板就不要夸我了，天海市也有很多年轻俊杰，我听说有个叫陆清州的，不知各位听没听过？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并不代表好汉不报仇。之前忙着晚上竞标，还没来得及调查你的身份，正好从他们口中打听，若都知道家里还一般，就让现场这些人弄你，要让你知道得罪自己的代价。”陆清州听到这个名字，全体一惊。很快有人说道：“我知道，确实是天海市的青年才俊，虽说才出道不长时间，但实力有目共睹，让我等佩服啊。”这话说的不假，当看到陆先生的能力之后，我的敬仰之情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忽然感觉半辈子白活。陆先生乃天上文曲星下凡，人中龙凤，他们都知道你就在现场，所以趁机继续拍马屁。你听得很无语，夸得比监狱里那些家伙还尴尬，不如让他们都进监狱，与那些家伙比一比。一群趋炎附势之辈。林若曦冷冷的开口，极其不屑。段来明脸色变得难看，他们说的与自己想要听的完全不一样。难道你真有背景？他试探地问道。他父亲做什么的？无父。他母亲是做什么的？无母。他是白手起家独立创业，差不多没人好意思说你是给顾小姐打工，只能敷衍。段来明心里踏实了，一个无父无母白手起家的下三滥，怎么能与自己比？要知道，通达药业从爷爷那辈开始，拘谨70-80年历史，底蕴极其深厚。他冷哼一声，带着浓浓鄙夷道：“我看你们根本没见过什么是人中龙凤，那我直接问问诸位，他与我比起来如何？”全体沉默，不知如何回答。段来明又讥笑道：“换一种问法，如果我俩斗一斗，你们认为谁会赢？”当听到这句话，众人终于感觉到情况不对，所有人同时回头看向你所在的方向。段来明也看过来，当他看到一双眼睛正似笑非笑地盯着自己，吓得全身汗毛孔都炸裂开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今天是药品招标会，与他有什么关系？站在旁边的赵德才更害怕，下意识向后动了动，谨慎戒备，真是冤家路窄，怎么在哪儿都能遇到你。
你见所有人都看过来，也就缓缓走过去，一边走一边道：“你要与我斗一斗，怎么斗？什么时候斗？不如就现在。”段来明非常紧张，但想到周围这么多人，心中恢复些底气，冷笑道：“没想到竟然在这里遇见。陆青州，我承认你很能打，但这个世界并非能打就无敌，要讲究势。你看到我出场，多少人围在我身边，人脉即是实力。你淡淡一笑，你身边的人在哪儿呢？”话音落下，哗啦啦，周围人同时向后退，眨眼间留出一个方圆5米的空地。段来明头皮发麻，这特么是怎么回事？你不是没有背景吗？但这么多人看着，绝对不能怂，传出去以后还怎么做人？他缓缓背过手，傲然道：“难道要打我？我告诉你，我段来明从小长这么大，没怕过，有种你就打死我，否则绝对不会让你好过。”段来明说完，又挺了挺胸膛，一副视死如归的架势。这种场合你敢动手？他不相信。不提在场名流，更要知道这可是战部老大古清明组织的，所以装装也无妨。嘘！旁边传出一道声音，谨慎提醒道：“段公子，别说了，本是千红药业的继承人聂远，就是像你一样在陆先生面前装逼，被一掌拍死的，脑袋都碎了。”段来明愣住，又有人道：“不止聂远，有个叫田伯的，据说还是江海省武道排名第48，也被陆先生一掌拍死了，尸体还没发丧呢。”段来明听得目瞪口呆，继续有人道：“江海省排名第3的家族周家周公子，也是因为在陆先生面前装逼，被打断四肢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。”段来明彻底崩溃了，你到底是个什么怪物？为什么一点消息没收到？早知道就不说了啊！你已经走到他面前，又问道：“现在斗吗？”段来明有种想跑的冲动，正不知如何是好时，宴会厅大门再次被人推开，3人浩浩荡荡走进来。走在最前方的是周泰山，后方跟着徐天龙和徐宝石。看到3人，迅速有人去打招呼：“周家主，周家主，周家主。”如果说在场有人能硬汉你，那么也就只有周家主周泰山了。周泰山没看打招呼的人，一眼锁定你，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，死死盯着你。你随口道：“看什么看？脸不疼了？用不用再扇你巴掌？”嘎！全场傻眼了。你要打周泰山？你疯了！这是江海省最顶端的大人物之一。周泰山气得全身一颤，他竟然在公众场合说这些，眯眼道：“不用慌，很快我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绝望。”说完走向另一边，众人发现周家主的脸确实有些肿，不只是他，徐天龙和徐宝石更肿，看来真的打过。画面一时间有些诡异，要知道这可是周泰山，全省顶级大佬，你怎么敢打他？所有人相互对视一眼，都拉开与你的距离，不再拍马屁，因为他们都看明白，周泰山绝对不会善罢甘休，免得报复你的时候伤到自己。我要斗，但不是现在，终有机会。哼！段来明抓住机会冷哼一声，赶紧退到一边。这家伙太吓人了，被你拍死怎么办？还是离远点好。跟在身后的赵德才也迅速跟了上去。青州顾倾城从一旁走过来，他早就知道你动了周泰山，看他只是有些脸肿，心中竟然感到丝丝踏实。不过周泰山还来这里，让他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千红药业的合同已经在自己手中，他还来干什么？今天这种场合完全没必要参加。他小声问道：“你与段来明有矛盾？”你把下午在工地的事简单解释了一遍，包括苏婉月的事情也没隐瞒。身正不怕影子斜。顾倾城微微一笑：“我相信你。”他又看了看段来明，再看看周泰山，眼中浮现出一抹担忧，总感觉今晚会有变故。你安慰道：“放心，有我在，一定会拿到合同。”说话间，门口传来一声古指挥使到，哗啦啦。所有人转头，就看到宴会厅大门打开，穿着一身戎装的古清明出现。他的气色比之前参加顾倾城见面会时好了很多。这一切都是得益于你的缘故。古清明一边走一边与众人点头打招呼，最后走到台上，他笑道：“首先感谢诸位药企能够积极参与药品竞标，愿意为战部出一份力，也感谢天海市社会各界名流能来见证招标会，以保证所有环节公平进行。好了，我是战部中人，不喜欢废话，接下来就开始竞选。选取的标准很简单，效果，而评判的结果由我这边这位专家孙德胜和另外2位专家给出。”当他说完，响起热烈掌声。周泰山眯起眼看了看顾倾城，嘴角泛起一丝冷笑。只要把订单抢到手，他绝无在1个月之内达到首富级别的可能。届时他会回到帝京，你就可以随意处置。段来明也看了看你，眼中泛起阵阵邪恶的光。只要与战部合作，弄死你易如反掌。而顾倾城眼中再次露出丝丝担忧。上药！古清明中气十足地吼道：“哒哒哒！所有参与合同竞争的企业把药品拿上去。”顾倾城亲自送上样品，10几种药品在3位专家中一字排开。他们小心翼翼的评判，大约过了10几分钟，药品被一一剔除，到最后只剩下2种药品。这3位专家同时露出为难的表情，不由得看向古清明。古清明心中咯噔一声，他在来之前打过招呼，在同等药效的情况下优先采取顾倾城的药品，而现在他们露出这副表情是什么意思？眼前还留下2种药品，现场太多人看着，他只能严肃道：“3位专家有话可以直说。”3位专家点点头，由孙德胜说道：“古指挥使根据我们对10几种药品的评判，最后留下这2种药品，分别是顾氏的止血药、通达药业的补气药、实事求是的讲，这2种药品的药效不相上下，
但是在价格上差了很多。通达药业的价格仅为故事的2/3。古清明一愣，虽然评判的标准主要为药效，但也不可能不考虑价格。如果差的不多还可以，差了1/3传出去会被人说3道4，哗啦啦，周围人霎时间开始交头接耳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很清楚今天的合同就是给顾星城准备的。谁也没想到半路会杀出程咬金，差了1/3，这还怎么比？我还以为顾小姐十拿9稳呢，居然要输了。通达药业不愧为大企业，有实力，敢把价格压得低。听到周围人的议论，顾星城也变得凝重。他很清楚，这样下去会让古叔叔非常为难。但如果拿不到合同，自己就要回地京，就没人保护您。及时开口道：“古指挥使，价格只是初步报价而已，具体价格还可以再商量，顾氏也可以再降一降价格。”听到这话，古清明长出一口气，还好他反应快，否则今天就没办法收场。为了把合同给顾倾城，所以才突然宣布选择今晚。哪成想还是闹出事端。段来明忽然道：“古指挥使，正如他所说，价格只是初步报价，具体价格还可以再商量，通达药业也可以让步。来这里就是为了合同，降一降价格也可以。”刷，顾倾城猛然看过去，脸色有些难看。之前算到了本省的所有药企，千红药业无疑是最有实力的，千算万算，没想到通达药业也来凑热闹。段来明感受到目光迎上去，笑道：“美女，不好意思，这份合同我要定了。”顿了顿，段来明又阴阳怪气地说道：“你和陆清舟在一起，不会让他报复吧？可别吓我，我好怕呀！但就是打死我，这份合同我也势在必得。”呵呵，赵德才也跟着阴冷地笑笑，只要拿到合同，你又算是什么？然而还不等任何人说话，人群中忽然传出一声：“闭嘴！”不是别人，正是一直和你作对的徐天龙。他怒道：“外地来的无耻之徒，你知不知道你在与谁说话？我告诉你，这位可是帝京顾家的顾小姐，竟然敢对顾小姐轻佻，我看你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你知不知道陆清舟当众杀人，顾小姐都能摆平？信不信顾小姐一句话，陆清舟就会杀了你，并且事后没人敢追究？”此言一出，在场众人都有些懵。徐宝石父子不是周泰山的人吗？怎么帮着顾倾城和陆清舟说话？什么？段来明吓得目瞪口呆。他听人说过顾小姐在天海市，但并没见过，哪成想眼前这位就是。霎时间他冷汗直流，惊慌道：“顾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愿意让出合同。”轰隆，场中好似响起一道闷雷，劈在所有人头顶。这就让出合同？也太直接了！你顾倾城也被吓了一跳，听他这样说，怎么有种自己逼他的感觉？见状，你淡淡的笑了笑。好戏开始了。古清明眉头皱得越来越深，脸色难看至极。在他的招标会上，合作伙伴当众被威胁，这传出去他还怎么做人？段来明迅速转身：“古指挥使，对不起，我不参与这次竞标，我退出。”古清明咬牙正要开口，一直沉默的周泰山突然站出来：“你这样做是对的。”周泰山背手而立：“通达药业是吧？实话告诉你，今天若敢拿这份合同，绝对活不着走出天海市。顾小姐为了帮陆清舟摆平影响，动用家族力量，条件是1个月内达到天海首富级别，这药品供应就是关键。你抢走顾小姐就达不到目标，只能回地京，永远不能回天海。你想想，抢走合同你还能活吗？”他话音刚落，全场顿时炸开锅。大家原以为顾小姐只是随手帮忙，没想到她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。更重要的是，顾小姐可能要走了。林振南眼前一亮，心想顾倾城要走，自己女儿不就有机会了吗？林若曦脸颊微红，偷偷瞄了你一眼，心想终于看清你的真面目了。顾倾城气得咬牙切齿，这些秘密居然被公开，大家若知道他要离开，以后陆清舟怎么办？原来如此。段来明惊呼：“谢谢周家主提醒，否则我连怎么死都不知道。古指挥使，我确定退出。”不行！古清明立刻中气十足地喊道：“既然参与，就要参与到底，外部威胁不用计较，我古清明保你清舟。”他恶狠狠瞪了你一眼：“都是你，险些让他丢脸。”转向顾倾城：“顾小姐，今天就把合同定下来，你给个底价。若顾氏比通达药业优惠，自然选择顾氏；若不能合作伙伴，就是通达药业。”周泰山三人笑了，他们的计谋奏效了，把所有人架在火上烤，让古清明不敢徇私，让他记恨你，还告诉所有人顾小姐要走。顾倾城脸火辣辣的，这么多人看着，段来明害怕直接退出跟被当众羞辱有什么两样，传出去大家会以为他做生意只会耍花招。他深吸一口气道：“好的，我联系聂大海。”他刚准备拨号，顾小姐不用拨了，我在这儿呢。聂大海不知何时出现在人群中，似笑非笑道：“合同已签订，没有更改空间，价格不可能改变，别浪费口舌了。”全场惊愕，居然有人敢这样对顾小姐说话！哈哈哈！周泰山三人大笑起来，他们设下圈套，先让段来明退出给顾倾城希望，再让聂大海出场让他绝望。顾倾城脸色难看，硬着头皮道：“我们是合作伙伴，合同上说了价格可以根据供应需求商量的。当然。”聂大海傲然挺胸：“但我现在不想商量，不过也不是没办法，让陆清舟给我跪下磕10个响头，再给周家主磕10个，我就跟你商量。”周泰山三人讥笑看着，所有人都屏息等待。情况很明显，你不磕头就拿不到合同，磕了又丢人现眼。顾倾城怒火中烧，他早知合同有问题，没想到对方竟用模棱两可的条款威胁他，绝对不能让陆清舟跪下，可不跪又拿不到合同，1个月后怎么办？徐宝石满眼轻蔑：“陆清舟都这个节骨眼，你还装什么装？
一点不考虑顾小姐的感受吗？你心里还有没有顾小姐了？快点跪下磕头，这可是你表现的好机会，呵呵。徐天龙也冷笑，扶不上墙的烂泥，换作是我，别说磕10个，就是100个、1000个也愿意啊！只要拿到合同，顾小姐就不用走，你也能继续吃她的软饭。周泰山眯眼看着，心想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先让你跪下，然后让聂大海降价。顾星城会误以为拿到了合同，接着再抛出丹药，完成绝杀，跪下。聂大海指着你重重咆哮，顾清明也看向你，虽然你救过他，但这种时候还犹豫什么？难道要让顾倾城回家族联姻葬送一辈子？真是无耻至极！你面色如常，风轻云淡道：“叫什么叫？谁家的狗没拴链子，让你们跑出来了？男儿膝下有黄金，跪是不可能跪的。我今天非但不跪，还要拿到合同，不服来咬我！”话音未落，砰的一声，段来明双腿一软，下瘫在地。他说：“不跪还要拿合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要杀自己啊！我错了，我不竞争了，真的不竞争了。”段来明惊叫道：“古指挥使，求求你，给我条生路吧！背后有顾小姐撑腰的杀手，谁不怕？虽然顾小姐拿不到合同后要走，但她得先考虑今晚怎么活着回家啊！”古清明火冒三丈：“我保你青州，你怕什么？你不要我还一定要给！”段来明立即回道：“你敢给我就敢不生产。古指挥使，你不能拿将士们性命开玩笑啊！他压根儿不信一个省战部指挥使能斗得过顾家。你……”古清明气得快要爆炸。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合同一定是顾倾城的时候，废物！周泰山忽然上前一步：“既然通达药业不敢竞争，那就我来吧。”等到现在时机已成熟，听到周泰山的话，所有人一脸懵逼。刚刚送出样品的10几家药企并没有他，而且到目前为止只剩下顾氏和通达药业，他怎么竞争？顾倾城也诧异看过去，微微皱眉，很不解。古清明略显不快道：“周家主，你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古指挥使，我要竞争药品供应合同。”全场倒吸一口凉气。周家作为省内5大家族排名第3的家族，不缺钱啊。他竞争药品合同的目的太明显了，就是来故意针对的。古清明犹豫了，顾倾城咬着嘴唇，面色沉重。虽然知道这不符合规矩，但如果阻止周泰山，即使拿到合同也会背上骂名。这时你懒洋洋开口：“之前不竞争，我们已经赢了才来，就是故意添堵。古指挥使，请宣布我们获胜。你知道周泰山不会轻易放弃，不如给他加点佐料，免得他觉得对手毫无反抗之力，没有爽点。”然而让你没想到的是，古清明冷冷打断：“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药品合同给谁是我说的算，轮得到你指手画脚？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，把嘴闭上。”徐宝石讥笑：“赶紧闭嘴吧，别丢人现眼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在这种场合大放厥词？一个臭打工仔！”徐天龙轻蔑道：“吃了几天人饭，不知道姓什么。很快你就知道什么叫绝望。”周围人都用嘲讽的目光看着你，再能打又怎样？动古指挥使试试，他手下至少10万军，每人一口唾沫都能把你淹死。你只是耸耸肩，面色如常。古指挥使顾倾城忍不住道：“青州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，应该按照规矩办事儿。”他想明白了，万一周泰山拿出的药品有竞争力，自己就要离开天海，到时候谁来保护你？他宁愿背上骂名，也要拿下这个合同。古清明心沉下去，他板着脸道：“按照规矩，合同应该给通达药业，是你们不守规矩在先，所以让周家主竞争合情合理。周家主，把药品拿出来吧。”此言一出，顾倾城面露纠结，徐氏父子得意地朝你看来，其他人也都露出看好戏的表情。还是古指挥使英明。周泰山傲然一笑：“其实即使不让我拿，我也会拿出来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的药才是战部最需要的。”他从口袋拿出一个小盒，打开后里面赫然是3颗丹药，去拿给专家。徐宝石迅速接过，递给专家：“这是丹。”孙德胜惊呼：“真的是丹？不得了啊，居然是丹！”另外2位专家更激动，已经站起来惊叫。大多数人面面相觑，完全不懂。站在段来明身后的赵德才作为医生，自然知道丹是什么意思。这年代还有人会炼丹？顾倾城满面沉重，虽然不懂是什么意思，但看专家的态度情况似乎不妙。你依然不言语，只是静静笑看着一切。周泰山笑道：“专家说的不错，这就是丹，可以瞬间补气补血的丹。”说完，他先轻佻地看了看顾倾城，又阴冷地瞥向你。古清明也不大懂，诧异问道：“孙专家，这丹药效果如何？”孙德胜满面红光，激动的不行。效果？丹药怎么能用效果来解释？你要知道，丹是把药中精华凝聚在一起，仅仅一颗小丹就是同等药片药效的几十倍、上百倍，并且不会有任何副作用。他看古清明一脸茫然，也罢，你也听不明白。刀来！一伸手，立刻有人递上匕首，他毫不犹豫对着自己手腕割下去，鲜血顿时如注喷涌。孙专家，古清明惊得跳起来想阻拦，众人都被吓傻了，他这是干嘛？当场自杀！孙德胜抬手制止任何人靠近，任凭鲜血流到面色惨白，这才让人包扎。随后他拿起一颗丹药吞下，不到1分钟，奇迹发生了，他的面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恢复红润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轰！所有人都被惊呆了，事实胜于雄辩，谁都看得明白这是什么意思。神药，这是神药，能救命。周家主还有没有卖我一颗？太神奇了！天底下怎么会有如此神奇的药？我活了半辈子第一次见到。许天龙和徐宝石得意地看向你，
脑中已经想好怎么弄死你了。你面色如常，但顾倾城已经脸色惨白，心沉入谷底，合同没希望了。相信我，合同一定是我们的。你微笑安慰他。哼！周泰山怒气冲冲，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我看你还能装到何时？谷指挥使，快宣布究竟谁拿到合同。谷清明已经看呆了，感觉全身血液在狂奔。这药如此神奇，不仅能减轻战场伤亡，还能提升士气。这样的药抵得上一个地方战部啊！还他妈用问，效果大家有目共睹。现在我宣布，战部药品供应由周家负责，先签订每年20个亿的供应合同，特殊时期药品无限量增加。话音落下，哗啦啦，全场响起雷鸣般掌声。掌声雷动中，顾倾城脸色瞬间惨白，身体摇摇欲坠。完了，他脑子里只剩这2个字：谷叔叔已经说合同给周泰山了，不可能再改，自己拿不到合同就没办法护你。青州以后怎么办？聂大海走过来，手中拿着合同。顾小姐，虽然你没拿到战部供药合同，但咱们之间的合同你可拿到了呢。合同规定任何一方违约都要支付3个亿违约金，所以我想问问你，是直接给钱呢，还是继续生产药？合同确实是这样写的，对双方都有约定。聂大海冷笑看着，虽然3个亿不多，但顾小姐的脸上很疼啊，让你护着陆青州，活该。不只是他，所有人都在阴阳怪气看着，大家都看明白情况了。周家主就是在针对顾倾城，聂大海、徐天龙、徐宝石都是狗腿子。周泰山冷笑：聂大海，你怎么对顾小姐说话的？现在顾小姐没有拿到合同，心中已经很生气，若是激怒她，让陆青州杀你怎么办？兔子急了会咬人啊，你还是躲远点好，赔了就赔了，当没签合同。聂大海继续唱双簧，深吸一口气嚎叫：那可不行，我这个人做生意非常认真，合同一旦签订，即使杀了我也不能退让。顾小姐到底是继续产药还是赔钱？快点给句痛快话。一旁的谷清明犹豫片刻没多说，或许他们让小姐吃点苦头也好，免得以后被骗。顾倾城气得瑟瑟发抖，知道是中了他们的圈套，可真的没办法破解，被说也只能忍着。这时你缓缓开口，拉住他的手笑道：交给我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等着看戏就好，这场戏保证精彩。顾倾城看到你的眼睛，不知为何忽然感觉不那么生气了，整个人都变得平和，重重点头。远处看到这一幕的林若曦咬了咬嘴唇，手不由握紧拳头。林志南也皱了皱眉。聂大海忽然向后退一步，表情夸张：你要干什么？难道要杀我？谷指挥使有人要在你的宴会杀人。谷清明立即开口：他敢。陆青州，如果你敢在我的会议上有半点举动，别怪我不给顾小姐面子，军法处置。当他说完，四周走出10几名穿着制服的战部成员，严阵以待。但凡你有半点过分举动，会立即上前控制。周围人都笑了，在谷清明面前，他武力再高有何用？徐宝石狂妄大笑：姓顾的，我劝你老实点，谷指挥使要捏死你，比捏死一只蚂蚁还简单。做人最重要的是撒泡尿照照自己。哈哈哈，终于有人治他了，太舒服了。其他人也跟着讥笑，狗仗人势的东西，没了顾小姐，你算是什么东西？你很能打，打一下试试。谷指挥使捏死你，我就知道他有这样一天，早就算到。他们之所以敢说话，是因为知道顾小姐要走，届时你就是普通人，有实力但没背景，根本不需要怕。你横眉冷对，千夫指地笑笑，最终看向顾清明。我这辈子最恶心忘恩负义之人，如果没有我，你能有今天的身体？今晚不帮我说话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处处与我作对，真是可恨。我会让你后悔的。如果谷清明一直保持公平公正，你不会说任何，可他对自己说话语气态度明显不同，你忍不了。此言一出，众人没深究话里的含义，反而更觉得你狂妄。曲天龙发飙大吼：无耻之徒，竟然敢威胁谷指挥使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谷指挥使立刻枪毙他。聂大海更暴躁：我本以为你胡作为非已经很无耻，没想到还敢在谷指挥使面前放肆。谷指挥使，我建议你把枪给我，我亲手毙了他。什么东西？天海怎么有这种败类？等顾小姐离开有他哭的时候，一时之间厕所里扔炸弹，激起民愤，你懒得回应他们，而是死死盯着谷清明。谷清明被看得有些心虚，可是很快就稳住情绪，自己怎么会怕一个小人物，竟然敢威胁我？好啊，让我后悔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后悔。快点！你冷笑一声，好的。随后看向周泰山，淡淡道：你是不是觉得很得意啊？一定能拿下合同。周泰山嘴角抽了抽，这个小瘪三居然用这种态度与自己说话，不然呢？谷指挥使已经宣布我拿下合同，难不成你还能更改？小瘪三，你有能力更改吗？我周泰山向来不做蝇营狗苟的事儿，可以明确告诉你，等到顾小姐回京之时，就是你命丧黄泉之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的生命进入倒计时，无人能救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都沸腾了。周家主不可能信口雌黄，他说要弄死你，那就一定要弄死。而远处的林若曦眉头一皱，林振南神色慌张，若周家主要治他自己也管不了啊！顾倾城陡然说话：周泰山，你敢动他，我与你势不两立。周泰山上前一步，声若洪钟：顾小姐，你一个人又能与多少人势不两立？当他说完，徐天龙立即上前重重道：我天龙集团支持周家主。聂大海也站到身边：我千红药业支持周家主。其他人也开始上前，一个接着一个站在周泰山身边。眨眼间，场中几乎所有人站在周泰山身旁。林振南和林若曦咬咬牙没动。段兰明眼睛转了转：我也支持周家主。
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只要你死了，苏婉月很轻松会弄上床。陆清舟生性狂妄无耻，毫无底线。我通达药业支持周家主。说完，带着身边的赵德才也站到周泰山身后。古清明想了想，不冷不热，当成什么都没听见，什么都不知道。轰！顾倾城看到眼前以周泰山为首的这些人，悲凉袭遍全身。他们加在一起的势力太大，自己护不住你啊！你面对他们所有人，眼中只有鄙夷。淡淡道：蝼蚁再多也只是蝼蚁，若非不想让姚晴担忧，现在就可以一泡尿淹死你们。不过为了让姚晴安心，也就慢慢玩。我可以告诉你们，真的可以更改合同。你表情一变，声若闷雷。王守文出来。当你话音落下，宴会厅的大门缓缓打开，一名穿着布袍的老头快步走进会场。王神医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真被叫出来的？人们见到王守文出现都很诧异，他毕竟是天海名医，想见他的人如过江之鲫，而他却很少见人。周泰山几人见到王守文非常惊愕，担心被人查到药方，今晚特意没让王守文出现。他怎么被你叫出来了？不过还是要表现出作为合作伙伴的尊重，正要走过去迎接王神医。呵呵，人群中忽然响起一声冷笑，赵德才轻蔑道：垃圾废物而已，我的手下败将，若没有外人插手，在斗一上我随随便便赢他。他以为王守文与你是一伙的，而目前自己属于周泰山一方。段来明也看明白了，顾神医，您认识他？赵德才高深莫测的点点头，认识，曾为同门师兄弟，每次比试他都要逊色于我，就在今天中午比试，他也差我一筹。说完傲然背过手，周围人不由看向他，目光带着崇拜。原来如此，忘记给大家介绍，这位是通达药业的医药顾问赵德才顾神医。段来明话音刚落，啪啪两巴掌甩在二人脸上。周泰山怒目圆睁，竟敢在我面前诋毁王神医，以为我周某人是吃素的？你们再敢说王神医半个不字，把你们舌头留在天海！周泰山快速迎过去，双手抱拳：王神医您来了。聂大海三人恶狠狠瞪了眼段来明二人，也快速迎过去：王神医。然而王守文根本没看他们，径直走到你面前，恭敬道：陆先生。嘎！集体懵逼。今晚能来这里的无一不是聪明人，但眼前的情况让他们看不懂了。周泰山迎接王守文，王守文却对一个即将失去靠山的小边三恭敬。顾倾城也很懵，到底什么情况？你微微点头，随后看向周泰山，冷笑道：明白了。周泰山脸色顿时变得铁青，眯眼道：你暗中联合王神医想要丹药，我只能告诉你，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。他威胁道：王神医，我敬重你，叫你一声王神医，若我不敬重你，弹指可灭。丹药究竟给谁，你要想好。听到这，众人恍然大悟，原来丹药出自王守文之手。聂大海急了：王守文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睁眼看看现场战队，别一脚踏错，失去所有。姓王的，咱们早就说好，丹药给周家主，若敢反悔，信不信我徐家倾尽一切报复你，让你悔不当初。徐宝师焦急道。王守文缓缓起身，面向他们：即使你们把我挫骨扬灰，碎尸万段，我也不可把丹药给你们，因为这丹药的药方本就不是我的，而是陆先生的，一切丹药都由他亲手炼制。什么？周泰山如遭晴天霹雳，眼睛猛然瞪大，看上去快要从眼眶掉出来。如果这丹药真的是陆清舟炼制，那还竞争个屁呀！不可能，丹药怎么可能是这个小瘪三炼的？绝对不可能！徐天龙急切开口否认，陆清舟怎么可能会炼丹？一定是假的。其他人也纷纷开口。顾倾城猛然转头，林振南惊愕张大嘴巴，顾清明脑中嗡嗡作响，万众瞩目之中，你古井不播道：一群傻狗！若不信，可以找人问问我的医术怎么样。林振南立即站出来：陆先生乃神医在世。婚礼当天，我女儿自杀失血过多，就是陆先生出手把爱女从鬼门关拉回来。陆先生要人阎王也留不住。听到这话，所有人呆若木鸡。陆清舟真的会医术？周泰山等人脸色变得煞白，本以为今天是给你做局，万万没想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你的局中。你懒得再搭理他们，而是看向古清明，还记不记得刚才说过，我会让你后悔？古清明额头挂着黄豆粒大的汗珠，脑中很乱，但仍然针锋相对。记得，我很期待。他内心嗤笑，一个小瘪三怎么让自己后悔？既然你与周泰山签订合同，那就找周泰山要药。你淡淡道，明确告诉你，我的药不卖给你。嘎！古清明全身陡然紧绷，有了这个药，相当于多了一个地方站步。而如果没有，不仅是药物上的损失，对士气也是很大打击。他咬牙道：你必须要卖给我。你可要知道，若顾小姐不能达到首富级别，她就要回地京。顾倾城也看向你。对啊，如果不卖给他，自己就要回去。首先，全国并非只有你一个省站部，不卖给你可以卖给别人。其次，药好根本不愁卖。你古井不播道，我要表达的是，卖给谁都不卖给你。想要就去找周泰山，你们可是合作伙伴。说完，你抬手拉住顾倾城的手，姚晴，我们走。你古清明和周泰山同时开口，但只说出一个字，因为他们竟然被你给玩了。可就在这时，你忽然停下脚步，缓缓转过身，差点忘记，不止药方是我的，这家天海酒店也是我的，要走也不应该是我，而是你们。现在都给我滚！轰！一瞬间，会场内的所有人眼前漆黑一片，都被气得晕头转向。这家伙太狂了，但没有任何办法，因为酒店确确实实是你的。所有人都不甘心，却又不得不离开。短短5分钟，宴会厅瞬间人去楼空。林志南本想留下道贺，却见你和顾倾城浓情蜜意的样子，最终默默退场。顾倾城双眼闪烁着崇拜的光芒，
这个丹药真是你炼的？你挺直腰板，颇为得意。当然，炼丹而已，小菜一碟，还有更厉害的没用呢。还有什么？他下意识追问，还有你脱口而出。顾倾城愣了，2秒，脸颊泛红，娇羞地转开视线。你心里一阵发愁，他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？若在从前，他肯定会说你来用啊，这可是酒店啊，天时地利人和，每天守着这样的大美女，真是难受。顾倾城缓步向外走，这家酒店是打工皇帝蔡重阳让你买的吧？他很早前就说过看好酒店行业，没想到在监狱里就开始布局，真有远见。跟他没关系，这是我自己买的。顾倾城笑道，无论是你的还是他的，你刚才把所有客人都赶走，会影响酒店以后生意的吧？他笑着问道。你满不在乎，一个破酒店而已，不开也没关系，对你来说确实不算啥。没钱了，往监狱打个电话，每人要1000万就能要出几十个亿。顾倾城眨眨眼，也对，一个破酒店而已，以后我养你。另一边，周泰山几人来到徐天龙的另一处住所，段来明和赵德才也跟着过来。周泰山抓起房间内的古董字画猛砸，口中狂吼不止。今晚实在太憋屈了，堂堂省城周家家主竟然被个小瘪三摆了一道，这是前所未有的耻辱。徐天龙看着满地碎片，心在滴血，却不敢吭声。周泰山终于停手，双眼猩红地盯着赵德才，你也是神医，现在马上炼丹，药效必须超过陆清州的，否则我让你横着出天海市。砰！赵德才当场跪地，颤抖着辩解，周家主，我不会炼丹，真的不会啊。炼丹毕竟是术士技能，医生很少掌握。不会。周泰山怒目圆睁，刚才在宴会厅你亲口说医术超过王守文，现在告诉我不会。我的医术确实比王守文厉害，但不如陆清州啊，我真的不会炼丹。冷汗顺着赵德才的额头直流，周泰山一时语塞，心里更是火冒三丈。陆清州不过是从监狱里出来的改造人，难不成监狱还教炼丹？他环视众人，你们给我想办法，到底如何才能治陆清州？想不出办法就让你们都承受我儿的苦难。徐天龙4人全身一颤，周乾坤可是被打断了4肢啊！他们面面相觑，都期待别人能有答案。段来明更是吓得半死，原以为他们有对付你的招数才跟来，没想到这帮人也是一筹莫展。就在此时，徐宝石眼前一亮，周家主，我有一计。说。徐宝石清了清嗓子，目前我们不敢对陆清州动手，主要是顾小姐在他身边，但如果能让陆清州去别处，再找高手伏击，不就万无一失了吗？这主意好。徐天龙立刻附和，周家主何必与那小瘪三拉锯，找高手做掉他，顾小姐再不满也是生米煮成熟饭。再说只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处理掉，顾小姐也没证据针对我们。好主意。聂大海也点头赞同。周泰山眼神变得深邃，实际上他早就想过这招，只是惧怕顾倾城的报复。即使顾家不帮顾倾城，他未来是要联姻的，万一动用婆家力量也难以承受。但是只要让你离开顾小姐视线，再找高手干掉你，这倒是个办法。周泰山稍稍平静下来，这办法不错，但必须要找合理理由让陆清州离开顾倾城，单独行动。徐宝石又笑道，我有主意。陆清州有个未婚妻叫苏婉月，我们可以绑架她，威胁陆清州去营救，我们事先埋伏，等陆清州赶到必杀之，苏婉月断来。明屏住呼吸，那可是自己的女神啊！好，周泰山一锤定音，双手握拳，你们现在就绑架苏婉月，让她去省城，只要她踏入省城必杀之。调动太多高手来天海市会引起怀疑，一旦被发现，很可能功亏一篑，让你去省城，则能最大程度规避风险。徐宝石眼中泛起阵阵邪恶光芒。我这就去。苏家别墅，苏婉月坐在客厅沙发上，专注地看着财经新闻。父亲苏多海背着手踱步过来，嘴里念念叨叨，不得了，真是不得了。叫陆清州的果然都是人中龙凤。天骄你知道吗？今晚陆清州暴露丹药主人身份，让周家主骨指挥使颜面扫地。有人预估这份丹药价值至少100亿以上。我现在越来越期待我的女婿陆清州了，想必他也不会差很多。苏婉月早就知道这事儿，内心烦躁不已，一半是因为你又小人得志，另一半是因为父亲已经絮絮叨叨了一整晚。他关掉电视，爸，他们只是同名字而已，没有半点可比性，别多想了，赶紧睡觉吧。苏多海眼睛一瞪，振振有词，不可妄自菲薄。当年你爷爷可留下遗言，陆清州是人中龙凤贵，不可言，要我看绝对不会比这个陆清州差。那好，我也期待他早日到来，想看看他的庐山真面目。苏婉月无奈地站起身，现在您自己想吧，我休息了。他刚走出几步，手机突然响起，什么？等我？怎么了？苏多海关切地问。没事儿，你先睡吧，我去看看。苏婉月快步冲出别墅，开上玛莎拉蒂，疾驰而去。几公里外，咣当，一台面包车忽然撞上玛莎拉蒂，苏婉月还没反应过来，几个黑影就从车上跳下，把他硬生生拖出车，任凭他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。他们捂住他的口鼻，将他拖上面包车。车内，徐宝石盯着身材婀娜的苏婉月，舔了舔嘴唇。云顶天宫，你和顾倾城刚回来，他的电话就响了起来。爸这么晚还没睡？顾倾城诧异地接起电话。顾擎苍爽朗一笑，听到女儿有好消息，怎么能睡得着？你选的人会医术，还炼出市值至少100亿的丹药，眼光不错。顾倾城身体一颤，眼眶泛红。印象中这是父亲第2次夸他，比起上次拿到140地块时的表扬，这次字数还多了不少。爸，您都知道了，我本想明天告诉您的。他哽咽道。
傻丫头，有好消息当然要第一时间分享。如今你的资产不仅要超过天海市首富，还要高出很大一块。家族那些人都闭嘴了。顾清仓声音里带着几分豪气。女儿1个月期限作废，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。顾倾城咬着嘴唇，眼泪不争气的掉下来。谢谢爸爸，您一定为我扛了很多压力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成为您的骄傲。好的，我相信你。顾清仓顿了顿，还有，你古叔叔想要药品。倾城啊，这药品是给上阵杀敌的战士用的，这是大意还是给他吧？我会跟青州说的。顾倾城重重点头。即使顾清仓不说，他也会劝你的。大是大非面前哪能让战士受苦呢？两人挂断电话后，顾倾城猛地冲向你，双手牢牢抱住青州。谢谢你，我现在觉得自己好幸福。你被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弄得全身紧绷，凭借灵敏的耳力，刚才电话里的内容你一字不落地听见了。犹豫片刻，你也抬手将他抱住。以后会更幸福，这才刚开始呢。长明灯已经到，手雷积木即将得到，只差夜明珠了。帮他逆天改命后，生活会完全不同。顾倾城点点头，随后抬眼望向你，脸颊忽然泛红，声若蚊吟。没了1个月约定也就没有婚约，我可以做你女朋友了。看着他娇羞的表情，你感觉头脑一阵充血。记得监狱里那些家伙说过，当女孩说要做你女朋友，就代表她准备奉献一切。这意味着你们可以。老东西说过的话就是放屁。你瞬间把师傅的告诫抛到脑后，试探着问，那你先上去洗澡。顾倾城惊叫一声，看懂了你眼神中的暗示，顿时心跳加速。虽然觉得太快，但看着你急切的目光，又不忍心拒绝。你10分钟后再上来。说完便慌张地跑向楼上。你咽了口唾液，没想到幸福来得如此突然。老东西把我扔监狱3年不回来，我做点事情你也不会责怪吧？咱俩扯平了。耳边已经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，让你更加难耐。就在此时，你的电话响了起来。什么事儿？你立即接起，主要是为了分散注意力。你的未婚妻苏婉月在我手上，如果不想让她身首异处，就来省城龙城，千万别告诉顾小姐，否则我保证让苏婉月生不如死。电话那边传来经过特殊处理的声音，听起来很怪异。你瞥了眼陌生号码，满不在乎道：傻狗，绑架前不调查清楚。我俩婚约已经解除，没任何关系，要杀要剐随你便。对了，我看他也不爽，帮我抽2巴掌，用苏婉月威胁你，简直搞笑。这世上能威胁到你的只有2人，师傅和顾倾城。对方差点气吐血，怒道：我没开玩笑，你不来他真的会死。我也没开玩笑，弄死他之前替我打2巴掌，谢谢你。你迅速挂断电话，懒得跟这种绑架都绑不明白的傻缺多费口舌。周泰山气得脸色发青，转头给了徐天龙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废物！徐天龙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弱弱道：周家主可能是刺激不够，要不让我儿子和他拍段视频发给陆青州。好。你压根没多想，之前对苏婉月印象还不错，但经过今天工地的事情后，心里只剩下气愤，早已将他当成了路人甲。路人的死活有必要挂念吗？耳边的水声停了，想必他正在打沐浴露。快了！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坐立难安。叮咚，门铃声突然响起，打开门竟然是段来明站在门口。你来干什么？你皱眉问道。陆先生，救救天骄！段来明焦急不安。如果你不去救天骄，他十死无生。我已经让人从家里赶过来，可时间上恐怕来不及。你眯起眼，周泰山绑人。之前没细想，看到段来明才反应过来，一是让你去省城，二是段来明身边的赵德才功夫不弱，却不敢营救。幕后黑手不是周家是谁？段来明一愣，硬着头皮道：对，苏婉月目前在郊区小院。郊区？地点对不上啊。你点点头。若只是苏婉月被人绑架，跟你八竿子打不着，但周泰山下手极有可能是冲着你来的。你掏出手机给顾倾城发了条信息，然后快步出门。而就在你离开云顶天宫5分钟后，2个人从山下缓缓走来，一老一少，一后一前站住。暗中守护的保镖立即拦住去路。云顶天宫为私人领地，外人禁止靠近，请回吧。走在前面穿着白西装戴着白色礼帽的青年冷笑一声，杀了。老者闻言身形如鬼魅般冲向几名保镖，在他手下保镖们毫无反抗之力，几秒钟内就全部倒地。2人继续朝云顶天宫走去。那青年缓缓抬头望着2楼已拉下窗帘的窗户，他现在一定觉得很幸福吧，以为自己能斗得过命运，无所不能。他嘴角上扬，声音里却满是嘲讽。老者弯腰站在身后一动不动。青年邪笑一声，既然他感觉幸福，就让他在幸福中死去，杀了吧。老者身体明显一颤，声音沉重，公子杀他恐怕我们也自身难保，她可是大小姐啊，一个对家族毫无价值的废物，死不足惜，更何况他的死与我们无关，是周泰山恼羞成怒杀的。老者皱眉，公子要不再考虑考虑他。青年鼻子里哼出一声，老者立刻噤声，公子稍等。说完直奔别墅。2楼顾倾城刚洗完澡，还没看手机，他坐在卧室内，觉得穿睡衣太羞耻，换了身长裙，还把灯关了。听到门外脚步声，他立刻转身背对门口，咯吱一声，房门被打开，脚步声慢慢靠近。顾倾城心跳加速。青州，我们这样是不是太快了？我还没准备好，送你上路。很快，这不是青州的声音。顾倾城毛骨悚然，猛然转头就看一道黑影站在自己面前。你是谁？老者不答话，伸手抓住他的脸，猛地一扭，咔，脖子应声断裂。
顾倾城瞪大双眼，缓缓倒下。老者没急着走，先触了触他的脉搏，确认死亡后才离开。公子结束了。青年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顾倾城死了，周泰山也会死，家族就要乱起来了。他边笑边转身下山。就在他们离开时，卧室内突然传来一声脆响。你送给顾倾城的玉佩碎了郊区，一处农家院灯火通明。屋内苏婉月被五花大绑在焊在地上的凳子上，嘴里塞着毛巾，双眼惊恐的剧烈挣扎。徐宝石调试完设备，转向苏婉月：“苏小姐，你一直在喊什么？难道是迫不及待了？别急，徐哥哥这就来安慰你。”呜呜呜！苏婉月只能发出模糊的声音，此刻恨不得立即死去。徐宝石看向摄像头，挥手道：“嗨，陆清舟，我是徐宝石。没想到我们会以这种方式见面。鉴于你最近对我的所作所为，我打算把所有惩罚都报复在你未婚妻身上。接下来不要眨眼哦。”他一步步走向苏婉月，呜呜呜！他眼睛瞪得更大，挣扎更加剧烈，眼中的惊恐变成哀求。唰！徐宝石抽出他嘴里的毛巾，苏婉月立即哀求：“徐公子别碰我，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，求求你别碰我。”啪！徐宝石一巴掌抽过去，阴笑道：“我只想要你，陆清舟，你看到了吗？我在打你的未婚妻，而他在向我求饶，我求求你。”苏婉月吓得泪流满面：“徐公子，你家是天海新贵，要什么样的女人都有，别碰我行吗？我可以给你钱，1个亿怎么样？”啪！徐宝石又是一巴掌，居高临下的狂傲道：“陆清舟的未婚妻求我，快点求我打你！”苏婉月被打得头发凌乱，徐宝石猛然抓住她的头发，疯狂摇晃：“求我，求我，快求我！陆清舟，你心疼吗？是不是恨不得杀我了？陆清舟当初在马场，你让马骑我，今天我就要让你亲眼看看我怎么糟蹋你的未婚妻。”说完，他双手开始解自己的衣服：“陆清舟，你给老子看好了，我要让你的未婚妻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”话音刚落，咯吱一声，房门被推开。“我看好了，你想怎么样？”你边走边说，神情淡定。徐宝石瞬间石化，全身汗毛炸起。“陆清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按照常理，你现在应该在云顶天宫才对。清舟救我！”苏婉月激动大喊，从未像现在这样觉得你如此可靠，宛如黑暗中突然出现的一束光。你看了看苏婉月的狼狈模样，脸色骤然冷下来。“我这辈子最恶心2种人，强迫女人的和打女人的，这2种你都占了。你要干什么？”徐宝石回过神，迅速跑到苏婉月背后，用胳膊勒住她的脖子：“别过来！我警告你，别过来！再敢靠近我就勒死他！”呜！苏婉月被勒得几乎窒息。你冷冷摇头，电视剧看多了吧？勒死人至少需要3分钟，想扭断脖子，普通人根本做不到。在你勒死他之前，我有100种方法弄死你啊！徐宝石听后更慌了，大脑瞬间短路。就在他愣神的刹那，你2步上前，一拳正中他胸口，噗！徐宝石向后飞出，喷出一口鲜血。他挣扎着想逃，却发现浑身力气像被抽空，立刻跪地求饶：“陆清舟，我错了，这都是受周家主指使的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”这种时刻，他毫不犹豫卖周泰山：“我知道。”你说完，走到苏婉月身边，解开绑在她身上的绳子。苏婉月情绪瞬间崩溃，扑向你怀里嚎啕大哭。你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拥抱弄得全身绷紧，想推开，又觉得此刻这样做太不近人情。你轻声安慰：“都过去了，他们是针对我，所以对不起。该承担的责任你从不逃避。”呜呜！苏婉月哭声愈演愈烈，活了这么大第一次被绑架。哭了10几秒后，她双眼一翻，昏死过去。你先将她安置在一旁，缓步走向徐宝石。不要！徐宝石脑中闪过婚礼当天的画面，吓得裤子湿透，不断磕头。这一切都是周泰山指使，与我没半点关系。刚才那些话也是他让我说的。求你不要杀我，我错了，杀你！你冷笑一声，为了你这种小人伤，福报不值，让你活着才有意思。徐宝石看你的眼神如同死神盯上，惊恐道：“你要干什么？我错了！”砰！你一脚将他踢昏。10分钟后，你抱着苏婉月走出院子。原本段来明在门外等待，可现在已经没了踪影，估计是担心惹事儿，连夜跑了。这里离城市还有段距离，你想了想，觉得亲自送苏婉月回去太麻烦，倾城还在等着，而且你也不知道他家地址，于是拿出手机让张双来接。很快，张双出现在你面前，怒气冲冲下车：“陆总，知不知道夜晚对女孩子非常重要啊？如果我因为睡眠不足变老，你负责吗？”他知道今晚发生的事，不但没觉得欣慰，反而更坚定了把你赶走的决心。在他看来，小姐金枝玉叶，小姐的白马王子一定是豪门少爷，你就算努力一辈子也配不上小姐。你淡淡道：“你还欠我一次跳粪坑，什么时候还？”正好这里是农家院，有粪坑，只要你跳下去，今晚就不用帮忙。对付女人，你深知一定要比她更硬才行。你张双气得目眦欲裂，却无法反驳，咬牙道：“把她放在车上。”你不再废话，把苏婉月平躺在后座，刚要去副驾驶，张双却一脚油门开车跑了。傻娘们儿，你头疼的骂了一句，转头看了看农家院，眼前一亮，又走了进去。5分钟后，你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你问问徐宝石到底怎么样了？为什么陆清舟还没消息？周泰山暴跳如雷，完全没想到你竟然没去省城。是，这就问。徐天龙满头大汗，如果这事做不好，周家主可是要打断他4肢的。他迅速拿出手机联系徐宝石，电话响起，正是徐宝石发来的视频。来了。徐天龙急忙说道：“苏家主，我儿子把视频发来了，他做事还是很稳妥的。
他以为发来的是儿子对苏婉月的不轨行为，隐隐还有些期待。给我。周泰山一把抢过手机，点开视频。视频里传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周泰山看到画面，吓得脸色煞白。徐天龙还在阴笑，宝石一定是担心陆清舟不乖乖就范，所以手段残忍了些。周家主放心，我们是您针对敌人最锋利的矛，对您忠心耿耿。是周泰山，都是他指使我，放了我求求你。徐宝石的惨叫从手机中传出，徐天龙全身一颤，差点吓尿。儿子怎么能把周家主供出来？这不是找死吗？他急忙看向手机，当看清画面时，顿时呆若木鸡。只见徐宝石被绑在凳子上，全身赤裸，他脚下密密麻麻爬满了蚂蚁，顺着他的腿向上爬，停在他用来针对女人的地方，已经鲜血淋漓。对付人渣就要有对付人渣的办法。宝石儿子！徐天龙惊恐的叫出声，顾不得太多，瞬间冲出门去。啪嗒！周泰山手上一颤，手机掉落，心脏不停乱跳。忽然间，周泰山觉得相比徐宝石，儿子周乾坤的遭遇算是好的了。随即他摇摇头，狰狞的咬牙：陆清舟，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你直接回到了云顶天宫，走到山脚下，看到云顶天宫的灯已熄灭，心中一阵失落。倾城不会等着睡着了吧？想到这儿，你加快脚步，走到一半却感觉不对劲，你用鼻子嗅了嗅，山上弥漫着死人的气息，有人死了。你脚步更快，来到云顶天宫门前，这可是倾城的保镖。你神情凛然，迅速冲进别墅，径直来到倾城卧室，就见他躺在地上。轰！这一刻你感觉晴天霹雳，眼前一黑，险些摔倒。你冲过去抱住倾城，颤抖着抬手试了试他的脉搏，还有，不过非常微弱。你迅速出手，点在倾城命门泉涌等几十个穴位，一股深深的后悔涌上心头。倾城是天煞孤人命，会在最幸福时刻惨遭横祸。而今晚他拿到药方，摆脱联姻命运，得到父亲夸奖，还要变成真正的女人，这不正是他最幸福的时刻吗？你为什么没想到这点？若非他有护身玉佩，恐怕已经与你天人永隔。自责，你内心无比自责。倾城，从今往后我不会再让你受半点伤害。你握住倾城的手，缓缓闭眼，将身体的气一点点渡给他。时间一分一秒划过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双眼紧闭的倾城眼皮动了动，随后缓缓睁开。你见状，眼中终于泛出光彩，而此刻你的脸上没有半点血色，就连嘴唇也变成白色，身体的气已渡给倾城90%，只剩下最后一口气吊着性命。倾城缓缓睁眼，看到眼前面如白纸的你，却一把推开，戒备道：你是谁？他眼中露出浓浓戒备，手还在摸索，像是在寻找武器。你看到他的样子，微微一笑，虽然不知道自己现在的脸色，但想必一定很难看。他没认出来很正常，我是陆清舟啊，看到你没事太好了。清舟。顾倾城眼中戒备丝毫不减，随后忽然一笑，妩媚道：你个死鬼，太着急了，我身上都是汗，脏死了，我先去洗澡，等我啊。他谨慎从一旁走过，出门后步伐加快，直奔楼下。他只想赶紧叫人求救，可走出别墅，看到门外躺在地上的保镖，尖叫声刺破夜空。倾城！你听到叫声，立即不顾一切追出去，可刚站起，便感觉天旋地转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。再醒来时，你发现自己被五花大绑在凳子上，面前坐了一排人，顾倾城居中，周泰山、徐天龙、聂大海和张双环绕四周。倾城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有气无力地问道。你是谁的人？顾倾城冷眼相对，目光中没有一丝感情。你愣住了，看着他的眼神，一种不祥预感涌上心头。倾城，你不认识我了。周泰山重重拍下沙发，登徒浪子别再演戏，你到底是谁的人？为什么要刺杀顾小姐？快从实招来，否则把你拉到巡捕署枪毙。刺杀？你终于明白了，他们把保镖的死嫁祸给你，而顾倾城虽然保住性命，却失忆了。你苦笑一声，想起师傅经常说的天意难违，违背天意要受到惩罚。如果不出意外，顾倾城的代价就是忘掉他认为最幸福的人和事。也就是来天海这段时间，你还笑。徐天龙面目狰狞，拿起一旁的皮鞭。就在昨晚，他赶到营救徐宝石时，发现徐宝石已经没有男人样。啪！一鞭子抽在你身上，我看是你的嘴硬还是鞭子硬？快说，到底是谁让你来刺杀顾小姐？仅一下你就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漓。张双吓得不敢多看，赶紧转头。顾倾城微微皱眉，觉得有些残忍，但没说什么。周泰山眯眼一笑，昨晚看到徐宝石的惨状，他也被吓得不轻，晚上做了噩梦，没想到报应来得如此之快。聂大海不甘落后，拿起另一根鞭子重重抽在你身上。快说，否则活活抽死你！我劝你少受皮肉之苦。你身上又多出一道血淋淋伤口，唰！你猛然抬头，冷声道：你们在找死！徐天龙和聂大海看到你的眼神，不禁后退一步，仿佛被死神盯上，但很快恢复常态。如今顾小姐失忆，不认识你，你只是个无背景的小瘪三，根本不足为惧，还敢威胁我们？睁眼看看到底是谁在找死！徐天龙又开始鞭打，死到临头还威胁。很好，我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。聂大海跟着动手，啪啪啪，两人连抽10几鞭，你上半身鲜血淋漓。周泰山看着心中前所未有的舒坦，就在曾经护着你的顾倾城面前被打，气不气？先停！顾倾城终于开口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到底受谁指使？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你，你并不觉得多疼，
但看到顾倾城的眼神心如刀绞，她是让你生平第一位心动的女孩啊！倾城，我是陆清舟，你好好回忆一下，我们认识的140地块药方还有达到首富级别，不需要联姻。顾倾城皱眉，这些词很熟悉却想不起来。闭嘴！周泰山吓了一跳，如果被你提醒，顾倾城回想起来就麻烦了。无耻之徒还敢妖言蛊惑，不给你用上真手段，你不会乖乖招来。他转向顾倾城，顾小姐，此人无耻之极，不如这样，我先把他带走审问，问出幕后主使，再向你汇报。换个地方，保证他叫天，天不应；叫地，地不灵。周泰山眼中闪过一丝狠毒。顾倾城思考片刻，点点头，那就有劳周叔叔。徐天龙和聂大海相视一笑，脑中已经浮现出千百种报复你的方法。你闻言苦涩一笑，张双，你作为顾小姐的秘书，应该告诉顾小姐实情。这种时刻，张双是唯一希望。我张双咬着牙，心乱如麻，他内心非常希望你滚蛋，别再耽误小姐。可这种情况下，一旦被带走，你会死得很惨。我会不会伤害倾城，你很清楚。如果这时候我离开倾城，还会有危险，更何况不排除伤害倾城的人就在旁边。你怀疑是周泰山痛下杀手，但根据弄死保镖的手法判断，出手之人必定是高手，又不像周泰山。这句话触动了张双，他硬着头皮，小姐，我认为陆清舟不是来杀你的，凶手另有其人。顾倾城皱眉看向他，你认识他？语气充满疑惑。张秘书，事关顾小姐生命说话，一定要慎之又慎。周泰山冷冷提醒，眼神充满威胁。张双听出他话中的威胁，一时间进退两难。就在这时，你缓缓开口，倾城，我可以证明我并不是来杀你。真凶另有其人，怎么证明？顾倾城看过来，周泰山三人也谨慎盯着你，随时准备打断你的话。你看着顾倾城露出温和笑容，随后身上猛然发力，砰！绑在你身上的绳子瞬间崩断。你缓缓起身，因为我要动你，没人能拦得住。见到这一幕，几人都被吓得脸色大变。徐天龙赶紧向后退，如临大敌。聂大海双腿一软，干脆瘫坐在地上。周泰山被吓得浑身发抖，感觉四周阴风阵阵。张双目瞪口呆，顾倾城眼神也变得异常谨慎。但我不会伤害你，我只想保护你。你一边说一边站起身，同时看向徐天龙和聂大海，冷笑道：刚才打我打得很爽。之所以刚才没挣脱，一方面是不利于谈话，另一方面是你希望自己的惨状能唤醒顾倾城的记忆，可惜失败了。我徐天龙吓得语无伦次。顾陆清舟，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现在没人护得了你，敢碰我一根汗毛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，是吗？你面无表情，话音刚落便准备出手。住手！顾倾城突然打断，脸色前所未有的凝重。他虽然失忆不记得你，但并非傻子，看出在场这些人都不是你的对手。你走吧，关于你的身份我会调查清楚，还有昨晚的事儿也希望你能守口如瓶，否则我会利用家族能量对付你。你的心像是被针扎了一样疼痛，可还是点点头。好，这种时刻不适合过分刺激他，而且当务之急并非让他记起自己，而是要找到叶明珠帮他逆天改命，否则还会有下一次性命危险。你缓步走出门去，背后传来徐天龙不甘的声音：顾小姐，你就这样放他离开？如果他再伤害你怎么办？顾小姐，你让他走是放虎归山啊，不一定什么时候跳出来再咬你一口。聂大海同样咬牙切齿。顾倾城冷冷反问：我不让他走，你没有把握制服他，还是说你们可以自保？徐天龙二人闻言顿时憋得脸色通红。顾倾城看向张双，刚刚陆清舟说的140地块还有其他是什么意思？还有他怎么知道我的婚约？他潜意识里觉得这些事很重要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张双犹豫片刻，正要解释，顾小姐，周泰山抢过话题，其实你已经来天海很长时间，并且选了一位合作伙伴，就是眼前这位徐天龙的儿子徐宝石。宝石是人中龙凤，为你开疆扩土。他把顾倾城从来天海到现在的事情讲了一遍，只不过把主角都换成徐宝石。徐宝石。顾倾城看了看徐天龙，徐天龙立即上前一步，谄媚道：顾小姐，能为您服务是我家宝石的荣幸，无需客气。他心中乐开花，万万没想到儿子竟然能上位。站在一旁的张双心中暗骂不要脸，几次想说出真相，可看到周泰山的眼神，只能咬牙忍住。顾倾城眉头紧皱，他不知为何听到徐宝石这个名字就很反感，但周叔叔他们应该不会骗人吧？他点点头，那好，就辛苦宝石了，我今天有点累，你们都回去吧。顾倾城转身上楼，路过你的房间时停下脚步，看了看里面，怎么感觉里面少了什么？与此同时，顾倾城失忆的消息传遍天海，引得轰动。紧接着第二个消息爆出你企图杀害顾倾城，被赶出顾氏。人们还没消化完，更重磅的消息又来了，顾倾城的合作伙伴更换为徐宝石。一时间中海天塌地陷。此时此刻你来到龙庭 KTV， 陆先生。雷虎坐着轮椅出来迎接，愤怒道：您的事情我知道了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我会带着兄弟屠了徐家和聂大海。你摇摇头，走进包厢坐下。这件事你不用管叶明珠找的怎么样，只要帮顾倾城逆天改命，有的是时间陪他们玩。雷虎满脸愧疚，叶明珠还没有眉目，不过我听人说省城的雷霄堂手中有3次雷击木，只是雷霄堂是全省最大的玄学庙堂，关系错综复杂，我的身份他们可能不放在眼里，没办法购买。我正在找人，一有消息会立刻向您汇报。你冷静道：全力找叶明珠，至于雷霄堂他们会派人把雷击木给我送来，那个老头答应的，只是现在还没送来。
雷虎听得心中一阵颤抖，不愧是陆先生，能让雷潇堂亲自送来东西，我这就让人重点寻找叶明珠。话音刚落，砰！包厢房门被人粗暴撞开，2名守在门外的保镖被人从外面丢了进来。随后一人出现在门外，一步步走进包厢，戏谑道：“雷龙王，不知你还记不记得我？”董山。雷虎看到这人如临大敌，呼吸都变得急促，双目死死盯着对方。在天海市，人人都知道雷龙王有个死敌，正是董山董龙王，上一任天海市地下皇帝。据说当年雷龙王发动突袭，一夜之间端了董山所有场子，带200人追杀董山，却还是被他跑掉了。董山玩味的，没想到雷龙王记性还不错。那你还记不记得当年我临走时说过什么？雷虎汗如雨下，你说在见面之日就是我命丧黄泉之时。不错。董山轻蔑一笑，我隐忍了10年，这次回来只有2件事，杀你的人，抢你的钱。雷虎牙关紧咬，一言不发，3秒钟滚出我的视线。你坐在沙发上烦躁道，别看你因为顾倾城失忆一直强装镇定，事实上心中早已憋了一团火。唰！董山猛然转向你，眯起眼睛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组织语言。嗖！你瞬间起身，眨眼间来到董山面前，单手捏住他的脖子，硬生生举起来，冰冷道：我也给你一次机会，重新组织语言。董山大脑一片空白，看着你像是见到恶魔一般。为了今天他等了10年，忍了10年，苦练了10年，竟然连你怎么出手都没看清就被一招制服，他的仇还怎么报呢？雷虎也懵了，他害怕董山纯粹是因为10年前的阴影，其实外人知道的并不完整。当年董山在200人围追堵截下，不仅跑掉，还废了40几人。对董山他心中一直有种难以言说的恐惧，可看到你出手后，忽然想起自己是陆先生的人，而陆先生是能让店主刷马桶的顶级大佬啊！他顿时热血沸腾，有顾哥没坎坷，10年心腹大患不是陆先生一招之敌。问你话呢，你不想杀人伤福报，随手把他扔到一旁，咣当！董山身体撞到墙上，发出沉闷响声，贴着墙面滑落后，他又迅速起身，惊恐地问：你是谁？这种级别的高手绝对不会是雷虎的打手。他养不起，你懒得回应，看向雷虎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他要杀你，赶紧叫人弄他啊！难不成等他动手再叫人赶紧弄走？清静啊！哦，雷虎忙不迭点头，在你身边太有安全感，差点忘记董山是死敌，迅速拿出电话叫人。董山见状没有半点犹豫，清楚自己不是你的对手，更不要提还有人来，迅速起身逃跑。你见状拿起果盘上的牙签轻松一挥，嗖，牙签准确无误刺入董山小腿，整根没入。砰！董山身形不稳，趴到地上，看了看小腿，大骇道：以气灌入，非真伤人，已是宗师，这不可能，怎么会有如此年轻的宗师？你听到这话诧异道：宗师是什么玩意儿？雷虎也愣了愣，陆先生竟然不知道宗师，随后小心翼翼解释：回陆先生，宗师是武道界的等级，是公认的绝顶高手，江海省武道排名前8皆为宗师，目前整个江海省仅有这8位宗师。你点点头催促道：赶紧叫人把他处理了，烦！关于宗师你只是随口问一句，不想过多了解，等等。董山赶紧开口，这一刻他终于怕了，本以为即使打不过你也可以逃跑，没想到竟然遇到宗师。他咬牙道：你们不能杀我，我的师父是无为宗师，如果你们敢杀我，我师父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什么？雷虎吓得险些从轮椅上站起来。无为宗师是隔壁江山省排名第6的宗师，每年江山省和江海省都有一次武道交流。据说去年无为宗师击败了本省第5的正贤宗师，也就是说在整个江海省能挡住正贤宗师的不超过5个人，他很厉害。你随口问道：非常厉害。雷虎点点头，在江海省能赢他的人不超过5个，让他来，我顺手帮你解决了。你随意道，你专心找叶明珠就好，越快越好。宗师你确实没听过，不过刚刚只用了1成力量就被他误认为是宗师，想必宗师也都是水货。雷虎董山眼中偷偷闪过一抹讥讽，还真是年少轻狂，什么都敢说。师傅在宗师界成名18年，还从未有人敢说解决他。这陆先生不知天高地厚，他眼前一亮，试探问道：顾宗师要找叶明珠？据我所知，隔壁黄凤市藏宝阁今晚举行拍卖会，其中就有一颗叶明珠，而且是清代某位太后的爱物，有鸡蛋般大，品相极好。真的，如今只缺叶明珠，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千真万确。我在黄凤市的住处有一张邀请函，陆先生只需要拿邀请函进入即可。董山说完，眼中闪过一道亮光，拍卖是真的，有叶明珠也是真的，但师傅就在黄凤市，立刻带我去。你一刻不想等，迅速起身。陆先生小心有诈。雷虎迅速开口：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董山刚好知道叶明珠，听起来就不可思议。没关系，如果有诈，我直接杀了他，顺便处理掉他师傅，以绝后患。你简洁回道，拎着董山像拎小鸡一般离开。就在你离开天海市的同时，整个天海都接到消息，他跑了，一片哗然。谁都没想到，昨晚还如日中天的陆清舟，今天竟然狼狈逃命了。周泰山更是气得快要爆炸，原本已经从省城调来高手，没想到就差一步让你跑掉。苏小姐，这次叫你来没有别的目的，就是想告诉你140地块的材料供应不再需要苏氏，合同我单方面撕毁了。徐宝石听到自己成为合作伙伴，迫不及待来上班，而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让苏婉月过来。
徐公子，你怎么能撕毁合同？这是单方面违约啊！苏婉月双手握拳，虽然心中恨透了徐宝石，昨晚的事历历在目，但敢怒不敢言，还要当成不知道。徐宝石眉毛一挑，讥笑道：“我就是反悔，如今我才是顾小姐的合作伙伴，顾垃圾已经跑了，你能奈我何？”你苏婉月咬了咬嘴唇，徐公子为了给140供应材料，苏氏与很多工厂签了合同，如果这时候不用材料，苏氏会很难，你得讲理啊！苏氏的工厂不足以供应，为了吃下合同还与其他工厂合作，若不给140供应，资金链会断裂，死路一条。徐宝石轻佻道：“你个臭娘们配让我讲理？不服咬我啊！”他顿了顿，眯眼一笑：“贱人，你能坐在这里都是我的恩赐，还敢讲理？”他想到自己的身体怒火中烧，若非身受重伤，现在就处理他。苏婉月被看得有几分心慌，硬着头皮道：“徐公子，我求求你不要终止合同。”哼！徐宝石冷笑一声，站起身整理西装，傲然道：“给你1天时间，明天这个时候穿护士装来求我，合同继续，否则合同终止。我还要去西郊庄园，你滚吧！”苏婉月浑浑噩噩走出顾氏，啪嗒，眼泪止不住掉落，她委屈至极，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和家族的前途，另一方面是她怎么能跑死渣男。徐宝石来到西郊庄园，林振南和赵雅兰急忙迎出门外：“大侄子你来了，快请进。”宝石今天精气神比昨天还足呢，呵呵，他们赶紧拍马屁，不拍不行啊！本想抱你的大腿，谁知道出了这档子事儿，心里虽然觉得你是被冤枉的，奈何没有证据。而如今的徐宝石背后站着顾小姐和周家，谁敢不服？徐宝石背着手昂起下巴：“别他妈废话，昨晚竞标会上你们不是很巴结陆清舟吗？今天怎么变了脸？你们比墙头草还贱！”林振南二人脸上火辣辣的，恨不得上去给他2巴掌，可不敢啊！周家主已经下了封口令，谁敢说出实情就是死敌。这意味着徐宝石地位坚若磐石，林振南只能陪着笑脸。我那个未过门的媳妇林若曦呢？赵雅兰沉默不语，林振南艰难开口：“倩倩生病了，不方便见人。”凑！徐宝石骂道：“行吧，今天我也不强迫你们，告诉你们，明天这个时候让他穿性感点去办公室找我，否则我就对集团发起进攻。如果你们认为能挡住如今的我，大可不让他去。”林振南和赵雅兰愣了一下：“徐公子，倩倩真的病了，不方便见人，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？”徐宝石看着赵雅兰，轻佻道：“你太老了，对你没兴趣。曾经我想把倩倩当老婆，现在嘛，她已经配不上我，就当小三儿吧。这不能怪我，是因为你们不争气，没把握。金镶玉，懂吗？”两人气得快吐血了。林振南终于忍不住：“徐公子，你放尊重点。”啪！徐宝石一巴掌抡过去，讥笑道：“你他妈也不撒泡尿照照，如今的我需要对你们客气。一句话，明天倩倩不找我，我让你林家破产。”说完转身就走，站住林若曦怒气冲冲走出来，毫不犹豫抬手就是一巴掌。作为女儿怎能看着父亲被打，母亲被侮辱而无动于衷？啪！巴掌声响起，不过是徐宝石打他。徐宝石冰冷道：“贱人，之前对你太客气了，我告诉你，明天穿花边蕾丝找我，否则让你们家破人亡。”说完他背着手离开，一边走一边想着：有权真好啊，林家无人敢拦。另一边你已经到了黄蜂市，高楼大厦林立，经济确实比天海发达些。不过你们来的是一处平房区，顾宗师，前方就是我的住所，邀请函就在家里。董山在前引路，一边走一边嘴角上扬，只要见到师傅，一切问题迎刃而解。好，你简洁的回答。很快董山打开大门，随后忍住剧痛，快速向院子中跑去，惊慌吼道：“师傅，有人要杀我！”这喊声大的连邻居都能听见。你被他喊得一愣，随后有些失落，看来真的上当受骗了。师傅，董山又喊一声，快速冲进房门，却傻眼了，里面空空荡荡，没有人。你跟着走进来，你师傅呢？我啪！你不让他说完，一巴掌打飞5分钟，想办法让你师傅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你后半辈子爬着要饭。董山躺在地上吐出一口血，满脸惊恐地看着你。他万万没想到师傅竟然不在住所，他慌了。我就在这时，大门忽然被人推开，一名穿唐装的中年男子走进来，胸口上绣着藏宝阁3个字。请问董山先生在吗？你下意识看过去，中年人见到你笑道：“想必您就是董山先生吧？我是藏宝阁的经理，姓李，这是今晚拍卖会的邀请函，请您笑纳。”说话间他双手递上邀请函。你愣了愣，这么巧真有邀请函，还是董山的套路。董山也懵了，虽然知道今晚有藏宝阁拍卖会，但那种场合他根本不会参加，也没啥需要的东西，为什么会送邀请函？不过他反应极快，立即起身：“陆先生，这就是我说的邀请函，而且拍卖会上就有您要的夜明珠，当务之急保命要紧啊！”李经理也愣了愣，什么情况？这位吐血的才是董山。不等他多思考，你问道：“拍卖会上真有夜明珠？”李经理点头：“有。”你简单思考片刻，拎起董山直奔藏宝阁。藏宝阁山脚下排起了长队，正在检查邀请函来参加这种场合的人。陆清舟。这时人群中忽然有人喊道：“你转头一看，居然是昨晚被吓跑的段来明。”他身边站着一群年轻男女，个个身上挂满奢侈品，看起来家境不错。段来明冷笑道：“陆清舟，咱们还真是有缘，没想到今天你就到我的地盘了，呵呵。”段来明冷笑道：“别看昨晚去找他，可那都是没办法的办法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神被侮辱，但这不代表他不恨你。
你不仅抢了他的女神，还打伤赵德才。若非他跑得快，未必能回来。傻狗，你懒得搭理他。你说什么？段来明怒目圆睁，暴躁道：姓顾的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里不是天海，是黄风。现在你给我跪下认错，求我原谅，否则我让你爬着走出黄风市。在这收拾你，简直像玩一样。即使周家主在黄风市，也不一定有面子，毕竟省份都不一样。其他青年立即把你团团围住。没听见段公子的话吗？立刻跪下道歉。小子，我第一次见段公子这么生气，你把他聋毛了？快点，你耳朵聋了吗？他们的喊声引来了周围排队的人纷纷侧目。你摇摇头看向董山道：咬他们，对这些垃圾出手简直是侮辱，让葛山处理就好。狗咬狗好玩。葛山一脸懵。陆先生，我刚刚被你打掉牙，现在嘴疼，咬不了，姓顾的。段来明眯眼打断：不要考验我的耐心，我的耐心非常有限。最后再提醒你一句，这里是黄风市，我要动你没人保得了。周围几名青年撸起袖子，一副随时动手架势。排队人群迅速靠向一边。小兄弟段来明可是通达药业公子，在黄风市势力很大，还是道歉吧。给段公子道歉不丢人，逞一时之快，想想怎么离开啊？你们就2个人，他们这么多人，何必呢？你转向葛山，你咬不咬？葛山咽了咽口水，陆先生，我牙口真的不好，无能为力啊。啪！你随手一巴掌，你不咬他们，我就打你，打到你咬为止。葛山欲言又止，周围人傻眼了，他在干什么？对自己人出手？我靠，这家伙是精神病吧？一定是装叉犯，不敢违背段公子意思，只能用自己人撒气。我最看不起这种人。段来明双手插兜，轻蔑一笑：姓顾的，看在你打自己人的份上，我就多给你表演时间。打他继续打，你先废了他，我再废了你。另一青年讥笑：第一次看到用自己人撒气的傻缺，逗死我了。啪！你充耳不闻，又给葛山一巴掌，打得他鼻血横流，咬不咬？葛山双拳紧握，心里憋屈的要死。他们骂你，你打我干啥？啪哈，又是一巴掌，葛山脸都肿了，哈哈哈。段来明几人前咬后合，有人看不下去，你有完没完？打人上瘾了，他是你朋友，这位兄弟他一直打你，难道就忍着还手啊？你也是贱，就站着让他打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帮着段公子揍他。闭嘴！葛山忽然爆发，黑着脸骂道：我被打与你们有什么关系？用你们关心？是不是贱？谁再敢废话，别怪我出手无情。一名男子怒道：凑，你才贱！话没说完，葛山冲上去抓住他，衣领左右开弓，连续10几个巴掌。别看他在你面前毫无还手之力，但对付普通人简直如体杀神般存在。哗啦啦，周围人倒吸一口凉气，赶紧后退。本以为他是受气包，没想到功夫如此了得。你缓缓摇头，葛山都没说话，有你什么事儿？倒霉了吧，哈哈哈！段来明笑得更欢了。你很不错，懂得快意恩仇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一次机会，放倒陆清州，从今以后我罩着你，还不快点感谢段公子？他可不经常收小弟，别浪费时间，我们还要进去参加拍卖会，赶紧解决。啪！你又是一巴掌。对，我还要参加拍卖会，快点解决。这巴掌再次把段来明等人逗笑，可下一秒，笑你大爷，老子打死你！若不是你这个贱种，我怎么会挨这么多巴掌？葛山猛地向段来明冲去，他彻底看明白了，若再不动手，你能把自己活活打死。一手抓住段来明头发，另一只手左右开弓，嘎！周围人彻底傻眼，这家伙真敢对段公子动手，疯了吧？住手，别动段公子！大家一起上，揍他！几名青年同时扑向葛山，只不过他们三脚猫功夫在葛山面前简直小儿科。要知道，葛山曾是天海地下皇帝，还在江山省排名第6的无为宗师身边学习10年。若非遇到你，他现在还是天海地下皇帝呢。短短10秒，富家子弟们全躺地上打滚，嗷嗷直叫。住手！何人敢在藏宝阁门前闹事？人群外传来一道厉声，一群穿着藏宝阁制服的人冲过来，把现场团团围住。是王队长，有好戏看了。王队长眉头紧锁，谁动的手？是他，就是他。人们纷纷指向葛山。段来明躺在地上惨叫：王队长，帮我收拾他，我要废了这个傻缺，竟然敢打我，废了他！王队长这才认出被打得不像人样的段来明，脸色更加难看。通达药业可是黄风市知名企业，段来明父亲段延峰更是藏宝阁的会员客户。刚才被打的男子也从人群中挤出来，哭喊道：王队长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，我也是被他打的。唰，王队长猛然瞪向葛山：你可有何狡辩？葛山迅速看向你，陆先生，这可都是按照您的意思，您得说话啊！还想把祸水引到我头上？啪！你又是一巴掌，我让你打你就打，你是不是傻？我让你自杀你也死。鄂葛山差点被这句话噎死。宗师讲武德，但这人根本不讲，周围更是一片死寂，都被噎得哑口无言。这个陆清州太欺负人了，一遍又一遍打葛山。不过这家伙活该，谁让他手贱？段来明面目狰狞：王队长他们是一伙的，要一起废掉。其他青年附和：对他们是一伙的，我爸常来买东西，你不能不管啊。王队长帮我报仇，以后我常照顾生意。王队长打定主意，眼前这俩人都很陌生，而段来明可是黄风市的富二代，教好他们必有好处。先把他们放倒。话音刚落，啪！你又是一巴掌。平静道：咬他们。葛山生无可恋，忽然后悔找雷虎报仇了，否则就不会遇上这怪物。啪！你再次抽他，还愣着干啥？快点！难道让他们打我？他们动我前，我先打死你！王队长也被震得很懵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内杠了。
看顾客越聚越多，王队长命令道：“还愣什么上？住手！”葛山牙关紧咬，他终于明白了，打完这批还有下批，今天不死在你手里，也会死在藏宝阁，只能搬出师傅。我是无为宗师的关门弟子，谁敢碰我？此言一出，全场震惊。无为宗师在江山省家喻户晓，省内排名第6，去年还击败了江海省第5的宗师，为江山省赢得荣光，是省内公认的英雄。这被打成猪头的竟是无为宗师弟子。什么？段来明惊叫，无为宗师是大人物啊，他弟子怎会被你打成这样？其他富二代瑟瑟发抖，他们刚才差点打了无为宗师弟子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停！王队长吓得一颤，谨慎道：“你真是无为宗师弟子，怎么证明？证据，证据！”葛山气得鼻歪，瞬间冲到王队长面前，一巴掌将他抽飞3步，这算不算证据？王队长惊骇，根本没看清葛山怎么出手，算您请进。葛山冷哼，刚走2步，啪，你又是一巴掌，笑道：“做得不错，奖励你的。”说完率先进入藏宝阁，葛山一口血喷出，也不敢跑，只能跟着你。门外顿时变得乱糟糟一片，真是无为宗师弟子，出手好快。我们江山武道有希望了，刚才我居然骂了宗师弟子，真是倒霉。那个年轻人是谁啊？所有人同时闭嘴，目光齐刷刷看向段来明。王队长也问：“段公子，那位陆先生何方神圣，竟敢打无为宗师弟子取乐？”段来明看到这些求知欲爆棚的眼神，气得要吐血，根本不信。你能跟宗师扯上关系，他就是个屁，一个臭打工仔，垃圾，什么都不是，闭嘴！王队长怒喝：“段公子放尊重点，不可诋毁陆先生，小心引火烧身。他能随意打葛山，怎么可能像你说的那么不堪？”围观者纷纷鄙视：“你被打真是活该，原来是嘴贱。刚才我还让陆先生给你道歉，是我太狭隘了，你被打一点不冤。”先前被打的男子也冲上来，指着段来明骂道：“愿赌不服输，简直不是个男人，连我都不如。”段来明气得翻白眼，昏死过去。拍卖会现场，你已带着葛山入座，等了10来分钟，全场灯光突然暗下，只有前方拍卖台泛着亮光。随后咔咔咔的高跟鞋声响起，一名身材高挑的女子从侧面走上前台。她一亮相，几乎所有男人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了，女性则羡慕嫉妒，恨得要死。是白丽。有人惊呼：“白丽都亲自出马了，今晚的拍卖会绝对不简单。”议论声中，白丽优雅地走到拍卖台前，她虽比不上顾倾城，但也有8分姿色。她扬起微笑：“真心感谢各位百忙之中赏光藏宝阁，拍卖正式开始。第一件，格格出价用的崭新凤冠辖区，起拍价5000万。”话音刚落，一名女郎捧着凤冠辖区上台，你眼前一亮，好东西，适合倾城，5500万。一名大腹便便的中年老总举起号牌：“我出5600万，我出5700万，5800万。”价格很快来到6000万。王总再次举牌：“6600万。”各位朋友，我老婆非常喜欢这套凤冠辖区，为了她我势在必得。闻言，身边女郎昂起下巴，满脸得意，其他人相互对视一眼。君子不夺人所爱，既然王总要送给妻子，我就不争了。白丽也没介意，既然大家都认为应为王总所得，那就恭喜王总获宝。说着，他抬起木锤，准备一锤定音。然而就在这时，8800万！你忽然开口，刚才一直幻想着顾倾城穿上这套衣服的样子，竟忘记叫价了。你又道：“我出8800万。”唰，所有目光瞬间聚焦在你身上。白丽正要落下的锤子停住，诧异地看向你。今天来的老板或多或少面熟，而你非常面生，不过他适应很快。这位先生还真是一鸣惊人啊！8800万！王总气得鼻子一歪，这家伙哪冒出来的？明明没人抢了，居然跳出来添堵！8900万！身边女郎狠狠瞪了你一眼，真不识好歹！1个亿！你毫无心理压力，直接开口，喜欢就一定要得到。这个数字让在场所有人倒吸凉气。他是谁呀？没见过呢。不知道，从未见过这号人物。王总眯起眼，小兄弟，我已经说过这套凤冠辖地下个月要用，你还争抢故意添堵是吧？女郎也附和，就是你是故意针对我们吧？你淡淡扫了一眼，随意道：“你下个月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套凤冠霞桥我也喜欢，没成交前都能竞拍，你喜欢继续拍就好了。”你王总气得握紧双拳，10100万，1亿1000万。你迅速举牌，1亿1100万。王总又道：“1亿2000万，1亿2100万。”王总急得面红耳赤，你觉得这样喊太慢，直接道2个亿。王总没半点思考，2亿0。可说到一半，突然意识到是2个亿，后面的话硬生生咽回去。白丽见他话没说完，笑道：“王总要说的是2亿0100万。”对，女郎挺了挺胸，得意道：“我老公要送给我，不可能放弃。”他又轻蔑地扫了你一眼，小朋友，我猜你是花家里的钱吧？劝你别装逼，适可而止。不管你叫多少，我老公都比你高100万。闭嘴！王总突然暴怒，对你大爷高，你大爷，这是2个亿，你以为是2块钱？不会说话就闭嘴。白小姐，我不要了。他资产才20亿，公司流动资金还不到1亿，拿出2亿资金链，立刻就会断裂。女郎不甘心，撒娇的扯着他袖子：“老公，我喜欢吗？我就要帮人家买吗？”啪！王总狠狠一巴掌打过去。我让你闭嘴，听不懂人话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配穿2亿的衣服，再敢废话，老子给你嘴缝上。说完，他恶狠狠地瞪了你一眼。白丽环顾四周，还有没有要竞价的？机不可失时，不再来哦。场中鸦雀无声。白丽见无人回应，抬起锤子重重落下。恭喜这位先生喜提宝物。很快有人打包好凤冠霞旗送过来。
你看着凤冠霞旗爱不释手，脑海中浮现出顾倾城穿上时的绝美画面。与此同时，白丽开始介绍第二件宝物。本场拍卖会的第二件宝贝是一串红宝石项链。据传这件项链被赋予魔力，它的7位主人都白头偕老，携手走完一生。同时重达55克拉，实属罕见，起拍价8000万。你再次眼前一亮，这串红宝石项链也极适合倾城，9000万1个亿，1亿2000万。现场竞拍瞬间火热，牌子此起彼伏，价格眨眼间飙到2亿，2亿5000万。王总咬牙开口，决心找回刚才丢的面子。虽然价高了点，但拍下后可以抵押贷款，至少能贷出一半，不会造成太大危机。他转向身旁女郎，婚礼当天你穿婚纱，戴着红宝石项链。女郎媚眼如丝，老公你真好，最爱你了。说完还不忘恶狠狠地瞪你一眼，仿佛在说，你能争凤冠霞帔，有种再来争啊！5个亿，你平静开口，一次加太少没用，不如一步到位，还能节省时间。嘎，这个数字瞬间震傻全场，5个亿，比刚才翻了1倍。众人再次打量你，这家伙到底是谁？白丽也懵了，为什么之前从未见过他？省内乃至隔壁江海省的省城公子哥也没有他，到底从哪儿来的？你女郎气的眼睛都圆了，故意作对是不是？老公他就是故意的，专门跟我们抢，这口气绝不能忍。啪！王总一巴掌打过去，暴跳如雷，不能忍你大爷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，你以为我没看见你故意挑衅？女郎立刻委屈巴巴，难道我不应该挑衅吗？这是黄蜂市，难道我们还怕个外来人？王总气得发抖，破口大骂，傻狗，他买2件宝贝快赶上我1半资产了，你说用不用怕？操，老子怎么看上你了？立刻滚蛋！老公我错了吗？女郎哽咽认错，王总怒吼，错也不行，我要及时止损，立刻滚不滚老子打断你腿！女郎颤颤巍巍离场，你无语摇头，没想到还破坏了一桩婚事，不过你也没太大心理压力，毕竟他们还没成婚，不会伤福报。与此同时，包厢里的人也注意到了你，左侧包厢中一位不怒自威的中年人正襟危坐，他是谁家的小子，怎么从来没见过？能拿出7个亿现金，家里至少要100亿资产，而在江山省100亿资产绝对是有名气的人物。他对面坐着位身穿藏蓝色旗袍，唇红如血的女人，手中晃着红酒杯，气势丝毫不逊于中年人。我也没见过，不过坐在他身边那位我倒有点印象，好像是无为宗师的弟子，叫葛山。无为宗师。中山装愣了一下，随即笑道，有意思了。右侧包厢同样坐着不寻常的客人，这家伙是谁呀？怎么比我还狂？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盘着核桃，翘腿靠在沙发上，旁边还有位藏宝阁旗袍女郎跪地服务，他对面坐着位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人，正是无为宗师本尊。无为宗师淡然道，看着面生不认识，又转而说道，不过坐在他身边的是老朽关门弟子葛山，或许是葛山的朋友。年轻人一愣，手上核桃盘得更快了，既然他是葛山的朋友，也就是你的人，而你的人就是我的人，如此看来他确实有狂妄的资本，我原谅他了。无为宗师笑了。大厅里白丽继续鼓动气氛，这串红宝石项链可是难得一见的珍品，难道大家都不动心吗？再加几轮说不定就是你的了，可以送给心爱的女人，携手走完一生。场中鸦雀无声，5个亿啊！拿着这笔钱可以找一辈子不同的女人送给一个人太亏，更何况真买不起啊！见没人吱声，白丽举起小锤一锤定音，那我们就再次恭喜这位先生喜获宝物。哗啦啦，全场掌声响起，纷纷向你点头微笑，希望能混个面熟，日后生意上沾点光。你也礼貌回应。白丽指挥工作人员送来项链，笑问道，这位先生连获2宝，在藏宝阁实属罕见，我还不知道先生尊姓大名。你随口道，陆清舟。听到这个名字，众人面面相觑，不只是黄蜂市，就连省城的大家族中也没有姓顾的显赫家族，难道是外省人？我靠，该不会是隔壁天海市的陆清舟吧？帝京顾家顾小姐的合作伙伴。有人突然认出，经他一提，众人恍然大悟，隔壁天海市确实有个陆清舟，被顾小姐看中，从默默无闻一步登天。虽然没见过真人，但这名字可不陌生，原来是陆先生。失敬。陆先生，我跟天海市的林志南有生意往来，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呢。陆先生果然与传说中一样，一表人才，人中龙凤啊！周围人纷纷双手抱拳问候。虽然陆清舟就是个臭打工的，但他背后站的人厉害啊！顾家可是国内顶级家族，就算顾小姐不能完全代表顾家，也不是地级市的小角色能惹得起的。你微笑道，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，我在天海市等各位。你虽没做生意的心思，但顾倾城有，算是帮他拉拢业务吧。呵呵。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声冷笑，正是刚才那位王总。他站起身，语气轻蔑，我他妈还以为是哪家的公子哥，原来就是个臭要饭的，你们还巴结他，告诉你们，大错特错。王总继续道，他因为刺杀顾小姐失败，被顾小姐赶出顾氏，顾氏合作伙伴也换成了天海新贵徐家的徐宝石，现在他就是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他是逃出天海，没想到跑这儿来了。什么？周围人大吃一惊，你也惊了？合作伙伴变成徐宝石那个小瘪三，他也配？看来回去得找他好好谈谈了。哼！王总冷哼一声，目光阴冷地盯着你，你个小瘪三，居然敢来拍卖会装逼，还差点被你骗到。现在我很生气，你知道让我生气的后果吗？你既无实力，也无背景，本该默默无闻，偏偏却被这般无理羞辱。
这样的屈辱你怎能咽得下？刚才我还向他抱拳了，原来是个野心勃勃的小人。一名男子愤愤不平，我刚刚还对他微笑呢，真恶心。一名女孩狠狠地吐了2口口水，我猜没错，他以为没人识得他，想靠这手段继续欺骗，怪不得是刚出狱的混混，死性不改。话音未落，人群对你的态度骤变。先前他们还保持着表面的客气，是因为没搞清你的身份，抱拳给顾倾城面子，而如今人人开始唾弃喊打，毫无顾忌。你平日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面对他们的辱骂也失去了耐心，目光冷漠地转向古大师，去给他们每人2巴掌，教教他们说话的规矩。古大师浑身颤抖，暗自嘀咕，是让自己去动手吗？这也太狂妄了。王总猛地站起，怒声吼道，居然敢教唆人打我，信不信我让你爬着离开黄蜂市？王总揍他。有人激动大喊，这混蛋不教训教训，真以为自己了不起了，肯定是骗钱来装大爷。王总您得替我们出气。一时间嘈杂声不断，气氛一触即发。王总撸起袖子，怒气冲冲地直奔你而来。你神情冷淡，声音平静，他敢走到我1米以内，你要是没废了他，我就废了你。古大师咬牙起身，心中既害怕又后悔来黄蜂市。站住！台上白丽终于发声，脸色阴沉。他原本以为你是有头有脸的人，没想到竟是个丧家之犬。这种人混进藏宝阁，自己之前还笑着称你先生，实在恶心。谁敢在藏宝阁动手，就是藏宝阁的敌人，打断4肢逐出。他冷声警告。白丽的权威立刻震慑众人，王总猛地停下脚步，低头鞠躬赔罪：“白小姐，是我失控了，求您原谅，以后绝不再犯。”藏宝阁的地位非同小可，谁也不敢轻易得罪。白丽收回目光，望向你，坐下。他淡然说道：“既非胆怯，也非避忌，只因叶明珠尚未到手。”你示意古大师先坐。王总冷笑一声：“现在是给白小姐面子，拍卖会一结束，我再找你算账。”说罢，便回座坐下。众人眼中尽是玩味。既然王总放话拍卖会后算账，定然会有所动作。倒要看看你这丧家之犬到时候如何求饶。你耸肩微笑，示意拍卖继续。白丽深吸一口气，缓缓说道：“接下来是明代玉如意。”众所周知。话未说完，你忽然插话：“别说了，这件我也要，10个亿刷卡。”拍卖一件件来太过磨时间，何时才能买到夜明珠尚未可知，索性统统买下。现场顿时鸦雀无声，人们瞠目结舌。白丽震惊的皱眉：“陆清舟，你知道这玉如意价值多少吗？”他不喜欢这种小人物装腔作势，明明不过是个普通人，居然敢口出狂言。你淡定回应，只需告诉我够不够，不够我再加。白丽无言以对。这玉如意起拍价不过1亿元，你这话分明是反讽，却又让他无法反驳。放肆！王总趁机跳起来怒斥，竟敢对白小姐无礼，给我立刻道歉！你扫了他一眼，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命令我？王总气得眼睛都快瞪出来，恨不得冲上前给你2巴掌。陆清舟，你个丧家之犬，哪来的胆子在藏宝阁放肆？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敢在这里嚣张？顾小姐没处罚你，不代表我们放任你。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此撒野？你神色平静，钱就是胆量。这里是拍卖会，一切以金钱论尊贵。你冷笑着挑衅，不服就竞价，我随时奉陪。目光冰冷，声音里透着不容置疑。我说的不只是王总，还有你们所有人。话音落下，现场一片哗然，众人气得几乎爆炸，却又无计可施，没人能拿出10个亿的价格。左侧包厢内，一位身着中山装的中年男子皱眉不满，这小子有点狂。身旁穿旗袍的女子冷冷一笑，年轻气盛，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。不过只要不耽误我们拍卖夜明珠，随他去吧。右侧包厢中，几个年轻人兴奋拍掌，其中一人握拳说道：“这脾气我喜欢，有我年轻时的风范，我决定让他做我的小弟。”大厅中，白丽被气得面红耳赤，环视一圈怒喝：“各位老总，陆清舟不把你们放在眼里，敢在你们的地盘撒野，难道就没人敢出价压制他？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吗？”他极度希望有人站出来，狠狠打压你的嚣张气焰。然而全场陷入一片死寂，无人发声。那笔天价，他们根本筹不出来。白丽咬牙切齿，既然各位都没骨气，这件玉如意就归陆清舟了。接下来拍卖今晚最重要的一件宝贝。他声音愈发冷沉：明朝一位皇后棺椁陪葬的夜明珠，直径5厘米，起拍价8个亿。一时间宛若晴天霹雳，众人面色震惊，谁都明白，能让包厢内之人觊觎的稀世珍宝，出价定然惊人，却没料到会开出如此骇人的价格。白丽转向你，讥讽道：“陆清舟，刚刚才花10亿买了玉如意，依我看，这夜明珠你也会收入囊中吧？毕竟你那么有钱。”他蓄意挑衅，心知包厢内之人能量惊人，你若敢抢，必遭报复。众人也纷纷加入调侃：“陆清舟，好好买啊，你不是有钱吗？快出价！”你摇摇头，嘴角浮起冷笑，真不懂皇帝不急太监急的道理。今晚我本就是奔着夜明珠来的，自然要买。反观你们，反倒个个像丧家之犬，只会乱吠。你的讥讽引燃了众怒，众人眼中怒火几乎要燃烧起来。天意包厢贵宾出价10个亿。忽然一道铿锵有力的声音响起，刹那间全场死寂，众人齐齐望向左侧包厢，果然有人出手了。与此同时，天一贵宾厅内，两人正冷眼看着你。旗袍女子晃着红酒杯，笑意浅浅：“你猜他会继续竞争吗？”
中山庄中年男子字正腔圆，他只是狂，并不傻。什么人能得罪，什么人不能得罪，他清楚得很。他根本没将你放在心上，不认为你会继续争斗。女子冷淡反驳：未必，有些人不挨打就不知道疼，评价他贱骨头，倒也贴切。男子叹息：那就拭目以待吧。楼下大厅的人迅速激动起来，他们深知能做贵宾厅的人身价非凡，黄蜂市无人有此资格，恐怕只有省城大佬才能进入这等地方。有人激动感叹：按照藏宝阁规矩，左侧是天，右侧是地，中间是人。天字号包厢在人之下，仅次于至尊。今儿来的到底是什么人物？我知道有贵宾，但没想到是天一贵宾厅，真是匪夷所思。陆青州啊，在装啊，有种出来竞争，你不竞价就不是男人。你冷眼扫视众人，说你们是丧家之犬，真是一点不远，个个都像狗，一见有权有势的人就舔，这算什么样子？就算坐在天一包厢的人再厉害，也只是他一个，代表不了你们所有人。你顿了顿又道，更何况在你们眼里的厉害，在我看来不值一提。话音刚落，你正要举牌为叶明珠出价，然而现场声浪骤起，又传出一道声音：第一包厢贵宾出价10亿5千万。轰！这声音一出，现场瞬间沸腾。什么第一包厢也有人出价？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？怎么所有大人物都齐聚黄蜂市？有人惊呼：自藏宝阁在黄蜂市开业以来，还是头一回看到天地字号包厢同时有贵宾，堪称前所未有的盛况。众人的目光迅速被第一包厢吸引，瞬间忘了你，毕竟这场面太过罕见。第一包厢内，一名年轻人翘着二郎腿，嘴角扬起轻蔑的笑。瞧你们往我这儿看什么？玻璃是单面的，根本看不见我。别崇拜哥，哥只是个传说。他转头对身旁的无为宗师说道：你说等我拿到夜明珠，再当着众人的面收陆青州做小弟，他是不是会感激的泪流满面？他心中憧憬着画面，你被群人围追堵截之时，自己宛若天神降临，横扫千军，救你于危难，你感激涕零，发誓效忠终身。无为宗师苦笑摇头，小少爷的心性啊，总想着耍酷。不过你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但眼下当务之急是先搞清楚天意包厢之人的身份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劲敌。他们来之前只知道包厢有人，却不知对方来历，如今得知是天意包厢，更觉事态不凡。第一包厢出价的消息传来，中山装男子皱眉，神色凝重，旗袍女子轻摇酒杯，声音冷静：不管是谁，叶明珠必须拿下，继续加价。话音未落，现场又响起出价声：天意包厢贵宾11亿花。众人顿时热血沸腾，你之前喊的10亿不过是装腔作势，而天地包厢里的才是真正的大人物。紧接着价格你来我往迅速攀升，第一包厢出价11亿5千万，天意包厢加到12亿，第一包厢13亿，天意包厢13亿5千万，双方势均力敌，互不相让。不到片刻，报价已攀至14亿5千万。你此刻虽有举牌之意，却被众人的目光完全吸引，连白丽也未曾察觉。你干脆暂时放弃，打算等两人厮杀一番后再出手。舞台上，白丽目光灼灼地投向天意包厢，等待他们出价。此刻，中山装中年人皱眉低声道：第一包厢到底是谁？怎么一言不发就加价？有人补充道：钱倒是没问题，但叶明珠的价值根本撑不起这天价，继续较劲只会让价格虚高，毫无意义。旗袍女子笑着建议：你不如出面探探虚实，免得继续被坑。中年人思索片刻，点头走出包厢。他站在栏杆边，刚一现身，全场倒吸冷气。那是雷霆宗师，江山省武道排名第7，这身份堪称至尊，可与省内大家族族长并列。宗师之名便代表着一族的安全与荣耀。雷霆没有看下方人群，目光冷峻地转向了一包厢，声音铿锵：里面的朋友，这颗夜明珠我看上了。瞬间，所有目光纷纷投向第一包厢，谁敢与雷霆宗师争夺夜明珠？第一包厢门缓缓推开，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缓步而出，这是无为宗师。天啊！有人惊叫：无为宗师排名第6，师傅！古大师激动得几乎泪目。无为宗师并未理会台下人群，目光锁定雷霆。雷霆宗师，好久不见，英雄所见略同，这颗夜明珠我也看上了。雷霆脸色一变，他曾与无为较量数百招，次次落败，此刻毫无胜算。仅沉吟片刻，他便道：这颗夜明珠对我意义重大，恳请无为宗师高抬贵手，让我得知，若继续争斗，只会两败俱伤。无为微笑回应：正合我意，也请雷霆宗师念在旧时之情，今日将这颗珠子让给我。雷霆面色铁青，冷冷道：无为宗师难道就不打算给我留点面子？无为的笑容瞬间消失，眯眼凝视雷霆宗师：你这是要与我一拼到底吗？两人目光如刀锋交锋，空气瞬间凝固，整个藏宝阁的气氛骤降。现场众人不寒而栗，纷纷瑟缩。白丽的神色尤为凝重，虽早已知晓两人身份，却仍因这场争斗紧张地屏住呼吸。你看着两人对峙，忍不住无奈摇头。不过是一场拍卖会，哪来这么多虚情假意？面子若能解决问题，还需要钱干什么？你直接举牌，声音清脆，20个亿。这突如其来的喊价如惊雷，滚过寂静的大厅，震得众人浑身一颤。他们的震惊并非源于恐惧，而是完全没料到，在两位宗师面前，你不过是个无名小卒，竟敢大胆竞拍。白丽愣住了，无为宗师和雷霆宗师脸上也露出错愕之色，整个大厅的人更是目瞪口呆。
仿佛看见了不可思议之事。忽然，坐在台下的王总怒不可遏地站起身，怒吼：“无礼的小子！二位宗师之间的较量，轮得着你插嘴吗？给我马上向二位宗师道歉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”周围也传来此起彼伏的质问声：“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？即便有顾小姐撑腰，也别妄想在二位宗师面前横行，无知者只会自取灭亡。姓陆的，赶紧认错，还能饶你一命。再放肆下去，别说宗师，就连我也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”指责声不绝于耳，怒火几乎要烧穿天花板。无为宗师和雷霆宗师的脸色也愈发阴沉，谁能容忍一个小丑打乱自己的局面？白丽眼中轻蔑尽显，暗自冷笑，明明已经快忘了你，这小子偏偏要自寻死路。群情激愤中，你轻轻摇手，态度淡然。你们倒比狗还会舔，比之前更勤快了。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外给人当狗，你们的母亲知道吗？声音不大，却在大厅里掷地有声。这里是拍卖会，谁有钱谁说了算。我开20亿，谁敢跟我争？尽管上来没钱的，就闭上你们的狗嘴。你的狠戾与嚣张让众人哑口无言，他们虽愤怒，却真的拿不出这么多钱。若不是还没拿到夜明珠，你真想上前给每个叫嚣者2巴掌。你有人愤怒的语塞，见过嚣张的，却没见过如此嚣张的。白丽压抑着怒意，声音冰冷：“陆清舟，你确定出20亿？我得提醒你，若无法支付，藏宝阁将以扰乱会场秩序的罪名严惩你。这可不是小打小闹，一个小瘪三，凭什么这么嚣张？”你神情淡然，我敢保证拿得出钱，只要你说成交，我现在就付款。白丽无言以对，终究不敢轻言成交。这颗夜明珠是2位宗师都盯上的宝贝。他慢慢转头望向2位宗师，雷霆冷笑出声，语气满是嘲讽：“真有趣，无为宗师，这所谓的替死鬼是你安排的吗？”他看向一旁静坐的古大师：“那是你的徒弟，你们倒是一伙的。”无为宗师眉头微皱，满脸茫然，冷冷道：“古大师，你竟交了这么个朋友？这种场合他出来捣什么乱？”现场顿时轰然作响，所有目光都投向古大师。不少人听闻过无为宗师的弟子古大师，却从未将他与你联系在一起。原来你和古大师是朋友，怪不得敢如此狂妄。就算他和古大师有关系又如何？无为宗师都发话了，古大师根本保不了他。没错。万众瞩目下，古大师站起身，眼眶湿润，声音哽咽：“师傅，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他一直打我。您看看我的脸，他还想杀我呢。”他的脸肿得厉害，布满淤青，触目惊心，惊呼声顿时炸裂全场。你到底对古大师做了什么？无为宗师怒火中烧，厉声质问：“你敢动我的弟子？”声音如惊雷炸响，震得每个人耳际嗡嗡作响。古大师是无为宗师最得意的弟子，有望20年后晋升宗师，竟敢有人对他下手。雷霆心头一凛，暗暗提防。仅这一句话便看得出无为宗师的实力较去年更上一层楼。你无奈摇头：“我也搞不懂你们，废话怎么这么多？打完了不就结束了？问我敢不敢？有什么用？监狱里的人都比你们直接，看不惯就打，根本不用找理由。这里倒好，动手前还要啰嗦半天。”突然，无为宗师身上气势骤然暴涨，眼神寒光凛冽，声如洪钟：“黄口小儿，你这是自寻死路！”他身上隐隐透出出手的气息，现场气场瞬间紧绷。白丽忽然惊呼，脸色骤变，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无为宗师，这里是藏宝阁，请莫乱了规矩。”他心头清楚，藏宝阁的名声一旦败坏，生意便会一落千丈。无为宗师停下脚步，呼吸急促，眼中杀气腾腾，却未再迈步。你本已做好出手制止的准备。见他不动，便催促道：“按拍卖会规矩，竞价时间早已结束，夜明珠该归我了吧？拍卖哪有无限加价的道理？否则岂不是无法收场？”白丽瞪了你一眼，恨得牙痒痒，却硬撑着不喊成交，冷声道：“2位宗师，还请示意是否继续加价？”2位宗师嘴角微抽，20亿对任何势力来说都是天文数字，这价钱早已远超夜明珠的实际价值，根本没必要再抬价。此刻，天一包厢门缓缓打开，一位身穿旗袍的女子缓步而出，腰肢轻摆，笑声迷人。陆公子真有钱，令我佩服。千金一笑胜红颜，不知公子可否将夜明珠买下，送与我一人？他的声音柔媚诱人，听者无不心生涟漪。然而现场无一位老板动心。有人吃惊道：“竹叶青，他怎么来了？”倘若说2位宗师的出现令人震惊，那竹叶青的现身带来的便是彻骨的恐惧。江山省无人不晓竹叶青的名号，她曾是地下皇帝七王爷的女人，却在婚礼当日毒杀七王爷，还在宴席上毒死18位堂主。一夜之间横扫所有地下势力，他所盯上的人无一幸免，凶狠冷酷堪比毒蛇。有人低声议论，竹叶青这般威胁人要夜明珠，未免太过分了。这时，第一包厢走出一名年轻男子，一手背在身后，一手轻摇折扇，淡笑道：“真正的对手不是他，是我。”哗然间，所有目光都转向那人，黄如龙，江山省小皇帝。黄家本是默默无闻的小家族，3年前因大女儿嫁入帝京顾家顾星城家族，而顾家乃北方7大家族之一，地位远超其他家族。黄家自此风生水起。竹叶青瞥了他一眼，神色深邃，原来是小皇帝，不然我还以为是谁。你一个大男子汉，真要跟我抢？黄如龙淡笑，正有此意。竹叶青讥讽道：“别到时候抢不到，反丢了面子。今日这夜明珠归我了。”
黄如龙针锋相对，巧了，我也势在必得。两人目光激烈交锋，你忽然站起身，蹙眉骂道：“你们能不能少废话几句？我只问一句，到底加不加价？别整那些没用的。”瞬间，众人目光再度齐聚你身上，不再是震惊，而是极致的震撼。你不仅敢对两大宗师无礼，竟还在竹叶青和黄如龙面前如此狂妄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雷霆嘴角抽搐，气得浑身发抖。无为宗师眯眼冷视，恨不得用目光将你千刀万剐。竹叶青忽然开口，语气淡淡，似笑非笑：“陆先生果真阔绰，我望尘莫及。既然如此，我不争了，先行告辞。”说罢，不带一丝犹豫，便缓缓离场。但无人相信他会真正离开。叶明珠未到手，他必定守在门外，伺机半路截杀。黄如龙摇着折扇，冷冷道：“我欣赏会装腔作势的人，但不服比我还会装的。原本还想收你做小弟，看来没必要了。风里雨里，我在门外等你。”说罢，转身离去。无为宗师紧随其后。古大师犹豫片刻，悄悄溜出座位，见你未加阻拦，便飞奔着追了上去。你故意放行，他的作用已然达成。你伸手示意白丽，快叫人来刷卡，叶明珠是我的了。拿到叶明珠，你便能助顾倾城逆转命运，也绝不会让他人抢了功劳。白丽咬牙切齿，眼中怒火闪烁。在他看来，这本该是竹叶青与黄如龙之间惊心动魄的较量，有望成为藏宝阁的佳话，却被你横插一脚，风头全被你抢走。这不仅败坏了藏宝阁的名声，更不利于后续生意。他强压怒火，厉声说道：“我真佩服你的心理素质，都快死到临头了，还毫无自知之明。你可知道，一旦踏出藏宝阁大门，等待你的是什么？”正当此时，工作人员走上前来准备刷卡。你一边刷卡一边回应：“我不走，难道留在这里过夜？你要陪我？”白丽目光如刀，怒道：“真是得意忘形，让我陪你做梦。就算全世界只剩你一个男人，我也绝不会看上你。若非身份所限，他早已挥手上前给你2巴掌。你嘴角微翘，正巧我也看不上你，再见了。”说罢，将叶明珠收入怀中，转身欲走。你一动，众人便蜂拥跟上，气势浩大，宛若千军万马围攻。就在这群人渐渐离去后，一声咯吱轻响，藏宝阁最中央的人字号包厢缓缓打开。一位坐轮椅的少女被一名老妪缓缓推出，她五官精致，鼻梁挺翘，容貌远超白丽，气质宛若谪仙，却面色苍白如纸，长发散乱如枯草，双眸蒙着一层薄雾，满是淡淡的忧伤。若竹叶青和黄如龙在此，定会认出她南宫柔，藏宝阁的大小姐，天下至宝聚集之地的掌门人。白丽连忙快步上前，恭敬低头：“小姐，属下失职，未能完成您交付的任务，愿承担所有后果。”那叶明珠之外，还有一枚价值不高却意义非凡的小物件，蕴藏神秘气息，若有朝一日能被识别，或许能治愈您的顽疾。南宫柔轻咳2声，并未责怪，只苦笑道：“与你无关，只能怪命运如此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你出去看看，陆清舟生死攸关之际，出手救他一命。”白丽愣住，心中满是疑惑。陆清舟不过是个小人物，何以值得大小姐垂青？她虽不解，却不敢多问，急忙转身离去。推着南宫柔的老妪垂手叹息：“小姐不必灰心，我们走遍全国多数藏宝阁分店，仍无人能识别这股气息。不过2天后便是1年1度的玄学大会，届时定有能人一时到场，或许能解您的顽疾。我们已经走了这么多地方，玄学大会已是最后希望，若这里也无能为力，恐怕再无治愈之法。”南宫柔摇头浅笑：“张妈，你说那个陆清舟真的是我的未婚夫吗？”老妪摇头：“绝非此人，他不过是同名同姓罢了。您的未婚夫必定是胸怀大志、才华横溢之人，通晓古今，胸有丘壑。反观陆清舟，轻浮无礼，毫无气度。若非您念及同名同姓，今日早已取他性命，何来未婚夫之说？”南宫柔点头：“也是巧合罢了。推我去休息吧。”与此同时，你大步走出藏宝阁大门，门外的情形让你忍不住发笑。你淡淡问道：“你们都在等我？”目光所及，3组人马簇拥环绕，一组由黄如龙、无为宗师与古大师组成，另一组是竹叶青搭配雷霆，还有一组人数多达100余，手持棍棒。前排正是段来明及其父段延峰。忽然，一声冷厉的声音从背后响起：“不只是他们，还有我。”只见王总上前一步，正面挡住你，冷声喝道：“姓陆的，你今日的嚣张气焰也该收敛了。既然有各位大佬在场，自然不会取你性命。给你一次机会，跪下磕3个响头，此时便一笔勾销。你本就因众人的无礼而憋了一肚子火，此刻见王总挑衅，再也按捺不住，啪！你随手一巴掌便将王总扇飞。王总被击退数步，口中喷血，却仍怒目圆睁。若不是你的性命攥在大佬手里，我早弄死你了。你懒得理会他，神色不变地扫视面前众人。我这人向来讲道理，拍卖拼的就是钱。你们钱多，我甘拜下风，绝不抱怨。众人嗤之以鼻，暗自嘲讽你这时候讲道理太过天真。你话锋一转，语气冰冷：“既然你们不讲道理，那我便奉陪到底。要打就一起上，我没时间耽搁，快点！”这话让所有人都怀疑自己的耳朵。在藏宝阁里，你还能靠钱装腔作势，到了门外竟还如此放肆。此时，白丽忽然出现在你身旁，冷冷低语：“陆清舟，我真想撬开你的脑袋，看看里面到底装的什么。
你今日不过是碰巧走了运，这种运气只有一次。他话锋一转，望向前方众人，朗声道：藏宝阁小姐有令，流露青州一命，